新势力18年，龙国雍宁市郊外的新手区里，点兵点将，点到谁就你了。维开左手指着一只双目泛着红光的小白兔，右手缓缓举起了手里的破旧长剑。小白兔是新手区里最弱的小怪，唯一的攻击方式是咬人，但只要稍微闪一下就可以躲过。对于新手来说，小白兔是最好的小怪，既可以用来熟悉技能和战斗方式，又可以练习走位和躲闪。最重要的是，它的数量几乎无穷无尽，只要来到郊外，随处都可以找到，还不会主动攻击。这种小怪最适合的，往往是维开这种刚刚转职的新手。说到转职，维开便有些哭笑不得。1个月前，他穿越到这个世界，从一个准备开学的大一新生，变成了即将毕业的高中生。除了年龄和外貌没变，其他一切都变了。最大的变化，当然是这个世界。18年前，游戏降临蓝星与现实结合，开启了全民转职时代。随后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巨变，除了100万级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其余野外和郊区已经完全被野兽、魔物、鬼怪等异兽占领，人类只能蜷缩在大城市里苟延残喘，惶惶度日。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在异兽横行的同时，人类也开启了全民转职时代，各种各样的游戏转职都变成了现实，无数人纷纷加入其中，转职成为战士、法师、刺客、射手等职业，加入对抗野外异兽的大军之中。这18年来，经过无数前辈先烈的摸索，逐渐对转职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认识。所有的转职基本都可以分为3大类，分别是战斗类、辅助类和生活类。只要能造成伤害、拥有战斗技能的职业，如战士、法师、刺客等等，都可以算是战斗类职业。而辅助类也很简单，只要有增益型技能的职业，都可以算是辅助。最后是生活类职业，他们基本上没有战斗力，也不能在战斗时提供辅助能力。他们最大的作用就是为战斗类职业和辅助类职业提供后勤物资，比如食物、炼金道具、装备、器械等等。生活类职业虽然无法上战场，但其重要程度丝毫不逊于其他2大职业。龙国战神李昌元有一句话说得好，没有垃圾的职业，只有垃圾的转职者。就在半个小时前，班主任老郑也用这句话来安慰班上的同学。半个小时前的毕业转职仪式上，1514班的成绩很差，全班上下50个人，只有3人成功转职成战斗职业，还有7人转职成辅助职业，剩下的40人全都是生活职业。维开正好是那3个之一，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战士。战士这个职业对于有天赋或者有钱的人来说，可以转型的分支众多，潜力巨大，真正成型之后，绝对是所有职业中前3的存在。又肉又有输出，足以横推一切，秒天秒地秒空气。但对于没钱或者天赋平庸的人来说，就是个平平无奇的垃圾职业。哦，对了，每个人在转职之后都会获得一个天赋，大多数情况下，获得的第一个天赋都会跟自己的职业有关，也就是战士获得力量类天赋，法师获得魔力类天赋。维开也获得了自己的天赋，但这个天赋却有些奇怪，因为他跟任何职业都没有关系，甚至都没听说过有这样的天赋。他叫全物品掉落，姓名维开，职业战士，等级1，力量5，敏捷4，魔力1，精神3，体质6，职业技能上挑下斩。天赋全物品掉落，凡是被你击杀的单位将会掉落所有可以掉落的物品。这个天赋说明倒是简单易懂，一眼就能看明白，但维开看过之后还是有些懵逼。全物品掉落，意思是只要我击杀了怪物，他身上所有可以掉落的物品都会一次爆出来。全民转职时代已经开启18年，对于大多数怪物的掉落，官方都有详细的列表。绝大多数的怪物被击杀之后都会掉落好几种物品，就连眼前这种小白兔都会掉几块兔肉、兔腿什么的。那些强大的区域 BOSS 乃至神兽更是有上千种掉落，要是能一次性全爆出来，那岂不是神级天赋？想到这里，维开深呼吸了3次，才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这是他转职之后的第一次打怪，不仅是在适应自己的战士职业，也是在测试自己新获得的天赋是否真的可以全物品掉落。上挑，维开双手举剑，划出一道半月斩，手中的破旧长剑从小白兔的腿边快速划过，击空了。第一招就造成了 miss， 维开有些翻白眼。虽然他对这事早有心理预期，但真正落到自己的头上，还是难免有些无语。小白兔虽然弱小，又没什么攻击力，但他却以速度和躲闪见长。刚刚转职的新手，至少需要适应10分钟，才能对他造成有效伤害。第一击落空什么的，实在是太常见了。近战职业都还算好的，那些新手法师和射手，在第一次面对小白兔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要被自己蠢哭了。下斩，平 A， 平 A， 上挑。
一，维开并没有放弃，又接连出招，结果接连击空，中间甚至还被兔子咬了一口。没错，那个疑是小白兔咬出来的。他在接连出招的过程中，因为有些气急败坏，大意了，没有闪，结果被小白兔狠狠咬了一口。闹了半天，自己没伤到小白兔半点，反倒是被兔子咬了一口。维开都快被自己蠢哭了。但幸好小白兔的伤害极低，一口才1点伤害，这对于足足210点血量的战士来说就是毛毛雨。来，再来。刚才的表现有些差，但维开并没有放弃，因为他知道每一名战斗职业者都是这么过来的，哪有新人不被小白兔虐哭的呢？就算是那位留下了明年的龙国战神，在新手时代也被兔子戏耍过，甚至差点被反杀了。不过人家遇到的是兔子王。第二章，新手怪也能大爆。上调，平 A， 平 A， 下斩5，打中了。在适应了将近3分钟之后，维开终于狠狠地击中了小白兔，顺利在他的头上打出了5的伤害。这对于只有1级的小白兔而言，就是巨量伤害，足足要了他大半条命。一剑下去，小白兔的血量直接少了2/3，眼看就要被击杀了。维开见状，立刻趁热打铁，又补了一发平 A。这一次，小白兔没有躲开，再次被击中，脑袋上冒出了一个2，随后咕叽一声歪倒在地。砰！下一刻，小白兔的尸体消失不见，转而有数道光芒从尸体消失处冒了出来。爆了！看到这一幕，维开顿时瞪大了眼睛，呼吸也有些停滞。作为新手怪，小白兔的掉落往往十分吝啬，绝大多数情况下被击杀都不会有掉落，只会给1点经验值和1个铜币，只有十分幸运的时候才会掉落一块兔肉或者兔腿。然而眼前的这些掉落远不止这些。兔肉，小白兔掉落的兔肉可以作为烹饪的食材；兔腿，小白兔掉落的兔腿可以作为烹饪的食材；兔头，小白兔掉落的兔头可以作为烹饪的食材。维开眼扫了过去，光小白兔身上的食材就看到了3样，这是把怪物身上的肉全爆出来了呀！这还不够，竟然还有一本食谱，麻辣兔肉食谱，学习后可以学会烹饪麻辣兔肉，具体菜肴将会根据所用食材有所不同。麻辣兔肉，珍贵菜肴，食用后可以随机增加1点属性，每日只能食用1次。属性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哪怕是随机的，每天只能增加1点，但日积月累下来也是一个巨大的提升。除此之外，还有一把破旧匕首和1样药材。止血草，最常见的药材，服用后可以恢复20点血量。最后一样则是一个奇怪的白板物品，灵药碎屑，只有4个字的名字，没有任何说明。维开只看了一眼就没有去管了，因为他已经乐疯了。这是真的，天赋上的说明是真的，全物品掉落，只要是能掉落的东西全都爆出来了。维开神色激动，双拳紧握，仿佛握住了整个世界。别人击杀一只小白兔，除了基础的经验值和铜币之外，能够掉落一块兔肉已经是相当幸运，而他击杀的小白兔光食材就有3样，而且还有十分珍贵的食谱，这可是生活职业厨师的命根子啊！没有食谱，一名厨师做出来的菜肴就只能是普通的食物，只有照着食谱来做，才能做出可以增加属性或者有特殊 buff 的食物。眼下这本食谱如果拿去交易行卖的话，至少可以值10万金币。10万金币就是10万块钱，足以让一个普通的3口之家好吃好喝的生活5年。最离谱的是，这只小白兔不仅爆出了食材和食谱，竟然还有药材，这也是稀有材料。这个世界的野外早已被强大的异兽占领，想要采集药材就要深入野外，越是有可能产出珍贵药材的地方就越是危险，有些地方甚至连3转的职业者都有可能殒命。止血草虽然是最普通的药材，但也能值100块钱左右。除了这些，最让维开意外的还是最后一样物品，灵药碎屑。莫非这些碎屑捏合起来会变成一枚灵药？不过到底要多少碎屑才能合成一枚灵药呢？物品上面并没有说明，恐怕只能靠自己摸索了。幸好我有天赋。维开嘴角微微上扬，邪魅一笑，骚，又是毛都没有，老子都杀50只兔子了，连块肉都不掉。就在这时，不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咒骂，随后又伴随着几声难听的抱怨。维开稍微一愣，随后扭头看去，发现来人是一名高大威猛的中年男子。看不到等级和职业，但从对方身上的装备来看，应该也是一名战士。你看咩呀？发现维开在观察他之后，那人顿时恼羞成怒，没好气道：看你那一脸衰样，怕不是个连兔子都打不过的菜鸟吧？这里是最低等级的新手区，来这里的人大多是刚刚转职的新手，因为这里只有兔子一种怪物，杀怪只有最基本的1点经验值和1个铜币，等级升上去以后再杀兔子，
连最基础的一点经验值和一个铜币都没有了。高等级的转职者来这里，目的基本上只有一个，那就是想要爆兔子肉。但小白兔的爆率极低，掉落物品的几率跟中大奖差不多。眼前这名中年男子应该就是来打兔子肉的，但运气看起来不是很好。听他的抱怨，似乎杀了50只兔子也啥都没掉。不过这很正常，对方虽然在抱怨，但并没有停下杀怪的动作。对他来说，这种只有7点血的小白兔就是一刀一个的事情。面对对方的嘲讽，维开毫不在意，甚至还能淡淡一笑。对方杀了50只兔子都爆不出一点东西，他随手就能爆一地，两人早就不是一个层面的人了，这样的差距还有什么好生气的呢？不过有这家伙在，这里是不能待了。杀怪后的掉落是所有人都能看到的，他可不想暴露自己的天赋，也不想给自己惹来麻烦。在没有发育起来之前，保持低调才是最重要的。想明白后，维开转身就走。10分钟后，他又在远处找了个无人的地方，重新刷起了小白兔。有了第一只怪的经验之后，接下来的战斗就变得十分顺利了。弱小的小白兔在他的手里基本上活不过3招，要是被下斩这个技能命中，甚至可以一击必杀。慢慢的，当他击杀了第20只小白兔之后，身上终于金光一闪，升级了。维开长长的吐了口气。20只小白兔，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对于刚刚转职的新手来说，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内完成都算是合格的。维开看了一眼时间，自己用掉了49分钟，除去重新找练级地的10分钟，真正的耗费也就是39分钟，成绩算是合格了。如果说维开的战斗能力仅仅是合格，那么他的爆率就是逆天了。第3章，真没开。20根兔腿，20块兔肉，20个兔头，20颗止泻草，2本食谱，还有20粒灵药碎屑。除了食谱确实罕见，不是每一只兔子都爆之外，其他每一样东西都爆了20次。这爆率让别人看到还以为他开了呢。虽然他叫维开，但真没开。这么多东西将只有100个的新手背包塞得满满当当，已经完全放不下了。最珍贵的食谱当然要放在背包里，20粒灵药碎屑看起来也不普通，放在背包里是最好的选择。考虑过后，维开干脆把2块兔肉拿了出来，提在手里。这玩意虽然爆率极低，但好歹也能爆出来，让人看见了也只会觉得它是欧皇。该回去了。维开掂量了一下手里的兔肉，不管怎么说，这趟出来相当值了。不仅等级升到了2级，也对战士的技能和攻击方式有了熟练的了解。最重要的是爆出来的这些东西，光那2本食谱就能卖出20万金币。有了这笔钱以后，他就可以给自己买一套好装备了。有装备的战士和没装备的战士简直是天差地别。有极品装备的战士才能做到又肉又有输出，没有好装备的战士就是负责挨打的肉盾，只能叠最后的甲，挨最毒的打。就像是之前杀兔子，如果他有钱的话，完全可以买一把精致的长剑，那样就算只有1级也可以做到一剑一只，而不是像他这样只能拿着一把破旧的长剑，2下才能解决一只兔子。虽然1剑1只和2剑1只的差距看起来不大，但对于练级的效率而言，简直是天差地别。更何况那些有钱人完全可以穿上一套好的装备去挑战更厉害的怪物，人家都是从5级怪开始刷起，根本不需要1级来杀兔子。但从今天开始，一切都不一样了。维开目光坚定，紧紧握住了拳头。有了这个全物品掉落的天赋，以后各种极品装备、珍奇材料，他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只要努力刷怪，终有一天他将会踏上世界之巅。咻咻咻！回去的路上，维开悠闲地吹着哨子，走着走着，又回到了之前击杀第1只小白兔的地方。结果定睛一看，发现那名杀兔子的大叔竟然还在这里。大叔依旧骂骂咧咧：“傻叉兔子，你就不能给老子爆一块肉出来？老子都杀半天了，怎么着也得有300只吧？连一根兔子毛都没有，这合理吗？也不知道是哪个傻叉设计的游戏，怪物死后竟然连尸体都没有，生怕被人捡了去，不然老子随便捡1只就可以回去交差了。哎，爆啊！你他妈倒是给老子爆啊！够日的！”听到这话，维开顿时换了个手，把提着的兔肉换到身体的另一边，别让对方看见。哪知道他的动作还是慢了一步，对方早已将这一幕看在眼里。你这菜鸟竟然打到了兔肉！中年大叔一脸惊讶，没想到眼前这个新人菜鸟竟然如此幸运，短短半个多小时就能爆到兔肉，而且还是2块，走运而已。维开连忙解释了一句：“卖给我怎么样？”大叔忽然收起了不悦，正色道：“我正好需要几块兔肉，可以直接用金币跟你买。”也可以。维开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下来。他背包里的兔肉已经满满当当，
根本塞不下了。只要给钱，卖给对方2块，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看你是个新人，老，我也不欺负你。中年大叔愣了一下，随后直言道：就按市场价的2倍买你的兔肉，10个金币1块，你这一共2块，给你20金币。好。维开也没想到对方如此爽快，还多给了10金币，这个交易还挺划算的。片刻后，双方完成了交易，维开的背包里也多出了20枚金币，这可是一笔大钱，足够买好几件新手装备了。一般情况下，根本不会有人出这么贵的价格来买几块兔肉。想到这里，他不禁有些好奇，这位暴躁大叔为什么会特意跑来这里打兔肉？打了半天没打到，又舍得这么大方地跟他买。要知道在市场上用这个价钱完全可以买到更好的肉类。大叔，小子，他正想开口问，结果对方也要开口说些什么，两人的话顿时撞在了一起。大叔先是一愣，随后豁达一笑道：小子，之前是我脾气不好，不好意思。没事，我也没在意。维开见状连忙摆手，随后趁机问：大叔，你这么高等级了，为什么还要来打兔子肉啊？他看不到对方的等级，但从对方的身手来看，至少也是一转20级以上。这么高等级的转职者来新手区杀新手怪，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这个嘛，其实是为了做菜给我女儿吃。大叔微微一笑，面带幸福道：我女儿最喜欢吃麻辣兔肉，当年我刚刚转职，刷3只兔子就爆出了兔肉，晚上拿回家美美的吃了一顿麻辣兔肉，从那以后女儿就喜欢上了这个。只可惜10几年过去了，我都没打到麻辣兔肉的食谱，这玩意的爆率简直是逆天，也不知道是哪个傻叉设计的。说着说着，大叔又忍不住吐槽起来。听到这话，维开顿时在心里笑了。麻辣兔肉的食谱，我半个小时就报了2本。哦，对了，暴躁大叔忽然想起了什么，看着维开道：我女儿跟你差不多大，也是今天参加转职仪式，我就是想让她转职回来能够吃一顿好的。啊？维开听得一愣，下意识道：不会是同学吧？你是哪个学校的？西乡2中。咦，1514班呀？大叔愣了一下，随即摇头：不是，我女儿是1501班的，成绩还不错。第4章，也有钱了。全民转职时代开启后，野外被异兽所占领，幸存的人类都逃进了大城市里，雍宁市也借此成为了一个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整个雍宁市一共有30所高中，维开所在的西乡2中属于排名中游的高中。西乡2中的这一届里又有15个班，每个班的学生都是按照成绩招收的，也就是说，只有成绩最好的学生才能去1班和2班，比较优秀的就会在3班、4班，而成绩倒数的那些自然就会被分在14、15班。大叔的女儿在1501班，也就说对方的成绩绝对是这一届中顶尖的存在。大叔说他的女儿成绩还不错，恐怕是谦虚了。想到这里，维开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个身影，那个全校公认的天之娇女，也是西乡2中的校花，转职了灵验法师的李青霞。大叔的女儿不会是她吧？大叔，您贵姓？免贵姓李，你也可以叫我李叔。大叔笑了笑，十分亲切。维开顿时一愣，脸上不免有些尴尬起来，不会真有这要巧吧？好了，搞到了兔肉，我也该回去做饭了。大叔笑了笑，摆手道：看你的样子，应该已经对战士的技能和战斗方式比较熟悉了，回去买点好装备，准备去刷3级的野猪吧。这里的兔子虽然简单，但经验值和铜币都给的很少，3级以后更是一点都没有了。与其待在这里浪费时间，不如提前去适应一下野猪的战斗强度。另外，去野猪林之前最好准备一套新手装备。多谢大叔指点。维开连忙点头称谢。对方说的这些，虽然老师也曾说过，但对方愿意多说几句，也算是一种好意。对于别人的好意，他自然不会吝惜自己的感谢。不用客气，我走了。大叔摆摆手，转身便离开了。大叔走后，维开也回到了城里。他不急着回家，而是去了一趟学校附近的西乡大市场。这里是西乡区最大的市场，几乎可以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每天都有数十万计的人群在这里进行交易和制造，这里也养活了数十万的生活职业者。维开刚进入市场就被巨大的声浪给镇住了。他以前也来过这里，但从未见过如此热闹的场面。难道又有什么新活动啊？他四处打量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什么新奇之处，索性不再理会了。往里走了一段路，维开终于来到一家交易行门前。这是一家官方开办的交易行，里面各种东西应有尽有，最重要的是价格公道，童叟无欺，最适合他这种什么都不懂的新人。隔壁也有私人开办的交易行和拍卖行，里面经常会出现一些罕见的好东西，但每样的价格都贵得离谱。
不是有钱人，根本不敢进去。据说这些私人交易行十分黑心，收东西的时候会拼命压低价格，卖东西的时候又喜欢胡乱吹嘘，乘机涨价。要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手贸然进入，恐怕要被吃的连骨头都不剩。进入交易行之后，很快便有人注意到了他。一名身穿职业裙装、踩着黑丝的成熟大姐姐，一脸微笑地向他走来。同学是来买新手装备的吧？来这边，这里有你想要的。不，我是来卖东西的。维开特意强调了卖字。哦，莫非你有什么大宝贝？大姐姐挑了挑眉，玩味地看着他。2本食谱。维开也不藏着掖着，直接说道。食谱是好东西，但也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玩意。作为交易行里的老员工，对方肯定早就见识过不少了。听到这话，大姐姐顿时笑了起来，果然是好东西。不过我对食谱不太了解，你先稍等，我去找梁叔来给你估价。说完便扭着腰肢离开了。片刻后，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跟着女子来到了维开的面前。就是你要卖食谱？是。维开点点头，直接从背包里拿出那2本食谱递给了对方。这里是官方开办的交易行，有官方的信誉保障，倒不用担心物品被黑掉。梁叔接过食谱后瞬间一愣，麻辣兔肉，这玩意可不多见啊。他虽然是最低级的新手，怪小白兔掉落的，但绝大多数转职者2级之后就不会去刷小白兔了，只有刚刚转职的新人才会去刷它，而新人往往只是刷够20只，升到2级之后便离开了。所以这玩意的掉落极低，整个雍宁市都不一定有2本。没想到这个小子一次就拿出了2本。想到这，梁叔立刻抬起头，仔细打量了对方一番。这是你刷到的？他好奇地问了一句。不是，家传的。维开连忙摇头，财不露白的道理他还是知道的。这玩意虽然确实是他刷到的，但要是承认了，说不定立马就要被拉去切片。他虽然相信官方，但可不会轻易相信官方机构里的人。2本都是家传的？梁叔微微一愣。是。维开点点头，随口编了个故事。当初游戏降临现实时，我刚刚出世，爷爷就顺手买了2本，说是给我将来用的。但我现在是一名战士，食谱是给生活职业者用的，战斗职业根本不会浪费技能点去学这个。当初他爷爷买食谱就是为了准备一份保险，万一将来他成年之后转职的是生活职业，就可以立刻用上，也算是一份出路。不过现在他肯定是用不上了。听到这个故事，梁叔微微点了点头，又问道：你现在卖食谱是为了买新手装备？维开连连点头。那也好。梁叔想了想，笑道：麻辣兔肉的食谱十分罕见，可以说有价无市，老夫就按照市场价的2倍收了吧。小林，去准备一张40万金币的卡。是。被称作小林的成熟大姐姐立刻向维开投来一丝羡慕的眼光，随后一扭一扭地离开了。片刻之后，维开从对方的手上接过一张崭新的银行卡，整个人都有些激动。有钱了，也终于有钱了。第5章，氪金真爽。维开的家境并不好，游戏降临现实世界后，野外被大量的异兽占领，幸存的人类都挤进了大城市里，同时也在城市的四周建立了高耸的城墙和法阵，以此来保护那些弱小的百姓。但城墙内的土地终究是有限的，当所有的工厂、农田、河流、道路都挤在城市里，剩余的空间自然也就不多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官方从新势力2年便开始大量建造地下城市。新势3年，也就是维开3岁那年，他们一家就搬入了地下13层。从此以后，他的大部分人生都是在地下度过的，只有上初中和高中时才会回到地面，享受难得的阳光和清风。如今他已经高中毕业，不出意外的话，很快就会回到地下，当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战士。但这一切都因为一个天赋而改变了。同学，确认一下吧。就在这时，一个温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打断了维开的回忆。他抬起头，看到那名成熟大姐姐微笑地看着自己。好。他点了点头。官方的交易行虽然童叟无欺，信誉有保障，但在交易结束之前确认一遍，做到钱货两清也是有必要的。维开从兜里掏出手机，对着银行卡上的2维码扫了一下，下一刻，这张银行卡的所有信息就出现在手机的屏幕上。虽然早就知道卡里有多少钱，但那个刺眼的数字依旧让维开的心跳加快了一阵。40万金币足以让他在地面上买一套50平米的商品房，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带领父母回到地面，重新生活在阳光下了。这是他以前梦寐以求的生活，也是他一辈子奋斗的目标。但现在维开却不会选择这么做。我要买装备。他举起手中的银行卡，一脸坚定道：全部花光。什么？女销售员当场一愣，原本打算离开的梁叔也停下了脚步，
一脸惊讶地看着他。小伙子，你确定？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梁叔好心地提醒了一句。确定。维开点了点头。你还是学生吧？梁叔再次开口，正想说些什么，维开却摇了摇头。不，我今天已经毕业了，有自己做决定的权利，而且这2本食谱都是我爸教给我的。他的意思很明显，这2本食谱都是家长给的，自然也给了他自由使用这笔钱的权利。听到这个回答，梁叔无奈地苦笑了一下，随后向女销售员招手：小林，带他去天字号柜台。哦，好的。小林连连点头，随后向维开做了个请的手势。天字号柜台就是交易行里最好的柜台，这里的每一件装备都是传奇级起步，甚至连史诗级的装备都有。每件装备的价格也十分传奇，至少都是10万金币以上。维开说要花掉卡里的40万金币，自然要买最好的。片刻后，两人来到了天字号柜台，随后在柜员的推荐下，维开买了一套适合新手的传奇级装备，一共花了35万金币，同时又买了几个超大容量的背包，足足有3000个格子，又花掉了5万金币。不到10分钟的功夫，卡里的40万金币就被他花得一干二净。看着已经空空如也的银行卡，维开不禁叹了口气。怎么，后悔了？成熟大姐姐温柔地问道。不，维开摇头，我只是觉得氪金真爽。小林当场就呆住了。氪金确实很爽。对于维开来说，这40万金币只不过是2本食谱换来的钱，而这2本食谱是他刷小白兔的时候顺手掉落的，没有任何成本。有了全物品掉落这个天赋之后，他随便刷一只怪都能掉落大量珍贵之物，再赚40万金币一点都不难。更何况他买的这一身装备是为了更好的刷怪，相当于给自己的投资。投资自己怎么会后悔呢？投资自己是为了提升战斗力，去刷更多的怪，掉更多的宝贝，这才是他要走的路。对了，我可以叫你林姐吗？维开微微一笑问道。当然。小林笑着点头。林姐，我可以问一下，我身上这些装备都是哪些怪物掉落的吗？啊？小林愣了一下，笑问道：怎么，你想自己去打？如果我能到刷一套，你们收不收？维安平反问道。当然收。小林十分肯定的点头，末了后补充了一句：有多少要多少。真的？维开颇为惊喜，有种看冤大头的感觉。有多少收多少，我能卖到你破产。当然，说归说，他并不会这么做，毕竟大量的卖出极品装备太容易暴露自己，万一不小心泄露了自己的天赋，恐怕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维开才不傻呢。真的。小林笑了笑道：你买了40万金币的装备，已经是我们的贵客了，所以就免费赠送你一本掉落指南吧。哦，那就多谢了。维开正愁接下来该去哪刷怪呢，有了这本指南，接下来只要选一个掉落最好的怪物，死命去刷就行了。出了交易行，维开先找了家米粉店，吃了碗米粉，一边嗦粉，他一边查看身上的新手装备。这一套传奇级的新手装备最大的作用其实不是多了几个技能或者增加了多少攻防，而是给他增加了大量的基础属性。基础属性的意义十分重要，这个世界的攻击、防御、抗性等战斗属性都是直接跟属性点挂钩的，只有属性点高了以后，攻击力和防御力才有意义。作为2级的新手，他的基础属性是很低的，5大基础属性值每升1级只会增加1点，同时还有5点自由属性点。不过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自由属性点都是不点的，因为在没有确定自己的转职路线之前，一般人都不敢乱点，万一点错就麻烦了。想要洗点的话，就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只有那些一开始就确定培养路线，或者家里十分有钱，不在乎洗点代价的人，才会毫无顾忌的加点。维开也没有加点，因此他的基础属性点很低。战士最重要的3个属性，力量、敏捷、体质都没超过10点，但他身上这套新手装备提供了足足20点全属性，相当于升了20级。其他乱七八糟的增益就更不用说了，只能说不愧是传奇级的装备。第6章，还好我技高一筹。吃饱后，目标也选好了。维开抬头看了一眼天色，又看一眼手机上的时间，已经下午3点了，距离天黑还有3个小时半，应该来得及。接下来要去的练级区就在城门外不远，赶快一点的话，至少还能刷2个半小时。维开不再犹豫，转身登上了开往东城门的公交车。10分钟后，维开从公交车上下来，随后直奔目的地东城野猪林。这里同样是新手练级区，但怪物的等级是3到12级，而且怪物的种类也不再单一，不仅有地名里的野猪，还有猴子、野狼、猛虎等一系列野兽怪物。林子深处偶尔还会刷出带词条的精英怪，一旦击杀就能获得大量奖励。不过
精英怪往往比普通怪物的等级高出3级，而且带有特殊词条，更加难以击杀。要是不小心的话，甚至有可能翻车。大多数情况下，精英怪都需要组队才能稳定击杀。不过，维开不需要去特意刷精英怪，对他来说，所有怪物的爆率都是一样的，都是100%。正想着，不远处忽然传来了一声低吼声：“哦哦！”一头皮糙肉厚的野猪正向他撞来。维开先是一愣，随即才想起3级以上的野怪是会主动攻击的。不过来得正好，他立刻拔出刚买的传奇级大剑，对准冲过来的大野猪。上挑！维开猛地挥舞大剑，下一刻冲到眼前的大野猪直接被大剑巨大的力量所击飞。过了好几秒后，才吧唧一下落到了数米开外。这一下击飞，直接要了野猪的半条性命。落地之后，维开又冲过去补了一下平 A， 便彻底解决了他。还好我技高一筹。看着变成尸体的大野猪，维开嘴角一歪，颇为得意。学校里的老师教过，3级以上的怪物就会有自带的天赋技能，比如眼前这头野猪的冲撞。野猪虽然才3级，但发动冲撞技能时，力量会高达15点，也就是说，必须要有15点以上的力量才能硬抗它的冲撞，否则就会被撞飞出去。力量差距越大，被撞飞的程度就越狠。如果是一个力量只有1点的新手法师，至少要飞出去10几米，被撞飞可不是一件小事。现实世界虽然已经游戏数据化，但被撞飞之后还是会受伤。一旦受了伤，除非去找医生或者治疗职业进行救治，否则这个 debuff 就会长期存在，还会视受伤的严重程度影响自身的状态。但如果你的力量更高，那么被撞飞的就是野猪了。就像刚才那样，拥有26点力量的维开，凭借着战士的上挑技能，不仅抗住了大野猪的冲撞，还能反过来把对方挑飞。这一招不仅打掉了野猪的半条性命，还让他受了伤，从而顺利的进行补刀。这就是基础属性的重要性。在属性上全面碾压之后，杀怪就是砍瓜切菜，不要太简单。不过这招也不是谁都能用的，毕竟不是每个新手都能像维开这样区2级就拥有20多点的全属性，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得起传奇级新手装备。这就是氪金的效果呀！一番感慨之后，维开将目光看向野猪的掉落，又爆了。毫不意外，全物品掉落的天赋再次生效。虽然是一只普通的3级小怪，但野猪还是大爆特爆，足足有10几件物品掉落在地上，等待着拾取。维开没有犹豫，直接全部拾取，然后才慢慢检查。首先是最常见的食材，作为最适合打猎的猎物，野猪掉落的食材足足有10几种：猪肉、猪蹄、猪头、排骨、猪心、猪肺、猪腰、猪蹄等等，甚至还有猪大肠。让你杀怪刷装备，你来给怪物掏心掏肺，把这些掉落的食材重新拼接起来，说不定能得到一头完整的猪。这玩意好像是做9砖大肠的食材吧。维开拿起猪大肠看了一眼，随后猛地想起了前世的某个视频。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要是没有相应的食谱，做出来的9转大肠恐怕就是那个味。可惜还真没有。这只野猪也报了食谱，但却是最常见的烤肉食谱。烤肉这玩意做起来最简单，就算没有食谱也可以自己做，有火有肉就行。就算做出来的烤肉没办法增加属性，也可以填饱肚子以及获得一些简单的饱腹 buff。 学校早就教过，战斗职业者只要等级超过3级，就要去学一个篝火技能，方便在野外练级的时候自己烤肉填饱肚子。要是遇到了迷雾副本或者洞窟之类的探索之地，篝火技能还有更大的用处。维开现在还没到3级，倒也不急着去学。除了食材和食谱，这只野猪还报了不少装备，足足有5件之多，1件高级蓝装，4件普通的白板装备。维开当然看不上这些装备，但他们并不是毫无卵用，至少可以拿回去给装备回收商换点铜币。反正有3000格子的大背包，维开干脆一股脑的丢进去。看完了装备，接下来就是一些材料。野猪獠牙、野猪鬃毛，这玩意是用来做牙刷的吗？维开挠了挠头。野外的工厂虽然被异兽完全毁坏，但这个世界的人类科技并没有因此倒退，该有的生活用品也没有短缺过。像牙膏、牙刷一类的东西，商店里还是有卖的，好像还没必要用野猪毛来做牙刷。不管了，先收起来再说。甭管什么材料，只要是怪物掉落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卖钱的。城里有一些材料商人就盯着这些乱七八糟的材料收购，所以也被称为垃圾回收商。别看外号不好听，但他们实际上十分有钱，而且见多识广，渠道众多。别人眼里的垃圾，到了这些人的手里，很可能变成无价之宝。看完了这2样材料，维开将目光移向最后一件物品，随后瞳孔顿时一缩。灵药碎屑。他轻轻地念出了这件物品的名字。是的，这最后一件物品跟之前刷小白兔时掉落的灵药碎屑
一模一样，或者说就是同一样东西。野猪竟然也会掉落这个？维开愣住了片刻，随后干脆找了个干净的石头坐下，拿出手机上网查找起来。第7章九转大肠。用手机在网上查找了许久，越查维开心中的疑惑就越重，根本没有，网上完全查找不到任何关于灵药碎屑的消息，就连官方给出的掉落列表里也没有相应的掉落。难道说这18年来没有任何人刷小白兔或者野猪的时候掉落过这种灵药碎屑？这怎么可能啊？维开愣住了许久，完全不敢相信这个结果。难道是因为我的特殊天赋才让这玩意爆了出来？是了，我的天赋是全物品掉落，也就是只要怪物可以掉落的东西全都是100%掉落，所以才能爆出灵药碎屑。如果是一般人或许也会掉落，但概率极低，说不定无限接近于0。但就算这样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掉落呀。维开更疑惑了，但他很快又想到了一种可能，除非有人刻意隐瞒了这个掉落物品，完全抹去了他在网上的信息，一般人肯定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够做到这种地步的唯有官方。这个灵药碎屑很重要，维开立刻得出了一个让他心跳加快的结论，能够让官方下这么大力气隐瞒的东西绝对十分重要，无论它的作用是什么。不管了，先收起来吧。他现在已经有21份灵药碎屑，虽然不清楚还需要多少才能合成所谓的灵药，但直觉告诉他应该不远了。想明白之后，维开继续刚才的刷怪方式。野猪的进攻性很强，一旦进入他的攻击范围，立刻就会发动冲撞技能冲过来，而维开只需要挥起长剑，用一招上挑将其挑飞，然后再冲上去补刀就行了。整个过程可谓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野猪是3级怪，本身的经验值和铜币就多，再加上一次10几件的掉落，刷怪效率跟之前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效率这么高，维开自然是心无旁骛，一心刷怪。至于掉落什么的，他只是偶尔会去看一眼。半个小时后，当维开用同样的办法解决了第15只野猪后，地上的一抹粉色光芒让他眼前一亮。粉色掉落，他微微一愣，连忙将其捡起来，才发现竟然是一本食谱。九转大肠，嘿，没想到这里的野猪竟然真的会掉落九转大肠的食谱，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宝贝啊！野怪掉落的食谱和材料跟装备一样有品级之分，普通的是白色，高级是蓝色，稀有是紫色，传奇级是粉色。传奇之上还有红色的史诗级以及金色的神话级。传奇级的食谱就算在官方的交易行里售卖，至少也能卖到50万金币一本，更何况这还是十分稀有的九转大肠。这一趟果然没有白来。维开嘿嘿一笑，想起之前购买新手装备时的想法，果然投资自己才是正确的。只要能够快速刷怪，什么金币、材料、装备还不是滚滚而来。除了这本九转大肠之外，维开又在背包里看到了2本新的食谱，分别是红烧猪蹄和糖醋排骨，其中糖醋排骨还掉落了2本。这2本虽然只是紫色的稀有食谱，但同样能卖出不少钱，10万金币一本是妥妥的。看来这野猪灵还真是个宝藏啊！区3级的野猪就能掉落4种食谱，其中还有粉色的传奇级食谱，这要是不把它刷爆，都对不起全物品掉落这个天赋。想到这里，维开的目光立刻看向不远处的一只野猪。Hello， 看我！哦哦！野猪再次咆哮着朝他冲过来。就这样刷了将近2个半小时，直到手机的闹钟响起，维开才从刷怪的兴奋中醒来。短短2个半小时，他刷了快50只野猪，等级也升到了4级。背包中的掉落物品更是数不胜数。不过，维开抬头看了一眼天色，已经快要天黑，该回去了。说完，他连忙收拾好刚爆出来的掉落，随后转身便走。雍宁市的天黑时间是在下午的6点半。天黑之后，无论何种职业、多高的等级，都不能在野外逗留，因为此时的野外将会变得十分危险，不仅有大量的高等级异兽出没，甚至还会出现强大的 BOSS。 这些 BOSS 在夜晚将会得到极大的增强，实力至少是白天的 1.5 倍以上。在这种情形下，只要不是傻子，都不会去跟他们硬刚。而应对天黑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躲进城市里就行。如今的龙国只剩下108座大城市，每座城市都是100万人口以上，每个城市的外围都拥有高耸的城墙和强大的法阵，足以隔绝内外，庇护城里的居民。一旦夜晚来临，只要躲进城市里就安全了。如果回不去城里，那就只能自求多福了。此时距离天黑还有半个小时，维开所在的野猪林距离东城门也不算太远，只用了10分钟就从东城门回到了城里。在野外，夜晚是危险来临的征兆，但在城里，夜晚才是一天生活的开始。白天的时候，战斗职业者和辅助职业者需要出去探索和刷怪练级，
生活职业者也要进行各种生产，工人、农民、商人都也需要上班工作，为城市的生存贡献自己的力量。只有到了晚上，所有人都回到了城里，大家才能彻底放松下来，尽情的玩耍和生活，享受这来之不易的一天。正因如此，夜晚的城市里往往是最热闹的。刚坐公交车回到西厢区，维开一下车就感受到了夜晚的热闹，巨大且嘈杂的声响扑面而来，大街之上人流如织，到处都是出来透气的居民和刚刚回来的战斗职业者。大量的摊位沿着大街一路排开，各种各样的小吃、服装、日用品应有尽有。维开走下站台，四下张望了片刻，随后便看到2个身影正在向他挥手。开哥，你终于回来了！当头一人看到他之后，立刻朝这边狂奔而来，另一人稍胖也紧随其后，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你们等很久了吧？维开笑了笑，看着身前的2位好兄弟，吴毅和李长林。第8章，我说是刷怪掉的，你信吗？吴毅和李长林是维开的发小，3人从小一起在地下13层的社区长大，然后一起上了小学、初中以及高中，期间偶尔不在同一个班级，但也在同一个学校。10几年的共同成长，让3人的友谊十分坚固。用当地的方言来说，就是好到可以穿同一条裤子。当初穿越过来时，维开一开始还有些不适应另外2人的热情，经过了1个星期的相处，他才慢慢感受到2人的善良和真诚。从此以后，也就慢慢敞开心扉，接受了他们。在前不久的毕业典礼上，3人也是一起参加了转职仪式。只可惜，吴毅和李长林并没有转职成战士或者辅助职业，而是都成了生活职业。此次3人齐聚是吴毅的提议，他早早就在手机里发了通知，让维开在天黑之后来这条不夜街等候。走，老地方，我请客。吴毅的个子比较矮，勉强能够到维开的肩头，不过他这一拍还是十分用力。维开见状，顿时扭头看了一眼旁边的李长林，后者回了他一个眼神。发生什么事了吗？维开立刻心有灵犀地问了一句。到了老地方再说吧。吴毅点了点头，却没有立刻正面回答。片刻后，众人来到了一家名为有酒有肉的烧烤店，这里就是3人聚会的老地方。说是老地方，其实一共就来过2次，每次都是偷偷来的。3人的家庭都住在地下，不是什么富裕阶层，也没有那么多零花钱出来吃烧烤，只有在临近毕业时，父母才会多给一些零用钱，让他们可以放松一下。点了几串肉串和1瓶啤酒之后，3人这才坐了下来。现在可以说了吧？维开直直地看着吴毅，仿佛从他的脸上看出了重重的心事。要是没有什么事，他可不会主动召集另外2人来这种地方喝酒的。我要去蜀中找舅舅学厨艺了。吴毅喝了一口啤酒，苦得直皱眉头。为什么一定要去蜀中？维开愣了一下。前不久的转职仪式上，吴毅转职的是生活职业中的厨师，这个职业可谓是万金油，哪怕在众多的生活职业中也是十分吃香的存在。毕竟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人都是要吃饭的，只要人还需要吃饭，就少不了厨师。就算买不起食谱，一名厨师也可以凭借着厨艺，在社区里开个小店，或者在不夜街上摆个小摊。收入或许不高，但养活一家人肯定是没问题的。要是能搞到一本厉害的食谱，立刻就能咸鱼翻身，飞黄腾达。我舅舅说让我帮他干3年的活，他就给我买1本食谱。吴毅很快解答了他的疑惑。听到这个回答，维开顿时皱起了眉头。这不就是在画饼吗？俗话说，穷死不耕丈人田，饿死不打亲戚工。给亲戚打工的后果就是被往死里压榨，就算亲舅舅，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难道我们雍宁市就没有食谱吗？一旁听了许久的李长林终于忍不住开口。吴毅也是他的好兄弟，他也不希望对方离开雍宁，跑去遥远的蜀中打工。还真没有。吴毅摇头苦笑道，今天上午我爸刚知道我转职成厨师的消息，就跑去各大交易行和拍卖行问了，结果市面上竟然1本食谱都没有。不是吧？我不信。李长林顿时一呆，不信邪地拿出手机当场查起来。维开也愣了一下，但很快想到了一种可能，恐怕是有人提前囤起来了。他开口提醒道，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高中生转职的时间，一旦完成转职，就会诞生一大批新鲜的生活职业者，这些生活职业者大多需要相应的技能书，其中厨师的食谱是最受欢迎也是最保值的。技能书都是一次性的消耗品，提前囤一批技能书绝对能赚大钱。我爸也是这么说的，所以我想先打几年工，存些钱去蜀中买。吴毅点了点头道，那边的食谱更便宜？维开问道。对。吴毅笑了笑道，蜀中的居民更喜欢美食，每天都有大批人去刷各种肉类，尤其是兔肉，所以掉落的食谱比较多。这倒也是。维开想了想，这话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我靠，竟然要40万金币！就在这时，
一旁用手机查食谱的李长林忽然惊叫出声来：“什么？”韦开和吴毅连忙看向他。食谱啊！李长林指着手机屏幕道：“一本麻辣兔肉的食谱，竟然卖40万金币，太黑了！”韦开和吴毅同时瞪大了眼睛，随后异口同声道：“太他妈黑了！”韦开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中午才卖20万金币一本的食谱，竟然转眼就能卖到40万金币。原来官方的交易行也这么黑。正感慨着，那边李长林又发出了惊呼：“卧槽，卖掉了！”啊！韦开和吴毅看着屏幕上的售罄2个字，都惊呆了。40万金币一本的食谱，竟然转眼就卖掉了，这也太快了吧！怪不得人家要囤货了，原来食谱竟然这么抢手。你看，像我这种穷人根本买不起。吴毅满脸苦笑，40万金币一本的食谱，你就是把它卖了都买不起。可是你就算打3年的工，也存不下40万金币啊！李长林小声地提醒道。唉，听到这话，吴毅顿时落寞地叹了口气。看到这一幕，韦开顿时心中不忍，于是下定决心：“阿义，你会烤肉吗？”烤肉？吴毅抬起头来，疑惑地看了他一眼。烤肉又不是什么难事，对于一名厨师来说，烤肉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技能了。要是连这个都不会，还算神妖厨师？我这里有一本食谱。说着，韦开直接从背包里掏出了一本烤肉食谱，递了过去。看到这本紫色的食谱，吴毅和李长林都瞪大了眼睛。你这是从哪来的？我说是刷怪掉的，你们信吗？韦开微笑反问。第9章，开了吗？如开。西乡大市场官方交易行内，吴小鹏颤颤巍巍地递出手里的一张银行卡，随后又从对方的手里接过一本紫色的食谱。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将食谱拿到手之后，吴小鹏重重地喘了口粗气，心情十分复杂。就在今天，他的儿子终于高中毕业，并且成功转职，但谁也没想到，儿子转职的职业竟然是生活职业中的厨师。厨师这个职业，有食谱和没食谱，可以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俗话说，有食谱的才能叫厨师，没食谱的只能叫炒菜的。为了不让儿子输在起跑线上，为了子的未来，他白天跑遍了整个雍宁市，最终才在这里找到了一本麻辣兔肉的食谱。可是这玩意实在是太贵了，足足40万金币，这是他这辈子买过最贵重的东西，也是最大胆的一次交易。这一本食谱耗尽了全家的家当，计划用来在地面买房的钱也都搭进去了。原本孩子的舅舅承诺过，可以在蜀中帮孩子买一本食谱，但条件是要去跟他学3年的厨艺。吴小鹏一听这个条件，就觉得不靠谱。跟舅舅学3年厨艺，岂不是等于平白落后了3年？要知道，现在是全民转职时代，每个人都在拼命的努力，要不是官方有规定，必须要高中毕业后才能转职。许多家长甚至恨不得孩子一出生就转职，1岁就去刷怪练级，2岁就能单挑 BOSS。谁愿意自己家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儿子要是去学3年厨艺，就等于平白浪费了3年时光，到时候恐怕更加跟不上时代。正是出于这个考虑，吴小鹏才最终一咬牙一跺脚，选择了花光所有积蓄买下这本食谱。将食谱放进背包之后，吴小鹏的心情一下子轻松了不少。走出交易行的大门后，他便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喂，儿子，快回来吧。什么事？好事。你跟长林和阿开他们在一起，那就一起回来吧。时间回到10分钟前，不夜街的烧烤店外，当韦开拿出那本烤肉食谱后，吴毅和李长林都傻眼了。这玩意真是刷怪掉的，你小子运气也太好了吧？是啊，40万金币一本呢。卧槽，岂不是可以在地面买一套房了？你丫的，才第1天就刷到了这么好的东西，不会是开了吧？两人一边感慨，一边羡慕不已。如开，韦开笑道。作为生活职业者，吴毅和李长林注定了与战斗无缘，也没办法去野外刷怪练级，更没有机会爆出这种珍贵的东西。想要赚钱，只能靠自己努力打工赚钱。看着昔日好友一飞冲天，说不羡慕都是假的。给。等两人说完之后，韦开轻轻地将食谱递到吴毅的面前，如此轻描淡写，仿佛就像是递给对方一根烤串。啊！吴毅再次愣住了。你……他似乎想说些什么，但话到嘴边又不知道该如何说出口。眼前这本食谱实在是太贵重了，你就拿着吧。韦开直接将食谱放到对方的手上，自信道：我现在才4级，等我一转之后刷怪咔咔快，这样的食谱要多少就有多少，到时候就怕你学不过来。你就拿着吧。李长林也趁机说道：开哥都说了，这是他刷出来的，能刷出1本就能刷出第2本，可是这可是40万金币啊！
吴毅摇头苦笑。就在刚才，三人还一同见证了一本食谱卖出40万金币的天价，就算把我卖了，都卖不出40万金币。放屁！你我兄弟，难道还不值这40万？维开没好气地骂了一声，坚决说道：“把他学了，以后每天给我烤一块肉，还有，不要让兄弟失望。”呼，好。吴毅深吸了一口气，开哥，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就在这时，兜里的手机忽然响起了铃声，他正准备去接电话，但维开却抢先拉住了手，先学了再说。好吧。吴毅苦笑着点了点头。学技能其实很简单，只要有足够的技能点，将食谱打开就能自动学会。只用了1秒钟，吴毅便学会了烤肉这个食谱，随后才接通了电话。爸，我在外面呢。什么事？我跟开哥和长林在一起呢，晚点，好吧。挂掉电话之后，吴毅这才看着2位小伙伴，叹了口气道：“我爸叫我回去，还让你们也一起。彭叔叫我们一起。”维开愣了一下，疑惑道：“有什么事吗？”我爸说是好事。吴毅答道。李长林点了点头：“我没问题。开哥你呢？”我还有点事。维开犹豫了一下，他的背包里还有今天刷到了一大堆材料，需要去处理掉，尤其是那些肉类和几张珍贵的食谱。现实世界虽然已经网游化，但有些东西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比如人会生病，肉也会腐烂，哪怕放在背包里，也只是会延缓腐烂的速度。只要过1-2天，肉类就会不新鲜了，过5-6天就会开始慢慢腐烂，最后发霉发臭，长蛆虫。今天刷到了那么多肉类，要是不赶紧处理掉，明天就会变成不新鲜的肉了。想到这里，维开忽然醒悟，对了，再给你一些东西。说着，他直接从背包里拿出了几块猪肉，交给吴毅。这是你打到的猪肉？不是吧，你小子怎么什么都能刷到啊？李长林满脸羡慕道：“战斗职业者就是好啊，要是我也能出城刷怪就好了。你不是炼金职业吗？”维开笑了笑道：“弄几个炼金炸弹，一样可以刷怪吧？哪有那么容易？”李长林两手一摊，苦笑道：“配方没有，材料没有，实验室更没有，啥都没有，也就只能去捡些垃圾装备来提炼晶体了。别急，一切都会有的。”维开拍了拍对方的肩膀，目光坚定道：“第10章，这怎么可能？”跟2人分开之后，维开独自来到西乡大市场，站在2家交易行的门前，他犹豫了片刻，随后果断地走进了左边那家私人的。之前在烧烤店，他亲眼看到自己20万金币卖出的食谱被转手卖出40万金币的高价。事实告诉他，大家都是来赚钱的。既然官方的交易行跟私人交易行没什么区别，他也就没必要特意去官方交易行了。更何况白天刚在官方交易行那里卖了2本食谱，晚上要是再去卖几本，很难不让人起疑心。私人的交易行里颇有些冷清，整个店内都没什么客人，只有4-5名闲得无聊的接待员聚在一起聊些什么。发现有人进来，几名接待员立刻转头望了过来。片刻后，有人撇了撇嘴，无动于衷。有人小声吐槽了一句：“又是来买新手装备的菜鸟。今天是转职日嘛，很正常，说不定是走错门了。”有人笑了笑，并不在意。这里是私人交易行，只做高端交易，根本没有那些普通的新手装备。而进来的这位人虽然长得小帅，但看穿着就是个穷小子，恐怕是进错门了。进门之前也不照照镜子。一名售货员瞥了一眼维开，特意提高了声音。其实不用他提高声音，维开就能听到他们的闲聊。20点全属性不仅能让他力量更大，更加敏捷，精神和体质的提高也能让他的六感更加敏锐，不仅能听到更远更小的声音，还能轻微地感受到对方的情绪。说话之人显然是在瞧不起他，话语中的鄙夷都溢出来了。维开转身就走，但还没走几步，就听见身后传来了一声温柔的呼声：“靓仔，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声音有些耳熟，维开当即转头，随后有些惊讶道：“咦，是你？是你？”叫住他的人也十分惊讶，没想到竟然是认识的人。“林姐，你不是？”维开满脸疑惑，指了指隔壁。噗呲，田小玲轻掩嘴唇，指着隔壁说道：“那边是我上班的地方。那这里呢？”维开心中的疑惑还是没有解开。“这是我家开的。”田小玲笑着回答道。维开当场傻眼了，还能这样？自家的交易行不管，竟然去隔壁的官方交易行上班，这是闲的没事做了吧？这里面的情况有些复杂，一时说不清楚。田小玲温柔一笑，主动凑了过来道：“还是说说你的情况吧，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哦，对了。”说着，他睁大双眼，明亮的目光上下打量了维开一番，随即笑道：“看样子你白天升了不少级，是来换装备的吧？”“其实我是来卖东西的。”维开压低声音道。“什么？”听到卖东西3个字，
田小玲就像是神经反射一样瞪大了眼睛，忍不住惊呼道：“你又刷到了！”嘘嘘，维开连忙做个噤声的手势。好吧，你跟我来。田小玲立刻醒悟过来，直接招呼着他往交易行的2楼走去。路过那群接待员的时候，田小玲还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们一眼，后者立刻低下了脑袋。等两人上楼之后，几名接待员才终于敢抬起头来。之前一直保持沉默的接待员顿时松了口气，随后假装去倒水，连忙离开了。那个小声说闲话的接待员直接待在原地，茫然不知所措。最后是那名大声鄙夷的接待员，脸色铁青，又羞又恼，恨不得当场辞职跑路，但又舍不得这里优渥的环境和不错的薪水，只能满心纠结地等在原地，仿佛在等待着最终审判一样。谁也没想到，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子竟然是交易行的贵客，不仅有资格上2楼，而且还是公司的大小姐亲自带上去的。这样的待遇，恐怕1万个顾客里面都不会有一个，因为大小姐平时根本不会来这边，除非有什么事情。但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上了2楼，维开才发现这里竟然相当豪华，红木家具，名家书画，应有尽有。最重要的是，这里的环境十分安静，隔着窗户能够看到外面的夜景，却不会被吵杂的声响打扰。随便坐吧。田小玲放开手，随后招呼着他坐下。这里很少有人来吧？这里是交易行的贵宾接待室。田小玲笑着解释道，只有接待贵宾时才会来这里。我也算贵宾吗？维开反问道。怎么不算呢？田小玲微微一笑道，你可是能花40万金币买新手装备的贵人呐。全民转职已经开启18年，他自己也在隔壁交易行上了3年的班，还从未见过有人花这么多钱去买新手装备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新手期很快就会过去，最多5天就能升到10级，到时候所有的装备都要换掉。一套只能穿5天的新手装备，只有真正的土豪才会去购买吧。当然，也有可能是冤大头。这么说，你们已经把我当成冤大头了？维开故作生气道。哪里？田小玲连忙嘿嘿一笑，正色道，我觉得你是第3种人。什么？你看起来没什么钱，但却一点都不在乎，因为你很有自信，觉得这点钱迟早能赚回来，对吧？田小玲一边观察他的反应，一边说出了自己的判断。不错。维开点了点头，开始佩服起对方的眼光。不得不说，能够在官方交易行里上班的人，眼光确实相当毒辣。所以，你又来赚钱了？田小玲微笑地看着他。是啊。维开哈哈一笑，大方承认。既然对方已经猜出了他的来意，他也就不打算隐瞒什么了。话说完，他便从背包里拿出了3本食谱。食谱？看到这些食谱，田小玲顿时张大了嘴巴，随后又忙不迭地用手去掩住嘴唇，以免自己失态。你怎么能得到这么多食谱？如果仅仅是1本，他或许还不会这么惊讶，但维开手里的是3本，这可是3本啊！如果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2转60级以上的老战士，他或许不会有一点惊讶，但偏偏维开是个今天刚转职的新手，这怎么可能？第11章，我的运气很好，40万金币1本，可以全部卖给你们。维开没有多做解释，反而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价格。听到这个价格，田小玲也愣了一下，随即笑道，你也太高看我们了，40万1本的食谱，我们可收不起。是吗？维开笑了笑，反问道，我刚才还在手机上看到，你们以40万金币的价格卖出了那本麻辣兔肉食谱呢。那是售价。田小玲面色淡定道，收购价总不能跟售价一样吧？我们也不能白干呀。这倒也是，那就便宜2万吧。维开想了想道，但我有一个条件。你说。这些食谱的售价最高只能卖40万金币，1分都不能多。为什么？田小玲听得一愣，完全没法理解对方的意图。交易行收了货，卖多少都是交易行的事情，官方的物价局都管不了。你凭什么来管？因为再贵就没人买得起了。维开直言道，40万金币已经是普通家庭一辈子的积蓄了，让普通家庭掏出一辈子的积蓄，只为了给孩子买1本食谱，这种事他做不出来。事实上，维开觉得10万金币1本就已经很贵了，这种最基础的技能书就应该人手1本或者几本，最好转职就送。就算只卖20万金币1本，也没有多少人能买得起。田小玲的面容忽然变得严肃起来，她坐直了身体，正色道，这不是交易行的问题，而是食谱的产出实在是太少了。雍宁是一座小城，附近也没有什么资源，每年转职的战斗职业者并不多，其中有天赋的更是少得可怜。在如今这种环境下，所有的装备、材料、技能书都要靠战斗职业者产出。战斗职业者不行，整个城市的发展就不行，而城市发展不行，也会进一步导致战斗职业者不行，如此恶性循环。
韦开对这些话不置可否，但他还有一个疑惑：你敢保证交易行没有暗中囤货？或许有，但就算交易行不囤货，别人也会这么做。田小玲反驳道：市面上的食谱就这么多，有钱人也要为自己的家人考虑，万一家中出现了厨师，总不能临时去买吧？说到底，还是市面上的食谱太少了。要是多到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又何必要囤货呢？这话说的有些道理，韦开不由得点了点头。技能书这种基础物资就应该随处都可以买到，不然那些生活职业都不用活了。说起来，好像战斗职业的技能书也十分罕见。这恐怕不是一两个职业所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人类世界的问题。整个人类世界的物资储备都十分匮乏。不过转念一想，这好像也不奇怪，毕竟全民转职时代才开启18年，这18年间，除了最开始的几年颇为混乱之外，其他时间基本上都在巩固防线、建设城市，顺便探索野外。到现在为止，人类甚至都无法得知野外到底有多少怪物，最强大的又是哪些。整个人类世界最高级的战斗职业者也才3转81级，这还远没有达到巅峰，甚至无法深入野外的秘境。说白了，现在整个世界都还处于新手村阶段，物资匮乏也很正常。如果我能大量提供呢？韦开忽然冒出一个主意，于是低声询问道：什么意思啊？田小玲愣了一下，随即醒悟：你是说你可以大量刷到食谱？不错，我的运气很好。韦开神色从容道。田小玲摇摇头，加重语气道：这玩意哪里是运气好就能刷到的？我的运气特别好。韦开特意强调了一遍。田小玲猛然醒悟，照这么说，白天那2本……呵呵。韦开笑而不答。见此情形，田小玲当场一呆，过了好一会儿才恍然大悟：你的转职天赋应该是跟幸运有关吧？每个人的转职后获得的天赋都大不相同，虽然大多数人的天赋都跟职业有关，但也有一部分人是例外，会出现诸如幸运、魅力、怪物亲和、元素抗性等等天赋，而能够提升爆率的天赋自然是跟幸运有关。也可以这么说。韦开点了点头，他很清楚自己的情况是不可能完全瞒住的，毕竟每天刷怪的掉落光靠自己一个人绝对消耗不掉，总要想办法卖出去换钱。雍宁市就这么大，交易行也一共只有5家，这些交易行的背后说不定都是一家人。一旦他在某一家大量卖货，很快就会在圈子里人尽皆知，到时候肯定会有对他的猜测。与其让别人胡乱猜测，不如自己承认一个不那么离谱的情况，比如拥有一个幸运天赋。运气这玩意就很玄乎，运气好的时候可以大爆特爆，运气不好的时候也可以一件不掉。只要承认了这个幸运天赋，以后有什么事都可以往上面推，也就没人会胡乱怀疑他的天赋了。就像你买彩票中了1000万，但暂时还没人知道。如果你害怕大奖泄露，遭人惦记，从而不敢花钱享受，你这1000万就等于没中。但如果你再去买一张彩票，然后声称自己中了20万，那么你就可以放心的花钱了。就算你有幸运天赋，也没办法大量提供食谱吧？田小玲还是有些将信将疑，毕竟食谱这些基础技能书的掉率实在是太低了，普通人刷1万个怪都不一定能掉落一本。就算拥有幸运天赋，掉率翻100倍，也最多只有1%的掉率。1%，他一个人刷得过来吗？你要是不信，可以看看我的背包。韦开说着，将自己的背包情况共享给对方。下一刻，田小玲当场愣住了，这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3000个的背包里满满当当全是各种装备、材料和杂物，其中最显眼的莫过于那一抹粉色。这是9转大肠。第12章灵药碎屑。是食谱。韦开微微一笑，低声纠正道：你这食谱还真有点多啊。震惊过后，田小玲许久才恢复冷静，随后自嘲苦笑道：一开始他还不太相信对方，但看完了背包里的东西之后，他已经彻底相信了。这家伙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好，别人刷几年都不一定能爆出来的食谱，背包里就有10几本，其中还有十分稀有的传奇级食谱9转大肠。这本食谱要是拿出去卖，能卖到100万金币以上。如何？韦开看着他的眼睛问道：现在相信我有这个能力了吧？我能看看你的天赋吗？田小玲没有正面回答，反而小心翼翼地问道。此言一出，韦开顿时皱起了眉头。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开口道：我能信任你吗？我可以与你签订天道契约。田小玲立刻举起了右手，认真道：我要是将所看到的说出去，就立刻被天道杀死，来世也变成一只怪物，一天死100次。天道契约？没必要吧？韦开摇了摇头。所谓天道契约，类似于前世的对天发誓，只不过这个世界真的有天道，而且天道真的在认真干活，
一旦违反了天道契约，就必死无疑，绝无幸免。天道契约的约束力如此强大，因此从没有人敢拿这个来开玩笑。但相应的，签订契约的代价也很大，不仅需要一份特定的契约书，还要符合天道的条件，也就是签订契约的内容必须公平公正。比如田小玲说想看维开的天赋，代价是说出去就要受到天罚。一旦答应并且签订契约，维开就必须对他毫无保留地公开自己的天赋，否则受到惩罚的就是维开。不用了，维开打了个哈哈，连忙摆手道：天道契约什么的就算了吧，我只能告诉你它的效果。那你具体说说。田小玲并没有感觉意外，对方不愿意说，他也不想强求，毕竟大家才认识没多久，又怎么能轻易相信呢？我的天赋只有一个效果，就是提升刷怪的爆率，运气好的时候可以到 20%。 维开简单的说了一遍。真的？田小玲先是一愣，随后才恍然大悟，难怪你能刷到这么多食谱，20%的爆率也太恐怖了。说完，他不由得一阵苦笑。别人刷怪的爆率一般都不会超过 1%， 某些稀有物品的爆率更是低得可怜。结果眼前这个家伙的一个天赋，竟然能让爆率提高到 20%， 这也太恐怖了。当然，如果他知道维开的天赋是爆率100%，或许会更加有趣。那这个背包里的东西都是你在下午刷到的？田小玲又询问道。基本上都是。维开点了点头。包括那些灵药碎屑？田小玲继续问道。听到灵药碎屑4个字，维开顿时一个机灵，猛地抬头看向对方。不要激动。田小玲见状顿时笑道，这玩意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什么机密。你们？维开愣了一下。对，我们。田小玲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天花板，意思是头上的人。也就是说，官方的高层早就知道这玩意，但却从不告诉普通人。维开顿时眉头紧皱，心中不悦道，是因为没有这个必要。田小玲叹了口气道，这玩意的爆率极低，就算是官方出手，这么多年也只凑够了3枚，多少碎屑才能合成1枚？100粒。田小玲伸出一根手指，随后又叹了口气，但你这里竟然有51粒，说实话，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根本不敢相信。别的东西就算了，就连灵药碎屑这么难刷的东西，他都能随便爆出来，这爆率简直是逆天。要不是没办法强行查看对方的属性，田小玲现在都想扒光对方，狠狠地查看他的属性和天赋。那他到底有什么用？维开疑惑道。听对方的语气，这玩意的效果似乎十分强大，就算是官方出面收集，这么多年也只收集到了300份，一共合成了3枚。他能提供一个技能点。田小玲解释道。技能点？还有这种好事？维开愣了一下，连忙问，没有上限吗？想得美。田小玲微微一笑，每个人最多服用10枚，官方得到的3枚就分别给了战神李昌元、辅助之王王丽，还有生活职业者的偶像炼金师刘雨天。对方的回答让维开听得目瞪口呆。他所说的3个名字，每一个都是在龙国大名鼎鼎的人物，光从他们的名号就可以听出其中的不凡。这3人可以说是龙国转职者最顶尖的存在，也是龙国的镇国支柱。正因为有他们的存在，龙国才能在最初的3年之内平定动乱，恢复秩序。要不是有他们，龙国现在的情况恐怕比4分5裂的漂亮国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此功勋卓绝的人物，竟然只能分到1枚灵药，这也太夸张了。怎么，傻眼了吧？看到他的反应，田小玲顿时掩嘴一笑。你背包里的这些灵药碎屑，要是愿意上交给官方的话，说不定能换个1官半职当当。当然，你要是愿意把自己上交给国家，奖励肯定更加丰厚。还是算了吧。维开想都不想就拒绝了。他知道有官方的帮助，自己的成长肯定会更加顺利，能够刷到的宝物也会更多。但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成为刷宝的工具，再也没有半点自由。万一遇到某些有私心的家伙，说不定还会被狠狠的压榨。他甚至都没办法拒绝，因为他并不是孤身一人，还有父母和同学、兄弟，这些都是软肋。所以你打算靠自己？田小玲问道。是。维开点了点头，随后看向对方，多谢你的解答，等我集齐了100粒灵药碎屑以后，就送你一份以作答谢。这我可不敢要。田小玲连忙摆手道，你决定靠自己的话，将来肯定会很艰难，那些灵药就留着自己用吧。说完，他又有些后悔，于是补充了一句，等你实在多得吃不下了，再送给我也不迟。哈哈，很快的。维开自信笑道。对了，田小玲又想起了什么，继续问道，你拿这么多东西来交一行，是想要卖掉吧？我需要钱。维开直言不讳道。第13章，我家也是奸商啊，你如果需要钱的话，我建议你只卖这1本就够了。
田小玲指着背包里的一抹粉色，淡定说道：“这一本九转大肠食谱至少能卖出100万金币，足够你用很久了。那其他的材料怎么办？”维开眉头微皱，他也知道一股脑把东西全部卖出去，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但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么多材料和装备，总不能留着自己用吧？再说了，背包里面还有会过期的肉类，再放1天就变质了。你如果信任我的话，我可以帮你处理掉。田小玲自信满满道：“怎么处理？当然是卖出去啊。”田小玲笑了笑道：“不过是我们自己开店。”我们自己开店？维开的脑子一下子转不过来了。当然啦，田小玲笑道：“我们一起合作，你出物资，我出店铺和人手，并且负责管理，一起开店卖货，如何？”这个维开忍不住挠了挠头，说实话，他还真没想过这种事。一方面他没有本金，也不懂得如何开店卖货，另一方面他也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但这2方面对方刚好能补上。田小玲既是眼下这家交易行的负责人，又是隔壁官方交易行的售货员，说明他不缺人脉和经验。至于店铺，他家里当然有的是，最关键的是他有足够的时间。我们可以签合同，你要是不放心的话，还可以找一个信得过的人过来帮忙。田小玲提醒道：“那就签合同吧。”维开点头道：“至于找人来帮忙，还是算了，他身边信得过的人根本没有懂这方面的，就算过来也帮不上什么。田小玲若是要坑他，有的是办法绕过其他人。我很好奇，你为什么会想要跟我合伙开店？因为你有这个能力啊。”田小玲直言不讳道：“半天时间你就能刷到这么多材料和装备，说明你的天赋足够强大。有了你这个稳定的货源，以后店铺就不愁没东西卖，而且低、中、高端的货物都有，面向的顾客更加广泛。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开店可以避免被奸商盘剥。你不是觉得交易行的食谱卖得太贵了吗？要是自己开店，就算只卖10万金币一本，也能大赚特赚。”啊！维开听得一愣，指了指头上的天花板。可是这家交易行不是你家的吗？我家也是奸商啊。田小玲耸了耸肩，没好气道：“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这种行径，才跑去隔壁当售货员的。”听到这话，维开当场服气了，还有亲口承认自己家是奸商的，果然是个响当当的好汉。我就这么说吧。看他没说话，田小玲又开口道：“这本九转大肠食谱，你要是卖给我家，最多只能卖100万金币，但我家卖出去的价格至少300万以上。要是遇到冤大头，说不定能卖到500万。”死啊死！维开听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也太黑了，不愧是奸商啊，知道我家有多黑心了吧？看到他的反应，田小玲顿时乐了，于是趁热打铁道：“你辛辛苦苦刷到的装备，自己才得到了1/4的价钱，大头都被奸商拿走了，你难道会甘心？”其实也没有多辛苦，维开小声说了一句。田小玲顿时一滞，撇嘴道：“我不管你辛不辛苦，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自己开店，卖多少我们就能赚多少，还能给顾客省一点钱，让更多的人都能买得起、用得起。你之前不是说食谱卖得太贵了吗？我们自己开店，就算只卖10万一本，都是纯赚，还能惠及顾客脸。可是这样一来，我们跟你家不就成竞争对手了吗？”维开小声地问道。“所以才需要我出面啊。”田小玲拍着山峦起伏的胸口道：“有我在，我家就不能拿你怎么样，而且还能用上我家的人脉和关系。”这话说的怎么感觉是吃里扒外啊？维开挠了挠头，疑惑道：“我还有一点想不明白。你问，你为什么要帮我？这不是帮你，也是在帮我。”田小玲深吸了一口气，正色道：“我们合伙开店，我也是要分钱的。”这没问题。维开直接答应道：“我们5-5开好了。谈钱虽然伤感情，但毕竟是合伙做生意，有些事情一定要说清楚才行，否则以后会更伤感情。”作为合伙人，田小玲负责店铺的经营和管理，还有人脉关系，最后分走1半的利润，也算是合情合理。不过我不能拿那么多。田小玲闻言立刻摇头：“所有的货物都是你提供的，没有你的货物，我做再多的事情都没用，我只要2成就够了。2成会不会太少了？”维开有些无语，还有人嫌钱多的？不少了。田小玲指着头顶的天花板道：“你知道我家这个店1个月能赚多少钱吗？”“不知道。”维开摇摇头，这种商业机密，他一个穷学生怎么可能知道？1000万。田小玲竖起一个手指头道：“这还是在生意不好的情况下，要是多几个像你这样的货源，还能翻几倍。”维开一下子整无语了。这一刻，他忽然想起了父母每个月3000块钱的工资，一下子感受到了世界的参差。没想到吧？田小玲笑道：“我们的店就算只能赚1半，也有500万1个月。
我拿2成就是100万，顶得上我5年的工资了，但2成还是太少了。维开想了想，直接说道：要么3成，要么扣除所有成本之后净利润的2成，你自己选一个吧。既然是合伙做生意，该给的钱一定要给到位，那就净利润的2成吧。田小林想了想，爽快回答道：希望我们能合作愉快。说完，伸出了自己的右手掌。维开立刻会意，同样伸出右手与对方击了一掌。合作愉快。说完，他便解下背包递给了对方。这些就麻烦你了。没问题。田小林甜甜一笑，随后道：既然我们有自己的店铺，这本九转大肠就不要卖给奸商了。维开顿时无语，忍不住问道：莫非你跟你家有仇？第14章，人和人的差距比狗还大。没仇啊。田小林一脸天真道：家里供我吃穿用度，还供我上了学，怎么会有仇呢？那你还一口一个奸商？维开白了一眼道：难道不是吗？田小林反问。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维开竟然无言以对。再说了，我也需要钱。田小林理所当然道：家里每个月就给我5万零花钱，根本不够用，否则我也不会去隔壁上班了。5万还不够用？维开一下子瞪大眼睛。高中3年，他的零花钱一共加起来都没到1万，人家一个月就有5万。果然，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有时候比狗还大。我可是附魔师爱。田小林叹了口气道：才这点钱根本不够用。维开顿时无语。附魔师跟炼金师、厨师一样，都属于生活职业的一种。不同的是，这个职业确实相当烧钱，没点家底的人根本玩不起。别的职业，哪怕没有学会职业技能，也能去做别的事情，赚外快。比如厨师可以去做饭，炼金师可以去捡垃圾，回收破烂装备，提炼金铁等等。但附魔师不行，附魔师只能给装备或者物品附魔，除此之外几乎毫无用处。然而，给装备附魔不仅需要大量的材料，还得有相应的附魔宝珠，这2样东西哪样都不便宜。这也是附魔师成为最烧钱职业的原因之一。可是，你家不是很有钱吗？维开反问道。就算附魔师需要不少钱，你家也完全可以供得起吧？哎，忘了跟你说，我还有一个弟弟。田小林一声长叹。听到这里，维开顿时恍然大悟。还有一个弟弟？不用说，家里的资源肯定都给弟弟了，而且他还是个极冰法师。田小林又补充了一句。这下维开就更没话可说了。身为战斗职业者，天生就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更何况是高贵的法眼。而极冰法师又是冰系法师的进阶职业，更加稀有，更有培养价值。田小林家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该去培养谁。看着维开没说话，田小林又自顾自说道：再说了，你卖给我家，他们赚了多少钱都跟我没关系。要是拿到我们的店里来卖，我至少能得2成，这还不够吗？这好吧。维开一下子被他说服了。不过你现在应该很需要钱。田小林笑了笑道：既然这样，干脆卖2本别的食谱吧，剩下的这些我来帮你处理，尤其是这本九转大肠，给我一点时间，保证能卖出300万金币。好。既然已经是生意伙伴，维开自然100%地信任他。说完，就把身上的背包递给了对方。田小林接过背包后，反而又递出了自己的背包。你的背包还是太小，以后就用我的吧。啊！维开顿时一愣。放心好了，我的背包比你的大。田小林笑了笑道，而且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直接用就行了。好吧。维开点了点头。片刻后，田小林完成了2本食谱的交易手续。与此同时，维开的银行卡里也多出了40万金币。2本都是烤肉食谱，按照如今的市场价，最多10万一本。但考虑到如今的食谱市场十分缺货，所以给了20万一本。至于维开开出的价格，自然是被否决了。在交易这方面，田小林还是公私分明的。既然是卖给交易行，那就得按照交易行的规矩来办，毕竟交易行的所有账目是要给所有负责人随时查看的。他要是敢乱来，害的不仅是自己，还会连累家人。这也是他不想让维开在交易行卖东西的原因。交易行的背后牵扯了太多的利益。交易完成后，维开便带着新的背包离开了。田小林亲自送出了门外，还挥了挥手：小弟弟，下次再来哦。噗！维开差点一口水喷了出来。此时已经是晚上的9点多，距离断电休息还有不到1个小时。维开看了眼时间，便立刻赶路回家了。他家住在西乡区的地下城里，入口就在一个地铁站旁。下了地铁之后，维开又乘坐了一段漫长的电梯，这才终于回到了地下13层。电梯的门一打开，目光中就出现了一个矮瘦的身影，简达得靠在墙边，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听到天梯的响动，那个身影立刻转过头来：开哥，你回来了。阿义，你在这等我？维开有些惊讶，
没想到这么晚了，对方还在这里等着。我爸让我告诉你些事，不说清楚不准回去。吴毅苦笑了一声，什么事？不能明天说？韦开挠了挠头，有些奇怪。还记得那本40万金币的食谱吗？吴毅继续苦笑道，当然。韦开连忙点头，是我爸买的。啊！韦开一下子张大了嘴巴，脑子里仿佛停顿了一下，很惊讶吧？吴毅苦笑不已，几个小时前我和长林也是一样的惊讶。彭叔他花了40万金币给你买食谱。韦开指了指对方，又指了指吴毅家的方向。是啊，我也没想到我爸竟然这么舍得，说实话我还挺感动的。吴毅的脸色从苦笑转为了感慨，40万金币，这可是他们家的全部积蓄，父亲竟然舍得全部拿出来，只为给他一个更好的前程，其中的感情恩重如山。可是你不是已经学了食谱吗？韦开挠了挠头，忽然感觉有些滑稽。照这么说的话，彭叔买的那本食谱说不定就是他中午卖掉的其中之一。早知道彭叔会去买，还不如直接送给阿义呢。这可是40万金币啊，而他只赚到了其中一半，白白让奸商赚走了20万。我爸也没想到。吴毅苦笑道，所以我爸决定明天去把那本食谱退掉，再把钱给你。不用了。韦开没等对方说完，便当场摆手拒绝。我们是好兄弟，那点钱算得了什么？第15章，我听开哥的。依我看，你还不如把那麻辣兔肉也学了。韦开没等对方开口，又说道，反正也不嫌多。对于厨师来说，学会的食谱越多，能够起到的作用就越大。比如麻辣兔肉，食用后可以随机增加1点属性；烤肉，食用后可以增加1点物理攻击力；还有红烧猪蹄，食用后可以增加1点敏捷。这些食物虽然每天只能吃一次，但如果一天吃10几种，累加起来就十分可观了。正因如此，厨师会的食谱越多，能够提供的食物也越多，自然更受欢迎。啊！吴毅愣了一下，但仔细一想，开哥的话也很有道理。可是，别可是了。韦开拍了拍他的肩膀，道：“赶紧把麻辣兔肉学了，给我做一份。我今天的还没吃呢。可我家没有兔肉啊。”我有。哦，对了。经他这么一提醒，吴毅这才反应过来，忙拍脑袋道：“开哥，你要的烤肉我已经做好了。”说完，从背包里掏出一把还冒着热气的烤肉串。韦开立刻吸了吸鼻子，笑道：“好香啊！这么快就精通了，看来你是天生吃这碗饭的。”说完，从对方的手里接过肉串，大口的吃了起来。你别说，吴毅确实在做菜方面很有天赋，烤出来的肉串不仅香味扑鼻，而且外焦里嫩，汁水饱满。一口咬下去，外面是焦香的脆壳，里面却还是鲜嫩多汁的肉粒。从电梯口到吴毅家，还没进门，一把肉串就被韦开吃光了。要是有一瓶啤酒就更爽了。等下我去买。吴毅连忙接话道：“不用麻烦了。”韦开连忙摆手，马上就断电休息了，还是先把麻辣兔肉做出来吧。吴毅连连点头。进了吴毅家，韦开才发现吴毅的父母竟然还没睡，而且全都坐在客厅里，似乎在等待着他们。彭叔、陆姨。韦开连忙打了声招呼。吴毅也趁机开口：“爸，开哥说。”一番解释，吴毅将韦开的建议以及自己的想法都说了一遍。吴小鹏和陆姨都只是静静的听着，等儿子说完之后，两人都陷入了沉思之中。过了许久，吴小鹏才重重的点头：“好。”虽然不是厨师，但他也知道儿子学会的食谱越多越好，只有掌握更多的食谱，才能有更多的前途。吴毅的舅舅便是如此，靠着一手麻婆豆腐，在蜀中混得风生水起，生活比普通人好太多了。这还是只有1张食谱，如果吴毅能学会2张食谱，未来的前途必定更加远大。那我去做菜了。得到父亲的肯定之后，吴毅顿时开心的不行。去吧，别让阿开等太久了。吴小鹏摆摆手，又交代了一句。10分钟后，一份香喷喷的麻辣兔肉被端了出来。我就不客气了。韦开说了一句，便大口吃了起来。倒不是他不想分享，而是不能分享。食谱做出来的食物，只能由一个人单独吃完，否则就不能获得属性。比如眼前这份麻辣兔肉，要是分给别人1块，结果就是2个人都无法获得属性加成。好在他的背包里还有不少兔肉，都是韦开专门留下来准备自己吃的。阿姨，我这里还有些兔肉，你再做几份吧。不用了。吴小鹏闻言连忙拒绝，我跟你陆姨吃了也没什么用。吴小鹏也参与过转职，只不过转职后的职业是工人，而陆姨更加不堪，职业是农夫。这2个职业可以说是生活职业中的最底层，不仅有着庞大的数量，而且作用也十分渺小，对自身的发展几乎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也就是说，赚了等于没赚。对他们来说，
吃这种能够增加属性的食物就是纯纯的浪费，还不如留着卖钱呢。怎么会没用呢？维开连忙反驳道，属性高了肯定是有用的。亲自体验过新手传奇装备的20点全属性后，维开对于属性的效果还是很有发言权的。力量属性增加不仅能增加肌肉，还能强化身体素质，体质和敏捷也是如此，还有更加神奇的精神和魔力属性都有着强大的效果，绝不是吴小鹏说的那样。没用没用，吴小鹏固执的摆手，随后看到维开还要劝，又改口道，那就让小易陪你吃点，我们先去休息了。说完便拉着妻子的手连忙回房间去了。看到吴小鹏匆忙离开，维开也没了办法，于是转头看向吴毅。吴毅顿时一愣，随后道，我再去做几份。说完便又去了厨房。10分钟后，维开终于把一份麻辣兔肉吃完，面板上也传来了提示，食用一份麻辣兔肉，体质获得提升，加到了体质上，还不错。对于这个结果，维开也是能接受的，反正战士的一转分支很多，不管怎么加点都有相应的职业，根本不需要担心。就在这时，吴毅也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手里还提着2份做好的麻辣兔肉。开哥，这2份带给叔叔阿姨吧。我爸妈。对啊，也好。维开没有犹豫，以前他家同样吃不起这种贵重的食谱食物，但现在不一样了，拥有全物品掉落天赋后，他不仅可以让自己获得飞速提升，还能让家人过得更好。你也吃一份吧。接过2份麻辣兔肉后，维开真心说道，属性真的很重要，对你以后的发展也有好处。我听开哥的。吴毅连连点头。从吴毅家离开后，维开便回到了隔壁的自己家里。此时已经是10点了，爸妈还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享受着断电前的最后娱乐。听到开门的响动，两人同时望了过来，随后便闻到了一股独特的麻辣鲜香。阿开回来了。什么东西？好香啊！韦一彤笑着询问道。阿姨给的麻辣兔肉，你们快吃吧，不然马上断电了。韦开将2份麻辣兔肉递了过去，随后嘱咐道。听到是吴毅给的，两人便放心的吃了起来。第16章哈人鲜润了。怎么回事？我的体质增加了一点呀，我的力量也增加了一点。卫生间，维开刚刚洗漱完毕，就听到父母的大声惊叹，随后又听到老爹的呼喊，阿开，你快出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突然增加属性？因为这是用食谱做的呀。维开笑着走出卫生间，顺便解释道，你们不知道吧，彭叔为了阿义特意去买了一本食谱呢。啊！听到这个回答，韦一彤顿时一愣，老妈黄丽乔也颇为惊讶，忙问道，要花不少钱吧？40万。维开伸出手掌比了个4的数字，此话一出，韦一彤夫妻2人顿时惊呆了。40万！我的妈呀！啪！话刚说完，屋子里的电灯和电视同时熄灭，断电了。3人很快反应过来，并没有大惊小怪。爸妈，我去休息了。维开赶紧趁机开溜。黑暗中，夫妻俩沉默了许久，最后还是黄巧丽忍不住开口，老维，你说老吴怎么舍得呀？为了孩子呗。韦一彤叹了口气，那我们是不是也要给阿开买点什么？黄巧丽问道。韦一彤想了想，点头道，也行，我明天下班以后去问问。还等什么下班？直接请假吧。不行，请假要扣工资的。那点工资算什么？人家老吴40万金币都舍得。可是什么？阿开不是你儿子啊？黄巧丽说着，忍不住推了丈夫一下。阿开跟小姨不一样啊，阿开是战斗职业，我也不知道需要什么。韦一彤连忙辩解，去问问呗。黄巧丽道，再不济也可以去问他的班主任。也是，那我明天去问问。两人商量好了事情，很快便一起回房休息去了。第2天一早，维开便被闹钟吵醒了。弟弟没有太阳，何时起床全靠闹钟来提醒。看着漆黑的房间，维开摸索了一下，才找到开关，打开了房间的电灯。片刻后，等眼睛适应了明亮的环境，他才慢慢站起来。10分钟后，当维开走出地面，天空还带着一点灰蒙蒙的样子。此时正是早上的6点多，距离天黑过去还有半个小时。但这时候，整个城市都已经苏醒了。不管是准备外出的战斗职业者，还是其他的生活职业者，都已经从睡梦中醒来，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维开已经起得够早了，但还有人比他更早，那就是吴毅。3分钟前，开哥，这是你的烤肉和麻辣兔肉。多谢。维开点了点头，接过2份食物后，便登上了前往地面的电梯。前往战斗职业工会的公交车上，维开一边吃着美食，一边思考着今天的计划。经过昨天的练级，他现在已经4级了。按照新手教学，这时候最好去学一个篝火技能，不仅方便在野外做饭，还能应对许多突发情况。当然，
如果你是一个经常组队的人，也可以不学这个技能，只要团队里有人会这个技能就行了。但维开是个独狼，也不可能跟其他人组队，能够信任的伙伴基本上都是生活职业者，根本没办法跟他一起组队。花了20分钟，维开终于来到了战斗职业工会，很快学会了篝火技能。随后他又坐上了前往东城门的汽车。当汽车抵达东城门时，黑夜已经过去，整个世界都明亮了起来，阳光明媚，又是晴朗的一天。下了汽车，维开便直奔野猪林而去。昨天在野猪林刷了半天的野猪，虽然得到了不少好东西，但对于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提升。当然，这也跟他刷的怪有关。3级的野猪毕竟是新手练级的怪物，不可能掉落好的装备。野猪身上最值钱的也就是那些食谱了。要是换成别人，别说刷半天，就算是3、5天，也不见得能有他掉的多。不过，新的一天自然要有新的目标。维开今天的目标就是那些带词条的精英野猪。这些精英野猪不仅等级高了3级，而且天生带有增益 buff， 击杀难度比普通野猪高了1倍。如果是一般的新手，根本不敢去碰。但对于维开来说，传奇新手套装带来的20点全属性让他充满了信心。20点全属性基本上能弥补5级的等级差距，再加上早上食用麻辣兔肉带来的1点力量，以及烤肉带来的1点攻击力，维开有足够的信心可以单挑精英野猪。正想着，眼前便出现了一道紫色的身影。定睛一看，正是一头精英野猪，力大无穷。看到野猪头上的词条，维开顿时愣了一下，一个词条能加多少属性来着？10点还是20点？哦，正犹豫间，精英野猪也发现了他的踪迹，立刻嗷嗷叫的冲撞过来。维开顿时眉头一皱，但就在这时，身后忽然传来了一阵兴奋的呼喊：“快来，这里有精英怪，我们发了！”话音刚落，便有好几个声音回应：“来了来了，在哪呢？今天运气很好吗？一来就遇到了精英怪。”哈哈，这就是第一批出城的好处啊！顷刻间，5、6个人围了上来，他们虽然看见了维开，但却毫不在意，反而理所当然的把那只精英野猪据为己有。这是在抢怪。维开顿时笑了，皱起的眉头一下子舒展开来。这是好事啊！刚才他还在犹豫要不要跟这只力大无穷的精英野猪硬拼呢，结果就有人来帮他挡住了。正想着，耳边忽然传来一声惊呼：“我骚！”随后便看见一名浑身穿着重甲的战士咻的一下飞了起来，足足飞了3米多才跌落在地。我骚！周围的其他人都惊呆了。大家小心！飞出去的战士不顾身上的疼痛，大声提醒道：“这只精英怪的力量好高，我特么顶不住了。”不是吧？你特么6级的全力战士都扛不住？哎呦，我飞了！趁着众人发愣的空档，精英野猪又一次发起了冲撞，当场将另一人撞飞。这一次，被撞飞的人飞得更远，也摔得更惨，当场就陷入了重伤状态。哈人，先润了！维开见状，当场扭头就走。第17章野猪套装。片刻后，维开终于找到了一处僻静之地，随后回想起刚才的情况，暗自庆幸不已。6级的战士，且不论基础力量是多少，单论每级提升1点的力量，以及25点的自由属性全部加在力量上，至少也有35点以上的力量。35点以上的力量还能被精英野猪一击创飞，这力大无穷的词条果然不是吹出来的。如果没有那群人出来为他挡枪，光凭维开一个人，恐怕对付不了那头精英野猪。只有29点力量的他，也扛不住精英野猪的冲撞。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毕竟有传奇新手装的20多点全属性在，维开完全可以靠着敏捷的身手和强大的体质，慢慢耗死那头精英野猪。不过那样一来，刷怪的效率就低了。还是换一个目标吧，反正森林里的精英怪多的是。维开笑了笑，立马就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了。很快，前方的树丛里便出现了一道身影，正是一头精英野猪。身手敏捷的野猪。看到精英野猪头上的词条，维开顿时笑开了花。对他来说，只要不是力大无穷这个词条，其他的都无所谓。哦，正想着，精英野猪立刻嗷嗷叫的冲了过来，速度比之前那只更快。嚯，不愧是身手敏捷呀！维开笑了笑，立刻拔出新手大剑，对准了冲过来的野猪。上挑！屡试不爽的刷怪方式再次出现。下一刻，野猪不出所料的被挑飞，但接下来的一幕却让维开目瞪口呆，当场傻眼。只见野猪还未落地，便四肢乱刨，落地之后竟然一个懒猪打滚，像是没事一样立刻站了起来。看到这一幕，维开立刻瞪大了眼睛。啊，你丫还会轻功？片刻后，他才想起这只精英野猪身上所带的词条，看来就算是一只猪，只要属性够高也能飞起来啊。想到这，
维开不由得苦笑起来，只能说精英怪就是精英怪，击杀难度翻倍不是一句废话。还想用以前对付普通野猪的办法，恐怕是行不通了。那就来硬碰硬吧！维开大喊着冲了上去，给刚刚站起来的精英野猪来了一招不讲武德的偷袭，随后便是一连串流畅的连招：上挑、平 A、平 A、下斩、上挑。凭借着强大的实力，维开只用了短短半分钟就带走了精英野猪的半管血。正当他想要乘胜追击的时候，精英野猪嗷的一声又冲了过来。来得好啊！对于力量小于自己的野猪，维开最喜欢他们用这一招了，就像是送菜上门一样。上挑，一招将野猪挑飞后，他立刻狂奔过去，还没等野猪落地，便发动了冲刺平 A， 随后又是一套流畅的小连招。啊！片刻后，精英野猪终于经不住折磨，当场嘎了。野猪的尸体刚刚消失，一道粉光便从中冒了出来，又爆了。伴随着粉光掉落的，还有十几道白的、蓝的光芒，但维开却视如无物，目光全都放在了粉色的光芒上。看外形，是一件装备。他毫不犹豫地将掉落物一扫而空，随后才仔细查看起来。野猪战靴，传奇，轻甲，等级5级，敏捷15，移动速度加10，冲刺时获得5点力量加成，可叠加。野猪冲锋套装之一，集齐后可获得强大效果。这件传奇装备的属性看起来有些平平无奇，增加的敏捷属性和10点移动速度都很普通，但它附带的技能却让维开眼前一亮。冲刺时增加力量，这不就是野猪的冲撞技能吗？5点力量看起来很少，但别忘了它是可以叠加的，而且这还是一件套装。如果其他部件也拥有这个技能，一旦集齐了5件，岂不是等于翻了5倍？也就是冲刺时可以增加25点力量。一想到这个，维开顿时笑了。如果能集齐这个套装，到时候就算是跟力大无穷的精英野猪对撞，他也一点都不虚了。不愧是精英怪，爆的装备就是厉害。维开嘿嘿一笑，连忙将这件装备收了起来。他现在还没到5级，暂时还穿不上。在没有收集到套装之前，他也不打算换下身上的新手套装，毕竟这套新手套装能提供20点基础属性，只有1件的话，野猪战靴还不如身上这套呢。看完了粉状，维开又看了一眼其他掉落，发现跟普通野猪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些蓝白装备和材料，而且还没有食谱。看来这只猪身上只有1件粉装啊。不过灵药碎屑倒是还有掉落。看到这玩意，维开就想到了田小林昨晚说的话，集齐100粒就能合成1枚灵药。现在已经有52粒了，努力一点的话，今天或许就能合成了。那就继续。维开没有休息，继续在森林中寻找起来。足足10分钟后，他才在一棵大树底下找到了一个熟悉的紫色身影，魔力强大的野猪。嘿，竟然是魔力词条！看到这个精英词条，维开顿时绷不住了。你就是蜘蛛而已，就算魔力属性再高，难道还能放闪电不成？想到这里，他顿时一个冲锋，朝这只精英野猪撞了过去。事实证明，他的猜测十分准确。魔力词条的野猪，除了等级稍高、血稍微多一点之外，其余跟普通野猪并无区别。他只用了最简单的一招，挑飞就将对方撞飞了出去，然后立刻补了几刀。不但半分钟，这只野猪就完成了他的使命。随后继续大爆，又一道粉色映入维开的眼帘。野猪战盔，传奇，轻甲，等级5级，魔力15，感知力加10，冲刺时获得5点力量加成，可叠加。野猪冲锋套装之一，集齐后可获得强大效果。好，又得了一件套装。维开顿时笑开了花。照这个趋势下去，只要再刷几只精英野猪，很快就能凑齐这个套装了。到时候就可以看看套装的效果到底有多厉害。第18章被怪刷了。2分钟后，又一头精英野猪闯入视野内。维开定睛一看，发现又是一头魔力强大的野猪。来得好啊！送上门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维开二话不说，直接冲了上去。2分钟后，精英野猪被顺利干掉，又一件粉色的传奇装备爆了出来。然而当维开拾取装备的后，却忍不住愣了一下，怎么又是头盔？战士的装备除了武器之外，还有5个部位，分别是头盔、护甲、手套、裤子和鞋子。而野猪套装里，维开已经获得了头盔和战靴2件。他也没想到这次掉落的竟然还是头盔，这是巧合还是规律？可惜样本太少，根本没办法总结规律。算了，再刷几只试试。这次击杀精英野猪，虽然爆出的装备是重复的，但获得的经验值却让维开升了1级。忙碌了半个多小时后，维开终于升到了5级。5级是一个小坎，
到了5级，就意味着可以学习新的技能了。不过，想要学技能并没有那么容易，不仅要回到城里，还得买到相应的技能书才行。战士的技能书虽然没有食谱那么稀有，但同样有价无市。算了，我继续在这里练级吧，万一能爆出来呢？有全物品掉落的天赋在，想要爆出技能书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打定主意后，维开稍作休息，继续刷怪去了。半个小时后，当第6只精英野猪死在维开的剑下，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精英野猪的掉落确实跟他们身上的词条有关。短短半个小时内，他接连杀死了3只精英野猪，其中1只是皮糙肉厚词条，最终掉落了一件铠甲；另外2只则是一模一样的魔力强大，最终掉落的套装仍是野猪战盔。算上之前掉落的2件头盔，维开已经得到了4件野猪战盔了，而且全部都是魔力强大的精英野猪掉落。也就是说，魔力强大这个词条对应的就是头盔部件，而头盔部件正好又是增加魔力这个属性的。另外，身手敏捷对应的是战靴，也就是敏捷属性；皮糙肉厚对应的铠甲，也就是体质属性。照这么推算的话，力大无穷对应的应该是力量，也就是手套部件，而最后一件精神属性对应的是裤子部件，就是不知道词条叫什么。维开想了想，忽然释怀的笑了，看来还是得去跟那只力大无穷的精英野猪正面碰一碰啊！想要得到套装的手套部件，就必须要击杀一只力大无穷的精英野猪，这也算是一种考验吧。不过在这之前，得先把裤子部件拿到。小孩子都知道，柿子要挑软的捏。精神词条的精英野猪跟魔力词条的并没有什么差别，都是最容易击杀的。等集齐了4件套之后，再全部换上。就算没有套装效果，野猪套装自带的冲刺增加力量技能叠加起来，说不定真能跟力量词条的精英野猪碰一碰。想到这里，维开没有再犹豫，立刻行动了起来。又过了1个小时，维开终于找到了一只精神旺盛的精英野猪，没有任何迟疑，他直接一个冲刺在街上挑，随后补上3次平 A， 最后用一招下斩完成了收尾。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从发现精英野猪到将其击杀，只用了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如果有别人看到他这个刷怪的过程，恐怕会惊得目瞪口呆。毕竟这可是6级的精英野猪啊，同等级的职业又有几个能如此轻松地刷怪呢？更何况维开还低了1级。击杀了这只精神词条的精英野猪后，维开终于将野猪套装的裤子部件拿到了手。除此之外，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掉落。接下来就要去找一只力量词条的野猪了。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不知道早上那只被杀掉没有。一想到早上的场面，维开就不由得轻笑出来。那支小队抢怪不成，反而被野猪撞得人仰马翻，接连有人被撞飞起来，还有1个人受了重伤。在损失1人的情况下，也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本事击杀那只力量词条的精英野猪。要不要回去看看？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维开自问自答了一句，随后继续朝着森林里面走去。1个小时后，维开望着广袤的森林，彻底没了脾气。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在这1个小时里，偌大的野猪森林中，竟然一只力量词条的精英野猪都没有出现。难道今天没有第2只力量词条的精英怪了？维开挠了挠头，干脆停下来休息了片刻。要不还是回去看看吧，反正在森林里也找不到，万一那只精英野猪没有被击杀呢？总得去看看，免得心里老惦记着。这1个多小时里，每当他遇到一只其他词条的精英野猪，心里就会想起那只力量词条的，久而久之，心里都快要魔怔了。不回去看一眼，自己都不甘心。走！说走就走，维开立刻起身，扭头朝森林外面走去。10几分钟后，当他快要走到野猪森林的出口时，眼前终于出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维开定睛一看，顿时笑了出来。词条正确，是那头野猪。不过他的笑容很快就变成了惊讶，因为在那头猪的前面竟然还有一名重甲战士。救命！对方似乎也发现了他，立刻大喊救命。这个声音同样耳熟，维开当场一愣，不是吧，好几个小时了都没搞定。他很快扫视了一圈周围，随后才发现了好几个躺倒在地之人。这些家伙全都有气无力，一看就是陷入了重伤状态，都是被野猪撞飞的。维开一下子给看呆了，这力量无穷的精英野猪也太猛了吧！一只猪竟然单挑了整个小队，而且除了那个重甲战士还在坚持，其他人几乎团灭。这是被怪刷了呀！第19章套装效果。救命！快救救我！啊，我骚！啊！哎呀，我骚啊！我要回家！重甲战士的呼救声忽远忽近，维开也看着他被那只精英野猪追得满地乱跑。救还是不救？维开只在脑子里犹豫了1秒，便下定决心。救！全民觉醒时代以来，
龙国就是靠着全民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才在无尽的怪物潮中守护住了各大城市。身为战斗职业者，每个人都有义务救助他人，尤其是在野外遇到怪物的情况下，救人不仅可以获得官方的嘉奖，还有来自游戏数据的奖励，也就是声望值。不过，对于维开来说，那些都是次要的，他的目标是那只力大无穷的精英野猪。我来拖住他，你去救人！维开大喊了一声，直接一个冲刺朝精英野猪撞了过去。砰的一声，精英野猪当场被撞飞出去，接连打了好几滚，才晃晃悠悠地爬起来。看到这一幕，重甲战士直接呆住了，这力量也太高了吧！以他高达37点的力量都挡不住野猪的一撞，结果对方反倒把野猪撞飞了。难道这家伙的力量已经超过40点了？别看了！维开看他愣着不动，连忙大声提醒：先去救人，这只野猪由我来拖住。啊，好好！重甲战士连忙点头，随后又愣了一下，可我不会治疗啊。回城里找应急救治队啊！维开大声提醒。为了防止新手练级出现意外，官方组织了一支专门负责救治新手的应急救治队，里面不仅有治疗职业者，也有高等级的战斗职业者。只不过因为练级区太大，不好随时跟着，所以驻地放在了城门处。新手一旦遇到了危险，就可以立刻向他们求助。求助的手段有好几种，一种是购买了救助服务的，可以随叫随到；另一种则是没钱买的，只能亲自去找他们求救。维开也不知道对方买没买，所以干脆让他回去求救。哦，我这就打电话。重甲战士说完，立刻掏出了手机。听到对方要打电话求助，维开顿时皱起了眉头。对方要是把救助小队叫过来，这只精英野猪岂不是又要被抢走了？就算没被抢走，一旦他击杀了这只精英野猪，对方也能看到爆出来的掉落物，那满地的装备和材料根本掩盖不住。如此一来，他岂不是要暴露了？不行，得想办法把这只野猪拉走。维开的心中很快有了主意，于是主动停下了攻击动作，让野猪撞了个满怀。不得不说，这只力大无穷的精英野猪确实厉害。维开一下子被撞飞了好几步，幸好及时打了个滚，才堪堪缓了过来。哎呦，好猛！他连忙站了起来，大喊一声，随后扭头就跑，一边跑还不忘回头挑衅一下。于是精英野猪就在身后猛追。就这样，一人一猪很快就冲进了森林里，转眼就不见了踪迹。看到这一幕，刚刚打完电话的重甲战士愣住了。不是，怎么就不见了？刚刚还在那呢，怎么突然就打不过了？哎，算了，反正他的力量够高，实力应该不会差，还是等救治小队来吧。纠结了一会儿，重甲战士并没有跟上去，而是选择了原地等待。相比起那只精英怪，还是小队成员的性命更加重要。另一边，维开把精英野猪拉进森林后，立刻停下脚步，随后转过头来。闹够了吧？现在轮到我了。他微微一笑，双脚用力蹬地，猛地朝精英野猪冲了过去。野猪套装的效果，冲刺时获得5点力量加成，可叠加。维开如今已经换上了4件野猪套装，虽然失去了新手套装的套装效果，10点全属性，但传奇新手装的散件也有力量加成，再加上冲刺时的20点力量，一旦发动冲刺，他的力量属性就会高达40点，已经完全有资格跟精英野猪对撞了。果不其然，看到维开冲过来，精英野猪也发动了冲撞技能，像一辆卡车般冲了过来。下一刻，双方猛地撞在了一起，轰！双方就像是2辆高速行驶的卡车，轰然撞在了一起，随后又各自弹开。失去了新手套装的全属性加成后，维开现在的体质有点低，这一撞过后，顿时有些头晕眼花。但当他发现精英野猪的状态更差时，顿时大笑了起来。哈哈，幸好我技高一筹啊！双方都陷入了晕眩状态，但维开恢复得更快。2秒后，眩晕状态一解除，维开便冲上去进行补刀。这一次，他再也没有给对方发动冲撞技能的机会，一套行云流水的连招，直接就将这头力大无穷的精英野猪击杀了。嘣！精英野猪再次大爆，让人兴奋的粉色光芒照亮了维开的眼睛。咦，竟然不止一件！他愣了一下，但很快就将所有掉落物一扫而空，全部拾取到背包里，随后才仔细的查看起来。野猪铠甲，传奇，轻甲，等级5级，力量15，物理攻击力加10，冲刺时获得5点力量加成，可叠加。野猪冲锋套装之一，集齐后可获得强大效果。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装备，维开毫不犹豫地穿上了。穿上之后，套装的效果才终于显现出来。野猪冲锋套装效果，获得技能冲锋，如果已经学会，则等级加1。冲锋时，冲刺速度翻倍，力量加成翻倍。嘶嘶，牛逼啊！看到这个效果，
维开忍不住倒吸一口热气。别的套装都是增加属性什么的，这个套装倒好，竟然白送一个技能。虽然冲锋并不算什么高级技能，但这个套装可没有限定职业，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穿上这套装备，都可以获得一个战士的冲锋技能。这还不算完，在发动冲锋时，竟然还能获得冲刺速度和力量的加成。原本5件装备在冲刺时就能获得25点力量加成，再翻一倍就是50点力量。乖乖，这简直是泥头车啊！第20章化身泥头车，这玩意也别叫野猪套装了，干脆改名泥头车套装吧。维开忍不住吐槽了一句，这套野猪套装的等级不高，又不限定职业，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到达5级都可以穿上，然后就能获得一个冲锋技能以及冲锋时的50点力量加成。当场化身泥头车，闯谁谁死！任何转职者只要不是全力加点，都不可能在20级之前拥有50点力量。如果是不加点的，或者是力量孱弱的法师、刺客这些职业，就算到了一转30级，也未必有这么高的力量。换句话说，就算是生活职业者，只要穿上这套套装，都可以做到20级以下无敌。谁来了都得被撞飞出去。这玩意要是用来偷袭，简直是无敌啊！一旦被偷袭撞飞，要是没什么保命技能，摔下来之后就要掉半条命，而且还会陷入重伤状态。一旦陷入重伤，那就是砧板上的鱼肉，想怎么补刀就怎么补刀。这画面想想就恐怖。维开顿时一阵摇头，忍不住感慨，果然装备好才是王道，以后还得多刷一些装备才行。说完这话，他的目光又看向了背包里的另一道粉色光芒。九转大肠，又是一本食谱。维开笑了笑，不过也还好，这本食谱正好可以留给小易，反正送1本也是送，送2本也是送。对于厨师来说，食谱自然是越多越好。维开也需要这些食谱食物来给自己增加属性。一道菜的加成虽少，但经年累月后也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要是害怕暴露，别做给外人吃就行了。大肠也得给他留点。有了食谱，还得有食材，这也是制作食谱食物的麻烦之处。当然，要是没有食材的限制，食谱食物早就满大街都是了，根本不可能如此珍贵。看完了食谱，维开的目光又转向其他掉落物，结果却让他有些失望。除了这2件粉色之外，其他掉落物都是些寻常之物，其中最多的就是白板装备。这些白板装备基本都不值钱，不管是什么战斗职业，只要到了5级，都会尽力去凑一身高级蓝装。谁还会穿白板装备啊？这些白板装备的唯一去处就是被炼金师提炼成金铁，要不这些玩意就留给长林练手了。维开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另一个小伙伴，说起来李长林好像还没找到事做呢。正想着，树林外忽然传来了一阵呼喊：靓仔，杀猪的靓仔，你在哪？听到这个呼喊，维开顿时翻了个白眼。我好歹救了你们一命，不叫恩公就算了，竟然说我是杀猪的。不过转念一想，好像也没什么毛病。这2天他确实杀了好多野猪。哎，我在这。玩笑归玩笑，维开还是立刻回应了对方。毕竟精英野猪已经解决了，装备也得到了，剩下的就是打发这些人了。你没事吧？片刻后，重甲战士循声找了过来，身后还跟着几名伙伴以及2名陌生的成年男子。看样子，这2个陌生人就是救治小队的人了。维开很快确定了对方的身份，于是摇头道：没事。那头精英野猪呢？一名小队成员问道。跑了。维开淡定回答。跑了？小队的众人顿时眉头大皱，其中一人更是着急问道：怎么会跑了呢？拉得太远，脱战了呗。维开耸了耸肩。我看是被你杀了吧。一名小队成员没好气地说道。有什么区别吗？维开看着对方，淡淡的反问了一句。区别大了。那人毫不客气，直言道：要是被你杀了，爆出来的东西呢？啊？维开一下子被逗笑了。我杀的怪，跟你有个屁的关系？就算爆了神器，也轮不到你。不是，听你的口气，难道我还要分给你？维开忍不住笑问道。不用不用。重甲战士眼看气氛不对，连忙站出来打圆场。不管是杀了还是跑了，都跟我们没关系。说起来，我们还得谢谢你，要不是你帮忙拉走野猪，我们这个小队就完蛋了。说完，他从背包里掏出一样东西，递了过来。这是我们昨天刷到的一本食谱，还算比较值钱，就当做是我们的谢礼吧。维开闻言一看，才发现是一本烤肉食谱。这玩意，他的背包里多的是。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食谱确实难报，也确实价值不菲，用来做谢礼也算是说得过去了。队长，这是我们小队刷到的。之前那名成员忍不住开口道：凭什么给他？闭嘴！重甲战士顿时大怒，骂道：要不是人家，你们早就被野猪踩死了。
十几分钟前，他们的6人小队除了重甲战士以外，其他人都陷入了重伤状态。要不是重甲战士苦苦支撑，等来了维开的帮忙，说不定全队人都要死于精英野猪的猪蹄之下。这个世界虽然已经游戏数据化，但死就是真的死了。除非有报名的道具或者技能，否则每个人都只有一条命。一旦被怪物杀死，那就是真的死了。因此，说维开是他们小队的救命恩人，没有一点问题。然而，那名小队成员还在嘴硬，就算没有他，难道没有其他人路过？闭嘴！重甲战士再次发火道：“老子是队长，你们都得听我的。”此话一出，那名队员顿时没了声音。看到这一幕闹剧，维开顿时有些想笑，不就是一本食谱吗？搞得我好像没有一样。老子不稀罕。算了，他摆了摆手，没好气道：“我救你们又不图什么回报。再说了，2位救治小队的叔叔也看到了这件事，应该会帮我申请一份见义勇为奖吧。”他说着，目光看向了2名陌生的救治小队成员。只要你能拿出见义勇为的记录，我们可以帮你申请。其中一名大胡子队员点头道：“没问题，你看，这是我刚刚获得的声望。”维开立刻将刚才的系统提示亮了出来。第21章，去捡吧。见义勇为，帮助弱小，治病救人都可以获得声望。声望的作用虽然不大，但却是一种证明，证明你曾经做过好事，所以声望越高，名望也越高。据说官方选拔人员的时候也会参考声望值。维开将自己的声望值亮了出来，一共是30点，正好符合救助6人，每人5点的情况。2名救助小队的成员看完之后，微微点了点头。好了，我们已经截图保存了，3天之后就会有结果。说完，其中一人又看了一眼6人小队。既然野猪已经不见，那我们就回去了。以后练级的时候要小心点，量力而行。就是。另一名救治队员也训诫道：“官方培养你们可不容易，今年雍宁市一共才转职了200多战斗职业者，你们要是出了事，对官方来说也是一大损失。”我们知道错了。重甲战士连忙点头附和。知道错了。其余小队成员也跟着嘟哝了一句。2名救助队的成员很快就离开了。重甲战士也不想多留，于是抱拳道：“兄弟，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唯有……”打住！维开一听这话，冷汗都流下来了，生怕对方说出以身相许这4个字。我说了不图你们的回报，你们还是先回去吧。重甲战士顿时一愣，随即想到了身后的队友，只好苦笑：“也好，那就有缘再见吧。”说完便转身过去。就在这时，之前一直抬杠的那名小队成员又站了出来：“慢着，精英野猪的事情还没说清楚呢。”什么意思啊？维开眉头一皱，心中有些恼火。你这家伙属狗皮膏药的是吧？没完没了。那人双手叉腰，咄咄逼人道：“那只精英怪是我们发现的，也是我们打了大半的输出，最后让你捡了便宜。”呵，维开报以冷笑。所以那只精英怪爆出来的东西，我们也有一份。那人大言不惭道。哦，维开挑了挑眉，冷笑道：“好啊。”说完，他从背包里随便选了一件白板，随后丢了出去。白板装备掉在地上，发出一声轻响。维开又趁机努了努嘴：“去捡吧。”你！那名队员顿时气得满脸通红，当场洪温警告：“你把我当乞丐了吗？你不就是乞丐吗？”维开反问。此话一出，对方直接破防，大怒道：“我要弄死你！”话刚说完，整个人便化作了一道黑影，朝维开窜了过来。刺客！维开先是一愣，随后便笑了起来。刺客也敢跟战士刚正面？冲锋！刚刚学会的冲锋技能瞬间启动，维开整个人都化作了一道残影，以肉眼看不见的速度朝对方撞了过去。下一刻，对方仿佛变成了断线的风筝，当场飞了出去。过了好一阵子，才听到一声重物落地的闷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小队中的其余人员全都看呆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结束的如此突然，就算是要劝架都来不及。从刺客队友动手开始到被撞飞出去，时间不到3秒钟。最重要的是，这一撞不仅把刺客队友撞飞出去，而且落地直接陷入了重伤状态，连一丝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幸好维开并没有上去补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只是单纯的摆了摆手，救治小队的叔叔应该还没走远，赶紧去吧。说完便转身离开了，只留下目瞪口呆的众人和又气又恼的重甲战士队长。骚了，没事做非要去作死。他没好气的骂了一句，随后连忙跑去叫人了。10分钟后，维开又回到了森林里。刚才的一撞让他看到了泥头车套装的强大，如今他又有了新的计划。
精英野猪已经没必要去刷了，毕竟它们只掉落装备，材料方面还不如普通的野猪呢，而且数量也不多，光找怪都至少要10几分钟。刷精英野猪练级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想要更快的练级，得去刷更高级的怪物。野猪森林里并不只有野猪，还有猴子、野狼、猛虎等猛兽怪物。猴子太过灵活，而且大多栖息在树上，并不是一个好的目标。野狼的速度很快，攻击力很高，而且成群结队绝对是练级的最好目标，但前提是要能打得过一群野狼。如果是以前，维开是万万不敢碰的，但现在吗？有了泥头车套装，再多的野狼都能创飞，这招简直是对群的神技啊！维开不禁感慨，同时也在思考，回去之后要不要去学这个技能呢？学的话，套装的效果就变成了技能等级+1；不学的话，可以省下一个技能点，用来学别的技能。多一个技能就等于多一种手段，省下的技能点可以去学旋风斩、致残打击或者战斗怒吼等技能。好像怎么看都是多一个技能更好啊。维开挠了挠头，不过冲锋这个技能迟早是要学的，毕竟这可是战士的招牌。现在可以通过套装获得，将来换新装备以后还得补上，否则就等于少了一个接近敌人、冲到敌人脸上的技能。要是没有冲锋，以后就只有被6的份。一边想，维开一边朝着森林深处走去，周围的环境也逐渐昏暗了起来。走着走着，前方忽然出现了一只绿色的眼睛，维开顿时一愣，但很快反应过来，狼来了。来得好！他立刻拔出了长剑，横亘在身前，眼睛更是死死地盯着树丛里的眼睛。就在这时，身后忽然传来了一声响动。2只野狼从不同的方向朝他扑了过来，前方草丛里的野狼也一下子钻了出来，朝着维开大吼。这一刻，他三面还敌，但好在维开足够冷静，并没有因此而惊慌失措，反而冷静地朝旁边一滚。下一刻，2只野狼同时扑到了他原来的位置，但可惜扑了个空。维开连忙爬了起来，随后看到3只野狼的阵型，顿时笑了。聚在一起，这不就是找撞吗？第22章区域 BOSS。 玩过游戏的都知道，当怪物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放群攻技能最好的时机。维开自然也不例外，直接启动了冲锋技能，整个人都化为一道残影。野猪冲锋套装的效果，在冲锋时冲刺速度翻倍，获得的力量加成翻倍。普通的野狼是7级怪物，力量比正常状态下的野猪稍高，但面对冲锋状态下足足有75点力量的维开根本不够看。下一刻，3只野狼被直接撞飞，嗷呜一声，在半空中就化为了3道流光，直接挂掉了。看到这一幕，维开也愣了一下，不是吧？7级的野狼这么弱？话刚说完，数十道各色光芒便从尸体消失处爆了出来，各种蓝天白云掉落一地。维开见状，连忙将所有掉落物一一拾取，避免被别人看见。捡完之后，他才开始例行查看。野狼的掉落自然跟野猪不一样，最大的区别就是没了食材和食谱，这年头好像也没人吃狼肉。除此之外，掉落的装备变多了，而且还出现了好几件10级的白板装备。怪物掉落的装备一般都是在自身等级的5级左右，野狼的等级是7级，所以掉落的装备有5级也有10级。只可惜这些10级的装备都是白板，就算是穷人也看不上。维开倒是不嫌弃，反正可以拿回去给李长林处理，就当是给他练手好了。正说着，他的目光看向了一件书本模样的物品，随后忍不住念出了物品的名字：饰品制造。这是炼金师的技能书吧？简直是想什么来什么。李长林作为炼金师，正好就缺一个生产类的技能，这本技能书刚好可以补上，简直完美。炼金师的3大作用分别是分解、构成和制造。分解就是回收垃圾装备，提炼成金铁、金铜等材料；构成则是运用各种材料，创造不同属性和类型的宝石；制造则是用宝石和别的材料制造饰品、器物或者道具。之前李长林买不起技能书，只能靠着转职就送的提炼技能，整天去捡垃圾白板装备来提炼。现在有了这本饰品制造技能书，就等于多了一条活路。好，这本书就是长林的了。维开十分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继续看下去。片刻后，他又发现了一样新的东西：野狼獠牙，稀有材料，可以用于强化武器，也可以用于制造饰品。好东西啊！看完了狼牙的介绍，维开顿时笑开了花。这样一来，技能书有了，材料也有了，高级的怪物就是贴心啊！掉落的物品都是成套的，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当然，这也是跟他的天赋有关，谁让他的天赋叫做全物品掉落呢？换成别人，刷半天能掉落一颗狼牙就不错了。至于制造技能书，想都不要想，这玩意比食谱还要稀有。看来今天要在这里住下了。
维开微微一笑，看着昏暗的森林，仿佛像是看自家的金矿一样。在这里刷一天，不仅能升级，还能获得大量的材料，比在外面刷野猪效率多了。咕咕咕！正想着，肚子忽然传来了抗议的声音。维开顿时一愣，随后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才发现竟然已经是12点了。这么快就中午了？我怎么感觉还没怎么刷怪啊？维开不禁挠了挠头。早上6点半他就出来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过去了5个多小时。看来之前刷精英野猪确实耽误了不少时间。不过现在肚子有点饿，还是先填饱肚子再说了。幸好今天早上学会了篝火技能，可以自己在野外烤肉。虽然不能像厨师做的烤肉那样增加自身属性，但用来填饱肚子还是绰绰有余的。说干就干，维开很快找了些干树枝，随后点燃了篝火。背包里还有不少猪肉，直接拿出来串上木签就可以烤了。片刻后，一串香喷喷的烤肉新鲜出炉，维开也忍不住吞了吞口水，于是立刻大快朵颐起来。一串吃完，他还觉得不够过瘾，连忙又烤了2串。第2串刚烤好，正准备吃呢，附近忽然刮起了一阵怪风，风中带着一股淡淡的腥骚味。精神提升之后，维开对于四周环境的感知也得到了不小的提升。当风刮起来的时候，他便感觉到了一丝危险，那股腥骚味更是让他心中的警铃大作，有危险。他甚至来不及站起来，直接就往旁边一滚。下一刻，一个巨大的身影猛地扑了过来，结果却扑了个空。巨物落地的声音让维开心中大震。等他重新站起来的时候，才发现偷袭他的竟然是一只猛虎，12级的猛虎。野猪林里普通怪物的最高等级就是12级，也就是猛虎。维开也没想到自己吃个烧烤，竟然把一只猛虎给引来了，还差点被对方偷袭，简直不要太幸运。不对，正想着，维开忽然发现了一丝不对劲。一般的猛虎颜色好像没有这么简单吧？一般的猛虎颜色都是黑、白、黄3色相间，但眼前这只似乎只有黑白2色。这难道是野猪林里的顶级区域 BOSS 白虎？维开差点脚软了。普通的猛虎是12级，精英猛虎是15级，而区域 BOSS 白虎的等级是25级，足足19级的差距。别说只有一个人，就算是来一个团的新手，恐怕都得在这里团灭。这是新手根本惹不起的存在。妈的，不会吧？难道老子要英年早逝，交代在这里了？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维开的脑子里接连闪过各种情况，整个人都愣在原地，根本没有逃跑的想法。原因也很简单，逃不了。作为区域 BOSS， 白虎不仅等级高，而且还拥有一套独特的技能，其中一个便叫做恐惧。被恐惧的敌人将会待在原地，瑟瑟发抖，变成待宰的羔羊。维开此时就是这种状态。第23章围攻 BOSS。 吼！白虎仰天怒啸，声震密林，声浪所过之处，无数野兽、虫豸、飞禽惊慌失措，拼命逃窜。维开也想跑，但奈何2只脚根本不听使唤。完了完了，这下真的完了！一旦被白虎吃掉，那就真的连骨头渣子都不会剩下。正想着，白虎已经朝他看了过来，幽蓝的双瞳中没有丝毫的感情，只剩下杀戮。正当他坐以待毙之时，一道金光忽然从天而降，叮！一声轻喝在不远处的树丛里响起，随后金光化作一枚符咒，直接将白虎笼罩在内。下一刻，无数剑光、斗气、箭矢、飞镖从树丛里飞了出来。看到这一幕，维开当场惊呆了。什么情况？话刚说完，现实就给出了答案。一群身穿铠甲、手持武器的战斗职业者，不停地从4面8方冒出来。他们一个个就像是从树丛里长出来的一样，咔咔往外冒，把维开都给看愣住了。难道这些人一直躲在树丛里，就等着白虎刷新？啊，这隐藏的太好了吧！他之前在这里又是杀狼又是烤肉的，捣鼓了半天都没有发现任何人的踪迹。结果区域 BOSS 白虎一出现，他们就忽然冒出来了。想到这里，维开不由得庆幸，幸好刚才没有撒尿。正想着，那边的战局又有了新的变化。定身符只控住了白虎不到3秒，片刻后，符咒碎裂，白虎的身形立刻变得模糊起来，并且很快消失不见。那些剑光、箭矢、飞镖全都失去了目标，掉落在地。看到这一幕，从树丛里跳出来的众人也有些慌乱，纷纷倒退了几步。就在这时，一声惨叫忽然从侧面传来。啊！维开立刻循声望去，才发现白虎的身形已经出现在此处，并且一口咬住了一名队员的手臂。咔嚓！手臂应声而断，那名队员也被强大的撕咬力给甩飞出去。六子，散开！盾战冲上去嘲讽。队伍中的指挥立刻大声怒吼。
收到命令的迟钝战士立马一个冲锋撞了上去，然而白虎却巍然不动，完全无视了战士的冲锋。看到这一幕，维开不禁苦笑，不愧是25级的区域 BOSS， 力量至少有150点以上。盾战士是战士的一转分支，属于纯肉战士的一种。加点方面虽然全部加体质，但本身等级在20级以上，在一身战士装备的加持下，力量也不会低于100点。结果却撞都撞不动，这说明两者的力量差距至少是50点以上。难怪他随便一个撕咬就能把人甩飞出去呢。看到白虎的勇猛，维开不禁低头看了看自己，要是没有这些人冒出来，他恐怕真的死定了。来啊，咬我呀！正想着，那名盾战立刻开启了嘲讽模式。嘲讽也是纯肉战士的特色，不管是哪种纯肉战士，都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技能学到最高等级，毕竟这是他们的核心技能，也是安身立命之本。不懂得嘲讽的纯肉战士不是好的肉盾。说话间，数道光芒从天而降，在盾战士嘲讽的同时，队友们也给他加上了好几层 buff。白虎瞬间被激动，立刻调转虎口，朝盾战士一口咬来。盾战趁此机会，双手持盾顶了上去。砰！白虎的血盆大口咬在盾牌上，被其中的反震之力震得头晕目眩，嘴角发麻。就在这时，一道灰色的烟雾从天而降，像是一个套子罩在白虎的头顶上。中了！有人欢喜地大喊。小队中的远程输出立刻出手，无数剑光、箭矢、飞镖还有火球纷纷向白虎砸了过去。一些近战职业者也纷纷拔出武器，开启最强输出技能，朝着白虎一阵猛攻。一时间，白虎的身边硝烟四起，光芒乱闪，看得维开眼花缭乱，根本分辨不出哪些攻击是什么职业打出来的。不过这也很正常，毕竟这个世界的转职是多种多样的，你能想到的游戏职业都可以在现实世界里找到。既有东方武侠的刀枪剑戟棍，也有仙侠的剑修、道士、僧人、邪修，还有西方的奇幻、魔幻职业，以及中西合璧的战士、游侠、法师等等。正因为职业实在是太多，太过杂乱，所以官方才把所有的职业都按照功能划分为战斗职业、辅助职业和生活职业3大类。眼前这支队伍便是由数十名战斗职业和辅助职业组成的。职业虽然杂乱，但小队的指挥者却相当厉害，能够把这么多人指挥得井井有条。不管是扛伤、输出还是治疗和辅助，都十分精准。在这群人的围攻之下，白虎头上的血条很快就掉了一半。不过众人却没有丝毫放松，反而越发警惕起来。果不其然，当血条快要到1/3处时，白虎浑身毛发倒竖，一股强者的威严瞬间笼罩众人。吼！白虎一声大吼，浑身开始冒着黑白之气。看到这一幕，队伍的指挥立刻大喊：全力战士冲锋！所有人打断技能准备，辅助给全力战士上 buff， 一定要撞掉他。下一刻，2名躲在白虎附近输出的全力战士身上冒起了红光，数道 buff 也落到了他们的头上。随后2人同时蓄力，猛地撞向了白虎的一只后脚。呵呵！伴随着2声大喝，2名全力战士狠狠地撞在白虎的腿上，后者顿时打了个踉跄，身上冒出来的黑白之气也暗淡了几分。下一刻，无数技能落在的白虎身上，那些黑白之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3秒钟后，所有黑白之气都被消耗一空，而白虎像是大病了一场，整个身躯都萎靡了下来。全力输出，杀！一声令下，不管是近战还是远程，所有的输出技能都落到了白虎的头上。白虎的血条就像是坐过山车一般，嗖的一下就消失不见了。呜！片刻后，白虎一声悲鸣，重重地倒在了地上，化作一道流光消失不见。砰！无数道光芒从白虎的尸体消失处喷薄而出。爆装备了！第24章，这也太黑了！杀 BOSS， 爆装备！多么令人激动的时刻！小队的所有人都兴奋了起来，一个个面带渴望地看着爆出来的装备。维开也被这一声所吸引，目光看向了地面，然后他就失望了。区域 BOSS 能够爆出来的装备和材料极多，尤其是这种区域大 BOSS， 不仅有机会爆出史诗装备，甚至连神话装备都有那么一丝可能，最低也有一件传奇装备作为保底。然而地面的光芒之中，竟然只有一道粉色，让人看得面色一变。那些队员也是如此，原本兴奋的脸色，一看到装备的颜色后，顿时转为了失落。什么狗屁运气啊！我骚，怎么才一件啊？这是保底吧？垃圾！谁打的最后一击？罚你1个月不准洗澡！这也太黑了。小队的成员基本上都是1转25级左右，有些甚至已经到了30级。这种等级的战斗职业者又有固定的刷 BOSS 队伍，基本上已经看不上普通的传奇级装备了。他们来这里蹲守白虎，
目的也不是刷一两件传奇装备，而是想要更好的史诗级装备，或者最顶级的神话装备。但可惜的是，他们的运气实在是不好，白虎只爆出了一件保底的传奇装备，就这么一点收获，还不够他们的道具和丹药消耗呢。也就是说，这一趟等于白来了。维开也看得一愣，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很正常。毕竟这个世界的爆率是出了名的低，要是随随便便就能刷出神话装备，人类世界早就反攻怪物了，哪里还会躲在城市里苟着？行了行了，好歹也有一件传奇装备，大家看谁用得上，就直接拿走吧。队长连忙站出来安抚众人的情绪。是啥？有人问了一句。我把属性图发小队聊天里了，你们自己看吧。队长回答道。片刻后，人群中纷纷响起了嫌弃了声音。20级的垃圾，属性这么差，没用，根本用不上。我以为再怎么黑，也应该是30级的装备吧，结果竟然是20级的，绝了，确实绝了。众人纷纷开口吐槽，一时间怨气冲天。好了好了，用不上就用不上。队长一看情况不妙，连忙开口道：那我就拿回城里卖钱了，到时候给大家发辛苦费。掉的装备没人要，那就只能拿回城里卖钱了。好在他们看不起的装备，在城里还算比较稀有，能够卖出一点价钱。只是小队的人员众多，这点钱分下来，一个人恐怕也分不到多少。处理完战利品后，队长这才转过头来，看向正在看戏的维开。小老弟，你没事吧？没事没事。维开连忙摆摆手，表示自己无碍。事实上，除了一开始被白虎的气势吓到，以及中了个恐惧的技能，其他方面维开还真没有什么事，连受伤掉血都没有。那就好。队长笑了笑，点头道：既然没事，那就去练级吧。对了，这里的白虎的刷新点之一，以后要小心点，一个人别来这种地方了。难道 BOSS 有固定的刷新点吗？维开听到他的话，好奇地问了一句。不错。队长点了点头，白虎有4个固定刷新点，都在野猪林深处。你小子看起来等级不高，胆子还挺大的呀。野猪林的怪物是呈阶梯分布的，最外围的怪物等级最低，越靠近深处，怪物的等级越高，而且刷新 BOSS 的概率越大。维开才6级就敢这么深入，胆子确实很大。换作是一般人，恐怕在半路上就被怪物围攻了。呵呵，这里的怪物比较多，好练级。维开憨厚一笑。是你艺高人胆大吧？队长笑了笑道：之前我也看到你刷野狼了，那一招是冲锋吧？速度挺快的，杀伤力也不错。过奖。能有那样的杀伤力，你肯定打到了野猪冲锋套吧？队长又问道。确实有几件。维开点头。我们团还有不少新人，你要是有多余的，可以卖给我。队长说道。这套装备也算是新手等级的神装了，一转之前都能穿。没有。维开想都不想就摇头拒绝了交易。他跟对方又不熟，这里还是荒郊野外，财不露白的道理他还是很明白了。那就算了。队长笑了笑，似乎维开的回答在他的意料之中，于是索性摆手，有缘再见吧。说完便转身离开了。维开一路看着对方离开，随后又听见有人问：队长，那小子看起来挺厉害的，怎么不招他入团啊？人家看不上咱们？看不上我们？不是吧，我们打虎团好歹也是雍宁市前5的战团，一个新人竟然看不上？谁知道呢，反正别去欺负新人。队长连忙叮嘱了一句，随后带着队员快速离开了。直到打虎团的所有队员都离开以后，维开才松了口气，慢慢找了块石头坐下来。这个战团竟然是打虎团。事实上，打虎团的威名他早就听说过，只不过他并不认识里面的成员，也没有见过他们的小队，基本上处于只闻其名不知其人的地步。作为雍宁市前5的战团，打虎团的威名都是通过击杀各种 BOSS 累积起来的，可以说他们就是一支专门围剿各种 BOSS 的战团。团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各个职业的佼佼者，难怪他们能轻松击杀白虎呢。想到这里，维开不由得叹了口气，就是运气太差了。要是他有这么一支战团，每次打 BOSS 的时候负责把 BOSS 的血条打空，让他来做最后一击，那画面简直是美得不敢想象哦。以维开自身的全物品掉落天赋，绝对能把 BOSS 的苦叉子都爆出来。如果刚才由维开来击杀白虎，说不定虎鞭就有了。可惜了。哦，他的话音刚落，身后忽然传来了一声熟悉的叫声。这里怎么会有野猪呢？维开顿时一愣。第25章，便宜你了。野猪林的怪物是阶梯分布的，低等级的怪物一般都只出现在最外围，中心地区全是高等级怪物的天下。然而熟悉的猪叫声却让维开愣了一下。当他回过头来，才发现发出声音的竟然是一头浑身通红，仿佛着火了一般的野猪。野猪王！维开瞬间瞪大了眼睛，
竟然又是一只 BOSS。野猪林的怪物种类很多，每种怪物也都有对应的精英怪和 BOSS 怪。眼前这只野猪王虽然不是区域 BOSS 级别，但实力也不算差。维开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幸运，刚刚目睹了打虎队杀掉一只区域 BOSS， 接着又遇到了一只 BOSS。今天难道是 BOSS 的刷新日？正想着，那只浑身通红的野猪王已经朝他冲了过来。冲撞！野猪王也是野猪，同样会这个天赋技能，只不过相对于普通的野猪，野猪王的冲撞技能就要厉害多了。不仅气势上更加凶悍，而且冲撞之时浑身冒着火焰，就像是一头从地狱中走出来的恶魔。不能硬来，维开只用了半秒钟就做出了决定。于是他也发动了冲锋技能，只不过他冲锋的方向正好跟野猪王岔开了。野猪王朝他冲，而他朝右边冲。轰隆隆，野猪王犹如一架失控的火车，所到之处树木倾倒，碎石纷飞。最恐怖的是他走过的地面竟然留下了一道深黑色的火痕，就像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看到这一幕，维开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不愧是 BOSS 啊，这要是被对方正面撞一下，不死也得脱一层皮。尤其是那些深黑色的火焰一旦沾到身上，恐怕根本无法扑灭，那时候火焰灼烧的伤害就足以让他毙命。怎么办？要不要逃命？维开的脑子飞快运转起来。说实话，一开始看到野猪王的时候，他还是有些小欣喜的，毕竟这可是 BOSS 啊，要是能击杀一只，绝对能大爆特爆，到时候说不定能爆出一件神话装备，那就彻底起飞了。而且野猪王虽然是 BOSS， 但等级不算太高，普通的野猪是3级，精英野猪是6级，而野猪王也仅仅是11级罢了。论等级，还不如一只普通的猛虎呢。维开虽然没有杀过猛虎，但等级稍差一点的野狼，他一个冲锋就能撞死3只。自从击杀了那3只野狼之后，维开就对自己的实力充满了信心，觉得就算是遇到1-2只猛虎，也有足够的实力击杀。但万万没想到 ，BOSS 和普通怪物之间根本不是一个物种。以眼前这只野猪王展现出来的实力，普通的猛虎在他面前就是一盘小菜，除非遇到一群精英猛虎，否则根本打不过他。算了，还是撤吧，命比什么都重要。维开在脑中一番权衡之后，果断选择了放弃。以他现在6级的实力，根本不是这只野猪王的对手，更别说击杀了。万一一不小心玩脱了，还得搭上自己的性命。维开并不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毕竟活着才有未来，死了就什么都没了。考虑清楚之后，他立刻转身就跑，而且逃跑的方向还是打虎队离开的方向。那群人刚走不久，空气中还残留着他们的气息。野猪王要是感知足够灵敏，肯定不敢追过来。哦，然而维开似乎高估了野猪王的智商，又或者野猪王被身上的火焰烧掉了脑子。他再一次大叫着冲了过来，刚才的一击撞空似乎让野猪王有些恼羞成怒，于是他又一次发动了冲撞技能。我操，这也太快了吧！看着野猪王巨大的身形朝自己撞过来，维开先是一愣，随后连忙往旁边的树丛里钻了进去。野猪王的冲撞根本没办法应接，没有100点以上的力量就等于找死。钻进树丛后，维开本打算找个地方躲起来，但当他看清楚周边的环境后，不禁眼前一亮，好像有机会了。话刚说完，外面的猛地传来了一阵树木倒塌的声音，一根巨大的树干被野猪王拦腰撞倒，向着维开的方向倒下来。维开连忙往旁边躲了过去。就在这时，野猪王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他的眼前，随后猛地冲了过来。这一次维开也没有再躲，反而笑呵呵地看着对方。你上当了。下一刻，一道光芒忽然从地面上弹起，随后化作一道绳索将野猪王牢牢捆住。随后地面也传来了坍塌的声音，一个大洞忽然出现在野猪王的脚下。野猪王一个站立不稳，直接掉了进去，随后发出一声惨叫。洞里的各种机关暗器直接打掉了他1/10的血条，同时还给野猪王上了10几种异常状态。看到这一幕，维开笑得十分开心，这可是对付白虎的陷阱，没想到便宜你了。就在刚才看到这些陷阱的那一刻，维开就明白了他们的用途。眼前这些陷阱都是打虎队用来对付区域 BOSS 白虎的，只不过没能用上，就很快把白虎解决了。后来或许是因为运气太差，队员们的心情都很糟糕，所以也没人来收拾这些陷阱，最后成全了维开。眼看着野猪王掉进陷阱里，维开并不急着上前补刀，反而在旁边观察了一会儿。身上的10几种异常状态让野猪王不停地掉血，状态也变得十分虚弱。原本身上的火焰此时已经完全熄灭，变成了一只红皮野猪。只不过野猪王身上的凶性还在，哪怕掉进了陷阱里也在拼命的挣扎，甚至还想着要跳出来。维开当然不能让他得逞，每当野猪王想要跳起来的时候，
他都会适时的补上一发冲锋，将对方撞到洞里去。没有了冲撞技能的加持，野猪王的力量弱了不少。维开在野猪冲锋套装的加持下，足以跟他对抗。就这样尝试了几次之后，野猪王身上的血条越来越少，很快就去了大半。第26章神话装备。血量越少，野猪王的凶性就越低。当血量掉了2/3以后，野猪王就再也不敢跳起来了。维开也发现了这一点，于是立刻发起了反攻。趁你病，要你命！野猪王就在洞里，既没办法反抗，也没办法躲开。维开索性就一直用威力最强的蓄力下斩，一剑、2剑、3剑，一直重复了10几下后，洞里的野猪王终于在一声不甘的怒吼中歪倒在地。成功了！维开看到这一幕，立刻兴奋地握紧了拳头。这一次虽然有些取巧，但也是独自击杀 BOSS， 而且还是11级的 BOSS， 有可能掉落15级的神话装备。随着野猪王倒地，尸体缓缓消失，数道光芒喷薄而出，其中最显眼的莫过于一道金光。我操，真的有神话！看到金光的那一刻，维开兴奋地跳了起来。没想到这只野猪王竟然真的爆出了神话装备，而且除了神话装备以外，还有数道粉色光芒以及好几十道蓝白光芒。这一爆至少出了5、60件物品。兴奋过后，维开连忙跳进洞里，把所有掉落物品一扫而空，随后才带着激动的心情开始检查背包里的装备。梦怀之牙神话短刃，等级15，物理攻击力150-250，力量加50，敏捷加50，攻击速度正10%。装备后获得神话之祝福，所有小队成员增加10点全属性。装备后获得技能梦怀之魂，释放后可以召唤一只梦怀前来助战，召唤物与自身等级相同，属性受自身属性影响。攻击时有概率释放梦怀之焰，持续灼烧敌人。释放冲锋技能时将以梦怀之焰包裹全身，对触碰的敌人造成持续伤害。不愧是神话装备。看完了梦怀之牙的属性后，维开不禁感慨了一声，仅仅是15级的装备就能增加100点属性，相比起传奇装备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更重要的是，这件神话装备还有4个词条。神话之祝福属于神话装备中必带的词条，看起来增加的属性并不多，但这个词条的属性跟装备者的装备有关。身上的神话装备越多，这个祝福就越强。如果能够凑齐一身的神话装备，这个词条的强度将会无可匹敌。第2个词条梦怀之魂是一个召唤类的技能，对于维开这种独狼来说，也算是一个比较实用的技能。先不说召唤出来的梦怀实力如何，至少能帮他吸引怪物的注意力，或者用来清除小怪，反正作用肯定不会低。最后的2个词条都跟梦怀之焰有关。看到这个名字，维开一下子就想起了野猪王身上冒出的火焰，那玩意就是梦怀之焰吧。装备了这件神话级短刃之后，攻击时就可以释放火焰，持续灼烧敌人。以后要是再遇到别的 BOSS， 就算正面打不过，也可以靠着梦怀之焰慢慢烧死对方。这绝对是一个相当实用的技能。最后一个词条则是跟冲锋技能的联动。冲锋时将以梦怀之焰包裹自身，不仅可以抵挡攻击，还能持续灼烧敌人。想到刚才野猪王发动冲撞时的身姿，维开再次激动了起来。以后他的冲锋技能就不仅仅是泥头车了，而是带着火焰的泥头车。撞不死你，我还能烧死你。在传奇套装和神话武器的加持下，冲锋这个技能已经换了个名字，无敌。看完了神话装备的属性，维开的眼睛里已经全是星星了。只可惜他现在的等级还不够，根本穿不上。还有9级呢，恐怕要刷好几天才行。说完之后，维开再一次将目光放到背包里。除了神话装备，野猪王还掉落了好几道粉色物品，有装备也有材料，其中一件竟然还是极为稀少的首饰——梦怀的毁灭之力传奇戒指，等级15，力量加20，敏捷加20，魔力加20，精神加20，体质加20。毁灭之力装备后，攻击速度正5%，攻击时额外附带10%的力量伤害。这枚戒指的属性方面倒是中规中矩，只有20点全属性，但它所附带的词条却让维开眼前一亮。攻击时附带额外力量的伤害，这岂不是说我的力量越高，附带的伤害就越高？这玩意要是给全力战士，绝对要上升一个品级，不亚于一件史诗级装备啊！极品！维开很快得出了一个结论，随后不禁笑出声来。一个 BOSS， 2件极品装备，要是让之前的打虎队知道，不知道是什么心情。想到对方击杀白虎之后的暴率，他不厚道的笑了。人和人的差距，有时候确实比狗还大。除了这件戒指，还有一本9转大肠食谱，这玩意维开已经报了好几本，基本上已经用不到了。
不过还可以拿回去让田小玲帮忙售卖，按照对方的说法，至少能卖出300万金币一本，也是血赚。看完了食谱，维开的目光继续看向下一件，随后表情忽然一愣。技能书，一本名叫《冲锋》的技能书赫然躺在他的背包里。之前还想着要不要学呢，没想到 BOSS 直接爆出来了。维开不禁笑了笑，但也没有急着去学，毕竟等级低的时候技能点实在是很缺，至少等一转之后要换掉身上的野猪冲锋套时才会去学习冲锋技能。不过 BOSS 直接爆出技能书，倒也省了他不少的功夫，以后想学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学了。技能书之后，剩下的2件粉光都是材料，一个是梦槐之皮，可以用来制作防具，一个名叫血槐草，是一种珍稀的药材。2样东西维开暂时都用不上，所以也懒得仔细研究。除了这几件粉光，其他的都是寻常之物，唯一值得注意的就是一件特殊的物品——灵药粉。这玩意跟灵药碎屑是什么关系？维开满脸疑惑。第27章，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正研究着，维开忽然发现背包里的灵药碎屑亮了起来。这玩意难道能用？他先愣了一下，随后将那份灵药粉拿起来，放在灵药碎屑上面。下一刻，两者重合在一起，瞬间完成了融合。成了！一颗崭新的灵药出现在背包之中，同时出现的还有相应的说明：气息浓郁的灵药，服用后可以获得一个技能点，每人最多服用3次。果然，看到这个说明，维开立刻想到了田小玲跟他说的那些话，果然跟田小玲说的一模一样。一颗灵药可以增加一个技能点，同时最多只能服用3颗。对于任何职业来说，技能点都是相当珍贵的，没有谁人会嫌弃自己的技能太多，维开也不例外。看完说明后，他毫不犹豫地将其拿了出来，随后一口吞下。片刻后，数据面板上给出提示：服用灵药获得一个技能点。技能点除了初始给的1点，剩下的每5级才能获得1点。初始那1点，维开用来学习篝火技能了。升到5级获得的技能点还没有使用，如今又获得了1点，感觉一下子变得富裕起来。这样回去以后就可以一次学2个技能了。维开兴奋地握紧了拳头。不过是现在就回去学技能，提升战斗力，还是先刷怪，等天黑之后再回去呢？他纠结了一下，又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就在这时，手机上忽然传来了一阵震动，随后电话铃声也响了。玲姐！看到来电显示的名字，维开愣了一下，还是很快按下了接听键。喂，玲姐，有什么事吗？你有空吗？电话那头，田小玲的语气颇为兴奋。还在外面刷怪练级呢。维开如实说道。到底什么事啊？咱们的店铺已经开起来了。田小玲大声说道，现在正卖的火爆呢，几本食谱一放出来就被抢光了。啊，这么快？维开有些惊讶，没想到仅仅1天的时间，对方就搞定了店铺的事，甚至都已经开店营业了。这速度只能说不愧是专业的。是啊，田小玲兴奋道，这边的存货快要卖完了，你身上要是还有新刷到的好东西，就赶紧回来补货吧。对了，偷偷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不行，等你回来了，我再当面告诉你。维开一阵无语，怎么搞得神神秘秘的？他看了看背包里的物品，已经积累了不少，确实可以回去补货了。那我现在就回去。你快回来吧，我在市场门口等你。田小玲说完便挂掉了电话。收起手机，维开又抬头看了一眼天色。算了，今天就这样吧。今天出城的目的本来就是刷装备的，普通怪物没有刷多少，倒是精英怪和 BOSS 杀了不少，掉落的装备也让他十分满意。这一趟已经是收获满满了。回去之后，把背包里的货物交给田小玲，剩下的时间还能去找吴毅和李长林，把那些食谱和首饰制造技能书送给他们。那就回去吧。说走就走，维开很快离开了野猪林，坐上了回城里的汽车。半个小时后，汽车来到了西乡市场站。维开一下车，就在人群中看到了田小玲的身影。或许是为了迎接店铺开业，今天的田小玲打扮得十分漂亮，一身中式青花瓷旗袍，配上玲珑高挑的身材，以及油亮的黑丝和高跟鞋，让人一看就血脉喷张。维开也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就在这时，田小玲也发现了他，连忙招手：“喂，小开，来了。”维开连忙应了一声，随后快步迎上去：“走，我带你去店里。”田小玲一上来就挽住了他的手，似乎怕他挣脱一般，颇为用力。这一刻，维开忽然感觉自己的手被一团柔软用力夹住，脸色一下子就红了。“玲姐，不用这么大阵仗吧？特意来欢迎你啊。”田小玲嘻嘻一笑，一改之前的高冷风格，调皮道：“你可是我们店的大股东啊。”“我就是个打工的。”维开苦笑道：“从今以后，
你就不是了。田小玲忽然凑了过来，看着他的脸问道：“你知道店里已经赚了多少钱吗？”多少？悄悄告诉你。田小玲压低了声音，香甜软糯的空气柔柔地飘了过来。700万！啊！维开一开始还有些迷糊，但听到700万这个数字，一下子就清醒了。不会吧？能卖出这么多钱？为什么不会？田小玲眨了眨眼睛，笑道：“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本九转大肠卖了500万。”啊，这……维开一下子愣住了，万万没想到，一本传奇食谱竟然能卖出这么多钱，这也太夸张了。这一刻，他不禁想到了无意的父亲彭叔。彭叔辛苦打工了半辈子，好不容易才积攒了40万金币，一咬牙买了本普通的麻辣兔肉食谱。然而，一本传奇级食谱的价格竟然是他一辈子积蓄的10倍还多。也就是说，想要买这本食谱，彭叔至少得攒10辈子的钱。人和人的差距，维开不禁一声长叹：“怎么了？你不高兴吗？”身边的田小玲察觉到了他的心理变化，连忙询问道：“是不是觉得卖便宜了？”其实这个价格已经算很高了，要不是有人急着买，也不会开这么高的价。不是，我只是有些感慨罢了。维开连忙开口解释，随后摇头笑道：“我也没想到自己随手打到的一本食谱，竟然能卖出这么高的价钱。这一本食谱就已经够我财富自由了。”财富自由？田小玲忽然愣了一下，随后笑道：“你不会只有这点追求吧？在这个游戏降临现实、全民转制跟怪物对抗的年代，财富自由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躺平。躺平就意味着放弃战斗，把生存的压力分给别人。作为战斗职业者，生命的意义只有一个，那就是战斗。”第28章，我的追求。当然不是。维开坚定地摇了摇头。在上辈子，财富自由或许是人生的最大追求，但在这个世界，财富自由并不能保证你一辈子无忧，甚至都不能保证绝对的安全。因为野外还有无数的怪物和野兽，时刻在等着进攻人类的城市。这些年里，人类的城市虽然一直在加固城防，想办法保护来自不义的根据地，但怪物入侵的事情也从来没有断绝过。在这个时代，所有人都要面临死亡的威胁，所有人都没有资格躺平。就算是最底层的农夫和工人，也要贡献自己的劳动力，去建设自己所在的城市。作为战斗职业者，身上的责任当然更加重大。那你的追求是什么？田小玲侧着脸，充满好奇地向他问道。我的追求？维开沉默了片刻，道：我希望能够刷到更多的装备和技能书，让所有人都不再为这些东西发愁。我希望自己能变得更加强大，去探索更多的野外区域。我希望能弄懂野外那些怪物的来源，最好能将他们彻底赶出我们的世界，让世界重新恢复成以前那样，每个人都可以过上安全和平的生活。听完他的这番话，田小玲顿时沉默了。他完全没想到，眼前这个刚刚毕业、仅仅只有6级的战士少年，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这一番话提炼起来就是5个字：为人类而战。这是何等的？怎么，玲姐觉得不可能吗？看到对方沉默不语，维开轻松一笑，打破了略显沉闷的气氛。我相信你。田小玲忽然认真地说了一句。啊，那就谢谢玲姐了。维开先是一愣，随即腼腆一笑。说笑间，两人已经来到了一个商铺面前。这里人潮拥挤，大量的人群将店铺门口围得水泄不通，无数人都想要挤进去一探究竟，仿佛里面有什么宝藏一样。这就是我们的店了。田小玲终于放开了他的手，随后指着商铺道：你看，全都是想要买货的人，这么受欢迎。维开颇为惊讶，没想到今天刚开业就有如此多的人前来购物。当然，因为我们的东西便宜啊。田小玲淡淡一笑道，而且我们店里还有不少好东西，比如那些食谱。说的也是，亲眼见识过一本食谱卖出40万金币后，维开对于食谱的稀有程度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这里的食谱一本只卖20万，只要不是傻子都会蜂拥而来，顺便把别的东西一抢而空。店里的东西已经快卖完了，我们去补货吧。田小玲说着，带着维开来到了商铺的后面，通过后门进入店里。此时店里的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热闹，无数人都在等待着好消息。就在10几分钟前，作为店铺负责人的田小玲刚刚放出话，店里将会进行补货，想买的人可以在这里等着。此话一出，无数人立刻蜂拥而至，把整个店里都塞满了。看到店里还有这么多人，维开顿时眉头微皱。玲姐，要不我把背包给你吧？这里的人太多，维开不想露面，更不想暴露自己。也行，那就给我吧。田小玲点了点头，随后接过维开的背包，反手又给了他一个背包。这个你拿着。维开接过新背包后，好奇地看了一眼，随后整个人都愣住了。里面竟然有700多万金币，店铺的所有收益都在这里了。
他也没想到，田小玲随手给他一个背包，里面竟然装着巨款，这可是店铺开业以来的所有收益啊！田小玲自己也有2成的股份，接过随手就交给了他。不怕我卷款潜逃？噗！这话说完，维开自己都笑了。店里的所有货物都是他提供的，这笔巨款里的8成也是他的。就算他把所有的钱都拿走，也算不上潜逃，更何况他也不会这么做。田小玲如此信任他，他又怎么会辜负对方的信任呢？不过这确实是一笔巨款，得想好怎么花掉才是。钱在手里，不花掉就等于没有。更何况维开现在最需要的并不是钱，而是提升自己的战斗力。对于他来说，只有尽快提升战斗力，才能将全物品掉落这个天赋兑现出来。刷小怪固然也可以刷到好东西，但收益比起 BOSS 还是差太远了。杀1万只小怪的收益，也不如杀1只 BOSS 爆出的神话装备。等了将近10分钟，田小玲终于搞定了店铺的货物，随后带着些许疲惫走了出来。辛苦了，玲姐。维开见状，连忙安慰了一句。没有，怎么会辛苦呢？田小玲立刻打起了精神，轻笑道：你在野外刷怪才更加辛苦吧？对了，我刚才在背包里发现了不少好东西，快告诉我，是不是遇到 BOSS 了？咦，你怎么知道？维开疑惑道。当然知道。田小玲得意道，你才6级，背包里竟然有15级的装备，不是 BOSS 怎么可能爆出来？好吧，确实遇到了一只野猪王。维开老老实实的交代了。然后呢？田小玲被 BOSS 勾起了兴趣，满脸好奇的问道，爆装备了没？我听说野外的 BOSS 最差也能爆一件传奇装备，是什么？爆了。维开犹豫了一下，最终点了点头。随后他直接将那枚梦怀的毁灭之力戒指亮了出来。看到戒指的属性，田小玲顿时眼前一亮，极品装备啊！虽然戒指增加的属性不高，但附带的词条实在是太好了。附带额外伤害就等于多一次攻击频率，要是配合上一些特效装备，就能够达到1+1大于2的效果。搭配的好的话，这枚戒指完全不逊于一件史诗级装备。可惜要15级才能戴上。田小玲叹了口气。是啊。维开点了点头道，所以玲姐有可以快速提升战斗力的办法吗？第29章提升战斗力的方法。有。田小玲的回答果断干脆。看你想用哪一种。有哪些？维开好奇道。其实提升战斗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提升等级。田小玲侃侃谈道，你现在的等级太低，所以我建议你去找代练，让人带着你刷怪练级，比你自己刷怪快多了。这个，维开挠了挠头，请人带着练级确实是个快速提升等级的办法，可这样一来他就没办法杀怪刷装备了。眼下这家店铺刚刚开张，所有的货物都要由他来提供，要是他无法刷装备，店铺岂不是很快就要关门了？代练不行的话，还有另一个办法。田小玲看出了他的为难，又提议道，我家的交易行里还有不少炼金物品，也可以提升战斗力。炼金物品？维开顿时眼前一亮。炼金物品中最常见的自然是各种炸弹以及陷阱。之前把野猪王困住的陷阱，就是专门用来捕猎的高等级炼金物品。如果能搞到这些玩意，确实可以极大的提升战斗力，而且还是专门针对 BOSS 的。这个可以。一番思考后，维开当场应下。那就等下我带你去买吧。田小玲笑了笑，继续说道，还有，你现在已经6级了，要是不差钱的话，可以去换一把5级的传奇武器。可以。维开毫不犹豫的点头。他的手里虽然有一件神话装备，但奈何需要15级才能装备上，中间这段时间还得靠别的装备提升战斗力，最后就是学技能了。田小玲继续说道，你应该还没来得及学新技能吧？是。那就对了。田小玲笑了笑道，想要刷怪更快，就要去学几个好用的技能。另外，你如果确定了将来的转职路线，也可以现在就加点，等级每提升1级就会获得5点自由属性点，要是放着不加的话，就相当于浪费。如果已经确定好未来的转职路线，最好把自由点全部加完，也可以提升不少战斗力。多谢提醒。维开挠挠头，当场打开了自己的面板，把所有自由属性全部加到力量上去。对于一般人来说，加错点的后果很严重，但对于维开来说，不过是付出一点小小的代价罢了。钱不是问题，更何况力量属性正好是他最需要的，不管是神话装备还是那枚传奇戒指都跟力量有关，当然是越高越好咯。还有，你也可以找辅助职业工会，花钱买一些长时间的 buff， 也可以增加少量战斗力。田小玲继续出主意。这也行吗？维开有些没想到。当然可以。田小玲解释道，并不是所有 buff 都是短时间的，也有持续好几个小时甚至是好几天的 buff， 只不过这些 buff 都很贵，一般人买不起也用不上。没问题，我等下就去买。
维开再次点头。另外，药师协会有短暂提升战斗力的丹药，道观有符咒，刺客工会有暗器，机巧门有机关傀儡。听着田小玲滔滔不绝的讲述，维开顿时有些傻眼。他也没想到世上竟然还有这么多可以提升战斗力的东西。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果然是眼界大开啊！怎么样，你想好要选哪些了没？田小玲一口气说了10几样，顿觉口干舌燥，不自觉地舔了舔嘴唇。维开愣了一下，随即点头，想好了，我只要能打 BOSS 的东西。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刷 BOSS 爆装备。至于一般的小怪，根本不需要别的手段，一套野猪冲锋套装就足矣。泥头车一撞，谁人能挡？好吧，那你跟我来。田小玲招了招手，带着他离开了店铺。10分钟后，两人又来到了田小玲家的交易行，跟大厅的负责人打了声招呼后，田小玲便带着维开直接上了2楼。结果上去以后，才发现2楼竟然有人。一名身着唐装、略微秃顶的中年男子看到两人以后，顿时皱起了眉头。小玲，你是怎么搞的？没看见2楼有贵客呀？三叔，我是带贵客来买东西的。田小玲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什么贵客？被称作三叔的中年男子瞥了一眼维开，目光中带着一丝不屑。就是个臭小子，也有脸自称贵客。田小玲被这么一说，顿时有些恼羞成怒。你，三叔，店里的宗旨是顾客至上，你对我的客人尊重点。什么你的客人？三叔不屑道。你又不是店里的销售，你的客人应该在隔壁才是。你……田小玲顿时没了脾气。这家店虽然是他家的，但家里的几个叔叔伯伯都有份。对方的辈分比他高，说起话来尖酸又刻薄，而且说的还全都是事实。他确实不是这家店的员工，按照规矩根本没资格带客人上2楼。田小玲根本没办法反驳。那我们就走吧。维开忽然大声道，这件神话装备，我觉得隔壁应该挺感兴趣的。神话装备？话刚说出口，楼上就有人发出了惊呼声，随后一名年轻男子冲了出来。片刻后，又冒出一个老头。你有神话装备？那名年轻男子直勾勾地盯着维开，仿佛要把他给抢劫了一样。后来才冒出来的老头也饶有兴致地看着维开，似乎在等待着他的回答。维开笑了笑，点头道，确实有一件，本来想在这里卖掉的，可惜人家不要。那就……我要。话还没说完，年轻男子就抢先喊道，你开个价。此话一出，三叔的脸色一下变得难看起来。这一老一少本来是到店里买装备的，这种不差钱的富豪一直都是店里的主要目标，一旦谈成至少可以赚几百万。结果现在被一个不知名的小子横插了一脚，要是让他们直接谈成了，岂不是等于白白损失了2笔单子？第30章成交。你连神话装备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开口想买？维开愣了一下，随后开口道，无所谓。话没说完，年轻男子就打断了他的话，豪言道，只要是神话装备我都要。维开顿时无语，没想到对方如此豪横，这口气像极了石油家的某些败家子。那就玲姐。维开正准备开口呢，忽然想起自己好像也不知道神话装备的市场价格，于是连忙碰了碰田小玲的肩膀。啊！田小玲如梦初醒，一下子清醒过来。你觉得卖多少合适？维开小声问道。我也没见过神话装备啊。田小玲有些哭笑不得。他虽然在隔壁的官方交易行上了3年的班，但也从来没见过神话装备的买卖，因为这玩意根本不可能有人拿出来卖。凡是能爆出神话装的人，基本上都是那些专门刷 BOSS 的战团。战团有战团的渠道，根本不需要来交易行做买卖。最重要的是，神话装备一向有价无市，就算拥有神话装备的人要出手，一般也不会选择卖钱，而是以物易物，用神话装备跟别人交换神话装备或者其他稀缺的资源。啊，这维开没想到一向见多识广的玲姐竟然也有不知道的时候。就在这时，对方似乎看出了两人的窘况，直接开口道：3000万怎么样？3000万？维开顿时瞪大了眼睛。之前见到700万金币的时候，他就已经十分震撼了，没想到对方一开口就是3000万，这几乎等于彭叔好几十辈子赚的钱了。最恐怖的是，这还是对方完全不知道神话装备属性的情况下空口爆出的价格。要是维开手里的神话装备不怎么好，对方就相当于3000万买了个鸡肋。田小玲听到这个数字也颇为惊讶，但他还是很快冷静下来，悄悄地用手指戳了戳维开的腰间，可以让他看一看装备的属性。他小声提醒道：为什么？维开小声问了一句，观察他的反应。田小玲冷静道：这话维开算是听懂了。田小玲觉得3000万的价格已经相当可以了，但还是有上升的空间。如果神话装备的属性很好，而对方也很喜欢的话，
那就可以继续加价。要不先看看装备的属性？维开忽然开口道，我怕你们等下会后悔。啊！年轻男子微微一愣，倒是身边的老头似乎看出了什么，点头道，也行，那就亮出来看看吧。好，维开说着，直接将背包里的梦怀之牙展示了出来。看到这件神话装备的那一刻，年轻男子的脸色顿时激动起来。好好好，正好符合我的职业，加力量和敏捷，加攻速，还有攻击特效，可以召唤 BOSS 魂抗怪，简直完美！我要了。梦怀之牙是短刃，不管是战士还是刺客都可以装备，而且还加攻速和附带攻击特效，只要是近战的敏捷系职业都可以带上，几乎完美适配许多主流职业。年轻男子的职业显然也十分适配这件装备，一看到它的属性就再也挪不开眼了。再加2000万！就在这时，田小玲忽然大声开口道：“好！”年轻男子没有半点犹豫，反而笑着说道：“再给你1成的提成。”啊！田小玲一下子被对方的大方给唬住了，本来还想接着对方想要的心理狠狠的宰一笔，没想到对方如此大方，不仅没有还价，反而多给了他一笔中介费，这算是表示感谢吗？小开，你觉得呢？田小玲又戳了戳维开的腰间。成交。维开只用了不到1秒就做出了决定，卖。他现在的等级还不够，就算有神话装备在身，也只能看不能用，还不如直接卖钱呢。更何况他又不是再也刷不到了，凭借着全物品掉落的强大天赋，只要再杀一只野猪王，立马就能刷到第2件。对维开来说，神话装备一点都不稀缺，只要他想，分分钟就能刷到。他现在需要的还是钱，有钱才能做更多的事情。你不会觉得我开价便宜了吧？他的话刚说完，田小玲就心虚的小声问道。怎么会呢？维开微微一笑道，我还得感谢玲姐帮我喊价呢，要是让她来做多只会喊加价1000万，没想到田小玲比她狠多了，不愧是在隔壁上了3年班的人，眼光还是很毒辣的。怎么交易？年轻人看他们在那里耳鬓厮磨，迫不及待地问道。转账、刷卡还是现金？要是现金的话，我等回去取钱来。转账吧。维开说着，打开手机，亮出自己的收款码。好。年轻男子二话不说，立刻用手机扫了码，随后当场给维开赚了5000万块钱。看到银行发来的转账短信，维开的脑子里都是晕乎乎的，没想到一转眼他就变成千万富翁了。要知道在3天前还没有转职的时候，他还只是个普通的高中生，没想到命运的转变来得如此之快。这位美女，把你的收款码也给我一下。就在这时，年轻男子又说了一句：哦。田小玲先是一愣，随后才想起对方好像要给他中介费，5000万的1成就是500万，简简单单说几句话的功夫就赚了500万，这简直是跟做梦一样。片刻后，付完了中介费的年轻人眼巴巴地看着维开，似乎在等待着什么。维开这才反应过来，连忙将背包里的梦怀之牙拿了出来，随后交给对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笔交易才算是完成了。拿到梦怀之牙后，年轻人顿时喜滋滋地装备上去，一把冒着红色火焰的短刃顿时出现在年轻人的手里。好，不愧是神话装备，简直是太值了，多谢2位，还有田叔。这话一出，三叔的脸当场变成了猪肝色。第31章阴阳怪气。看着侄女白白捡走500万中介费，三叔早就心痛如绞，结果还没缓过来，又被年轻男子当面感谢了一番。这话一出，他差点被气得吐血，忍不住开口道：梁公子，按照店里的规矩是不允许私下买卖的。哦，是吗？梁公子笑了笑，反问道：然后呢？是啊，然后呢？不允许又怎么样？你又能怎样？三叔被对方这一问直接破了防。对方是雍宁市首富家的公子，就算是田家家主见了都要恭恭敬敬的叫一声梁公子，他一个田家的边缘人物又哪里惹得起？店里所谓的规定只能对那些没有实力的人起效，对于有实力的人，就算当面破坏规矩，你又能如何呢？三叔顿时一阵心绞痛，深呼吸了好几次才终于缓过劲来。但就在这时，维开也站了出来。这位富哥，我这里还有一件装备，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哦，快拿来看看。梁公子顿时来了兴致。梁公子身后的老者也忍不住多看了维开一眼。这个年轻人看起来年纪不大，但身上的好东西还是挺多的呀。你不会是想把那个也卖了吧？就在这时，田小玲又悄悄地戳了下维开。神话装备都卖了，戒指还留着干嘛？维开笑着回了一句，随后立刻亮出了那枚梦怀的毁灭之力戒指。看到是传奇级装备，梁公子先是略微失望，但当他的目光看到最后的词条时，
眼睛立刻亮了起来。好东西！梁公子身后的老者大声拍手道：“确实是好东西。”梁公子也点了点头，虽然不太适合我的职业，但能够附带一次攻击频率，也算是传奇装备中的极品了。一口价1000万，既然是好东西，梁公子自然不会吝啬。1000万的价格，在市场上已经可以买到更高级的史诗装备了。这个价格可谓是诚意十足。维开满意的点了点头，又道：“林姐的中介费，1成，照旧。”成。维开还没说完，忽然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刚才三叔说好像不允许私下交易啊，这可就难办了。之前不懂规矩，三叔也宽宏大量的不追究了，但现在知道了，再去破坏规矩，恐怕不好吧？这段茶里茶气、阴阳怪气的话一出口，众人顿时心领神会，全都看向了一旁的三叔。此时此刻，三叔恨不得把维开一口吃了。明明老子都忍气吞声，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了，你竟然还不放过我！我跟你无冤无仇，为什么一定要当着众人的面来扇我的脸？一开始梁公子也不知道是维开要干什么，但当他的目光看到维开身边的田小玲时，顿时一切都明白了。此时此刻，看到刚刚教训了自己的三叔吃瘪，田小玲的心中别提有多高兴了。在家族里，三叔就是个纯纯的废物，但却靠着自身的辈分，经常对他们这些小辈颐指气使。最可气的是，他还没什么办法。刚才两人上楼的时候就被三叔教训了一顿，顺带着把维开也骂了。结果只用了10分钟，维开就打了回去，当面打脸，果然解气。既然这里不能交易，那我们就去外面吧。梁公子身后的老者开口道：“规矩就是规矩，咱们也不能乱来。”叔公说的是。梁公子连连点头。梁公，三叔还想说些什么，后者立刻举手打断了他的话：“不必多说，我们出去就是了。”梁公说完，率先下了楼。梁公子也跟在后面。维开和田小玲则是看了三叔的脸色一眼，随后有说有笑的离开。砰！两人刚刚走到楼梯口，就听见身后传来了打碎茶几的声音。维开与田小玲对望了一眼，笑得更开心了。出了交易行的大门，没等对方开口，田小玲便抢先道：“二位贵客，我们在市场里也有一家店，不如去那里。”不必了。梁公摆了摆手，淡然道：“赶紧交易吧，买完我们就回去。刚才在交易行里，他已经帮了大忙，总不能一直帮下去吧？再说了，就是一件装备而已，还不值得他特意去一趟。”提议被拒绝，田小玲的脸色有些尴尬。但就在这时，维开又站了出来：“也行，那就在这里交易吧。不过以后你们如果还想买神话装备的话，可以到店里找我。”什么？这话一出口，梁公和梁公子同时惊讶地看着他。你还有神话装备？梁公子有些难以置信地问道。现在没有。维开笑了笑道：“但并不代表以后没有。你们要是找不到我的话，也可以去店里找玲姐。”说完，他拍了拍田小玲的肩膀，笑道：“我们是合作伙伴。”好，很好。梁公连连点头，颇为欣赏。说完，他在上衣口袋里摸索了一下，掏出一样东西：“这是我的名片，以后你有神话装备想要出手，也可以联系我。”没问题。维开回答的十分干脆，并且随手就接过了这张纯黑色的名片。名片上十分干净，只有一个名字梁三思以及一个电话号码。维开并不认识这个名字，但田小玲看到以后，眼角忍不住狂跳了好几下。收下名片后，双方又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戒指的交易。随后，梁三思和梁公子一起乘上了一辆加长大劳，离开了西乡市场。送走两人后，维开这才松了口气。但还没等他开口，就听到田小玲悠悠问道：“小开，你刚才为什么要卖那2件装备？”“当然是为了玲姐啊。”维开毫不犹豫地答道。“你……”田小玲顿时心中一慌。“哈哈哈，逗你的。”维开见状大笑：“我刚好需要钱而已。我之前不是说了吗？要赶紧提升战斗力，当然需要一大笔钱。”这个解释一出口，立刻惹来了田小玲的白眼和嗔怒。“那你现在有钱了，是不是不需要我了？”第32章，你不能拒绝。怎么会呢？维开哈哈一笑，解释道：“这笔钱只是横财，迟早要花完的。玲姐才是源头活水，能够源源不断的生小钱。”去，什么叫源头活水？田小玲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正色道：“你能认识到这点就好，以后就算得到了神话装备，也不能拿去卖了。那留着干嘛？留着以物换物。”田小玲解释道：“只要是能用得上的，就优先自己装备，用不上的就留着跟别人交换，换那些有用的。”“哦，多谢玲姐提醒。”维开点头受教。“哦，对了。”说完了正事，田小玲又想起了什么，之前说好要给你买一件新武器的。“没关系，去隔壁也行。”维开应道。之前两人商量好，要去田家的交易行里买一把5级的传奇武器，
结果谁也没想到会遇到三叔和梁公等人，又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如今两人都在门外，而怒气正盛的三叔又在交易行里。既然不能回去，那就去隔壁的官方交易行也行。正好你是那里的销售人员，还能拿提成呢。维开又笑着说了一句。啊！田小林先是一愣，随后甜甜一笑道：好，我就用刚才的提成给你买一把新武器吧。啊！听到这话，维开反而愣住了。怎么回事？明明是让他白拿提成，怎么变成了对方付钱呢？你不能拒绝。看到维开疑惑的样子，田小林立刻板起脸，凶巴巴地说了一句：好吧。维开两手一摊，笑着答应。片刻后，两人来到了官方交易行里。对于这里，田小林早就熟门熟路，很快就带着维开来到天字号柜台。随后他又打开柜台里的电脑，亲自为维开挑选了一件最好的战士武器。刷卡的时候，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几分钟后，新武器送到了维开的手上。直到此刻，他都不知道这把新武器的价格到底是多少，但看了一眼新武器的属性，他就明白了大半，这玩意肯定便宜不了。咆哮巨剑，传奇巨剑，等级5，物理攻击力50-80，力量加20，破甲加15。发动冲锋时，有概率发动战力咆哮，让对手陷入战力状态，无法动弹。这把巨剑前面的属性只是中规中矩，但它所附带的词条实在是太强大了。战力咆哮几乎等于剑仙的定身术以及道宗的定身符，一旦中了，就只能原地不动，硬生生的吃下战士的冲锋。这一个词条就能让战士的冲锋技能从一个位移技能变成了控制技能。最恐怖的是，一旦被冲锋撞到，要是力量太低，还有可能被撞飞，然后陷入重伤状态。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控制技能那么简单了，而是一连串的连招，并且能要命的那种。光这一个词条至少能值300万。维开在心里默默地估了个价，看来林姐有心了。买完了武器，维开又在店里买了大量的炼金物品，主要是陷阱一类的玩意。这可是单人击杀 BOSS 的利器，专门针对 BOSS 用的。因为不差钱，维开特意选了最好的那种，一口气花了将近100万。买完了这些，两人这才离开交易行。走吧，去战士公会学技能。田小林笑了笑，又陪着维开去了趟战士公会，学习新的技能。对于要学什么技能，维开早就想好了。一进入公会，立刻就选了2本技能书，分别是挑衅和旋风斩。挑衅的作用其实跟嘲讽很像，都是用来拉住怪物仇恨的。但不同的是，嘲讽有具体的目标，能一直稳稳地拉住仇恨，保持对怪物的吸引力。而挑衅没有特定的目标，相当于对一个区域内释放，只要是在这个区域内都会中招。但挑衅的效果只有短短几秒钟，如果不是怪物，很快就会清醒过来。所以这一招也是专门针对怪物的，尤其是小怪。维开学这个技能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小怪，然后用群攻技能或者一个冲撞全部解决掉，以此提升刷怪练级的效果。所以他学的另一个技能旋风斩就是用来配合刷怪的群攻技能。学完技能，两人又去了一趟药师协会，买了不少可以加 buff 的药剂，然后又去道观买了些没有使用门槛的符咒。最后两人来到了辅助职业工会，在这里维开见识到了不少长时间的 buff 增益，其中时间最长的是幸运眷顾，足足持续7天。它的作用也很简单，就是增加幸运值。幸运值能够影响物品的掉率，同时还会影响许多生活类职业制造的成功率，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属性。只可惜维开根本用不上。除此之外，还有增加5维属性的 buff， 只可惜加的太少，略显鸡肋。看了半天，维开还是选中了2个 buff， 分别是增加移动速度的远行者祝福和增加力量的战神祝福。这2个属性都能直接提升他的战斗力，所以维开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们。不过这2个 buff 的持续时间只有1天，如今已经快要天黑了，为了不浪费 buff 时间，维开没有立刻给自己加，而是等明天天亮以后再来。逛完了辅助职业工会，天色也逐渐暗淡了下来，不知不觉两人已经在一起大半天了。那个，我要回去了。走出工会大门后，田小林低着头小声说了一句：好，我送你回去吧。维开点了点头。半个小时后，两人在西乡市场外互道了再见。田小林开着自己的车回家去了。送走了对方以后，维开倒也没急着回家，而是继续往前走。今天晚上他还有聚会，老地方烧烤店，这一次是维开请客。10分钟后，当维开来到烧烤店时，吴毅和李长林早已等候多时了。开哥，你终于来了，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吴毅一见面便激动地说了一句。第33章，你不会真开了吧？哦，什么好消息？维开一边问
一边坐下来，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冰啤酒，随后一饮而尽。我要开店了！吴毅激动道：“我爸妈和老师都很支持我去开店，把那2样食谱美食卖给更多人，这是好事啊。”维开笑道：“本钱够吗？”够的。吴毅点点头。老实说，毕业生创业可以找官方申请贷款，尤其是我学会了2本食谱，还可以全额免息呢。对于有本事的人，官方一直是大力支持的。能够学到2本食谱的厨师，不管在哪里都算是优秀人才。如果不自己开店，官方也会想办法聘请他去官方的酒楼里担任厨师。那就好。维开点点头，随后举起手中的酒杯道：“恭喜阿义，以后就要飞黄腾达了。”是啊，恭喜阿义。李长林也举起酒杯，但笑容中却带着一点苦涩。伙伴3人，维开是战斗职业者，前途一片光明。吴毅虽然跟他一样是生活职业者，但却有幸学会了2本食谱，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只有他这个炼金师，还是一无所成，连一张简单的配方都买不起，更别说其他的炼金技能了。难道从此以后都要跟那些垃圾装备为伍了吗？心事重重中，3人一起喝了一杯。随后，维开才从背包里拿出一本技能书来，送到了李长林的面前。这是什么？李长林顿时一愣。技能书。维开解释道。这……李长林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刚刚还在担心将来的前途，开哥就给他指出了明路。开哥，这也是你刷到的？一旁的吴毅满脸好奇道。对啊。维开笑了笑道，最近运气比较好。李长林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拿起了技能书，随后看一眼。饰品制造书。他小声地念出了技能书的名字。吴毅闻言立刻抬起头来，惊讶地看着维开。这哪里是运气好啊？开哥，你不会真的开了吧？李长林也颇为震惊。炼金师擅长制造各种物品，其中最普通的就是各种炼金物品，比如炸弹、陷阱、宝石等等，而最稀有的就是饰品制造。100个炼金师里都不一定有一个能学会饰品制造，因为这种技能书实在是太稀少了，这也导致了饰品的稀有。稀有就代表着昂贵，要是能学会这个技能，李长林的前途恐怕一点都不输于学会了2本食谱的吴毅。别说那么多废话，把这个学了再说。维开赶忙催促。这个好吧。李长林一咬牙，低声道：“以后我这条命也是开哥的了。”这句话吴毅之前也说过，那时候同样是维开赠送珍贵的技能书。如今李长林有样学样，倒也十分合适。我要你的命干嘛？维开微微一笑，拍着对方的肩膀道：“以后多帮帮我就行了。”说完这句话，他忽然想起了什么。对了，我这里有几枚狼牙，你看看能不能做成饰品。说完，从背包里取出那几枚特意留下的狼牙，递给了李长林。我看看。李长林点了点头，很快就去查看新学会的技能了。但片刻之后，他便苦着脸道：“好像还缺少一份材料。”缺什么？维开忙问道。宝石，这玩意好像炼金工会有卖吧？维开回忆了一下，下午的时候他似乎在炼金工会见过不少宝石，当时心思都在炼金物品上，倒是没想到要买。应该有卖。李长林点了点头，随后保证道：“就算没有，我也能自己炼出来。”你又不会炼制宝石。吴毅插嘴道：“我可以去买技能书。”李长林坚定道：“宝石制造技能书并不便宜，至少也要花小几十万。如果是以前，李长林肯定舍不得下这么大的血本，但现在不同了，有了维开给的这本饰品制造，宝石制造也成了必须的技能。毕竟，不管制造什么样的饰品，都需要宝石。与其什么都去工会买，还不如自己造。最重要的是，还能省不少钱呢。暂时先别买。”维开摇摇头，需要什么宝石就先买宝石好了。有彭叔的先例在，他可不想李长林也去当冤大头。李家并不富裕，没必要白白花10几万金币去买一本技能书，毕竟他随时都可能爆出来。那就听开哥的。李长林点了点头。那就吃完烧烤，我们一起去炼金工会买宝石吧。吴毅提议道。好。维开和李长林同时点头。说完了这事，3人又一起吃吃喝喝，顺便聊起了当初上学的趣事。虽然才毕业没几天，但3人都已经走上了社会，一下子变得成熟了许多。或许社会才是最能教育人的地方。对了，正喝着，吴毅忽然开口道：“我今天去找老班，他说我们学校好像分到了几个上大学的名额。开哥，你要不要去试试？”大学名额？维开愣了一下，随后才想起这个世界上大学的方式。这个世界也有大学，但大学并不是教书育人的地方，而是职业者进去深造的地方。因为名额有限，能够进入大学的无一不是毕业生中的精英。像西乡二中这样的普通高中，每年能分到的名额也就只有不到10个，这还是本地的普通大学。至于京城
或者魔都的优秀大学，西乡二中根本没有上学的名额，人家只招收雍宁市最顶尖高中里最优秀的那些毕业生。西乡二中连门槛都还没有摸到。对啊，吴毅继续说道，老班说只要能在3个月内完成一转，就可以报名参加考试，成绩合格就能去上大学了。一转吗？韦开苦笑着摸了摸鼻子。如果是以前，这个条件几乎是他不可能达到的程度。如果是普通的战斗职业者，别说3个月，就算是3年都不一定能完成一转，因为一转的条件实在是有些苛刻，不仅要等级达到20级，而且还要完成一项严格的考核任务。许多人一辈子都被卡在考核任务这里，一辈子都完成不了一转。第34章狼牙项链，不就是一转吗？开哥，我们对你有信心。还没等韦开说话，吴毅就拍着胸口，满脸自信地说道：是啊，我觉得开哥一定能行。李长林也跟着拍马屁道：那我就试试吧。韦开想了想，笑道：我也想去见识一下大学是什么样的。他对自己虽然很有信心，但话也不能说得太满。这几年里，因为各种意外被卡在一转任务上的人又不是没有，万一让他遇到了逆天任务，完成不了，那就白瞎了。老班说了，只要3个月内达成就行。吴毅再次提醒道，就算是最后一天也没有关系，达成以后去学校报名就行了。我记住了。韦开再次点了点头。很快3人吃饱喝足，随后起身结账离开。接下来3人一起去了趟炼金公会，买了些需要的宝石，又在公会里租了一间临时的炼金实验室，让李长林使用。租好了实验室，李长林便进去干活了，只留下韦开和吴毅2人在外面的大厅等待。好在李长林并没有让他们等候太久，很快便带着一脸的兴奋走了出来。开哥，成了。说完便递了过来一条项链。韦开接过一看，项链的属性让他眼前一亮。狼牙项链，稀有项链，等级5，力量+5，敏捷+5，破甲+5，攻击时有概率造成10%的破甲效果。项链直接给的属性并不算高，但在5级的装备里已经算是优秀了。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5点破甲，还有10%的概率破甲。这可是稀有属性，比普通的5维属性珍贵多了，因为它相当于直接提升了伤害，而且还是100%提升。东西不错。韦开看完后赞不绝口。开哥就留着用吧。李长林笑道，反正除了开哥你，我们都用不上。好。韦开点头答应。李长林说的倒是实话，这种增加战斗力的饰品也就只有战斗职业可以用了。他和吴毅都是生活职业，拿着也没什么用处。接过项链后，韦开便直接把它戴上了。正当3人高高兴兴准备离开时，身后忽然传来了一个的声音：小伙子，刚才那枚项链是你做的？3人闻言同时转身，随后才发现是一名头发花白的老者，不过精神看起来很不错，嘴角也带着和蔼的笑容。您是？李长林问道。我是这里的研究员，你们也可以叫我老顾。老者笑呵呵地说道。顾老，刚才的项链确实是我做的。李长林点了点头。你是第一次做吧？顾老又说道。项链的属性我看到了，很不错，小伙子也很有天分，不知道有没有兴趣加入炼金师协会？炼金师协会？乍听之下，韦开还以为是炼金公会呢，但仔细一想，2个名字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炼金公会只要是炼金师都可以自动加入，但眼下这个炼金师协会恐怕没那么容易。顾老主动发出邀请，显然是看好李长林的天分，这么说这个协会应该相当厉害。开哥，你觉得呢？就在这时，李长林小声地向他问了一句：可以答应下来？韦开想了想道：要是不合适，大不了再退嘛。好吧。李长林点点头，随后向顾老道：我愿意加入。好，很好。顾老微微一笑，朝旁边招了招手：小鱼，过来一下。顾老。一名中年男子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带这个年轻人去登记一下。顾老指着李长林道：他是我刚招进会里的新人，以后就由你来带了。没问题，顾老。小鱼二话不说，一口答应下来。说完，他便带着李长林离开了。韦开和吴毅又等了10几分钟，才等到登记回来的李长林。怎么样，这个协会是不是很厉害？刚回来，吴毅便迫不及待地询问道。他不是厉不厉害，他是那种很特别的协会。李长林挠了挠头，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才进去10几分钟，他其实对这个协会也不是很了解。那名负责带他的小鱼只是让他登记入册，然后便叫他明天单独过来。所以李长林现在也还是云里雾里。算了，等长林了解一些再问吧。韦开连忙出来打圆场。那就回去吧，马上也快断电了。3人来此已经大半个小时，
还有1个小时便要断点休息了，不如先回去再说。好。回去的路上，3人又聊了聊关于开店的事情。一开始，李长林其实也想开店，专门卖自己造的饰品，但有了加入炼金师协会的事，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与其匆忙开店，不如先学点东西，让自己变得更加厉害。等学成之后，再去开店赚钱也不急。至于吴毅，倒是没想那么多，反正他只要有食谱，就能做出相应的食物。一般人对于食谱食物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能吃能加属性就行了，谁会在意好不好吃呢？说笑间，3人下了公交车，随后进入地下电梯。李长林家在电梯的右侧，所以他率先跟2人告辞，转身回家。剩下韦开和吴毅2人一起走了一段路。半路上，韦开又想起了背包里的一样东西。对了，阿姨，这个给你。什么？又是食谱？吴毅顿时瞪大了眼睛，万万没想到开哥竟然还有食谱，而且这个食谱的颜色怎么是粉色的？粉色代表带着传奇级。一般的食谱根本达不到这个级别，只有那些十分珍惜的顶尖食谱才会是传奇级的。这下吴毅有些不敢接了。开哥，这也太贵重了。有什么贵重的？韦开笑了笑，拍着对方的肩膀道：都是兄弟，快学了吧，我明天还想吃呢。这好。吴毅倒是没有矫情，既然开哥都说了，他当然要全力以赴的学会，然后做给开哥吃。不过这玩意要的时间好像有点长，今晚恐怕来不及了。那就明天见。明天见。第35章，地面买房。回到家中，父母还是没睡，全都坐在大厅里看电视，珍惜断电前的最后娱乐时间。爸妈，阿开回来了。韦一彤应了一声，随即招手道：快过来，有事跟你说。什么事啊？韦开略带好奇地问道。事实上他也有事要跟爸妈商量，而且是跟全家有关的大事。没想到父母先开口了。片刻后，当韦开坐到客厅的沙发上，韦一彤这才开口道：我跟你妈商量了一下，准备在地面给你买一套房子。啊？韦开顿时愣住了，家里的钱不多，只能买一套40平的小房子。韦一彤继续说道：不过也够你一个人住了，你是战斗职业者，长期住在地下对身体不好。爸，你们怎么会想到买房子？韦开忍不住挠了挠头。这不是你彭叔的事吗？我和你妈一商量，觉得也不能亏待你，所以就想着给你买套房子，以后就可以住在地面上了。韦一彤回道：其实我也想给你们2老买房子来着。韦开笑了笑，从兜里掏出了一张银行卡，递给父亲。这是哪来的？我卖装备得来的。你才转职几天就有本事卖装备了？韦一彤有些惊讶。大多数转职者在新手时期基本上都是烧钱的无底洞，不仅要花大钱买技能书，还有装备、食物、药品等一系列的东西。而新手期能打过的怪物极少，爆率也是相当低，刷到的那些装备和材料还不够平常的药水花费呢。大多数战斗职业者在新手期都要靠家里或者官方的补贴生活，结果儿子竟然说他可以刷装备赚钱了。我的运气比较好。韦开笑着回答。那也赚不了几个钱啊。韦一彤想了想，干脆又把银行卡还给了他。你还是自己留着用吧，该花钱的时候别省着，一定要舍得投入。是啊。一旁的黄丽巧也帮忙说话道：该花就花，看见了好东西不要舍不得钱买，爸妈在别的地方帮不上你，但还是有点小积蓄的，不够可以找我们要。这韦开也没想到父母竟然连卡里有多少钱都不看，就把银行卡退回来了。在他们看来，卡里的钱应该是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最多也就几万块，所以才不忍心拿去花。但这张卡里足足有1000万啊，光靠自己根本花不完。既然父母不忍心花钱，那就只好自己来了。韦开想着，最终把卡收了回来。那好吧，明天我们就去看房子怎么样？没问题，我明天再请个假。韦一彤立刻答应下来。也好，早点买就可以早点搬到地面。黄丽乔也跟着点头。说完了这事，韦开便去洗澡休息去了。半个小时后，趁着还没有断电休息，韦开躺在床上用手机给田小玲发了个消息：玲姐，1000万可以买哪里的房子？过了2分钟，田小玲就回复了消息。有什么要求吗？想买西乡区的还是其他市区？西乡区吧。韦开想了想，回复道：我听说有的高端小区是不会断电的，是不是真的呀？是，1000万的小区就可以24小时供电了。还真有啊。看到田小玲的回复，韦开有些意难平。在这个普通人只能住地下，忍受暗无天日的昏暗和潮湿的时代，竟然有人可以享受不会断电的待遇。要知道，就算是他之前在读的西乡2中，也要在晚上断电。如此看来，人和人的待遇果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过了1分钟，田小玲又发来一条消息：你要是想买的话，我推荐去买西乡大学附近的小区，
那里的环境不错，条件也很好，同样不会断电。西乡大学，那不就是我要考的大学吗？维开先是一愣，随即微微点头。要是能在附近买一套房，也确实不错。这个时代的大学并不要求住校，也没有全日制的说法，只要按时去上课，完成老师布置的各种考核就行了。谢谢林姐。对了，我要是想在林姐你家附近买一套房，需要多少钱？维开回了条感谢的消息，顺便开了个玩笑。再加一个零吧。维开一下子瞪大了眼睛。下一刻，房间中的电灯瞬间熄灭，断电了。断电后，就连手机的信号也没了，也无法发出消息。维开只好作罢，将手机往床头上一丢，很快便沉沉睡去。第二天一早，维开早早的便被闹钟吵醒。睁开眼，房间里漆黑一片，没有半点光亮。但好在这时候已经来电了。打开电灯后，眼睛慢慢适应刺眼的灯光，维开也麻利的起床，顺便洗漱一番。等他出房间时，才发现父母早已在客厅等候。爸，不用这么早。维开笑了笑道，人家售楼处还没上班呢。自从游戏降临现实后，人类都被赶进了城市里。城里的空间有限，根本容纳不了成百上千万的人口，于是对住房和土地都实行了配给制。能够买得起住房的人才有资格留在地面，买不起房子的人只能被赶到地下去。因为这条政策，房地产也彻底收归官方所有，一切住房的交易都要经过官方的许可。正因如此，售楼处也成为了一处香饽饽，成了无数年轻人向往的所在，地位堪比前世的五大行。售楼处只会在天亮以后才开门上班，去早了也只能在外面等着。习惯了，闹钟一响就睡不着了。韦一彤笑着回答。韦开撇撇嘴，这是坏习惯，以后要改。怎么改？这里又看不见太阳，你以为我不想等太阳晒屁股再起床啊？老韦，怎么跟儿子说话呢？黄立巧连忙喝道。没事，以后就可以了。韦开笑了笑，对于即将购买的房子充满了期待。在地下蜗居10几年，终于可以回到地面了，终于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享受太阳晒屁股的美好早晨了。第36章，无意请客。韦开正想着事，兜里的手机忽然响了，拿出来一看，竟然是无意打来的。阿姨，什么事？开哥，不好意思，我这边实在是太忙了，根本走不开，要不你带叔叔阿姨来我的店里吃。电话那头，无意满怀歉意的声音传来，同时还有不少纷乱嘈杂的声音。显然他身边还有不少人。行，韦开想了想，干脆点头答应下来。之前说好的，无意每天都要给他做一份食谱食物，让他可以增加各种属性。如今无意的店铺刚刚开业，客人太多，一家人根本忙不过来，那就干脆过去吃吧。什么事啊？电话挂断后，韦一彤好奇地问了一句。是阿姨。韦开笑道，他开了家店，请我们过去吃早餐呢。好啊。黄立巧欢喜道，昨天才听说他家要开店，没想到这么快。那就走吧。韦开挥了挥手，带着爸妈一起出门去了。几分钟后，三人抵达地面，才发现外面早已一片热闹。此时天色虽然还没有完全亮，但大多数百姓都已经醒来，并且开始了一天的辛苦劳作。如果不是请假，韦开的父母也会是其中的一员，就连他自己也要奔波于公交车上，赶赴一个好的练级区。这或许是新时代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命运。如果有一天能够彻底清除野外的怪物，能够破解游戏降临现实的秘密，能够让这个世界恢复正常，那该多好啊！韦开在心中叹了口气。无意的新店就在西乡市场里，韦开一家选择了步行过去。10分钟后，当三人来到店铺时，才发现这里早已是人山人海，排队的人把半条街都占住了。看到这一幕，韦父和韦母不禁张大了嘴巴。阿姨的店怎么这么受欢迎啊？不会是走错了吧？没走错。韦开微微一笑道，阿姨的店里有食谱食物售卖，当然受欢迎咯。这年头，只要是战斗职业者，就完全无法拒绝食谱食物，因为这玩意加属性啊。虽然每天只能吃一次，但如果多吃几种，还是可以增加不少属性的。要是能长期坚持，日积月累下来，也是一笔可观的数字。正因如此，每一家能够售卖食谱食物的店铺面前，都会有大量的战斗职业者前来购买。只不过，有些食谱食物卖得太贵，不是一般战斗职业者可以消费得起的。而无一家的新店恰好是卖得比较实惠的，因此刚刚开业就立刻火爆起来，引来了附近的大量战斗职业者。那我们要排到什么时候？黄立巧担心道，可不能耽误了正事。放心好了，阿姨给我们留了单独的包间。韦开微微一笑，作为小伙伴里的大哥，他当然是有特权的。吴毅也早就说过，专门给他留了个包间，可以带着爸妈一起去吃。跟我来吧。韦开招了招手，很快便带着爸妈一起进了店里，随后找到了吴毅预留的包间。包间不大，但坐3个人绰绰有余。
韦开坐下之后，吴毅立刻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开哥、韦叔、黄姨，你们终于来了，别废话，上菜。韦开赶忙催促，他知道吴毅很忙，也不想浪费对方的时间。行，没问题。吴毅点了点头，转身便去上菜了。倒是黄立乔有些不高兴，责备了韦开一句：这孩子说什么话呢？人家好不容易过来打招呼，我是不想耽误他的时间，你看他多忙啊。韦开只着忙得不可开交的吴毅解释道。几分钟后，韦开所需的烤肉、辣妈兔肉以及九转大肠都上来了，3样菜一人一份，一共是9份。看着眼前色香味俱全的美食，韦一彤和黄立乔都张大了嘴巴。这些都是食谱食物？黄立乔忍不住问道。对啊，这些都是阿姨做的。韦开笑道。阿姨出息了呀。韦一彤十分肯定地赞扬道。这3个菜要花不少钱吧？黄立乔一脸心疼地问道。要不我们就不吃了，你一个人吃吧。这些都是阿姨请客。韦开摆手道。不吃白不吃，可是这些人情总是要还的呀。黄立乔叹气道。今天吃了他们的，明天就得想办法还回去。老实说，以韦家如今的经济状况，是没有资格享受这种大餐的。在他的看来，自己吃这些东西就是完完全全的浪费。韦开一听这话，顿时忍不住笑了。这要是也算人情的话，那3本食谱的人情，阿姨这一辈子都还不完。妈，你想多了。他连忙开口劝道。今天就是简单的吃个早餐，以后要是想吃，直接给钱就行了，又不是吃不起。你们不吃我吃了。说完，他立刻大快朵颐起来。随着他的开吃，肉香味很快在包间里弥漫开来。看到他吃得这么香，韦一彤和黄立乔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吃吧，别老想那么多。韦一彤忍不住说了一句，随后也动起了筷子。吃就吃。黄立乔也终于忍不住了。10分钟后，3份食物被一扫而空。在父母的一声惊呼中，二老分别增加了1点体质、1点攻击力和5点健康值。是的，9转大肠增加的就是健康值。健康值与人的身体状态息息相关，最大数值为100点。一般的正常人健康值都在60-80左右，只有状态极佳的战斗职业者才有可能突破90点。自从转职后，韦开的健康值就一直维持在80点左右，而韦一彤和黄立乔的健康值则一直偏低，徘徊在60点以下。如今虽然只增加了5点，但却让他们明显感觉到了身体正在恢复活力，整个人都变年轻了。这个菜好神奇啊！黄立乔摸了摸变得年轻的脸庞，忍不住惊叹道。这可是稀有玩意，当然神奇了。韦开笑着回答道。要知道9转大肠可是传奇级的食谱，一本可以卖出500万金币。第37章，都是兄弟。9转大肠的珍贵并不仅仅在于食谱，还有它所需要的食材，其中的主要食材自然是大肠。这玩意虽然随便一头野猪都可能掉落，但爆率极低，比一般的猪肉、猪蹄还要稀少。一般人刷1天的野猪也不一定能掉落1份。另外，做9转大肠还需要不少香料，这些香料都产自野外的危险地带，只有1转以上的战斗职业者才有能力去采摘。如此一来，这些香料的价格自然就不可能低。一份9转大肠，光食材的成本就要大几千，做出来以后怎么也要卖2-3万1份，一般人根本吃不起。吃完早餐，韦开一家便准备离开了。刚走出包间门口，忽然看到了正走来的李长林以及他身后的家人。长林，韦开连忙叫了一声。开哥，你们来得这么早啊？李长林有些惊喜，连忙跟众人打了个招呼。是啊，我们都吃完了。韦开笑了笑，也跟李长林的父母打了个招呼。他本来想着打完招呼就走，结果双方的父母却聊起来了。因为韦开3人从小一起长大，3家人也十分熟悉，一见面就有聊不完的话题。韦开一看这个架势，不由得扶额无语。就在这时，一名店里的服务员匆忙赶来，给新来的李长林一家上菜。韦开一看服务员端上来的菜，立刻皱起了眉头，竟然只有1道麻辣兔肉。虽然配了1碗面，但那只是普通的水煮面。这菜式跟他们之前吃的差太多，既没有烤肉，也没有9转大肠。不过他并没有声张，而是跟着服务员走了出去，随后才叫住对方。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老板在哪？在厨房里呢。服务员并不认识他，只当是一个普通的顾客。韦开闻言点了点头，随后很快找到了厨房。看到韦开忽然进来，吴毅似乎意识到了什么，连忙低下头去找事做。阿义，是不是食材不够了？吴毅沉默以对。我这里还有一些，你先拿去用吧。韦开说着，从背包里拿出了3份的猪肉。这些猪肉本来是他准备留给自己做烧烤的，没想到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谢谢。吴毅犹豫了一下，最终接过了3份猪肉。
韦开见状，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都是兄弟，不要这样，要是被长林知道了，会伤心的。”“对不起。”吴毅低声道了歉。“快点吧，再做3份9转大肠送过去。”“好。”韦开说完，便径直离开了厨房。回到包间后，家长们依旧聊得火热。李长林一家已经吃起来了，他们之前都没有吃过这些食谱食物，对于麻辣兔肉的美味简直赞不绝口。几分钟后，吴毅亲自端来了3份烤肉。“不好意思啊，长林，之前太忙了，没来得及给你们上菜，后面还有3份9转大肠，一定要吃完啊。”“没关系，你去忙吧。”李长林连连点头。“阿姨太客气了。”李母有些不好意思道：“这些烤肉我们吃了也没什么用，实在是太破费了。”“没关系，就当是尝尝味道。”吴毅笑着回答道。“是啊是啊，这些菜味道还是挺好的。”黄丽巧跟着说道：“就当是尝鲜了。”上完菜，吴毅便匆忙离开了。10分钟后，吴毅又端来了3份9转大肠，并嘱咐李长林一家一定要吃完。韦开见状，微微松了口气，随后朝父亲使了使眼色：“爸，我们就不打扰李叔他们了吧？”“哦，是哦。”韦一同装作恍然大悟，连忙起身告辞：“你们好好吃，我们就不打扰了哈。”说完，便带着韦开和黄丽巧离开了。3人刚出店铺，韦一同就重重地拍了一下儿子的肩膀，笑道：“好小子，可以啊。”“那是，谁让我是大哥呢？”韦开也笑着回答道。“接下来直接去售楼处。”黄丽巧没听懂他们说些什么，皱着眉头问道：“售楼处有点远，我去叫车。”韦开点点头：“叫车多贵啊，走路就行了。”黄丽巧连忙阻止：“这个时代，城市的空间本来就不够用，能够用于道路交通的空间就更小了，因此官方一直在严格限制私家车，并且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相应的，出租车行业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压，只有少数车辆还能正常运营。出租车少，打车的价格自然要上涨。如今打车基本都是1000元起步，稍微远一点就要上万元。普通的打工人打一次车，1个月的工资就没了。没事，你儿子有的是钱。”韦开开玩笑地说道。片刻后，3人坐上了出租车，在黄丽巧一阵唠叨中，终于来到了西厢区的售楼处。此时，售楼处刚刚开门，门外1个人都没有。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地面买房的。买得起的家庭早10几年就买了，买不起的家庭就算再积攒几10年的钱，也不一定能买得起。进了里面，同样是一片冷清，只有3、2个人在询问着什么。看到韦开一家人进来，一名售楼处的女业务员连忙迎了上来：“请问是韦先生吗？”“咦，你是？我是小林的朋友，他昨晚跟我打过招呼了。”“这样啊。”韦开有些惊讶，没想到林姐想得挺周到的，还帮他找了熟人。这样也好，能省不少功夫呢。你们是要在地面买房吧？”女业务员笑着问道。韦开点点头：“对，1000万左右的，这边正好有一套，你们跟我来。”业务员微微一笑，做了个请的手势。就在这时，身后忽然传来了黄丽巧的惊呼：“什么？1000万？”韦开连忙解释：“妈，我昨晚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最近赚了点钱。”“可你也没说有这么多啊。”黄丽巧瞪大了眼睛道。“那是你们自己不看。”韦开翻了个白眼，他给的那张卡里明明就有1000万，结果父母一眼都没看，又给还回来了，这也怪我喽。第38章挑衅的效果。好说歹说，韦开终于劝服了父母，让他们相信自己赚到了钱。至于有多少，在外面就不方便说了。就这样，在女业务员的带领下，韦开以998万的价格，在西乡大学附近买了一套高层住宅。这是现房吧？刷卡之前，韦开忽然想到一个关键问题。当然是。女业务员点头道：“只要您交了钱，今天晚上就可以搬进去住了。”那就好。韦开顿时松了口气。在前世，不知道多少人被期房给坑了。如今这个世界虽然大不相同，但万一也有烂尾楼呢？刷卡交钱后，又等了半个小时，业务员才把一串钥匙以及各种证书、房本一股脑的交给韦开。“韦先生，拿着这些东西，您和家人今晚就可以搬进去住了。”“多谢。”韦开道了声谢，随便便带着爸妈离开了。直到走出售楼处的大门，韦一同和黄丽巧的脑子才清醒过来。“阿开，我们这就买好房子了？”“当然。”韦开哈哈一笑道：“你们刚才没听见吗？只要想住，今晚就可以搬进去住了。难道地下的房子就不要了？”黄丽巧问道。“还要来干嘛？”韦一同摇了摇头：“地下的房子都是官方分的，又不是我们的，一旦搬离，官方自然会收回去。家具总得搬走吧？”黄丽巧没好气道：“都是用了10几年的家具，都有感情了，都是破破烂烂。破烂你不是也用了10几年？行行行，你想搬就搬。爸妈，听我说。”眼看着爸妈因为家具的事吵了起来，韦开连忙开口制止：“
我先带你们去一趟新家，然后我就要出城练级了。搬家的事，你们自己商量着办吧。对于维开来说，他的时间相当宝贵，一点都不想浪费在无意义的争吵上。买完房子，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接下来还要出城练级，顺便找野怪进货呢。行，韦一彤和黄丽巧同时点头。半个小时后，维开从公交车下来，随后直奔城外的练级区。这一次，他的目标依旧是野猪灵。昨天因为提前回城，他的等级依旧停留在6级 74%。这个等级的最佳练级区就是野猪灵。毕竟这里不仅有大量的怪物，还有丰富的掉落，不管是食谱还是各种食材，都是市场上的热门货。最重要的是，这里还有各种 BOSS。在15级之前，维开还得再杀一只野猪王，把那2件最适合他的装备爆出来。有全物品掉落这个天赋在，维开一点都不担心爆率问题。不过，按照官方的说明，野外的 BOSS 一般是3天刷新一次，所以3天之内是别想遇到野猪王和白虎了。倒是森林里的狼王和猴王，说不定有可能遇到。几分钟后，当维开进入野猪林时，才发现这里已经进入了不少人。这些人大多都是成群结队，一个小队至少3人，而且还是经典的战法木阵容。人一多，怪物就不够分了。一只野猪刚刚刷新出来，就被3个小队围住，撑不到10秒钟就被击杀了。抢到最后一击的队伍笑呵呵的去拾取爆出来的物品，没抢到的自然骂骂咧咧，没什么好脾气。要是双方的脾气都很火爆，说不定就会大打出手，激情互殴，打得头破血流。维开只不过看了5分钟，就发现了3支队伍在激情互殴。于是他随便找了个路人询问：“老哥，今天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多人啊？”“来刷食谱的呗。”那名老哥撇嘴道：“听说这里最近爆率大涨，爆了不少食谱出来，大家都想来碰碰运气。”这维开听完就无语了，该不会是因为我吧？他最近确实在这里刷了不少食谱，也都通过各种渠道卖到了市场上。别人或许不知道食谱是谁刷到的，但一看食谱的内容就知道它产自野猪灵，于是便大胆推测野猪灵最近爆率大涨，然后就有了传言以及越来越多的刷怪者。算了，我还是进森林深处去练级吧。外面已经被大大小小的团队占满了，他要是敢出手，那些掉落的物品会直接把他卖了。这种时候，维开可不想暴露自己的能力，还是找个安静没人的地方再来刷怪吧。一路往森林深处走了10几分钟，维开才好不容易找了个安静的地方。这里森林茂密，光线暗淡，杂草丛生，四周还会时不时传来让人胆寒的狼嚎声。嗷呜！维开张开嘴巴，学着狼嚎叫了一声，虽然学得不怎么像，但挑衅的效果已经出来了。是的，这就是他刚刚学会的新技能——挑衅。挑衅跟嘲讽不一样，嘲讽靠的是动作和伤害，一棍子敲到怪物的头上，怪物自然会追着你咬。挑衅靠的则是声音、气味和行为。比如维开模仿狼嚎就是针对野狼的挑衅，模仿猴子跳舞或者猴子叫就是针对猴子的挑衅。呜！维开的声音刚刚消失，一声瘆人的嚎叫声便从侧面传来，随后狼嚎之声起伏不断，无数绿色的眼睛出现在四面八方。看到这一幕，维开直接愣住了。我靠，这挑衅的效果也太好了吧！从四面八方传来的狼嚎声来看，至少吸引了20几只野狼前来。这个技能效果真不错。呜！话音刚落，几只野狼便从草丛里扑了出来，朝着维开张口便咬。维开早已严阵以待，立刻发动了自己最强的技能冲锋。砰！下一秒，冲来的3只野狼被瞬间撞飞，还没落地就已经化作了3道白光。看到这一幕，草丛里的狼嚎声瞬间被哑火。片刻后，一声更加凄厉的狼嚎声从远处呼啸而至。啊！哗啦啦！伴随着凄厉的狼嚎声，大量的野狼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似乎想要将维开彻底淹没。来得好！维开一声大喝，猛地挥舞巨剑，旋风斩。第39章战力咆哮。巨剑挥舞，如同一阵狂风，无数野狼刚冲进来，就被狂风卷起，化作无根的落叶在半空中飘零。大量的伤害数字在维开的身边飘起，而他头顶的血条也瞬间消失了一半。我骚！维开吓了一跳，连忙停下了放到一半的技能。旋风斩固然厉害，但在释放技能的时候，他也会受到野狼的攻击。别看他们个体的攻击力不高，但一只一口，维开也受不了啊！刚才只不过3秒钟的时间，他的血条就消失了一半。要不是来之前特意去辅助工会加了 buff， 还吃了不少炼金药，恐怕当场就交代在这里了。还是不能贪心啊！维开心有余悸，眼前的野狼都是7级的怪物，以他现在的实力，单独对付2-3只没有任何问题，一个冲锋就可以全部杀完。但如果野狼的数量太多，那就麻烦了。
毕竟冲锋是有冷却时间的，而且释放旋风斩的时候又不能躲避和防御。不管了，先冲出去再说。旋风斩停下后不久，他就已经被野狼群给包围了。要是再不冲出去，这些野狼立马就能把他给淹了。话音未落，足足10只野狼便从各个方向冲了过来。维开猛地用力一蹬，身形化作一道残影，冲锋！吼！就在这时，一个让人身心战栗的怒吼忽然从维开的手上传开。周围的野狼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当即双腿一软，直接趴在地上瑟瑟发抖。那些冲过来的野狼也在半路上忽然停下，巨大的惯性让他们摔得七荤八素。看到这一幕，维开顿时心中一喜，这是触发了战力咆哮。他也没想到自己手里的咆哮巨剑竟然在关键的时候发挥了作用。一声战力咆哮，当场把周围的所有野狼都镇住了。不管是冲过来的还是没有冲过来的，全都变成了待宰的羔羊。砰！维开的冲锋速度极快，说时迟，那时快，就在野狼们被镇住的同时，维开也狠狠地撞上了狼群，如同泥头车碾过一般，当场把一条路上的所有野狼都撞飞了出去，力道之大，没有一只野狼能逃过死亡的命运。就这样，他靠着冲锋技能和战力咆哮，硬生生地从狼群里杀出了一条血路。冲出包围圈后，维开并没有立即逃跑，而是转过身来，朝那些匍匐的狼群挥舞起了巨剑。趁他病，要他命。此时不补刀，更待何时？旋风斩！巨剑如风，再度卷起血雨腥风。无数伤害数字从那些野狼的头顶上冒起，眨眼间就化为了一道白光，变成了维开的经验值和金币。当然，还有一地的蓝天白云。1分钟后，维开的周围已经一扫而空，只剩下满地的狼藉，述说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场大战。呼！维开长长的舒了口气，努力的平复心情。刚才的一战，他几乎拼尽了全力，这才把所有野狼全部杀掉。这一战让他身心俱疲，差点把自己累趴下了。不过好处也是很明显的，一战过后，维开的等级直接来到了7级，并且经验值也到了 65%。也就是说，刚才的那些狼群为他提供了差不多1级的经验值。果然用群攻技能刷怪才是练级的最快途径。就是血条消失的过程实在是有些刺激，要不是他的注意力够集中，再迟1-2秒，恐怕就被狼群给咬死了。除了经验值，地上爆出的装备和材料也是一大收获。虽然绝大部分都是蓝天白云，但也不乏好东西，比如狼牙。自从昨晚让李长林做了一条狼牙项链之后，维开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要不让李长林也开一家饰品店，由他来提供材料，让李长林负责制作，然后放在店里售卖。这样一来，他刷到的材料有了去处，李长林也有大量的练手机会，还能开店赚钱，简直是赢上加赢，赢妈了呀！回去之后去问一下长林的想法吧。除了狼牙，野狼掉落的狼皮也是好东西，这玩意可以用来制作防具以及一些特殊的炼金物品，在店里也算是热门商品。收拾好战利品之后，维开并没有急着继续刷怪，而是坐下来休息了一阵，恢复体力和血条。随后又把刚刚升级时获得的5点自由属性全部加到了力量上。早在上次加点时，维开就给自己选好了未来的发展路线，也就是权力战士。权力战士过的就是刀口舔血的日子，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打不过敌人的唯一原因就是你的力量不够高，要是力量足够高，就算是 BOSS 也能给他一招秒了。就像是刚才，要是维开的力量够高，那些野狼还没靠近他，就会被旋风斩击杀，根本不可能咬到他。3分钟后，维开重新站了起来，再次发出一声不像样的狼嚎。嗷呜！呜！面对挑衅，狼群很快给予了回应，数十只野狼再次从4面8方扑来，维开又一次进入了紧张刺激的搏斗之中。接下来的2个小时，维开一直这样高强度地刷怪练级，直到体力值见底，再也恢复不了，并且开始减少健康值时，他才恍然大悟，好像要吃午饭了。外出练级的战斗职业者，午饭要么是干粮，要么是烤肉。维开看了一眼背包，正准备给自己烤肉时，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我的肉呢？啪！今早给阿姨了。维开一拍大腿，顿时有些哭笑不得。他也没想到自己在外面刷了这么多怪，竟然连一块肉都不掉。早知道进森林的时候顺路杀一只野猪好了。野狼这玩意经验值虽然很高，但它不掉落肉块啊。算了，出去现找一只吧，反正人在野猪林，随便找一只野猪干掉就能掉落不少猪肉。对他来说，爆几块肉出来一点难度都没有。只是现在的体力有点少啊，肚子饿的情况下，不仅体力恢复变慢，还会减健康值，实在是有些难顶。第40章秘境邀请。野猪林外围，
此时已经是中午时分，大多数战斗职业者都已经离开，要么回城吃饭，要么去森林外的安全区做饭去了。只剩下几个实力强悍的小队依然留在野猪林里，一边派人去生火做饭，一边派人巡逻保护。野猪林内是没有安全区的，野猪刷新出来后，看到人就会主动发起攻击，要是没人保护的话，那画面就太美了。谁也不想自己正在撅着屁股做饭的时候，忽然被野猪给撅了吧。外围的人数变少，维开也轻松了许多。很快他便找到了一支目标，随后拼着最后一丝力气发起了冲锋。吼！战力咆哮再次发动，前方的那只野猪就像是中了定身咒一样，不仅一动不动，而且完全放弃了抵抗。砰！下一刻，野猪被直接撞飞，化作一道白光消失，只留下了满地的蓝天白云，其中就有维开最需要的猪肉。维开大喜，连忙拾取了所有战利品，随后点燃篝火，便准备开烤。就在这时，远处忽然传来了一个呼声：“嘿，兄弟！”维开闻言望去，才发现是一名手持长弓、身背剑筒的弓箭手。兄弟，运气不错啊，我看到你抱了不少好东西。维开的心头顿时警铃大作，他也没想到自己隔了这么远抱出来的东西，对方竟然还能看得见。最重要的是，对方为什么会注意到他？难道是那声战力咆哮？想到这里，维开不由得苦笑，这玩意好用是好用，但声势也相当大，确实容易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对方身为弓箭手，不仅敏捷很高，而且精神力也相当厉害，能够隔着这么远注意到他，并且看到他抱出来的东西，确实很厉害。你有什么事吗？维开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惊讶，反而淡定地问道。先自我介绍一下吧。那名男子弓箭手很快来到维开的近前，随后笑着说道：“在下陈先池，雍宁二中的毕业生，11级弓箭手。”此话一出，维开不由得挑了挑眉。对方的名字他一点都没听说过，但雍宁二中的大名他可是如雷贯耳。毕竟这可是雍宁市最强的高中，每年转职成为战斗职业者的人数至少是西乡二中的5倍以上。最恐怖的是，他们的毕业生至少有一半可以顺利进入大学。二中无废材，二中之外无天才。这句话虽然有些傲慢自大，但也是整个雍宁市公认的道理。维开来自西乡二中9级战士。维开犹豫了一下，还是照着对方的话介绍了一番自己。原来是西乡二中的精英，久仰久仰。陈先池闻言连忙抱拳微笑：“精英个屁！”维开在肚子里腹诽了一句：“我这个西乡二中的精英，等级跟你还差2级呢。”对方说这话只不过是为了吹捧别人，顺便抬高自己罢了。你一个西乡二中的精英，等级还不如我，那我岂不是精英中的精英？维开一眼就识破了对方的想法，因此一言不发地看着他。兄弟，我是来邀请你的。陈先池也不介意，反而直接说明了来意。加入你们的团队？维开继续询问。是。陈先池点点头。维开闻言向远处望了一眼，随后皱起了眉头。我看你们的人也不少啊，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为什么？人多力量大。陈先池笑道。可是人多了，饭就不够吃了呀。维开叹气道。人多固然力量大，但人多之后，如何分配战利品也成了大问题。他可不想白白给人打工，只要锅够大，做饭还不是分分钟的事。陈先池笑道。我就直说了吧，我们在野猪林的深处发现了一处秘境，里面应该有不少好东西。然后呢，我们想要进去探索，但目前的人手还有些欠缺，希望能多招几个像兄弟这样的精英。你的等级虽然不高，但刚才击杀野猪的手法却相当熟练，而且一击必杀，实力足够了。如果我不愿意呢？维开看着他说道。那也太可惜了。陈先池先是一愣，随即叹息道：你应该知道，秘境里一般都有不少宝贝，要是能找到一件，我们就发了，但也相当危险。维开淡然道。人多就不怕了，还是算了吧。维开再次摇头，淡定道：我这人只想稳稳地刷怪，不想去冒险。现实世界虽然已经游戏数据化，但人死了就是真的死了。有全物品掉落的天赋在，维开只需要稳稳地刷怪，就能收获大量的掉落物品，稳稳地赚钱，稳稳地提升实力，根本不需要去未知的秘境里冒险。兄弟，真不考虑一下？陈先池有些不死心。不考虑。维开果断拒绝。那就算了。陈先池叹了口气，随后目光忽然一凝，阴笑道：你孤身一人做饭的时候，小心被野猪撞哈。话音刚落，维开的身后就传来了一阵响动，他连忙转头去看，才发现一只野猪已经朝他撞了过来。尼玛，竟然要撅我！维开虽然恼火，但他却一点都不惊慌，反而用力一蹬脚，直接开启冲锋迎了上去。轰！双方激情相撞，野猪当场被撞飞，还在半空中就化作了一道白光。看到这一幕，陈先池顿时瞪大了眼睛。我骚！
他所在的小队中，除了15级的战士队长，其他人遇到野猪冲撞过来，都只能狼狈躲开，从来没见过谁敢跟野猪正面相撞的。眼前这个才9级的战士，不仅正面相撞，而且还把一头野猪给撞死了。这力量恐怕至少有50点以上吧。这样的人才，要是不招入小队，实在是可惜了呀。兄，我全家力量的。韦开还没等对方开口，就提前说道。陈仙池闻言，顿时无言以对。权力战士，好吧，权力战士在前期确实暴力，但这种职业是没有前途的。第41章，猴群。战士是近战职业，权力战士固然伤害极高，但要是一招秒不掉怪物，后果就是被怪物秒掉。尤其是在打 BOSS 的时候 ，BOSS 身后的血量注定了不会被秒掉。这种时候，脆皮的权力战士就是一张纸，轻轻一碰就破了。那还是算了吧。一番衡量后，陈仙池选择了退却。带上这家伙，万一死在秘境里，他们小队也会很麻烦。不过这家伙的爆率那是真的高啊！野猪死后，那一地的掉落物，看到陈仙池都流口水，恨不得自己上去捡。只可惜那些东西不属于他。送走了陈仙池，韦开又拿了几块肉出来，继续烧烤。10分钟后，韦开已经吃饱喝足，体力也恢复到了满额的状态。只可惜之前减少的健康值暂时没办法恢复。不过这并不影响他的战斗状态。韦开收拾好东西，看了一眼远处的陈仙池小队，随后转身走进了野猪林深处。今天来野猪林只做3件事：练级、练级，还特么是练级。下午5点半，时间已经过去了5个小时，韦开也在这高强度的练级中，终于升到了10级。10级以后再刷野狼就没有多少经验了。韦开果断选择了停手，随后开始检查今天的收获。除了一大堆蓝天白云，今天收获最多的可能就是狼牙了。这么多狼牙，足够李长林做半个月的狼牙项链了。除此之外，灵药碎屑也掉落了不少，虽然还不够合成1颗，但也差不多了。当然，今天最大的收获还是等级。10级之后，不仅可以换新装备，还能得到一个新的技能点。新的技能点该学什么，韦开早已有了想法，只是还得回到城里才能去学习。看了眼天色和时间，韦开果断放弃了深入森林找老虎练级的想法。老虎是12级的怪物，以他现在的等级和战斗力，练级当然没什么问题，但恐怕也做不到1击秒杀。如此一来，不仅要受伤，而且练级的速度也会受到影响。还不如先回去整备一下，换了新装备和技能，明天再来。走吧，回去了。虽然还没到天黑，但野猪林的深处已经出现了薄薄的灰雾，看起来就像是要变天了一样。韦开见状，不由得加快了脚步。走着走着，前方忽然出现了嘈杂的声音。韦开一开始还以为是有人，结果凑近一看才发现，竟然是一群猴子。这群猴子足足有50-60只，全都围坐在一起。在猴群的中间是一个半人高的水缸，里面似乎装着什么。猴群围着水缸又跳又叫，似乎在进行某种神秘的仪式。韦开见状，连忙后退了几步，避免被这些猴子发现。他虽然好奇，但却不打算继续看下去。毕竟现在已经是下午的5点多，天很快就要黑了。就在这时，猴群中的一只老猴忽然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了一枚红彤彤的果子，随后高举过头顶。这个举动立刻引来了猴群的欢呼，猴子猴孙们兴高采烈，又跳又笑。片刻后，老猴双手一松，那枚红彤彤的果子径直掉进了水缸里，咕噜噜的冒了几个泡，呜噜噜。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声音传来，随后又是一声尖声惨叫。哎，这个声音一出，猴群顿时吓得魂不守舍，一个个全都闭上了嘴巴。哎，又是一声惨叫传来，原本安静的猴群顿时沸腾了。呜，咖喱噜拉嘛！老猴一声大吼，直接将场面给镇住了。但就在这时，一条巨大的蟒蛇已经来到了猴群的后方，随后猛地冲了出来。猴群看到蟒蛇，立刻吓得四散奔逃。只有老猴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根棍子，朝着蟒蛇冲了过去。猴哥！远处的韦开看到这一幕，顿时忍不住喊了一句。在前世，猴哥孙悟空可谓是家喻户晓的大英雄，一根如意金箍棒就能横扫10万天兵天将，搅得天庭天翻地覆。眼前这只老猴虽然没有那么厉害，但一举一动都有几分猴哥的神韵。看到这一幕，韦开立刻决定暂时不走了。老猴与蟒蛇的大战很快就开始了。蟒蛇力量强横，尾巴轻轻一扫就能扫到好几棵大树，但老猴相当灵活，不仅可以在树与树之间来回跳跃，还能钻蟒蛇的各种空档，然后趁机偷袭。双方你来我往，一番激斗下来，老猴不但一点没受伤，反而用棍子在蟒蛇的身上戳了好几个血洞，鲜血鼓鼓的流出来。眼看已经处于下风，蟒蛇顿时急了，
直接用尾巴卷起一棵大树，猛地砸向远处的草丛。这一下把老侯和维开都看愣住了。那边又没有敌人，这条蟒蛇怕不是傻了吧？谁知这个想法刚刚冒出来，那边的草丛中就蹦出了一只身形高大的巨兽。狼王！维开顿时吓了一跳，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看到狼王，这可是将近20级的大 boss 啊！是野猪林中仅次于区域 boss 白虎的存在，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维开在脑中飞快地思索起来。然而狼王的行动很快给出了答案，他一跳出来便直奔不远处的水缸而去。那个水缸不对，是那个红果子。维开猛然想到，那枚红色的果子才是这场大战的关键。蟒蛇之所以偷袭猴群，恐怕也是为了那枚果子，而老猴拼命守护的也是那枚果子。只不过他们都没想到，还有一只狼王在附近等候。此时蟒蛇和老猴已经打得不可开交，只能白白便宜了狼王。吱吱吱！老猴一声怒吼，果断放弃了对蟒蛇的追击，提起棍棒，转头就朝狼王砸去。狼王毫不畏惧，当即迎了上去，张开血盆大口，猛地一咬，咔嚓！猴王手中的棍子当场被咬成了2截，腥臭的口气把老猴给熏了得头晕眼花。身后的蟒蛇见状大喜，立刻朝水缸游了过去。吼！狼王发出一声怒吼抗议，似乎在告诉蟒蛇不准跟他抢宝贝，但蟒蛇又如何会听从呢？第42章捡漏。眼看着蟒蛇越来越接近水缸，狼王和老猴同时放弃了战斗，随后直奔水缸而去。对于他们来说，水缸里的那枚果子才是重中之重，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别的怪物抢去。眼看着老猴和狼王同时冲来，蟒蛇也被吓了一跳，连忙盘踞起来，发出嘶嘶的威胁声。然后他顺利地引来了老猴和狼王的目光。老猴和狼王先是打量着蟒蛇身上的伤口，随后又对视了一下，似乎达成了默契。下一刻，2只怪物同时咆哮着朝蟒蛇冲了过去，同时向他发动了攻击。这下大蟒蛇彻底傻眼了，他根本没想到狼王和老猴竟然默契地联合了起来，要先除掉他。嘶嘶嘶！蟒蛇大声怒吼，语气中充满了愤怒，似乎在怒骂狼王：“你这狗东西，明明是请你来帮我的，竟然背叛我！”然而狼王并没有理会他的怒骂，反而一口咬在蟒蛇的尾巴处，当场将他的一节尾巴给咬断了。另一边，老猴的棍棒也准确地命中了蟒蛇的7寸，蟒蛇就像是浑身失去了力气一般，软倒下来，头顶上的血条也瞬间被清空，只剩下最后的一丝血皮。一击命中的老猴正想再来一棍彻底解决掉蟒蛇，结果却忽然发现狼王已经冲向了旁边的水缸。对于狼王来说，他根本不在乎蟒蛇的死活，只要别来干扰他就行了。如今蟒蛇已经被解决，他的目标自然就是那枚果子。老猴看到这一幕，立刻尖叫一声，也朝着水缸冲了过去。相比起蟒蛇的性命，还是那枚果子更加重要。老猴虽然年迈，但速度极快，很快就后发先至，追上了狼王的步伐。随后2者又打了起来。这一次没有了蟒蛇的威胁和干扰，2者打得更加投入，也更加惨烈。此时此刻，躲在远处观望的维开心脏忽然剧烈跳动了起来。不远处的那条蟒蛇虽然是高达18级的大 boss， 但也仅剩下一丝血皮，只要悄悄摸过去，轻轻一剑就能击杀它。这可是18级的大 boss 啊！只要能击杀掉，凭借着强大的全物品掉落天赋，绝对能爆出神话级装备，甚至可能不止一件。一件神话装备就能卖出5000万，是多少普通人几十辈子都赚不到的钱财。这样的诱惑在前，维开又怎么能不心动呢？想到这里，维开终于一咬牙，一跺脚，悄悄地朝蟒蛇 boss 靠了过去。然而他才走了2步，不远处的蟒蛇 boss 就察觉到了动静，拼命地想要抬起头来。只可惜他身上的脊柱关节已经粉碎，根本抬不起头来。情急之下，蟒蛇 boss 只能发出嘶嘶的威胁声。只可惜远处正在激情对决的老猴和狼王都懒得理他，维开更是听不懂蛇语，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片刻后，维开已经靠近到了蟒蛇的10步之内，然后便停下了脚步。对他来说，这个距离已经够了，只剩下最后一丝血皮的蟒蛇 boss 不需要靠近去击杀，万一对方还有最后一丝力气，跟他来个一换一怎么办？维开又不是没有远程攻击手段。下一刻，维开便从背包里掏出一枚暗器飞镖，这玩意是他昨晚在刺客公会买的。别看只有小小的一枚，但却相当厉害，因为它的杀伤力是无视一切防御手段的，只要被飞镖击中就要掉100点血量。正常情况下，这100点血量对于蟒蛇 boss 来说就是9万头牛中的1毛，他根本不需要在乎。但在这个时候，这100点血量就可以要他的命。飞镖激射而出，径直扎在了蟒蛇 boss 的伤口上。
蟒蛇紧绷的身体一下子松垮下来，原本准备好的临死反击也化为了乌有。片刻后，蟒蛇的身体化为了一道白光，无数光芒从它的尸体消失处爆了出来，其中最显眼的自然是一道金光。漂亮，又是神话装备。哪怕心里早有预期，但亲眼看到神话装备爆出来的那一刻，维开的心中依旧十分激动，双手更是紧紧地握住拳头。爆出装备后，维开立刻便冲了过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爆出来的所有物品一扫而空。这时候，远处的老猴和狼王还在打得火热呢。维开看了他们一眼，便忍不住笑了出来。说起来，还得感谢这两只怪物呢，要不是他们联手起来，把蟒蛇 BOSS 打得只剩下一丝血皮，维开还真没有捡漏的机会。要不，你们两个也干脆来个两败俱伤吧。维开在心里默默地说道。他的话才刚刚说完，那边的战场就发生了变化。经历了这么久的激斗后，老猴的体力逐渐不支，再加上年老体衰，反应和速度也逐渐慢了下来。很快就被狼王找到了一个机会，随后一口狠狠地咬在老猴的手上。吱吱吱，老猴大声怒吼，但狼王却不依不饶，乘胜追击，想要直接将其杀死。老猴见状，顿时意识到了不妙，于是将手里的棍棒狠狠地扔了出去，然后转身就跑。我骚！看到这一幕，维开当场惊呆了，因为这家伙竟然是朝他来的。这时候，维开才刚刚把蟒蛇 BOSS 的掉落物捡完，正处于无处可躲的境地。当老猴朝他冲过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暴露在两只怪物的眼前了。完了！维开正想拔腿就跑，但目光忽然捕捉到了老猴的神色，随即恍然大悟，他们的目标不是我，而是他面前的水缸里的果子。轰！下一刻，老猴一拳砸碎了水缸，从中捞出一枚红彤彤的果子，随后拔腿就跑。狼王见状，立刻追了上去，完全无视了维开的存在。呼！等老猴和狼王都跑远之后，维开这才松了口气，整个人都像是虚脱了一般。幸好他们的目标是那枚果子，要是没有那枚果子，他这条命算是交代了。都说富贵险中求，老是这么拼命也不行啊，心脏受不了。第43章，天黑了。滴滴滴，一阵急促的铃声忽然响起，维开原本松懈下来的精神立刻又紧绷回去。他连忙从兜里掏出手机，随后看了一眼时间，然后整个人都不好了。我骚，6点半了。6点半是天黑的时间，如果天黑之后不能及时回到城里，将会面临世上最恐怖的情况。18年来，几乎没有人类能够在野外活过一晚。天黑之后还留在野外，几乎是必死的局面。完蛋了！维开拔腿就跑，恨不得累生双翅，直接飞回城里。然而，夜晚的黑雾来得极快，短短几分钟，黑雾就遮蔽了整个野猪林，天空中的太阳也彻底消失不见。天黑了，隐隐的鬼哭狼嚎之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耳边仿佛响起了亡灵的低语，周围吹来的风中掺杂着浓浓的血腥味。维开看了一眼状态栏，发现自己已经中了10几个 debuff， 不仅5维下降了 80%， 速度和体力也减少了大半。最恐怖的是，血量也在慢慢减少，但并不是掉血，而是直接减少血量上限。短短的几分钟内，他的血量上限就从527点减少到了501点。这样的减少方式，没有任何手段可以补回来。他不知道自己的血量上限会不会减少到0，但如果减少到10位数或者个位数，到时候随便磕着碰着就可能死掉。不行，得找个地方躲一下。无论如何，维开都不想死在野外。他还有未尽之业，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如果就这样死在野外，死在黑夜中，未免太过憋屈。想到这里，他开始朝着右手边走去。记忆中的野猪林东边有一座不大的矮山，那里是猴群的地盘。维开因为不想遇到猴子，所以一直没去过那边，但现在那边似乎才是唯一的生路。只有躲进山里，找一个山洞苟着，才有可能在恐怖的黑夜中活下来。走了几十步后，维开的脚下似乎踢到了什么，发出一声咔嚓脆响。他顿时一愣，随后才想起这是那个碎裂的水缸。只可惜水缸被老猴一拳打碎，里面的液体也一滴不剩，全都洒进了地里。水缸的碎片没什么用，反倒要小心翼翼地避开，免得割伤自己的脚。正走着，忽然又传来了咔嚓一声，维开还以为又踢到了水缸碎片，顿时暗道一声晦气。话刚说完，他猛地意识到不对，这声音怎么感觉是从身后传来的？我骚！他顿时感觉后背一凉，似乎有什么东西已经盯上他了。维开的神经瞬间紧绷，随后猛地往前一滚，随后趁着翻滚的间隙朝后方望去，结果空无一物，自己的背后竟然什么都没有。还趴在地上的维开当场傻眼了，难道是我自作多情了？不可能啊，明明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盯着他，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呢？他挠了挠头，
无奈地站起身来，随后转身想要继续往东边走，然后他就愣住了，眼前赫然飘着一具半腐烂的残尸。鬼啊！维开差点吓尿，当场掏出巨剑劈了过去，然而这一剑却劈空了，明明已经落在残尸身上的剑，却仿佛劈空了一样，毫无受力的感觉。维开再次被吓了一跳，猛地想起了上学时老师说过的情况，鬼魂一类的怪物有些是可以免疫尸体攻击的，也就是说任何物理方面的攻击都对他无效，只有魔法和精神类的攻击才能将其杀死。眼前这只鬼怪显然就是这一类，眼看攻击无效，维开只能连连倒退，随后从背包里掏出了一叠符咒。但就在这时，他忽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只鬼怪似乎没有攻击意图。察觉到这一点后，维开当场就愣住了，怎么可能？他要是不想攻击我，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还差点把我给吓死了。想到这里，他再次凝神望去，才发现这只怪物不仅没有攻击他，反而颅骨里闪烁着蓝色的鬼火，一明一暗，似乎在跟他交流。你在跟我说话？维开犹豫了许久，才开口问道。话一出口，怪物的鬼火便接连闪烁了好几次，随后又一直保持常亮。看到这幕，维开的脑子一下子懵掉了，这玩意竟然真的在跟他说话。可是对方想要说些什么呢？正纠结间，怪物的鬼火猛地一闪，随后朝他扑了过来。偷袭！他的脑海中顿时警铃大作，连忙朝旁边闪避，想要躲过对方的攻击。但下一刻，他的脑门上还是飘出了一个血红的数字306。这一下，维开的血条直接减少了大半。骚！维开一声怒骂，立刻拔剑反击，但随后的一幕直接让他傻眼了。那只原本扑向他的怪物并没有追杀过来，而是跟空气打起来了。不对，不是空气，是黑暗中看不见的怪物。维开猛然察觉，随后连忙看了一眼游戏提示，你遭到了夜惊风的袭击，损失了306点血量。刚才攻击我的不是那只怪物，而是黑暗中的夜惊风。维开顿时醒悟过来，立刻挥剑横扫，随后只听见枪的一声，巨剑在黑暗中击中了某个坚硬的东西。果然，黑暗中的夜惊风不止一个，还有更多的怪物躲藏在黑暗中，伺机杀死他。妈的，拼了！黑暗中，他看不清夜惊风们的位置，也无法观察到这些怪物的攻击手段。要是不主动攻击的话，就只能坐以待毙。但幸好，他在昨晚跟田小玲一起去了道观，买了不少符咒。下一刻，维开直接从背包里掏出了10几张符咒，随后往身前一撒，眨眼间，符咒上金光乍现，将周围的黑暗照得亮堂堂的。在这一瞬间，维开也终于看清了夜惊风的外形以及它们的数量，7只。金光一闪而逝，四周重现，陷入了黑暗之中。但随之而来的效果却让维开大开眼界。第44章，秘境入口。一道金光从天而降，直接将6只夜惊风定在原地。随后数道剑气凌空而来，又有雷霆轰然降下，最后是一面太极图缓缓落下，镇压一切。在这短短的半分钟内，6只浑身长满触角，外形却像一条大蛇的夜惊风，很快就被符咒的法术灭杀了。最让维开惊讶的是，这些夜惊风死后竟然还会爆出物品。他随手捡起了一个，才发现这玩意竟然是一团漆黑的物质，看起来就像是一团墨块。它的名字也十分简单，黑泥。这玩意有什么用？维开拿起来看了好一会儿，却没有任何头绪。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了一声嘶吼，他连忙望过去，才发现是那只鬼怪斩杀了最后一只夜惊风。至此，包围他的7只夜惊风全都被解决了。算了，先逃命要紧。夜惊风虽然解决了，但黑暗中不知道还藏着多少怪物，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也没到放松警惕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维开默默地收起黑泥，随后转身便走。就在这时，那只鬼怪忽然一个闪现出现在他的身前，维开差点又被吓了一跳，连忙停下脚步，怔怔地看着对方。怪物的鬼火闪了又闪，似乎在述说着什么。维开见状，顿时眉头紧皱。你要跟我说话？鬼火亮了一下，似乎在回应他的话。随后，怪物忽然转过身，往东边飘去了。这是要我跟上去啊？维开犹豫了片刻，随后咬牙跟上。直觉告诉他，这只鬼怪看起来不像是要害他，反而更像是要帮他。当然，维开也不是毫无准备，背包里的数百张符咒就是他最后的底气。就算这只鬼怪有坏心思，他一样有把握逃走。跟着对方走了将近10分钟后，前方忽然出现了一个洞口，洞里还有一丝微弱的亮光。维开停下脚步观望了一会儿，但前方的鬼怪却没有停下，反而径直飘进了洞里。这里难道是一个安全的藏身洞？他想了想，
最终还是跟了进去。藏身洞并不深，刚走了几步就能隐约看到里面的光亮。转过一道弯后，眼前豁然开朗，一道从天而降的亮光将整个洞内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维开很快看清了洞里的情况，随后皱起了眉头。这里竟然是秘境的入口。游戏降临现实世界后，野外被无数怪物所占领，同时也催生出了大量的秘境和副本。副本是可以无限进入、反复通关的，里面不仅有大量的怪物，还有许多 NPC 和原住民。在副本里，既可以练级，也可以刷装备，甚至还可以体验不一样的剧情。秘境的模式跟副本类似，但不同的是，秘境只能通关一次，而且入口一般都在十分隐秘的地方，一般情况下是根本找不到入口的。如此稀有的秘境，通关的奖励也十分丰富，不仅有大量的装备和材料，甚至还有某些特殊的技能和天才地宝。为了寻找秘境，获得秘境中的特殊奖励，雍宁官方甚至组建了一支探秘小队，专门在雍宁市的周边寻找各种秘境，然后想办法获得通关奖励。之前那个叫陈先池的弓箭手邀请维开入队时，用的理由也是探索秘境。这里不会就是那个秘境吧？维开挠了挠头。第45章悟法双修。野外的每个秘境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只能通关一次，所以没有任何攻略。没进去之前，谁也不知道秘境里到底有什么东西。有可能是一处世外桃源，进去之后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白白得到一大堆的好处；也有可能是一处迷宫，需要想尽办法，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才能逃出来；还有可能是一处恐怖的炼狱，进去后便是十死无生。探秘小队的一个小组就曾经进入过这样一处秘境，全组20多名成员进入秘境后便彻底失去了联系，再也没有回来。从此以后，那处秘境被列为了最危险的地方，并且禁止任何人进入。因为秘境的未知性，每次进入秘境前，探索秘境的小队都会尽量带上更多的精锐，做好充足的准备后才敢进去。现如今，维开显然没有做好准备。他不像是陈先池那群人，既没有队友，等级也不够高。原本打算回城换新装备和学新技能，也没能回去。以现在这种状态进入秘境，可以说跟找死没什么区别。就在外面等着吧。维开想了想道，熬过这段天黑的时间就行了。对他来说，秘境的吸引力一般，根本不需要为了一点装备和宝物拼命。秘境的奖励就算再好，也得有命拿啊。然而，他的话刚说完，带他进来的那只鬼怪便动了起来。他飘啊飘，径直钻进了秘境的光门之中。看到这一幕，维开顿时瞪大了眼睛。怎么回事？怪物也能进入秘境？人类世界对于秘境的探索虽然不是很彻底，但一些基本的常识还是知道的。比如，秘境是一个小天地，里面的世界完全独立于现实世界，二者互不干扰，也没有影响。你就算在秘境里毁天灭地，对于外界来说都毫无影响。外界与秘境唯一的联系就是时间的流逝相同。秘境里过了一天，外界也是一天。不对，是我想错了。维开忽然自言自语道，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就是从里面出来的？想到这里，他顿时恍然大悟，一下明白了对方的身份。这只怪物就相当于一个任务 NPC， 专门来引导他进入秘境的。如今怪物已经进入了秘境，按理说维开也要跟进去，但他完全没有任何兴趣。不去。维开坚决地摇头，不管里面有什么宝贝，我都不去。说完，他就找了个干净的地方坐了下来。我只要在这里等天亮就行了。趁着等待的时间，维开终于有机会查看自己的背包。背包里最显眼的莫过于蟒蛇 BOSS 爆出来的那件神话装备，巨蛇之杖，神话法杖，等级15，物理攻击力150-240，法术攻击力195-310，力量加50，精神加50，攻击速度负10%，施法速度正10%，全法术抗性加20。装备后获得神话之祝福，所有小队成员增加10点全属性。攻击时有概率获得巨蟒之魂，增加50点力量，并且使敌人陷入内伤状态。释放技能时有概率召唤巨蟒助阵，召唤物的等级与装备者相同，属性与召唤者属性有关。这是悟法双修？看着手里这件神话装备的属性，维开一脸懵逼。他也没想到一件法杖武器竟然还能增加力量，而且还有攻击特效。只能说不愧是蟒蛇 BOSS 爆出来的，果然很符合他的特色。蟒蛇的力量确实大得吓得，只是这玩意到底有谁能用啊？悟法双修的职业他也知道不少，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战士的一转分支魔武士和法师的一转分支战斗法师。可是人家战斗法师讲究的是灵活和多变，擅长运用法术强化自身，用魔法配合战斗，不是让你抡着法杖上去砸人呢。算了，还是卖给那位梁公子吧。
他一下就想起了那位高价购买神话装备的副歌，反正对方喜欢神话装备，而且荤素不忌，什么都要，那就卖给他算了。看完了神话装备，维开又继续检查其他物品，随后又发现了好几件传奇装备，都是战士能用得上的。维开倒是想立刻穿上，只可惜这些装备都是15级的，他的等级不够。除了装备，那条蟒蛇还爆出了一个熟悉的好宝贝，正是一份灵药粉。这玩意之前的野猪王也爆出来过，照这么看的话，这玩意应该只有 BOSS 才能爆出来吧。不过想想也是，这玩意一份就能顶好几十份的灵药碎屑，当然只有 BOSS 才能出咯。有了这份灵药粉，再加上之前刷野狼升级时获得的那些灵药碎屑，已经足够合成第2份灵药了。维开毫不犹豫，直接将2样东西堆叠在一起，瞬间合成了一枚气息浓郁的灵药。这种好东西他当然不会留着。灵药合成之后，维开便直接张开了嘴巴，一口将其服下。片刻后，技能点又多了一点，这下又可以多学一个技能了。不过他并没有着急去学背包里的那本冲锋技能，毕竟现在还不需要换新装备，野猪冲锋套还在，就暂时不需要学冲锋技能。做完这些，他便开始有些无聊起来。精神一旦放松，人便容易打瞌睡，尤其是经历了长时间的精神紧绷后，做着做着，维开就开始打瞌睡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一阵呼啸声忽然从外面传来，维开立马睁开眼睛，死死地望着洞口的方向。然而他等了半天，外面却没有新的动静传来，仿佛刚才的那声呼啸是幻觉一样。维开原本紧绷的神经又一次放松下来，到底怎么回事？他顿时充满了好奇，忍不住想要走出去看一眼，但理智却告诉他，外面危险，千万不能走出去，否则就是死路一条。犹豫了许久后，维开还是选择了理智。但就在这时，又一声呼啸传来，紧接着便是无数夜惊风如潮水般涌进来。第46章，冲破黑夜的勇士。潮水般的夜惊风很快就把整个洞口都给占满了。维开见状连连倒退，很快就到了秘境入口的光门上。看着茫茫多的夜惊风，维开不由得冷汗直冒。看来躲在洞里也不安全啊！眼前这些鬼东西就像是水流一样，无孔不入，根本不可能躲得过去。更何况黑夜还是他们的主场，难怪那些天黑了还留在野外的战斗职业者，基本上都逃不过一死。这么多的怪物，就算是3转的绝顶高手，恐怕也杀不完。更何况这些夜惊风只是普通货色，在他们的中间还夹杂着更加粗壮、更加厉害的个体。战还是逃？如果要战，就只能跟这些夜惊风正面死磕，退后一步就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如果要逃，就只能往秘境里逃，只要能在里面熬过今晚，第2天白天出来就安全了。可是秘境里的情况谁又能知道呢？维开看了一眼背包里的符咒，一咬牙，不管了，先打了再说。如果能顶得住夜惊风，就一直杀下去，要是顶不住，再逃进秘境里。秘境是最后的选择，但不是最好的选择，毕竟谁也不知道里面的情况，万一进去之后被困在里面，那就完蛋了。想明白之后，维开立刻拔出了巨剑，同时手上也多了一叠符咒。这时那些夜惊风们也已经发现了他的存在，随后直扑过来。旋风斩！维开用力挥舞巨剑，把自己变成了一阵狂风，无数鲜红的数字从头顶上冒出来，眨眼间就消灭了大量的怪物。就在这时，维开忽然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力量回来了。原本被黑夜影响降低了 80% 的5维属性，在击杀了大量的夜惊风后，一下子恢复到了 40% 水平。之前身上的10几个 debuff 现在也只剩下了6个。原来如此，原来是要杀怪才能抵御黑夜的影响。维开顿时振奋起来，怪物再多又如何？只要我杀得够快，一样能杀出一条血路。冲锋！在旋风斩进入冷却的时候，眼看着夜惊风们又一次涌来，维开直接一个冲锋冲出了包围圈，紧接着就是一个旋风斩，彻底清空一片区域，随后便进入蓄力状态，等着那些夜惊风们冲过来，迎头便是一招蓄力下斩，再次清空一片区域。在维开的花式连招和强大实力之下，洞里的夜惊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死亡。原本快要淹没整个山洞的怪物，直接少了大半，让空气都变得流动了。在不断的杀怪过程中，维开还发现了一个惊喜，这些夜惊风虽然只会掉落黑泥，但他们给的经验是真的高啊！一番战斗下来，维开的经验值直接冲破升级大关，顺利来到11级。升级后，他立刻给自己加了5点力量，至此杀怪变得更加轻松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当他一剑挥空时，维开才猛然发现周围的夜惊风已经被杀完了，而他的等级也来到了13级。什么黑夜怪物，不过如此。怪物虽然都被杀光了，
但留下了满地的掉落物、黑泥。虽然不清楚这玩意到底有什么用，但他还是将这些黑泥全部拾取到背包里。反正背包够大，完全可以装下。捡完战利品，维开又检查一番自身的状态，发现不仅身上的低 buff 全部消失了，而且还多了一个强力 buff。冲破黑夜的勇士在黑夜中不受任何影响，且额外增加 5% 的属性，效果持续1天，可通过击杀黑夜怪物升级，达到最高级时将会永久生效。下一次升级146500。这个 buff， 这是在鼓励我出去杀怪啊！维开不由得挠了挠头。说实话，他之前根本没有杀怪的想法，一心只想找个地方苟到天亮，然后安全的回到城里。但现在这个 buff 竟然在鼓励他出去杀怪，杀得越多越好。杀怪竟然还能升级，这是个好机会。维开想了想道，夜金风虽然没什么掉落物，但经验值很高，再杀个几百只，很快又能升级了。而且 buff 升级的条件也不高，同样是几百只怪物，只要再杀几百只怪物，等级提升的同时 buff 也能升级。要是能把 buff 的持续时间升级为永久，那就是血赚。干了！维开二话不说，直接从背包里拿出各种药剂和符咒，还有乱七八糟的炼金道具和暗器，把自己武装到了牙齿，随后才拎着巨剑一步一步向洞口走去。奇怪，外面的天怎么还是那么黑啊？刚到洞口，维开习惯性的往外看了一眼，发现外面还是一片漆黑，完全看不到一点光亮。正当他疑惑不解之时，眼前的洞口忽然动了，呼哧，巨大的呼啸声响起，无数夜金风从洞口喷涌进来。维开顿时吓得目瞪口呆，这一刻他才发现，原来刚才看到的根本不是外面，而是一只巨兽的嘴巴。巨兽用嘴堵住了洞口，随便哈一口气就变成了无数的怪物。跑！维开双脚一蹬，拔腿就跑。这种时候再出去就是找死。但就在这时，那只巨兽似乎发现了他的踪迹，于是从嘴里伸出了一根细长的舌头。轰！维开刚刚跑过拐弯处，身后的石壁就被巨蛇撞碎了。看到这一幕，维开顿时吓得冷汗都下来了。这玩意太恐怖了，就算只是一条舌头都能够轻易的杀死他。黑夜中的怪物果然不是一般的凶残，他能轻易击杀那些夜金风，只不过是因为夜金风本就十分弱小，是那只怪物哈气生成的，跟真正的黑夜怪物根本不是一个级别。轰！巨蛇再次撞击山洞的石壁，周围顿时地动山摇，仿佛随时就要崩塌了一样。看来还是逃不过啊！维开见状不由得苦笑了起来。他原以为可以不用躲进秘境避险，但现在的情况来看，躲进秘境恐怕才是最好的选择。要是再迟疑一会儿，这里恐怕就要崩塌了。妈的，拼了！维开大喊了一声，随后一个猛子扎进了秘境的光门里。下一刻，山洞里的石壁轰然倒塌，无数落石将光门彻底埋葬。第47章生存挑战。进入光门那一刻，维开只觉得眼前一黑，在睁眼时已经来到了一处广场上。此处位于山脚之下，一面临水，一边环山，东西两侧还有不少破烂的茅草房子，看起来十分荒芜。最奇怪的是，这里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偌大的广场上就只有维开一个人的身影。之前那个引导他进来的鬼怪呢？有人吗？维开忍不住大喊了一声。这话一出口，仿佛触动了什么东西，一道惊雷忽然在天上炸响。随后东西两侧的茅草屋里，一股脑钻出了数十只野兽怪物，既有狼熊虎豹，又有狮象酸泥，还有牛羊白兕等等，种类之繁多，甚至连维开都认不全。看到这么多怪物，维开一下子愣住了。难道这是一个生存挑战秘境？所谓生存挑战，就是要你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活下来。只要能活下来，就算是挑战成功；要是死了，那自然就死了。这样的秘境难度往往都比较高，而且十分考验自身的实力。要是实力不够，那就是死路一条。生存挑战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固定的时间，一种是固定的怪物。眼下并没有计时的东西出现，那么这个挑战的规则就很简单了，杀光眼前这些怪物。想到这里，维开顿时热血沸腾，不就是生存挑战吗？来吧！之前在外面遇到成千上万的夜金风时，他都能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更何况眼前这些野兽怪物。除了那几头大象、青狮、犀牛看起来比较厉害，其他的都不值一提。话音刚落，远处的野兽怪物们就动了起来，纷纷向维开狂奔而来。最前面的自然是那几头猛兽，其中以青狮为最。维开见状，立刻屏气凝神，双手紧握着巨剑。冲锋！他一声大吼，挥舞着巨剑向前，身形化作一道残影，率先向那些猛兽发起了攻击。轰！下一刻，双方狠狠地撞在了一起，巨剑被象牙重重地架住，青狮一口咬在维开的左臂上，
随后白犀牛猛地朝他撞了过来，噗！维开直接被狠狠地撞飞，足足3秒之后才落回地面。嗨嗨，妈的，我大意了！维开一边说着，一边顺了顺气，随后吐出一口淤血。这一摔伤得不轻，好在他的背包里还有不少疗伤的丹药，吐完血之后便服了一颗。服下丹药之后，刚刚获得的轻伤状态立刻就消失了。与此同时，维开也变得谨慎起来。刚才那一撞让他见识到了这些野兽的实力，这些家伙至少有20级 BOSS 的实力。除了冲在最前面的3只猛兽之外，后面那些恐怕也不弱，否则又怎么汇聚在一起呢？想到这里，维开不禁苦笑出来。如果每一只怪物都有20级 BOSS 的实力，这还怎么玩？他现在仅仅只有13级，一身装备全都是5级的。虽然套装效果比较厉害，但也没办法抹平这么大的等级和属性差距。就比如刚才那一撞，不仅被大象轻松挡住，而且还被旁边的青狮和白犀牛趁机偷袭了一下。如此一来，他最强大的进攻手段就等于失去了作用吗？没有。维开眉毛一挑，忽然想到了一种可能，或许只有大象这样的力量型野兽才能挡住他的冲锋，其他的野兽并没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撞不动大象，我还撞不动你。维开说着，目光看向了野兽群中的一只长腿白兔。野兔不就是现实世界中最低级的怪物吗？就算变成 BOSS 又能有多厉害呢？先弱后强，先易后难，就是这么办。维开很快制定好了策略，随后再次发起了攻击。呵，几分钟后，他凭着冲锋技能的强大机动性，几次来回拉扯，很快甩开了青狮、大象、白犀牛的追击，同时找到了野兽群的一个空档。见此情形，维开立刻发动冲锋技能，朝着兽群之中那只弱小又无助的野兔撞了过去。野兔见状，吓得拔腿就要逃命。就在这时，一道金光从天而降，将附近的所有野兽全都定住了。定身符！维开的嘴角微微上扬，随后猛地撞了上去。砰！野兔如同炮弹一般被远远的抛弃，随后又重重的摔落。这一摔，野兔头顶上的血条直接少了一半，并且陷入了重伤状态。果然有用！维开紧紧握住了剑柄。冲锋不愧是全力战士的神技，在任何场合都能起到作用，甚至还能左右战局。趁着其他怪物还没反应过来，维开立刻上前进行了补刀，只用短短3秒就结束了战斗。呜！一声细微的惨叫后，野兔歪倒在地，尸体化为了一道白光。维开见状，顿时心中一紧，会不会爆装备？然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只野兔死后，不仅没有爆装备，甚至连一根毛都没有留下。等了10秒钟后，维开才意识到这件事，顿时翻了个白眼。但就在这时，一根黑色的棒子猛地朝他抽来。当！维开下意识的举剑格挡，哪知道对方的攻击竟然势大力沉，一下子将他打退了好几步，手里的巨剑差点都被砸断了。接连倒退好几步后，维开才看清了袭击者的身份，竟然是那头大象。又是你，你给我等着，等我把其他野兽干掉以后，没你好果子吃。他没好气的啐了一口，随后直接朝右手边发动了冲锋，很快就摆脱了大象的攻击范围。随后维开故技重施，又一次跟这些野兽玩起了拉扯。几分钟后，经过好几次拉扯，第2个目标也暴露在他的面前。下一刻，数道符咒再次飘出，维开也立刻启动了冲锋技能，化为一道残影。砰！一只狐狸被狠狠地撞飞，还未落地就迎来了维开狂风骤雨一般的补刀。5秒钟后，当大象和青狮追上来时，这只狐狸已经被维开顺利解决了。第2只干掉狐狸后，维开一边躲开追击，一边竖起2根手指。第48章，先弱后强，先易后难。第3只，第4只，第10只。维开一边利用自身的高移速和冲锋技能快速游走拉扯，一边寻找兽群的空档，对其中较弱的怪物进行袭击。很快就解决了10只怪物。当他数到第10只的时候，一道金光从天而降，又升级了。维开感觉自己又变强了不少，自身的状态也一下子恢复到了全盛。从击杀第1只野兔到现在，他已经连升2级。这些怪物虽然都不爆任何物品，但给的经验却比外面多了2倍。10只怪物就能升2级，妥妥的经验宝库啊！连升2级以后，维开的等级终于来到了15级。只可惜他现在不在城里，既没办法换新装备，也没办法学新技能。不过他还是看一眼背包里的神话装备巨蛇法杖，又看了一眼手里的5级传奇巨剑。谁说战士就不能拿法杖敲脑袋？就算是一根法杖，只要他的等级够高，品级够好，一样可以当棍子抡。维开二话不说，直接换上了巨蛇法杖，瞬间感觉自己的力量暴涨了许多，同时头脑也变得更加清晰了。不愧是15级的神话装备，加的属性就是多。
除了法杖本身自带的50点力量和50点精神以外，还有神话祝福带来的10点全属性。如此一来，维开的属性已经差不多达到了普通人20级的水平。以现在这个属性，应该可以跟大象一战了吧？不过他并不急着去给大象喂好果汁，而是继续执行之前的计划，先弱后强，先易后难。不把其他怪物杀光，他是不会跟那3只猛兽正面对决的。11只，脑子虽然一直在想东西，但维开的手脚并没有停下，而是一直在游走拉扯。就在换上新装备的1分钟后，他又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一个冲锋将一头麋鹿撞飞，然后手持法杖猛地砸下去，砰！就像是铁棒砸西瓜，一下就给那只麋鹿爆了头，一击秒杀。看到这一幕，维开自己都惊呆了。麋鹿的实力在一种怪物中其实并不算弱，只不过是其他弱小的怪物都被杀光了，才会让维开选中它。在击杀第10只怪物山羊的时候，维开还费了不少力气，甚至来回拉扯了2次，才最终完成了击杀。他本以为到了第11只会更加困难，没想到换上了新装备后，他的战斗力瞬间暴涨，直接就把更强的麋鹿怪物秒掉了。这还是在没有触发装备特效的情况下，要是触发了巨蟒之魂的特效，说不定。维开想着，猛然抬头望向不远处的大象，后者下意识地扭过头，错开了对视。哈哈，他顿时开怀大笑，心中的热血再次燃烧。再来！说完，便手持法杖冲了出去。这下终于轮到他主动出击了。12、13、19、20，每击杀一只野兽，维开都会大声地数出来。同时，跟在大象、青狮、白犀牛身边的野兽怪物也越来越少。半个小时后，当维开数到33时，3只猛兽的身后已经空无一物，其他较弱的野兽全都被维开靠着拉扯和偷袭顺利击杀了。与此同时，维开反而越战越强，不仅等级提升到了19级，各种技能的运用和配合也越发熟练。最重要的是，冲锋技能也提升了1级。是的，他已经把背包里的那本技能书学掉了。眼看着升级如此之快，维开估计自己离20级已经不远。20级以后，身上这套野猪冲锋套装已经跟不上需要，恐怕很快就要被淘汰掉。到时候就得靠技能点学习冲锋技能了。既然迟早要学，不如在这里就学掉，能够提升1点战斗力也是好的。冲锋技能升级以后，果然产生了变化，不仅冲锋时的速度更快，伤害更高，而且还附加了额外的力量伤害，就像之前那枚传奇戒指一样，自身的力量越高，附带的伤害就越高。如此一来，维开的战斗更加如鱼得水，越战越强。当广场上的怪物只剩下大象、青狮和白犀牛3只时，维开终于停止了拉扯。接下来就要刚正面了。这3只怪物的实力相当，速度相近，光靠拉扯是没办法将它们分开的。不过维开还有办法。复活吧，我的大蛇！他一声大喊，高举手中的巨蛇法杖，一道蟒蛇的虚影顿时出现在身前。片刻后，虚影逐渐凝实，化为一条5丈巨蟒，攻击那只大象。巨蟒出现之后，维开立刻对他下达了命令，同时高举法杖朝白犀牛冲了过去。3只猛兽当中，白犀牛最弱。直到此时此刻，维开依旧坚定地执行先弱后强的策略，专挑最弱的怪物动手。当然，维开发起攻击的时候，青狮不会在一旁干看着，他一声怒吼，毫不迟疑地朝维开扑了过来。与此同时，白犀牛也微微低头，朝维开亮出他的尖角。这一刻，没有任何的后退可言。砰！维开的法杖狠狠地砸在犀角上，白犀牛浑身震动，身上冒出了一个内伤的标志。与此同时，青狮的血盆大口也狠狠地要在维开的左臂上，随后猛地将他甩开。双方的第一次正面交手，维开略处下风，但青狮显然不打算放过他，立刻又扑了过来。维开刚从地面爬起，看到青狮的扑击，连忙往旁边一躲。随后白犀牛也撞了过来，尖锐的犀角仿佛要刺破眼前的一切。这下终于避无可避，维开只好手持法杖继续迎击。砰！第2次交手，维开再吃一亏。正义的2打1是吧？他咬了咬牙，直接从背包里掏出最后一叠符咒。你有帮手，我也有符咒，看谁的数量更多。说完便将符咒撒向空中。下一刻，数道金光、雷霆、剑光、太极图从天而降，狠狠地落到了青狮和白犀牛的头上。给我死！维开找到了机会，手中的法杖高举，身形化作残影，猛地向白犀牛冲了过去。砰！爆裂的声音传遍当场。白犀牛死！第49章神通法天象地。白犀牛一死，维开的压力顿时少了一半，只剩下一只青狮，还不是轻轻松松。他挑衅地朝青狮勾了勾手，
趁着大象无暇他顾之时，再次发起冲锋。下一刻，双方激烈的撞在一起，随后又各自弹开，撞不动。后退了好几步后，维开有些惊讶地看着青狮，没想到对方的力量竟然这么强。双方同时弹开的话，说明二者之间的力量差距不大。从之前跟大象对撞的情况来看，这只青狮一点也不弱于大象。这两个家伙果然是最强的。不过维开并不是没有办法，他直接放弃了冲锋，跟青狮缠斗起来。双方混战在一起，你一下我一下，完全是硬碰硬。几招过后，一个蟒蛇的虚影突然出现在维开的头顶上，终于发动效果了。维开心中大定，看着状态栏里的那个新 buff， 巨蟒之魂增加50点力量，攻击时可以使对手陷入内伤状态。之前能对白犀牛一击必杀，就是因为触发了这个状态，并且成功的将白犀牛打成内伤状态。在内伤状态下，受到钝器攻击时将会造成无视防御的伤害。维开手中的法杖正是一种钝器。呵 ，buff 刚上，维开便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冲锋，狠狠地朝青狮撞了过去。有了50点力量的加成后，这一撞直接把青狮撞得四脚朝天，同时头上也冒出了内伤的效果。好机会！维开高举手中的法杖，快速完成了蓄力。蓄力下斩，砰！法杖狠狠地砸在青狮的脑袋上，后者立刻像一颗西瓜般炸裂开来，各种红的、黄的、白的散落一地。青狮死！片刻后，青狮的尸体化作一道白光。与此同时，那只被维开召唤出来的巨蟒也顺利完成了他的使命，被大象一脚给踩死了。维开刚刚解决青狮，还没来得及松了一口气，就看到大象狂奔而来。青狮的死似乎激怒了大象，只见他高举象鼻，愤怒狂叫。下一刻，大象的身形陡然变大，迎风就长，很快就长到了跟附近的小山一般高大。我骚，这是什么招数？看到这一幕，维开直接惊呆了。难道这就是大象的天赋技能？这也太恐怖了！在大象的脚下，它就像是一只蚂蚁，轻轻一碰就会被碾死。轰！就在这时，大象往前走了一步，顷刻间地动山摇，地面仿佛都要裂开了。维开当场清醒过来，随后拔腿就跑，但还没跑出几步，头顶上的天空就变暗了。他连忙抬头，才发现大象已经抬起前腿，照着他的方向狠狠地踏下。呼呼呼！一阵狂风忽然卷起，维开只觉得浑身轻飘飘的，眨眼间就飞出了好远，也躲开了巨象那震天撼地的一脚。好险！维开擦了擦冷汗，随后又发现了一个让他更加冷汗直流的情况，他竟然飘在半空中，到底怎么回事？难道是谁救了我？话音刚落，一个声音从身后响起，是我。维开猛地扭头望去，才发现说话的竟然是之前那只残尸鬼怪。你会说话？他一脸懵逼，没想到这家伙消失这么久，终于出来了。当然，鬼怪面无表情。你为什么要救我？维开苦笑道。你要杀了他，才能离开这里。维开抬头看了一眼不远处的巨象，苦笑道，我知道，可我根本打不过。他虽然飘在空中，但身形跟巨象相比，就是蚂蚁跟成年人的差距。别说击杀对方，就连给对方挠痒痒的资格都没有。我有一物可以助你。鬼怪淡定道。什么东西？但它只能持续30秒，你必须在30秒内击杀这只大象。鬼怪自顾自道。而且你一旦服用了这样东西，通关之后的奖励就没了。维开听得一阵无语，原来这是作弊的道具啊！一旦用了作弊的道具，就算能顺利通关，奖励也没了。我愿意。维开思考了3秒钟，便满口答应下来。只要能通关，奖励什么的根本不重要，没了就没了，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这次生存挑战秘境的收获已经足够大了，他一点都不贪心。那你便服下它吧。鬼怪说完，忽然掏出了一块乌漆嘛黑的玩意。这……维开一下子瞪大眼睛，这不是叶金风掉落的黑泥吗？然而鬼怪并不理会他的惊讶，只是一个劲地把东西递过来。维开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了那块黑泥，随后咬咬牙，一口吞下。下一刻，他忽然感觉身体膨胀了起来，身在半空中的身体仿佛被打了气一样，很快就长到了跟巨象差不多大小。2个巨物，一南一北，把整个广场都给占满了。我骚，这也太厉害了吧！维开也没想到，那团黑泥的作用竟然如此强大，可以让他获得跟大象一样的巨大化能力。如此一来，他俩的差距一下子就没了。难怪他说可以帮助我击杀大象呢。只可惜他的持续时间只有30秒。想到这里，维开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状态栏，发现上面多了一个 buff： 法天象地，化身天地，身形暴涨，力大无穷。关于这个 buff 的介绍只有短短1句话，但维开却看得浑身激动。这不是猴哥的神通吗？
前世的4大名著《西游记》里，猴哥孙悟空就会这一招，不仅能用来震慑群妖，还能跟同样变身的二郎神打得天昏地暗。这可是大神通啊！这个秘境，难道跟猴哥有关？维开忽然想到，还不动手？就在这时，一个急躁的声音传来，维开才猛然醒悟，这个 buff 是有持续时间的，好像只剩20秒了。不好，才怪咧！维开忽然哈哈一笑，从背包里直接掏出一把黑泥丢进嘴里。下一刻，法天象地的持续时间猛地增加到了5分钟。哈哈，原来黑泥是这么用的，这玩意老子有的是。第50章神兵之魂。才5分钟，看不起谁呢？维开看一眼法天象地的持续时间，撇嘴道：“再给我加个钟。”说完，又从背包里掏出一大把黑泥，猛地塞进嘴里。很快，法天象地的持续时间就暴涨到了30分钟。看到这里，维开才满意的点了点头。很好，接下来就该跟他好好的玩一玩了。说完，他正想拿出武器，随后才发现一个尴尬的情况：法杖太小了。是的，体型变大之后，那根法杖拿在手里就显得太小了，跟个牙签一样，一点都不得劲。要是有一根能变大变小的武器就好了。维开忍不住吐槽道：“法杖这么小，自然用不上。”于是他索性把武器收起来，随后捏着拳头朝大象冲了过去。砰砰砰，2个顶天立地的巨物，每一小步都能引起地动山摇。双方站在一起，更是把天空都遮蔽了。双方你一拳我一脚，抛弃了花里胡哨的招式，只用最原始的力量碰撞。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内，双方就交手了上百次。渐渐的，维开感觉到了巨象的实力不济，似乎开始后劲不足，就连身形也开始不稳定了。他顿时笑了起来，原来你也是不到1分钟的货色。不过仔细一想，倒也符合逻辑。毕竟法天象地这样的大神通，可不是什么怪物都能学会的。眼前这只大象肯定也是通过某些方式获得了一个短暂的 buff， 只要能拖过对方变身的时间，还是有机会打赢的。否则这份秘境就没办法正常通关了，那么秘境的奖励也就失去了意义。只要拖时间就能赢，但我偏不。身为30分钟的持久男人，又怎么会坐等胜利的到来呢？当然要快打猛攻，把对方打到崩溃投降为止。只有在对方最强大的时刻击杀对方，才能显出真本事。杀！维开一声大喝，毫无顾忌的挥拳冲了上去。巨象看他冲来，也强打起精神，跟维开混战在一起。下一刻，他的长长象鼻便被维开双手抓住，随后猛地一扯，哗啦啦，100丈长的象鼻被维开硬生生的扯了下来，无尽的鲜血喷涌而出。巨象顿时仰天咆哮，发疯一般冲来。强弩之末，维开一声冷笑，挥起拳头朝着大象的脑袋砸去。砰砰砰，接连数拳直接把象头打出了一个凹槽。最后再用双手抱住巨象的脑袋，随后用力一拧，咔嚓，巨象死！巨象一死，他的身形就像是泄了气的气球，瞬间缩小到了之前的形态。维开本来还想说些什么，但他很快发现自己也在漏气。不对，是缩小。眨眼间，维开也变回了之前的样子。不是，我的持续时间还没完呢。他正想出言抗议，随后才发现自己的状态栏上已经没有了法天象地的 buff。啥意思啊？战斗已经结束，恭喜你顺利过关。就在这时，那只鬼怪飘了过来，面无表情地说道：“可我的 buff 呢？”维开不爽道：“他还想趁着 buff 时间没结束，试一试能不能带出秘境呢？万一可以，岂不是赚大发了？”战斗已经结束，神通自然要收回。鬼怪淡定解答道：“好吧。”维开吐了口气，无奈地接受了现实。看来这个法天象地的 buff 就是一个临时的体验卡，不管是持续时间结束，还是战斗结束，都会被收回。那接下来呢？是不是要发奖励了？维开迫不及待地问道。鬼怪点了点头，唤醒神兵之魂还要一段时间，你有什么疑问可以尽管问我。可以提问？维开眼前一亮，于是立刻问道：“这里是哪？”花果山啊！维开登时张大了嘴巴，这里竟然是猴哥的老家花果山。难道眼前的广场就是当年操练猴兵猴将的花果山练兵场？你是谁？他又问道。八将军。维开的头顶顿时冒出一排感叹号，原来这里真的是花果山啊！这个八将军也正是当年猴哥封的4元帅之一。那些怪物是谁？攻打花果山的小妖王。他们为什么敢攻打花果山大胜呢？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什么意思啊？维开有点听不明白。猴哥只不过是去西天取经了，又不是不回来了。那些小妖王哪来的胆子敢攻打猴哥的地盘？此界崩塌，天地已死。鬼怪略带悲伤地说道。什么？天地已死？
维开有些目瞪口呆，忍不住问道：“难道连大圣也？”“不错。”鬼怪点了点头。“那你怎么没事？你看我像没事吗？”鬼怪扭头看向他，残破的猴脸看起来格外恐怖。啊！维开顿时无语。这只八将军显然也是死了，只不过死后的灵魂还在，还相当残破。那……维开忽然想到了一个猴子，忍不住问道：“你跟外界的那只老猴是不是有联系？”“他是逃出去的崩将军。”八将军答道。维开再次震惊了，难怪那只老猴实力不俗，原来竟然是长生不死的4元帅之一。你能穿梭2界，他是不是也可以？可以，但他打不过这些小妖。八将军解释道。也是，在外界的崩将军最多也就相当于20级的 BOSS， 比狼王都差一些。让他回来面对这么多怪物的围攻，恐怕也是白白送命。那我现在把那些小妖全部杀光了，这里是不是得救了？维开又问道。只得一时清静罢了。八将军淡然道，他们很快就会卷土重来。这……维开挠了挠头，对方的意思是这个秘境很快就会重置喽？那要怎么才能拯救这里？2个办法。八将军答道，要么能唤醒神兵之魂，将那些小妖斩尽杀绝，要么崩将军如同当年的大圣一样，学成归来，将所有小妖收归花果山。到底什么是神兵之魂？维开听得有些疑惑，但话刚说出口，他便猛然想起了一样东西。如意金箍棒。第51章如意金箍棒。对于维开的问题，八将军还没来得及回答，脚下的地面就出现了剧烈震动，随后一座石台从地面升起，化为了一座祭坛。八将军见状，连忙走上祭坛，随后解答道：“神兵之魂就是当年大圣爷爷留下的如意金箍棒的一片碎屑。”维开一开始听到如意金箍棒几个字还激动了一下，但没想到只是一片碎屑。虽然只是一片碎屑，但在我等千百年的润养之下，早已变成一件神兵。八将军又道：“真的？”维开顿时眼睛一亮，莫非秘境的通关奖励就是这个？八将军点了点头，随后又叹息道：“只可惜随着此界崩塌，神兵也只剩下了残魂。”说完，他伸手指了指前方的祭坛，道：“这就是你的奖励。”维开疑惑道：“这是神兵之魂？”“对，要把它送给我。”维开一下子激动起来。“不。”八将军无情地摇了摇头，“你可以献上一件兵器，让神兵之魂赋予灵性。兵器的品质越好，能够赋予的灵性就越多。”“这样啊。”维开有些失望，但很快又想起了装备上的巨蛇法杖。神话级的装备一定能赋予更多的灵性吧？对了，附灵还需要另一种材料，原本我手里有一块，但已经被你用掉了。”八将军又说道。“啊？”维开听得一愣，挠头道：“你说的是那块黑泥？”“不错。”八将军点了点头，“如果你能靠自己的本事击杀小妖王，便可以省下那块材料，用于附灵。但你已经用掉了材料，这神兵之魂对你来说也等于没用了。”说完，他抬起手，似乎要把祭台放回地下。“等一下！”维开见状，连忙大喊：“你怎么知道我没有了？”说完，不等对方回应，便从背包里抓了一把在手上，足足有上百块。这下轮到八将军傻眼了：“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很多吗？”维开反问：“我还有更多呢。”八将军点点头，激动道：“此物极为难得，我在外界游历了数年，才得到一块。”维开撇嘴：“那是你脸黑吧？啊，不对，你根本没脸。”按照八将军的说法，黑泥这玩意的爆率似乎真的很低，但维开根本不在乎啊。有全物品掉落的天赋在，任何物品的爆率对他来说都是100%。快来试试！八将军激动的招手，迫不及待道：“你有这么多黑泥，说不定可以唤醒神兵之魂。”“真的？”维开也激动了。他很快来到了祭台上，随后按照八将军的指示，将手放在祭台上。片刻后，他的眼前便出现了一道光幕。“你唤醒了神兵之魂，放入一件兵器和足够的材料，神兵之魂可以为兵器赋予灵性。赋灵的结果与兵器品级、类别以及材料的数量有关。”看完了光幕上的介绍，维开顿时挑了挑眉。刚才八将军解释的时候，只说了跟兵器的品级有关，怎么现在又多了2种关联？材料的数量，他倒是能够理解。兵器的类别是什么意思？兵器类别影响附灵的契合度，莫非与金箍棒有关？维开猛然想到，随后脑中灵光一闪，是了，神兵之魂的本体是金箍棒，它为兵器附灵需要一定的契合度，刀剑一类的兵器契合度应该不高，最高的肯定是棍棒一类。可惜我没有棍棒一类的神话装备。维开有些遗憾，但转念一想，法杖也是棒子，算不算棍棒类的呢？更何况他手里这根巨蛇法杖还是物法双修的，可以当作棒子砸人脑袋。不试试怎么知道？
就是它了。维开很快下定了决心，随后将巨蛇法杖脱下，放入祭台中央。法杖刚刚放进去，祭台中便出现了一道金光，照耀在法杖上，将其裹成了金色。看到这一幕，维开顿时兴奋起来，好像能行。随后，他直接从背包里掏出了上千块黑泥，一股脑地放进祭台里。嗡嗡，黑泥很快被祭台吸收，祭台也发出了细微的轻鸣，似乎在欢呼着什么。一旁的八将军见状，顿时欢呼起来：成了，真的成了！什么成了？你唤醒了神兵之魂啊！维开听得一愣，随后眼前的光幕又出现了一行字：兵器契合度 90%， 材料充足，符合转化条件。是否转化？是否转化？维开满头雾水，连忙转头问道：你知道什么是转化吗？我哪知道？八将军直言道：这么多年了，神兵之魂还是第一次苏醒。这……维开犹豫了一下，最后咬了咬牙：是，转化就转化，大不了浪费一件神话装备，反正这玩意也是捡漏得来的。对他来说，巨蛇法杖并不是最趁手的武器，只是别无选择之下的临时顶替罢了。出去之后，迟早要换下来。嗡嗡嗡！在他选择了时之后，祭台上再次发出风鸣声，那根巨蛇法杖的外形也慢慢发生了变化。就在这时，一道声音传来：大大大，笑笑笑！果真如意好宝贝，带吃俺老孙一棒！一声声的唤音忽然出现在维开的脑海中，仿佛有人在他的耳边述说着当年的经历。维开听得激动不已。不知道过了多久，祭台上的金光散去，只留下一根漆黑如铁、两头套着金箍的铁棒。我骚，不会吧？看到这根铁棒，维开猛地擦了擦眼睛，完全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这难道是猴哥的如意金箍棒？他迫不及待地伸出双手，一把将其抓在手中，仔细查看起来。幻化如意金箍棒，神化棍棒，等级20，物理攻击力324-576，力量加100，攻击速度正 15%， 暴击率正 20%， 暴击伤害正 50%。 装备后获得神话之祝福，所有小队成员增加10点全属性，攻击时有概率增加100点力量，并且使敌人陷入内伤状态。特殊技能如意，装备后可以根据装备者的心意调整大小，并相应的调整装备属性。第52章，大些再大些。新的神话装备属性乍看之下有些平平无奇，唯一的亮点可能就是那 20% 的暴击率和 50% 的暴击伤害。至于词条，第一条是神话装备的固定词条，没什么好说的。第二条则是从巨蛇法杖继承而来，并且稍微提高了点属性。第三条则有趣多了。如意，维开看了看，笑得十分开心。这不就是如意金箍棒的神通吗？能够根据装备者的心意自由的变大变小，甚至还能相应的调整属性，这才是真正的神话装备啊！维开一边赞赏，一边挥舞着铁棒，来了一套舞棍花。2米长的金箍棒被他舞得虎虎生风，犹如风车一般。一套棍花舞完，维开犹觉得不够过瘾，于是轻轻喊了一声：笑！话音刚落，手里的金箍棒便陡然变小了一截，只剩下不到半米，变成了迷你版金箍棒。好好好，果然是好宝贝！维开哈哈一笑，同时看向自己的装备栏，发现这根金箍棒的属性也发生了变化。幻化如意金箍棒，神化短棒，等级20，物理攻击力214-336，力量加70，敏捷加30，攻击速度正 20%， 暴击率正 10%， 暴击伤害正 50%。 装备后获得神话之祝福，所有小队成员增加10点全属性，攻击时有概率增加 20% 的攻击速度，并且附带 15% 的敏捷伤害。特殊技能如意，装备后可以根据装备者的心意调整大小，并相应的调整装备属性。装备的属性变化有点多，不仅攻击力变低，力量加成变少，就连词条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之前的附带内伤，反而变成附加敏捷伤害。这几乎就是另一件装备了。维开不禁感慨，要是再变小呢？笑！说做就做，维开又喊了一声，随后手中的金箍棒再次缩小，变得只有筷子大小。幻化如意金箍棒，神化短刃，等级20，物理攻击力137-305，敏捷加80，攻击速度正 20%， 暴击率正 30%， 暴击伤害正 50%。 装备后获得神话之祝福，所有小队成员增加10点全属性，攻击时有概率造成致命伤害状态，持续流血，且受到的暴击伤害增加 20%。 特殊技能如意，装备后可以根据装备者的心意调整大小，并相应的调整装备属性。这下真变成另一件装备了。维开看完之后，
彻底服气了。不过他的好奇心还没有停止，于是继续说道：“再小些。”金箍棒继续变小，化作了维开手里的一根绣花针。大些，再大些，再大再大。维开玩得不亦乐乎，把金箍棒的10多种大小形态都试了一遍，也看了一遍不同的属性。不得不说，这玩意不愧是孙大圣的武器，果真神乎其神。从绣花针到擎天柱，不仅外形各异，重量不一，就连属性也完全不同。跟它相比，一般的神话装简直连根毛都算不上。唯一可惜的就是它的等级了，要是能像人一样升级就好了。维开满心感慨。你这……就在这时，八将军的惊呼声从身边传来，后者一脸惊愕地看着他。怎么？维开把金箍棒变回正常大小，看着他喝道：“你竟然把神兵之魂收走了！”八将军一脸懵逼，神色呆滞道：“没了神兵之魂，此处就要永远沦陷了。”那就不要了呗。维开看了一眼四周道：“反正这里也没有什么用处。”不行，八将军摇头：“我等早就发誓要守护此处。你走吧，我会留下来跟那些妖物战斗到底。”咦，这话什么意思？维开愣了一下，随即想到了一种可能，莫非这是在暗示这里的秘境将会转变为可以重复通关的副本？按照游戏世界的规则，秘境只能通关一次，通关之后便彻底消失，只有副本才能反复进入和通关。而秘境转变为副本的例子也不是没有过。那我能否从外界招募人手前来助战呢？维开连忙问道。那就多谢了。八将军淡淡的点头。成了。维开一拍手，脸上露出了笑容。有了这句话，秘境转变为副本这件事就算是板上钉钉了。不过没等他高兴太久，八将军又开口道：“此处危险重重，小妖王们实力不俗，若要招募人手，需有一定的实力，否则就是来送死。”没问题。维开连连点头。对方这句话说的复杂，但简化一下就是需要一定的入场等级。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毕竟那些怪物可都不是吃素的。以他的评估来看，至少需要1转20级左右才能顺利通关。还有什么？神兵之魂已经被你带走。八将军说着，不舍得看了一眼维开手中的棒子，低声道：“以后再无奖励可发了。”没有通关奖励了。维开挠了挠头，但仔细一想，好像也没什么问题。秘境的通关奖励本来就是一次性的，没了就没了。反正那些怪物的击杀经验够多，就算把这里当成一个纯粹的经验副本，也相当值得。无妨。维开摆了摆手道：“外界的人手都是自愿来帮忙的，只要你别吓到他们就行了。”八将军直勾勾地看着他。哦，对了。维开又想起了什么，连忙从背包里掏出一把黑泥。既然神兵之魂没了，这玩意是不是就可以随便用了？你想带去外界？不可能。八将军摇头道：“法天象地的大神通，只有在此处配合花果山的形式才能施展。意思是带出去就变得垃圾了呗？”维开不由得撇嘴：“这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了。”八将军继续摇头：“既然这样，这些就送你了。”维开说着，把手里的黑泥一股脑全给了八将军。为何？八将军一头雾水。维开微微一笑：“等那些外界人进来，你送一颗给他们，让他们也爽一爽。”第53章，正手养着呢。以这个秘境给的经验值来看，就算没有任何别的奖励，也会有大把的人来重复刷取。毕竟刷一次能升6级，实在是太香了。哪怕以后给的经验值变少，只要一次能升半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值得的。更何况还能有机会体验到法天象地这样的大神通，绝对能爽翻天。好吧，那我就收下了。八将军点点头，将黑泥全部收入体内。我现在要怎么出去？维开看了看四周，发现好像并没有可以离开的门。八将军道：“只需在心中默念离开便可。”等一下。维开正想走呢，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连忙从背包里拿出手机一看，6冒号46。咦，竟然快天亮了。秘境和副本的时间流动跟外界是一样的，秘境里是几点，外面也是一样。此时已经是凌晨的6点46分，再过14分钟，外界便将迎来天亮。这也意味着他成功的躲过了这次天黑。想到这里，维开不由得松了口气，终于过去了。虽然没能见识到天黑的可怕，但这也算是一种幸运。什么过去了？一旁的八将军忽然问道。没什么。维开摆摆手，但很快又转头问道：“你知道什么是天黑吗？此界天地已死，再也没有白天黑夜了。”八将军遗憾道：“我说的是外界。”不知道。八将军淡然道：“我只知道每次穿梭2界，外界都是一片漆黑，我若非灵体，恐怕也无法适应那样的环境。”哦，意思是你只能在天黑之后穿梭2界？不知道，或许吧。八将军不敢肯定。说完，他忽然感应到了什么，
连忙摆手：“你快走吧！”失去了神兵之魂的压制，那些小妖王很快就要卷土重来。再不走的话，你就出不去了。啊，还要再打一次？维开微微一愣，这要是再打一次，恐怕至少5、6个小时以上。他可没有这么多时间，再待12分钟不行吗？维开看了一眼手机，已经是6点48分了。快走！八将军催促道，等他们出现就来不及了。离开！维开立刻在心中默念，随后眼前一黑，吼吼吼！还没睁开眼睛，恐怖的嘶吼声便先一步传来。维开连忙睁眼，随后扫视了一圈周围的环境，才发现自己竟然站在一片乱石之中，周围到处都是碎裂的巨石以及各种各样的黑夜怪物。看到他的身影之后，这些怪物全都兴奋的大吼，随后猛地向他扑来。来得正好，刚刚换了新武器，维开正手痒着呢。他一声轻喝，同样冲了上去，手中的铁棒舞成了一道密不通风的棍影。噗噗噗！体格较小的叶金风一碰到棍影便被搅成了齑粉，随后爆出一地的黑泥。那些体格较大的怪物在触碰到棍影后也难逃一死。金箍棒一出，这些怪物几乎是擦着就死，碰着就亡，没有哪个挡住一下的。维开从乱石堆中冲出来，只用了不到2分钟就解决了围在附近的小型怪物。就这，维开咧嘴一笑，看着满地的黑泥掉落物，心中涌起一股豪情。但就在这时，头顶上忽然传来了一股腥臭味。他下意识地抬头望去，映入眼帘的赫然是一张大嘴，大嘴的后面则是一团漆黑的混沌，完全看不清模样，更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不过这张大嘴还是有些眼熟的，维开很快想起了之前的经历，这就是堵在洞口的那张嘴。话还没说完，大嘴便已经张开，随后吐出无数形态各异的夜惊风。见此情形，维开立刻双手持棍，严阵以待。下一刻，大量的夜惊风从天而降，如同倾盆大雨一般落到他的身边。维开立刻舞动铁棒，将自身周围护得泼水不进。普通的夜惊风早已不是他的对手，更何况维开的手里还有一件真正的神兵利器。金箍棒之下，没有一只夜惊风能挡得住，全都是一击必杀。看到这一幕，天空上的那只大嘴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点，于是再次张嘴吐出一根又细又长的巨蛇。巨蛇如同神鞭天降，重重的抽下。维开见状，连忙一个冲锋，以极快的速度躲开了巨蛇的攻击范围。下一刻，巨蛇轰然击中地面，无数汽车大小的巨石被打成了粉末，一时间烟尘四起，碎石乱飞。乖乖，这要是被打中，怕不得粉身碎骨哦。维开忍不住咂嘴感慨。大嘴眼见一击不中，顿时发出一声愤怒的嘶吼，随后又一次卷起巨蛇朝他的头顶抽来。维开见状，再次启动了冲锋技能，又一次躲过了这一击。1次、2次、3次，3次都没打中。大嘴出离了愤怒，不甘地咆哮了几声。维开笑出了声：“你这玩意太细了。”巨蛇虽然很长，但终究太细了，攻击范围有限，对于维开这种拥有冲锋技能、机动性拉满的战士来说，根本够不着。别说3次，就算再给他10次机会，都没办法命中维开。大嘴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点，于是索性收回了巨蛇，随后猛地张嘴一吸，呼呼，地面猛地刮起一阵大风，无数气流随着大嘴的吸气往天上飞去。维开也觉得身体轻飘飘的，似乎随时要飞到天上去。这可不能芜湖起飞，这要是飞到对方的嘴里，怕不是要被一口吃掉，然后变成一坨粑粑。维开连忙将手里的金箍棒往地面一插，随后念道：“大大！”嗖的一下，金箍棒陡然变大了2个尺寸，并且深深地扎进土里。维开则用力抱住铁棒，抵御来自天上的吸力。大风持续了2分钟，眼看无法将维开吸上去，反而吃了一嘴的石头，大嘴恼火地呸了几下，随后猛地长大血盆大口，直接向地面咬来。想咬我？好啊！维开见状一乐，直接拍了拍地里的金箍棒。大大大大！第54章，你看我像死人吗？随着维开的话，地里的金箍棒就像是春天的嫩芽，开始疯长，眨眼间便从1丈5的长棍长成了数10丈高的擎天巨柱，随后狠狠地捅进大嘴的嘴巴里。哦！大嘴发出一声痛苦的嚎叫，原本快要咬合的血盆大口直接被捅穿，无数漆黑的血液如同下雨一般落下，原本一片混沌完全看不清楚的身体也显出了臃肿恐怖的身形。伴随着他的现身，漆黑的夜空开始风起云涌，无数乌云滚滚而来，伴随着时隐时现的雷鸣声，天空仿佛也变得疯狂起来。地面上，维开犹觉得不够，于是双手持棍用力搅动起来。这一搅动，大嘴的伤口立刻被撕裂开来，大量的黑血喷涌而出，
就像是下了一场倾盆暴雨。哦！大嘴再次痛苦嘶吼，随后猛地发狠地闭上嘴巴，似乎要将金箍棒咬住不放。这是要抢夺我的兵器！维开见状，连忙将手中的金箍棒往回一收，眨眼就变回了正常大小。大嘴顿时扑了个空，接连受挫的大嘴变得更加愤怒。周身的乌云中开始电闪雷鸣，一道道水缸粗的闪电在乌云中狂舞，仿佛酝酿着灭世的天劫。身为这一区域的主宰，他在一次次的失利中已经失去了理智，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毁灭眼前的一切。此时，维开才终于发现天上的异常，顿时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危机。这家伙不会捅大篓子了吧？就在这时，一阵闹铃声忽然从兜里响起。他先是一愣，随后看了一眼手机，满脸惊喜。天亮了！话音刚落，一道金光从天边升起，随后是万丈光芒，赤红的新日降临天空，一扫此前的漆黑和混沌。天空上，太阳的光芒刚一出现，大嘴便面露惊恐之色，身边的乌云和闪电也瞬间消失。片刻后，随着光芒越来越大，大嘴的身体就像是被太阳照射的冰块，瞬间冰消雪融，逐渐消散于光芒之中。从天黑到天亮的转变只用了短短的1分钟。当维开关掉手机闹钟，重新抬头时，原本一片漆黑、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的天空，一下子变成了光芒万丈、云淡风轻的晴朗蓝天，哪还有之前那样的恐怖之象？终于天亮了，维开长长的喘了口气，整个人都疲软下来。他看了看四周，干脆找了块碎石坐下，好好休息片刻。就在这时，兜里的手机又响了起来。喂，阿开，你昨晚去哪了？电话是老妈黄丽乔打来的，一开口就是询问昨晚的事。昨晚维开被困于黑夜，自然不可能回家。维一同和黄丽巧在家等了一晚上，都没有等到他回来，本来就心里着急的不行，奈何城里半夜会断电断网，而且不准随意外出，两人都没有办法，只能等第二天一早再打电话。幸好第一个电话就打通了。我去朋友家住了。维开连忙撒了个小谎，没办法，总不能直说被困在黑夜里了吧？这事要是被父母知道，他们不得担心死，以后恐怕都不让他出来练级了。哪个朋友？黄丽巧追问道。阿义和长林都说没见到你。维开愣了一下，外面认识的朋友，女朋友吧？老妈看他支支吾吾的样子，顿时八卦之魂燃烧起来。不是，就是生意伙伴而已。维开连忙解释。我知道了。黄丽乔很快想到了什么，调笑道，就是昨天介绍买房销售的那位吧？维开顿时无语，没想到老妈的嗅觉这么灵敏。不说那么多了，我还要出城练级呢。他连忙找了个借口，赶紧挂掉电话。哪知道电话刚刚挂掉，铃声又响起来了。打开一看，竟然是田小玲打来的。喂，小开，你昨晚没空吗？怎么不见你来店里？玲姐温柔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我有点事忘了。维开连忙应道，我这就去店里补货，你要是有什么事就先去忙吧。田小玲忽然说道，店里的货永远都不够卖，也不急于一时。没什么事了。维开笑了笑道，我这就去。说完再次挂掉了电话。将手机放回背包后，维开拍了拍胸口，苦笑道，幸好这次只是一个晚上，要是一连失踪好几天，家里的父母不得担心死。在这个怪物横行，随时都有可能死亡的时代，一连失踪好几天，基本上就会被认定为死亡了。一想到自己死后的情况，他不由得心中一堵，以后不能这样了。他默默地告诫自己。休息了几分钟后，维开重新站了起来，随后往城市的方向走去。刚走没几步，迎面忽然走来了一支小队。当头之人发现了维开之后，顿时被唬了一跳。你是人是鬼？什么话？维开没好气道，我怎么可能是鬼？那你怎么从里面走出来？那人一脸懵逼，完全没反应过来。要知道今天早上开城门后，他们是第一支出城的队伍，他可以100%确定没有任何人比自己先进入野猪林。结果野猪林里不但有人，而且还是从里往外走。你不会是在野外过夜了吧？难道不可以吗？维开反问道。虽然野外的夜晚很危险，但谁也没有规定不能在野外过夜，雍宁城也没有这个规矩。那你没死？那人一听就惊呆了，能够在野外过夜并且不死的人绝对是奇迹啊！你看我像死人吗？维开做了个鬼脸道。可惜那人并没有被吓到，反而大喊，快来啊，有人在野猪林里过夜，还活着回来了。这话一出口，队伍里的其他人纷纷朝这边赶来，直接把维开围住了。喂，别挡我的路！维开不爽道，我还要回城里休息呢。等一下！就在这时，又一个人站了出来。你是叫维开？陈先池？维开也认出了对方，竟然是你！陈先池有些懵逼，
之前他就觉得维开有些本事，没想到对方竟然如此厉害，竟然能在野外活过一个夜晚。第55章遇到了，被我打死了。你是怎么活着出来的？打量了半天，陈仙池才再次开口问道。当然是走出来的啊。维开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淡然道，难不成还能躺着出来啊？可我听说黑夜中会有无数恐怖的怪物，你难道没有遇到？陈仙池又道。遇到了。维开道，被我打死了。陈仙池听得一愣，周围的众人也听得痴呆了，不敢置信地望着他。真的吗？我不信。最先发现维开的那名队员大声道，里面还有打斗的痕迹，你们要是不信，可以自己去看。维开白了对方一眼，没好气道，我有点累，就先回城里了。说完便错身而过，往城市方向去了。陈仙池没法拦住对方，只好犹豫了一下，随后来到一名身着道袍的男子旁边，低声道，队长，要不要去看看？当然要去。道袍队长点头，若有所思道，如何躲过黑夜一直是官方大力研究的问题，他的事情要是真的，只要上报给官方，我们就能得到一笔不错的奖励。不过此事不宜宣扬，他要是真有这个本事，将来我们还得有求于他呢。能够在黑夜来临时不死，已经是10几年来的独一份了，更何况对方的等级似乎并不高，等级低，装备差，技能少，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活过一次黑夜，此人绝不简单。好。陈仙池点了点头道，那我让小吴跟我一起去。不。道袍队长摆手道，我跟你一起去。好的队长。陈仙池连忙答应。几分钟后，陈仙池与队长悄然离开小队，其余成员原地练级，也可以自行组队刷怪。又过了几分钟，两人顺着维开走出来的方向，很快来到了那片战场。看到满地大小不一的碎石，以及将近2尺厚的石粉层，两人都看傻眼了。我记得这里原本好像是一座山。许久之后，道袍队长开口道，对。陈仙池连连点头附和。可现在，队长指了指四周的乱石堆，随后咽了下口水道，已经变成这样了，这恐怕是高级怪物才能造成的破坏吧？陈仙池试探性地问道。至少50级的 BOSS。 队长十分肯定地回答。陈仙池顿时一愣，那岂不是这里也是野猪林的一部分，最强大的怪物就是区域 BOSS 白虎，但也只有25级。如果是50级以上的 BOSS， 那就只能是黑夜中的怪物了。只有黑夜中的怪物才会在黑夜中畅行无阻，出现在任何地方。他说的是真的。队长深吸了一口气，重重说道，这件事一定要上报给官方。说完，他便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10分钟后，3名官方的高级战斗人员一路狂奔而来。3人刚到现场，便各自分头行动，两人去查看周围的情况。一名领头人走过来问道，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地方？是的。队长连忙答道，这里是一片战场，只有50级以上的 BOSS 才能造成这么大的破坏，也有可能是特殊技能。一名正在勘察的高级人员回应道，除了这片战场，还有什么线索？领头人继续向两人询问。就是他亲口说的那些话。陈仙池迟疑了一下才回答道。领头人眉头一皱，复述一遍。他说。陈仙池很快把之前发生的事情详细的简单的复述了一遍，但领头人却听得不太满意，接连追问，甚至把维开当时说话的语气和神色都要问清楚。然而陈仙池并没有记得那么清楚，面对着对方的质问，他开始有些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就在这时，一个呼声突然从乱石堆里传来，头，有发现！一名负责勘察现场的高级成员大声喊道。下一刻，领头人和另一名高级成员立刻狂奔过去，随后看到了碎石堆里的一样东西。这是掉落物。那名发现的队员问道。嘿你！领头人见多识广，立马回答道，黑夜怪物的专属掉落物。岂不是说真有人在这里击杀了黑夜怪物？另一名队员惊讶道。不错。领头人深吸了一口气道，而且还不止一只。为什么？因为这玩意的爆率比特么的传奇装备还低。领头人没好气道。说完，他又立刻吩咐道，再找找，看看还有没有。是。2名队员连忙听令行事。你们也过来。领头人扭头看了一眼队长和陈仙池，招手道，过来帮忙搜寻线索，只要有新发现，保证有奖励。好。陈仙池2人立刻答应，马不停蹄地加入了搜索行列。此时此刻，维开已经回到了城里，经历了一晚上的大战，他现在已经累得不行，不过还是强撑着疲惫，先去了一趟西乡市场的店铺。刚到不久，田小玲也来到了店里，看到他在，连忙走了过来。阿开，我来补货。维开笑了笑，顺手把刚刚转移好物品的背包递给对方，并解释道，昨天一直在刷野狼练级，
只有野狼掉的东西。没事，反正店里的东西不愁卖。田小玲笑道。也是，只要够便宜。维开应了一声，随后想到了什么。对了，你知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自动拾取物品？自动拾取？田小玲听得一愣，歪着脑袋想了许久。我没听说过，难道没有吗？维开不甘心地问道。对他来说，杀一只怪掉落10几样物品固然很爽，但拾取物品的时候却相当消耗耐心，尤其是在练级时，每次刷完一群怪物就要专门停下来捡东西，实在是有些浪费时间和精力。要是能有一个自动拾取的装备，那就更好了。我真没听说过。田小玲摇了摇头，随即又道，但如果世上真有这种东西，就一定在那个地方。啊，多宝阁。第56章。多宝阁。多宝阁的大名，维开自然是听说过的。据说它是龙国最大的商会，不仅有着深厚的背景，而且实力强大。龙国3位传奇之一的炼金师刘天宇便是多宝阁的副阁主，另外2名传奇人物也是多宝阁的客卿。另外，多宝阁号称拥有的宝贝最多，打造的装备最强，库存的物品种类最为丰富。别人有的，他都有；别人没有的，他也有。不管你想要什么宝贝，多宝阁都能满足你的要求。可是，我记得多宝阁在雍宁没有分店吧？维开想了想道，多宝阁诞生于京城，并且一直都在大城市经营。像雍宁这样的2线小城市，人家根本不屑于入驻。那是以前。田小玲笑了笑道，最近他们改变了经营策略，准备进入下沉市场了。就是说，多宝阁准备进幽宁了？维开惊讶道。田小玲点点头。你们可能不太清楚，但我爸和梁叔叔他们为了这件事已经吵翻天了。如果说多宝阁是京城来的强龙，那么田家和梁家这些本地商会就是本地的地头蛇。强龙要来抢地盘，地头蛇自然不会答应，甚至还会有一场恶战。不过这些都是商会之间的事情，对于普通人来说根本毫无知觉。难道你们还能把多宝阁赶出去不成？维开奇怪道。为什么不能？田小玲甩了甩辫子，笑问道，你不会觉得这些年多宝阁一直进不来，是看不上雍宁这样的小城市吧？维开顿时挠挠头，我还真是这么想的。都说了，我家也是奸商。田小玲耸肩道，别把他们想得太好。那我要怎么才能知道多宝阁有没有？维开又问道，总不能等他们在雍宁开店以后再去店里逛街吧？你若是想要的话，我可以为你联系。田小玲答道，我最近跟他们有一些联系。你？维开皱了皱眉。多宝阁没办法大张旗鼓的进来，只能想办法借尸还魂。田小玲解释道，他们最近联系到了我，希望借用我们的店铺来卖他们的东西。啊？维开听得愣住了。但我没答应。田小玲立刻补充道，这个店铺是我们的，才不要外人进来。维开听得有些感动。当初他跟田小玲创办这个店铺的目的，只是为了卖货，让更多的人能用上便宜的东西。但田小玲的目的却是赚钱，他不甘于每月领着微薄的工资和家里给的那些零花钱，他想要自己创业赚钱，想要赚更多的钱，所以才费尽心思开了这家店。店里的大小事务，除了进货之外，几乎都是他一手包办的。为了赚钱，他费尽了努力。如果答应多宝阁的条件，在店里卖多宝阁的货物，说不定能赚更多的钱。但他却拒绝了。这是我们的店。维开用力点了点头，笑道，以后我们一定能做得比多宝阁更大更强。嘿嘿，我倒是希望有这一天。田小玲跟着笑了起来。那就去联系吧。维开将话题拉回来道，如果真有，顺便帮问问价。没问题。田小玲一口答应下来。说完了这件事，维开也告辞离开了。不过他还是没有着急回家，而是去了一趟无意的美食店里，美美的吃了一顿早餐。店里还是那老3样，家的属性虽然不多，但胜在可以日积月累，只要能坚持1个月以上，就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吃完了饭，维开这才回到了新家。新家位于西乡大学的附近，这里十分繁华，四周高楼林立，人流如织，配上白天明媚的阳光，更是一片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景象，跟以前住的地下13层社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维开一开始还以为自己会不习惯在白天睡觉，哪知道一躺到床上，很快就沉沉的睡去了。同一时刻，陈先池等人在乱石堆中搜寻了没多久，就有了一个巨大的收获。头，这里有副本入口。一名高级成员很快发现了藏在石头堆里的光门。什么？领头人一声惊呼，随后立刻狂奔过来。其余众人也闻讯赶来，看到光门之后，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这里不会是我们之前找到的那个秘境吧？陈先池忽然想起了什么，大声惊呼道：什么？你们之前在这里发现了秘境？
领头人顿时皱起了眉头。这个……陈先池闻言犹豫了一下，随后看了一眼队长。我来说吧。队长一声苦笑，站出来说道：就在几天前，我们小队在野猪林里刷怪的时候，遇到了一只野猴子。那名队员原本不想理会，但那只猴子却一直在烦他，最后队员被惹得恼火，便一路追杀野猴子。追着追着就进了一个山洞里，然后就发现了一个秘境。那你们有没有进去探索？领头人问道。没有。队长摇头苦笑，我们团队的实力不够，不敢轻易进去。对了，我还邀请过那个维开，想让他加入我们团队一起探索秘境。陈先池补充了一句。那他知道秘境入口吗？领头人问道。我没说。陈先池答道。头，你怀疑那个维开进入过秘境？一名高级成员低声问道。秘境转变为副本这种事又不是没有过。领头人淡然答道，说不定就是他通关了这个秘境，然后把这里转变成副本的。有道理。两名高级成员同时点了点头。那要不要进去看看？一名成员问道。你们在这里守着，记得联系上级汇报目前的发现。领头人吩咐道。我进去看看。两名高级成员点了点头。头，注意安全。小心。放心，我很快就出来。说完，领头人走进了光门之中。听着三名官方人员的对话，陈先池和道袍队长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队员撞大运找到的秘境，结果还没来得及探索，就被人捷足先登了，这也太倒霉了吧。第57章，真的爽爆了。对于野外秘境的归属，官方的规则是，第一个发现的人拥有优先进入权，但只有3天。如果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再次发现秘境，同样拥有进入的权利。简单的来说就是，眼前这个秘境是陈先池小队先发现的，所以他们拥有3天的优先进入权。其他通过他们小队才得知秘境消息的人，在3天之内无权进入。但如果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也发现了这个秘境，那么他也可以进入秘境探索，谁先通过就是谁的。维开就属于后一种情况。陈先池虽然曾邀请他一起探索秘境，但却没有告知秘境的具体情况，所以维开属于不知情的一类。在这种情况下，他自行探索，发现了秘境，并且顺利通关，那么秘境的所有收益都归他一人所有。队长和陈先池都很清楚这条规则，所以才没有把秘境的事随便说出去。只是他们也没想到，维开竟然能找到这里，并且顺利的通关。我现在很好奇，他到底在这个秘境里获得了什么？陈先池悠悠的说道。说不定是什么保命的宝贝。队长池推测道，不然怎么能在这么强的怪物面前活下来？有道理。陈先池点点头，有些不忿道，可惜了，本来应该是我们的。道袍队长一阵沉默，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世上从来都没有什么本来应该的事。第一个发现秘境的人不一定是第一个通关的人，也有可能是第一个死在秘境里的人。这样的事情以前发生过太多。有些人在野外发现秘境后，为了独占先机，往往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就冒险进入秘境，最后死在里面。也有进入秘境的团队，在已经通关的情况下，因为分赃不均，最终自相残杀。秘境的奖励太过丰厚，所以人人都想分一杯羹，但最终能够顺利通关的，无一不是有大气运和强大实力的人。那个维开显然就是这种人。想到这里，队长不由得陷入了沉思。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听到一名高级队员说道，投进去1个小时了。是啊，要不要汇报上去？说不定遇到什么情况了。汇报吧，按照规章来。好。两人的话说得很快，听完之后，队长才反应过来。啊，已经1个小时了吗？感觉过去好久了。陈先池也插嘴道，你们要是不想等，可以先行离开。一名高级成员回答道，等有了新进展，我们再联系你。不用。队长连忙摆手道，我们也想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你们就不怕后悔？另一名高级成员调侃道，秘境是陈先池的小队先发现的，但他们却没有第一时间进入，导致秘境被别人抢先通关。如果秘境很简单，他们岂不是要后悔死？后悔也比什么都不知道好。道袍队长回答道，随便你。那名高级成员耸了耸肩，很快就去打电话汇报情况了。就这样又过了许久，眼看着领头人还没有出来，两名官方的高级人员开始急了，不安的神色已经写在脸上。2个小时了。陈先池忍不住开口，不用你提醒。一名高级成员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陈先池被这一瞪，顿时心中不爽，低声笑道，这下我不会后悔了。30多级的大人物进去2个小时还没出来，换成是我们小队，恐怕早就团灭了。幸好我们没进去。道袍队长也想说些什么，但面对2名高级成员凌厉的眼光，一句话都不敢说出口。不过他的心里已经开始庆幸了。又过了许久，
外面的4个人同时拿着手机盯着时钟，1分1秒的过去。当时间来到10点37分的时候，陈先池再次站了起来。3个小时了。他的话音刚落，2名高级成员就噌的一下站了起来，其中一人大声斥喝：“闭嘴！说了不用你提醒，我们也是担心他。”道袍队长连忙站出来打圆场：“关你屁事！”队长顿时怂了一下。另一名高级成员见状，连忙拉住队友：“行了，汇报情况吧。实在不行，就请求支援。”“不行，我要进去看看。”“你进去送死吗？”“谁说是送死？万一头被困住了，正需要帮忙呢。万一不是呢？”2人一下子争吵起来，眼看着火药味越来越浓，队长和陈先池下意识地躲到一边去。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忽然出现在光门附近，随后传来一阵重重的咳嗽声。可嗨嗨，爽！头！听到这个声音，2名高级成员差点激动地跳起来，连忙狂奔过去迎接。头，你没事吧？一名成员急忙问道。我有什么事？好着呢。刚从副本里出来的领头人虽然有些鼻青脸肿，衣衫破烂，但精神却十分亢奋。我告诉你，刚才真的爽爆了！我变成了一个巨人，你知道吗？山一样大的拳头，一拳过去就把那个怪物给秒了。然后呢？然后我就变回来了。领头人神色一愣，没好气道：“副本的 NPC 也太小气了，都不给我多体验一下。说好的30秒，结果只爽了5秒不到。”众人都听傻眼了。头，你到底在里面搞什么？为什么会一直说爽？看到众人都不说话，领头人也发现了尴尬，于是连忙爬了起来。行了，这里的情况已经调查完毕，回去报告结果吧。他一边拍着身上的灰尘，一边说道。头。就在这时，道袍队长终于忍不住问道：“里面到底是什么？”“一个生存挑战副本。”领头人看了他一眼道：“不过你们的实力不够，还是别进去了。以他的本事，都被副本困住了3个小时，换成别人，恐怕3分钟就死完了。”原来是这样。道袍队长和陈先池顿时了然。对方说的很对，生存挑战这4个字就不是他们这种人能碰的。第58章，外勤团第1行动队。维开一觉睡到了下午5点，睁开眼时，太阳已经西垂，余晖将半个天空都照得金光璀璨。透过阳台的玻璃，房间也被夕阳染成了金色。这是他第一次睡到自然醒，果然地面的生活才叫生活。维开感慨了一句，一只手枕在头上，将脑袋垫起，另一只手拿过手机看了一眼。田小玲在下午2点半发来一条消息，说他已经联系上了多宝阁的负责人，正在搜寻相关的物品。另一条消息则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里面的内容让维开看得眉头一皱。维开先生你好，我是官方外勤团第1行动队的队长吴启亮。看到这个消息后，请立刻回电，有要事。官方的人，不会是跟副本有关吧？他立刻联想到了早上的事情。对于副本的暴露，他其实早有预料。那里本就是野猪林的范围，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战斗职业者进去刷怪练级，迟早会发现那处战场。而副本的光门又如此显眼，只要进去找找，很快就能发现。因为根本藏不住，所以维开也懒得去隐瞒什么。他想了想，还是拨通了对方的电话。武队长，找我有什么事？是维开吧？有空见一面吗？在哪里？橘子。没空。维开当场拒绝。哈哈，开个玩笑。武队长哈哈一笑，连忙改口。你定个地方，我来找你。那就西乡市场门口的奶茶店吧。没问题，我10分钟就到。对方说完，很快就挂断了电话。可我10分钟到不了啊。维开对着挂掉的电话吐槽了一句，连忙起床洗漱一番，随后出门赴约。因为没有交通工具，只好叫了一辆出租车。到达西乡市场后，2000多的打车费让维开心疼了好久。奶茶店就在市场的门口，他刚推门进去，就看到一名身材高大、身穿黑色皮夹克的年轻男子站了起来。你就是维开吧？吴启亮爽朗一笑。维开有些讶异，忙问道：是武队长？对。吴启亮笑着点了点头，随后招呼他坐下。维开倒也不客气，坐下之后先是看了对方一眼，随后直言道：不知道这次武队长是以什么身份来找我呢？吴启亮闻言面容一肃，正色道：官方外勤团第1行动队队长。代表官方？对。那就有事说事吧。维开虽然有些惊讶，但还是选择了配合。我们想知道你是怎么度过黑夜的。吴启亮从包里拿出笔记本，正襟危坐道。维开笑了笑，我觉得你们应该已经猜到了。吴启亮不置可否，有些猜测，但还是想从你这里知道更多细节。那我就说说吧。维开深吸了一口气道：昨天下午我原本一直在野猪林里练级，结果忘记了时间，错过了回城的机会。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看到天黑，我就明白自己回不去了，
于是趁着最后一点时间，赶紧寻找一处可以藏身的地方，准备躲过黑夜。你遇到怪物了吗？吴启亮忽然问道。遇到了。维开点点头，一种像蛇一样浑身长满触手的怪物，实力不强。吴启亮满意的点点头。继续。那些怪物单体实力不强，但数量很多，我很快就被他们发现了行踪，然后一路追杀。维开继续说道，在躲避追杀的途中，我发现了一处山洞，于是连忙躲进去，没想到里面还有一个秘境的入口。我在秘境的入口处跟那些怪物大战了一场，结果还是敌不过他们的数量，最终只好躲进了秘境中。随后我在秘境里躲了一个晚上，直到天亮以后才出来。出来后不久就遇到了陈仙池他们小队，后面的事情你应该都知道了。是陈仙池联系了我们。吴启亮点了点头道，我们也去实地勘察过了，官方不会是想要收回秘境通关的奖励吧？维开忽然问道。那是你的。吴启亮摇摇头，淡然道，你自己发现自己通关的秘境，谁也不能觊觎你的通关奖励。那就好。维开装作松了口气的样子。另外，作为第一个发现野外副本的人，你还会获得官方的一笔奖励。吴启亮继续说道。白拿？维开惊讶道。吴启亮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道，有一个小条件。说说看。不能公开你躲过黑夜的办法。吴启亮说道。为什么？维开有些奇怪，忍不住反问道，这个办法官方应该早就知道吧？他之前讲述昨晚发生的事情时，对方的神色一直都没什么变化，尤其是对于他进入秘境躲过黑夜的办法，听完之后不仅没有半点惊讶，反而有些想笑。这反应一看就是知情者，官方也只有一部分人知道。吴启亮回答道，因为这个办法不宜公开，黑夜中的怪物是不确定的，你的运气很好，只遇到了那种最弱的小怪，所以才有机会找到山洞，从而更加幸运地发现秘境入口。简单来说，你能活下来纯属运气。我知道。维开点了点头，没有半点被看清的想法。正因为是运气，所以才不能让太多人知道，否则人人都想去尝试，那就完蛋了。吴启亮解释道。我明白了。听了这番解释，维开顿时了然。你们是怕有人去模仿我的经历，对吧？是的。吴启亮点点头。为了博名利，总会有人铤而走险。看来我差点开个了坏头啊。维开不由得自嘲一笑。不。吴启亮摇头道，你不一样，你能活下来，除了运气好，还有实力。能够从秘境里通关出来，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个副本的难度，就连我都差点栽在里面。武队长谦虚了。维开连忙笑道。我是真心的。吴启亮神色严肃道，所以我要代表外勤团第一行动队，邀请你加入我们。啊？第59章。加入他们。对于官方，维开一直以来都秉持着保持距离的态度，不合作，也不排斥。但经历了这几天的事情后，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官方固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拥有的优势也十分明显。比如情报。身为一名平民百姓，又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维开获取情报的渠道简直少得可怜。在这方面，父母和朋友完全帮不上忙。许多事情还是田小玲告诉他的。如果不是田小玲，他根本不知道灵药碎屑的作用，甚至还以为背后有什么大阴谋呢。还有多宝阁的商战，以及自家小店背后的博弈。刚才与吴启亮的聊天中，对方也隐约透露了官方对于黑夜的了解。从官方的视角来看，黑夜似乎并没有宣传中的那么恐怖。另外，官方还掌握了大量关于野外怪物、区域状况和世界变化的消息，这些都是维开根本无法知道的。想要得到这些消息，就必须加入他们。我有几个问题。维开一番思考后，终于开口。吴启亮微微一笑，说说看。加入之后，我需要做什么？能够得到什么？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规定？维开一口气问了3个问题。听到这些问题，吴启亮顿时眉毛一挑，问得好，你果然很特别。之前跟对方聊天的时候，他就觉得对方的应对实在是太冷静了，一点都不像是刚刚毕业的学生面对特勤团叔叔的样子，反而更像是一个成熟的中年人在淡定地应付一切。如今提出的这3个问题，更加显露出对方的成熟和理性。还没加入就问能得到什么好处，这可不是一般人能问出来的问题啊。首先，我要向你介绍一下我们特勤团第一行动队。吴启亮正襟危坐，开始讲述道，我们虽然隶属特勤团，但并不从属，有着自己的独立行动权。其次，我们虽然有办公地点，但不需要每天上班打卡。我们的上班模式是出勤，就是有事才会叫你。如果你不想出勤，也可以把个人状态改为下班。那我可以一直不上班吗？维开忽然问道。不行。吴启亮摇摇头，行动队的队员每个月至少出勤2次。
可我还要练级、刷装备、赚钱，以及将来考大学。维开摊手道：“练级也算出勤啊？练级就等于提升实力，当然算出勤。”吴启亮笑道：“20级以下的成员，每升3级算一次出勤；20级以上呢，完成一转也算一次出勤。”吴启亮继续说道：“之后每升2级算一次出勤，30级以后每升1级算一次出勤。这么说，那我要是一直升级，岂不是永远都不用上班？”维开听得眼前一亮，忍不住问道：“你要是能一直升级，那确实是这样。”吴启亮十分肯定地回答道：“然而，升级哪有那么容易？身为行动队的队长，吴启亮如今也不过是33级。从他20级加入行动队时算起，到现在已经将近10年，满打满算也不过是抵消了9次出勤。9次出勤也就等于4个半月的假期，跟将近10年的工作时间相比，根本不算什么。想要靠一直升级来不上班，哪有这么容易？”想到这里，吴启亮不由得露出几分笑意。看着吴启亮戏谑的神色，维开当然知道对方在想些什么，但他却十分满意。你们没办法一直升级，不代表我没有；你们做不到，不代表我做不到。那上大学呢？维开又问。只要你能考上大学，在大学深造期间一律算作满勤。吴启亮很快回答道。这么大方？维开听得有些惊讶。那当然。吴启亮笑道，能够进入大学的全都是人中龙凤，对待天才自然要有优待。维开点点头，说的也是。这个时代的大学不像是上一辈子的大学，反而更像是古代的科举。每年的招生名额只有数百人，光是报考大学的资格就能筛选掉绝大多数人，毕竟不是每个毕业生都能在3个月内达到1转的。3个月内拿不到报名资格，就过时不候，从此失去进入大学的机会。大学生太过稀有，整个特勤团都没有几个，第一行动队里更是一个都没有。要是能在第一行动队里出一个大学生，吴启亮恐怕要将他捧上天去。那我总结一下。说了这么多，维开开始总结自己的工作内容。加入行动队以后，我可以自由地选择出勤、练级、上大学或者休假，每个月只需要有2次出勤就够了，对吧？不错。吴启亮点了点头。事实上，这也是他的工作内容。就算是队长，他的工作内容也没有多少，反而福利更多。那么，我可以得到什么？维开又问道。首先，自然是工资福利。吴启亮直言道，这方面太复杂，你可以去官方的网站上自行查看。其次，你可以得到一个行动队的身份账号，只要在权限以内的资料，你都可以自行查看。最后是一个官方的身份。说到这里，吴启亮笑了笑，以后我们就是自己人了。你们的福利很好。维开对这个回答十分满意。工资福利什么的，他可以不在乎，那个可以自行查看资料的身份账号才是重中之重。另外，官方的身份也很重要，毕竟这可是自己人呐。最后是一些特殊的规定。吴启亮不等他提问，便率先说道，行动队的成员在非出勤的情况下，不能主动表露自己的身份，更不能以权谋私。除了每个月最少2次出勤，如果遇到突发情况，将会有特殊行动，全员必须参加。不是，先别急，听我说完。吴启亮打断道，凡是参加了特殊行动的成员，都可以获得4次抵消出勤的权利，相当于2个月的假期。好吧，1次特殊出勤换2个月假期。维开想了想，似乎也能接受。第60章，你不要，有的是人要。这么说，你答应了？吴启亮期待地看着维开。维开拖着下巴想了想，我要考虑一晚上，明天给你答案。也好。吴启亮笑了笑，道，你要是考虑清楚了，明天就来警备局办个入职。维开点点头，好的，我会好好考虑的。说完了正事，吴启亮便起身告辞了。维开倒是没急着走，而是一边喝着奶茶，一边在网上搜寻关于外勤团的消息，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网上关于外勤团的消息极少，就连警备局的官网上也只有一小行的介绍。外勤团下属5支行动队，专门负责处理野外的突发事件。介绍虽然简单，但维开还是看懂了外勤团的主要工作内容。处理野外突发事件，也就是说主要负责对外喽。难怪陈先池报案后是他们来处理。这样也好，负责对外的话，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破事。相比起城市里的人，维开还是更喜欢跟野外的怪物们打交道，因为怪物更加纯粹，见面开打就行了。看完了网上的消息，维开又给田小玲发了个消息，玲姐，能不能帮我查一下外勤团第1行动队的资料，还有队长吴启亮？消息发出后不到1分钟，田小玲就发来了回复，没问题，晚上告诉你结果。多谢。发完这条消息，维开便起身离开了奶茶店。出了店门，夕阳的余晖已经逐渐消散，只剩下最后一点光芒还在顽强的坚持。
时间已经来到下午6点03分，距离天黑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大街上的灯光已经逐渐亮起，各色各样的小吃摊也出现在沿街两旁。城市里生活的人们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夜市忙碌起来。维开想了想，最终坐上了前往战士工会的公交车。此次回程，除了要好好休息，还有2件事必须完成。第一是学技能，第二则是换新装备。技能方面，维开其实早就想好了。他现在除了上挑、下斩2个基础技能以外，还学会了冲锋、旋风斩、挑衅3个主要技能。这3个技能都是以群攻为主，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练级。但现在他已经20级了，接下来的主要目标除了打 BOSS， 就是完成1转的转职任务。转职任务是固定的，但不同的1转职业有着不同的任务需求。维开现在要做的就是取长补短，补足自己缺少的对单技能，以应对不同的任务场景，顺利完成1转任务。战士的对单技能中最好用的有3个，分别是致残打击、破甲一击和连环击。这3个技能的名字看起来朴实无华，但效果却十分出色。致残打击的效果是使敌人进入残废状态，减缓行动速度。行动速度包含了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以及施法速度等等。一旦进入残废状态，敌人的任何动作都会变成慢动作，只能白白挨打，而无法做出有效的防御或者反击。而破甲一击的效果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专门用来对方高防御的 BOSS， 可以直接减少对方1半的防御力，是对付 BOSS 的绝佳利器。连环击的效果也如同它的名字一样，释放后将会对目标发动7次连续不断的攻击，一次更比一次强。3个技能都很好，但可惜维开只有2个技能点可以用，最后1个技能点必须留给转职后的新技能。就这2个技能点，还是他服用了灵药后额外获得的。要是没有这2枚灵药，技能点将会更加匮乏。如果是以前，维开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致残打击和破甲一击，因为它们的效果都十分强大，比起只有攻击频率和伤害的连环击强太多了。但拥有了幻化金箍棒后，维开的选择就变成了致残打击和连环击。原因就是金箍棒的内伤效果，一旦进入内伤状态，接下来遭受的钝器攻击都将变为无视防御的真实伤害。跟真实伤害相比，破甲算得了什么？真实伤害才是最真实的伤害。而想要打出内伤状态，就必须先触发金箍棒的攻击特效，这就需要更高的攻击频率。连环击一招就能打出7次攻击，完美符合了要求。甚至在打出内伤状态后，接下来的攻击还会直接转变为真实伤害，跟金箍棒简直是绝配。一路思索，战士工会很快就到了。下车后，维开径直往大厅里走去，很快就来到了售卖技能书的柜台。但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就有一名壮汉挤了进来，来1本致残打击和1本破甲一击。壮汉说完，排出一张银行卡。没有。柜员平淡的应答道。怎么会没有？壮汉先是一愣，随即有些恼火。没有就是没有。柜员耸耸肩道，你要是想要的话，可以先预定，等有了再通知你。那就预定。20万定金。你们怎么不去抢啊？壮汉大声惊呼，顿时吸引了大量的目光。维开也忍不住开口，我记得这2本技能书的售价才40万吧？那是2天前。柜员瞥了他一眼道，现在是50万，定金付2成，1本10万，2本就是20万，才2天就涨了10万。维开听得目瞪口呆，难道连战士都开始缺技能书了吗？爱要不要？柜员没好气道，你不要，有的是人要。我要。壮汉一咬牙，猛地拍了一下银行卡道，给我预定2本。等着。柜员轻蔑一笑，随手拿起银行卡去办手续了。维开在一旁看得无语，没想到技能书买不到就算了，这柜员也变得如此嚣张，这态度好像别人欠他钱一样。正想着，柜员已经办好了手续，随手将一张回执和银行卡丢在柜台上。可以了，下一个。维开正想上前询问，结果却听到壮汉一声惨叫，还要排队？第61章一转分支，又不是你一个人预定，当然要排队。柜员没好气地看了眼壮汉，挥手道，让开一点，别挡着后面办事的人。我特么！壮汉一听这话，顿时暴脾气就上来了，拍着柜台的桌子大声道，我花了20万预定2本技能书，竟然还要排队？排队就算了，竟然排到了27名。你不要，有的是人要。柜员淡定地说道。壮汉一下子被怼回去了。之前柜员说这句话的时候，他选择了要，现在又说这句话，老子不要了，退钱。柜员一声冷笑，定金不退。他的话刚说完，壮汉的手中就出现了一柄战斧，同时双眼变得血红。信不信老子弄死你？柜员啪的一下当场跪地求饶，退，马上就退。这一幕把维开都给看乐了。
之前那么嚣张跋扈的桂圆，见到壮汉暴怒后，当场跪地求饶，瞬间变成了小丑。这个太有意思了。不过好在他跪得够快，壮汉并没有真的动手，也没有造成什么损失，不然的话，恐怕立马就要被内勤团给带走。片刻后，壮汉拿着自己的银行卡，惆怅离去。临走前，还不停地回头看向柜台，似乎又后悔刚才的一时冲动，就不应该退款的。得罪了工会里的工作人员，以后还怎么买技能书啊？下一个。就在这时，柜员的呼声传来，维开微微一愣，没想到柜员竟然能这么快就恢复正常，随后才意识到是在叫自己。还有连环击吗？他上前一步问道。有。呼，听到这话，维开终于松了口气，还好，幸好连环击不是热门技能，没有那么多人抢购。来一本，20万，这个也涨价了。维开顿时抬起头，问了一句：“你不要？”要。没等对方说完，维开便一口答应下来，随后掏出自己的银行卡。1分钟后，技能书到手，维开当场就学了。只可惜没能买到致残打击，还是有些遗憾。没办法，这个技能实在是太热门了，只要是个战士就会学这个技能，毕竟残废状态是真的神技。再厉害的 BOSS 中了残废状态都要变成真的残废。不如我自己去刷。维开忽然想到，既然这么热门，连预定都要排队，说明有很大的商机。刷个几百本放到自家店里售卖，很快就能实现财富自由了。就这么决定了。维开自顾自地点点头。买完了技能，他又来到了战士工会的另一侧。这里是转职大厅，专门负责战士转职的事宜。通关花果山秘境之后，维开的等级就已经升到了20级，得到了一转的资格。不过他却一直没有想好一转的职业方向。战士是所有战斗职业里一转分支最多的职业，按照5维属性，每一种属性都有数个一转职业，比如全力的狂暴战士、全敏的驯影战士、主加魔力的魔武士、主加精神的战争骑士，以及全加体质的纯肉战士。除了这些极端的职业，还有更多是比较中庸的职业，比如力敏双加的剑客、力魔双加的魔导战士，以及力体双加的刀盾手。如此多的职业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一般人根本没办法分辨到底哪个职业更好。又因为人类目前最高等级的战士只有80多级，远没有达到职业的巅峰，因此无法确定到底哪个职业更有前途，更加未来可期。种种原因之下，目前的一转选分支更像是一场豪赌，赌自己的眼光，赌自己对未来局势的判断。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眼光，所以大多数人一转的时候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的。正因如此，绝大多数战士在低等级时都是不加点的，只有到了20级，确定自己未来的职业分支后才会加点，然后去挑战转职任务。维开早早就全力加点了，所以他的目光自然放在跟力量属性有关的分支上。跟力量有关的转职分支足足有10几个。维开思来想去，最终将目光放在了2个分支上，分别是全力的狂暴战士和力敏双加的剑客。狂暴战士以攻击力著称，舍弃了防御和生存，换来极致的输出。不管是通秘境、刷副本还是打 BOSS， 狂暴战士都是绝对的输出核心，可以值得整个团队来保护的那种。但相应的，狂暴战士也是游走在死亡线上的职业，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挂掉，所以也是死亡率最高的一转职业。与狂暴战士相比，剑客舍弃了部分输出，换来了不俗的速度和灵活性。在灵活方面，虽然不及全敏的驯影战士和另一个职业刺客，但用来躲避技能和保障生存已经足够了。而且剑客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那就是攻击速度快，出手频率高。极高的攻击速度搭配上一些特效装备，照样能打出极高的伤害。就是他了。一番权衡下来，维开最终锁定了剑客这一分支。他的武器虽然不是长剑，但谁说剑客就不能使棍子？有了内伤状态，金箍棒也是顶级的特效装备，好吧？选定一转分支后，维开再次来到了转职柜台前。我要领取转职任务。哪个职业？剑客。诺。柜员很快递出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剑客2个字。去找转职时领取任务，完成转职。说罢，柜员挥了挥手。拿到卡片后，维开转身就走，很快来到了大厅深处的一个房间。这里有一块2人高的巨大红色石头，被称作转职石。据说这块石头是当初游戏降临现实时，跟着另外几块石头一起从天而降的。另外几块石头分别是可以让凡人转职的觉醒石，可以进行属性重置的洗点石，以及可以穿梭各大城市的传送石。当初第一次转职时，维开就已经见识过觉醒石了。现如今他将要见识第2块石头，也就是转职石。第62章，有点意思。将小卡片放在石头上，维开同时伸出双手，按在红色的石头2侧，
下一刻，红色的石头爆发出一阵炫目的光芒，原本有些阴暗的房间瞬间被红光填满。一阵热风吹来，维开感觉浑身开始冒汗，仿佛置身于火炉之中，承受着炙热的考验。怎么回事？他有些惊讶地看着眼前的石头。当初第一次转职的时候，觉醒时没有这样的异象啊，不会是引发异变了吧？就在他胡思乱想之时，红光逐渐褪去，一个任务出现在他眼前的面板上。第一步，搜集白虎之心、恐狼之牙、孔雀之鳞3件物品之一。搜集任务，维开看了一眼便笑起来。这还不简单？白虎之心是区域 BOSS 白虎的特殊掉落，恐狼之牙是狼王的掉落，最后的孔雀之鳞则是另一个练级地点百鸟林的区域 BOSS 孔雀王的特殊掉落。白虎和狼王都在野猪林，想要找到他们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击杀。另外，白虎前几天才被打虎团杀过一次，暂时还没刷新出来。于是维开便将目标锁定在狼王身上。为什么不去百鸟林呢？因为那里的怪物都是鸟类，不仅行动灵敏，而且还会飞。这类怪物对于战士来说简直是折磨。确定目标之后，维开很快离开战士公会，随后前往下一站炼金公会。想要击杀狼王，最好用的工具绝对是陷阱。上次击杀野猪王的时候，维开就尝到了陷阱的好处，只要狼王掉进陷阱里，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逃不出来。10分钟后，维开来到了炼金公会，刚进门就看到一个熟人迎面走来。长林！维开惊喜地喊了一声。开哥，你怎么来了？李长林也颇为惊喜，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里碰到开哥。这几天一直没见到开哥，他还以为对方没空呢。维开笑了笑，我来买些陷阱，你这是？下班回家了。李长林笑道。你最近在这里上班？对啊。李长林点了点头道，自从加入炼金师协会后，我就一直在这边上班，一边学东西，一边练习技能。哦，对哦。维开忽然想起了这事，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这个炼金师协会是干什么的？上次李长林刚刚加入协会的时候，他和吴毅都问过这个问题，可惜李长林也答不上来。但现在李长林已经能说到几句了。我们协会主要是研究宝石和首饰的。李长林低声回答道，我被他们看中，就是因为上次做了个首饰，狼牙项链。对。李长林点头道，按照顾老的说法，首饰是一种阵法的载体，那些狼牙按照一定的顺序和形态排列，形成一个简单的阵法，从而激发宝石里的能量，最终变成狼牙项链的属性。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维开挠挠头，有点不明觉厉。是啊。李长林点点头，一脸崇拜道，按照顾老的说法，同样的材料，用不同的手法，可以制造出完全不一样的首饰。什么意思啊？维开有些疑惑，难道狼牙和宝石组合在一起，还能变成珍珠项链？不，李长林连忙摆手，还是狼牙项链，但品级、属性和效果完全不同。说完，他兜里掏出了一样东西，递给维开。维开接过后一看，竟然也是一条狼牙项链，只不过品级有些不一样，竟然是一件高级装备。蓝装？对。李长林点点头。维开看了一眼自己的装备栏上的项链，疑惑道，你上次做的狼牙项链不是紫装吗？怎么越学越回去了？李长林闻言一笑，开哥，你再看看它的属性。维开闻言定睛一看，发现这条项链的属性竟然跟之前的完全不同。狼牙项链，高级项链，等级10，敏捷加10，移动速度加10，移动状态下增加 5% 的闪避几率。有点意思。维开摸了摸下巴，忽然笑道，这就是你学到的新东西？李长林坚定地点头道，顾老说我的技巧还不够熟练，基础知识也不够扎实，要是能熟练掌握这门方法，完全可以做出传奇级的首饰。那就恭喜你了。维开哈哈一笑，拍着对方的肩膀道，看来你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以后说不定比我们还要厉害呢。哪里？李长林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连忙谦虚道，要不是开哥送了我一本技能书，我也没有这个机缘。维开顿时欣慰一笑，好好看，好好学，以后我的首饰装备就靠你了。我会努力的。李长林重重的点头。那你先回去吧，我再去买点东西。维开说着便准备离开。开哥，要不我跟你一起？不用了。维开连忙摆摆手，回去好好休息吧。对了，不要忘了每天去阿姨那里吃早餐。你们虽然是生活职业，但属性点也很重要。阿姨那里？李长林闻言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开口。他也知道属性点很重要，最好可以每天吃一顿麻辣兔肉，但这道菜的价格实在是太贵了，以他的家境根本支持不起这么高的消费。开业那天无疑可以请他们免费吃一顿，但总不能每天都去白吃白喝吧。就算是好兄弟，他也过意不去。维开一看他的样子，立刻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于是拍了拍对方的肩膀道：“放心好了，我在阿姨那里包了3个月，以后放心去吃。谢谢开哥。”我先走了。维开挥了挥手，转身往一处柜台走去。李长林目送了一会儿，也转身回家去了。在柜台上查看了一阵，维开很快选定了几样陷阱和炼金工具，随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完陷阱，他又去了一趟药剂师工会，买了不少 buff 药剂和恢复药剂，随后又去了一趟道观。一圈下来，他的背包里已经满满当当，全都是用来杀 boss 的利器。第63章，外勤团的资料。从道观里出来，天色已经全黑了，城市里已是万家灯火时。维开看了一眼热闹繁华的城市夜景，转头又登上了公交车，前往下一站。就在这时，手机的铃声忽然响起。喂，林姐。阿开，你要找的东西有消息了。田小玲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真的？在哪？维开忙问道。多宝阁没有。田小玲摇头道，但他们有相关的消息可以卖给我们。什么意思啊？维开听得一愣，意思是他们知道哪里可以获得带自动拾取功能的物品，但他们没法去获取，只能把消息卖给我们。田小玲很快解释了一遍，就是要我自己去刷咯。是的。田小玲苦笑道，多宝阁只卖消息，而且开价不低。多少？100万。我骚，真他妈黑。维开很想骂一句，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最后只说了一个字：买。不就是100万吗？爷花得起。好，那我跟他们下单了。田小玲松了口气，原以为维开至少会骂几句，没想到对方如此冷静。100万呐，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花掉了。换作是以前的他，都不敢这么花钱。当然，现在不一样了。开店赚到钱以后，他也开始了自己的附魔师炼技生涯。还有一件事，田小玲又开口道，关于外勤团。怎么样？电话里不方便说。田小玲犹豫了一下，提议道，我这里有几份资料，见面以后再说吧。维开点点头，也行，我在去西乡市场的路上。我马上过来。田小玲说完，很快挂断了电话。15分钟后，两人在西乡市场的小店里碰了面。见面后，田小玲直接递来几份文件，并说道，这是外勤团和吴启亮的资料，你自己看吧。速度挺快啊。维开不免感叹了一句，看来田家的势力确实不容小觑，难怪能把多宝阁挡在幽冥之外。田小玲闻言笑了笑，不置可否。打开资料，维开快速浏览起来，很快就看完了外勤团的资料。接着又看到了一份关于外勤团执行任务的报告，说的是一群科学家外出寻找安全营地的事，外勤团的任务就是保护这些科学家。任务的过程没什么好说的，但结果却十分惨烈。出城的科学家死了1个，外勤团死了5个。原因是他们闯入了一个区域 BOSS 的领地，却以为那里没有怪物，把那里当成了安全区，然后一群人就被 BOSS 偷袭了。看完了任务报告，维开的心中略微泛起了担忧。结果下一份资料就让他忍不住苦笑出来。外勤团伤亡报告，他们的出勤死亡率这么高吗？你以为呢？田小玲耸了耸肩道，你再看看吴启亮的资料就明白了。维开闻言立刻拿起吴启亮的那份资料，只看了几眼便明白了其中的原委。原来就在半年以前，吴启亮都还不是队长，甚至也不是第一行动队里最厉害的那个，直到半年前的一次行动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那次行动，第一行动队死伤惨重，比吴启亮等级高、实力强的队员全都死完了，其他队员要么精神出了问题，要么身体变成残疾。这事过后，第一行动队差点被解散，是吴启亮站了出来，主动担下队长的职责，然后大肆招人，用了半年的时间才勉强把队伍拉起来。因为都是新人，所以第一行动队也是5个行动队里最弱的。难怪他会这么着急招我呢。看完了吴启亮的资料，维开终于明白了对方的心思，这是有早没早，打3杆啊。也不管他的实力到底如何，反正先招进来再说，万一招到了高手，那就血赚。看完了吧。过了一阵，田小玲再次开口道，还想加入吗？田小玲笑问道。咦，你怎么知道我要加入他们？维开惊讶地看着对方。不然呢？田小玲反问道，难道你对外勤团有什么图谋吗？我哪敢啊。维开摊了摊手，外勤团隶属于官方警备局，属于编制内的单位，敢图谋他就等于跟官方作对，那跟找死有什么区别？哦对了，我有点好奇。维开忽然想起了什么，又道，林姐你是怎么搞到这么多详细资料的？我们田家又不是只有商行。田小玲淡定道。维开点了点头，若有所思道，那照这么说，林姐是不是也查过我的资料？你觉得呢？田小玲笑盈盈地看着他。算了，我不想那么多。
维开自嘲地摇了摇头，懒得去纠结这些东西。直到现在，他的身份也只不过是一个平民百姓，想要查他的身份背景，简直不要太简单。别说田家这样的庞然大物，就连吴启亮想要查他的身份，也是轻轻松松。不过，正因为身份普通，只要他不暴露自己的核心秘密，就不会轻易招来祸事。当然，维开也很明白，这只是一时之计。想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官方，成为自己人。你放心好了。田小玲一下子看出了他的想法，笑着安慰道：“除了我以外，田家没有人知道你的资料。”那就多谢玲姐了。维开拱手道谢，随后又道：“等下我要去买新装备，不知道玲姐有空吗？”“怎么，要我陪你逛街？”田小玲笑问道。“不是帮我砍价。”维开也笑着回答道。“好啊。”说定以后，两人很快关了小店，随后动身前往西乡市场的官方交易行。那里是田小玲最熟悉的地方，有什么好东西她都一清二楚。“你要换20级的装备是吧？”“对，最好是传奇级以上的套装。”“这可不好找啊。”“实在不行，散件也可以。”“也是要传奇级以上？”“神话级也行。”“想得美，不会真的一件都没有吧？”“都说了，神话级装备只会以物换物。”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很快来到了官方交易行。第64章，好，就是它。正值夜市，官方交易行内同样十分热闹，来往的顾客砍价还价，把这里变成了一片菜市场。如今正式转职仪式后的第5天，大多数战斗职业者都升到了10级，正是鸟枪换炮，给自己换一身新装备的时机。正因如此，交易行的生意格外火红，每个柜台面前都挤满了人群。维开和田小玲对这里已经十分熟悉，进门之后直奔天字号柜台而去。然后两人就傻眼了，这里同样挤满了人，把柜台围得水泄不通，里面的售货员更是满头大汗，忙得不可开交。这也太多人了吧！维开小声地吐槽了一句。田小玲见状，直接招了招手：“走，咱们上2楼。官方交易行也有贵宾接待室，同样设在2楼。只不过2楼并不是随便就能上去的，必须要有专人接待。田小玲恰好有这个资格。”片刻后，两人从楼梯走上了2楼。还在楼梯上，维开就听到了一阵嘈杂的声响，一开始还以为是楼下大厅里的声音，结果上了2楼后，两人再次面面相觑。2楼也全是人，原本用来专门接待贵宾的2楼，此时也变成了菜市场，就连贵宾接待室的牌子都被弄掉了。看到这一幕，维开顿时翻了个白眼。上！田小玲竖起食指，指了指楼上，去3楼。还有3楼？维开有些奇怪。3楼是私人接待室。田小玲解释道，是交易行的高层专门接待私人客户的地方。我能上去？维开有些疑惑。他虽然在官方交易行买过不少东西，但却不认识几个人，更别说高层了。我们都没有资格。田小玲笑了笑，随后又指着维开道，但你手里的那张名片有这个资格。名片？维开先是一愣，随后才想起有人曾经给了他一张名片，那人名叫梁三思。你是说梁公？就是他。田小玲点头道，你拿着他的名片就可以去3楼了。真的？维开有些不敢置信，区区一张名片就有这么大的能量，这梁三思的来头也太大了吧。片刻后，两人来到了3楼的入口。不同于2楼，这里竟然有一名战斗职业者在站岗，从对方的样子来看，等级还不低。此人看到他们之后，立刻拦住了去路。请出示证件或者资格。田小玲闻言，轻轻拍了拍维开。这个。维开直接从背包里掏出那张纯黑色的名片，上面写着梁三思3个字。保安接过之后，一看上面的名字，顿时露出古怪的神色。这已经是第2批人了，怎么，有问题吗？田小玲忽然开口问道。没问题。保安想了想，点头道，不过请稍等，里面还有人在，不可随意打扰。还有人？维开和田小玲都愣了一下，没想到都上3楼了，结果还有人？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哪哪都是人啊？正想着，保安身后的大门忽然打开，从里面走出一名跟维开差不多年纪的青年人。那人看到外面有人，也是一愣，但目光很快就落到了维开的身上。咦，是你，梁公子？田小玲立刻惊喜地喊了一声。你们又有好东西了？梁公子同样惊喜万分，直接把他们当成了来卖装备的人。上次在维开这里买到2件极品装备后，他就一直惦记着对方，没想到在这里遇上了。我们是来买装备的。维开耸了耸肩道，2楼人太多了，只好来3楼。原来如此。梁公子闻言，目光扫到了维开的手上，很快就发现了那张名片，原来是用叔父的名片上来的。那就进去吧。得知对方不是卖装备的，梁公子顿时没了兴趣，挥挥手便要离开。就在这时，维开忽然开口道，
梁公子也是来买装备的吧？你怎么知道？梁公子笑问道。我不仅知道，还知道梁公子需要什么装备。韦开淡淡一笑，随后将自己身上的野猪冲锋套的属性亮了出来。好，就是它！梁公子一看，顿时眼睛都亮了。这套装备简直完美契合梦怀之牙和梦怀的毁灭之力戒指。田小玲还是第一次看到韦开的装备，不由得睁大了眼睛。原来阿开的装备竟然这么豪华，这可是传奇套装啊！基本上都是有价无市，多少人一辈子都凑不齐一套。虽然等级低了些，但正好可以给新人使用。极品套装啊！就在这时，梁公子的身后也发出一声惊叹，随后冒出了一个大肚中年男子。经理！田小玲当场喊出了对方的身份。是小玲啊！经理微微诧异，但很快便笑容满面地问道：这套装备卖不卖？我也想卖，但没有新装备，我换不下来啊！韦开感慨道。经理闻言眼珠一转，立刻明白过来。你放心，我这里有不少好装备，绝对能让你满意。你这装备不是要卖给我吗？梁公子皱眉问道。韦开微微一笑，梁公子要是有好装备，我也愿意换。梁公子顿时无语。梁公子放心，这套装备绝对是你的。经理拍着胸口打包票道。也行。梁公子想了想，笑道：不就是钱吗？我买得起。韦开想换新装备，也就换新，那是天经地义。经理想过一到手，顺便赚点钱，倒也无可厚非。他虽然吃了点亏，但能买到好装备，而且还是传奇套装，就算多花点钱也值得。那就请进吧。经理连忙招手，做了个请的姿势。片刻后，众人鱼贯而入，很快来到了招待所的客厅。坐下之后，经理很快向韦开递过来一块平板电脑。这里是本店的装备库存，您随便看看，看中哪件就跟我说。用平板来看？韦开顿时一愣，随后才意识到好像没什么毛病。前世还有用平板点菜的呢。在这里买装备，其实跟点菜也没什么区别，点好了菜，别人才好端上来嘛。接过平板电脑后，韦开很快浏览了起来。第65章史诗级套装。不得不说，官方交易行还是很有底蕴的。韦开只是简单的扫了一眼库存，就发现里面竟然有好几十件史诗级装备，甚至连神话级都有3件，这可不是一般的小店能比的。至于传奇级的装备，那更是多达上千件，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现实世界里，装备是不分职业的，只要等级够就可以穿上。正因如此，选择一件装备的时候，大多数都是从属性、词条以及特效3个方面去挑选。3个条件的优先级是特效、词条、属性。韦开的一转分支是剑客，所以要从力量和敏捷2个属性去选。词条则以攻速、移速、暴击、爆伤为主。最后是特效方面，能够像野猪冲锋套装一样，直接加成某个技能，当然是最好的。比如韦开眼下看的这件史诗级装备，细缝史诗级手套，等级20，力量加20，敏捷加20，攻击速度正10%。装备时，连环击的释放速度增加100%，每一击额外附带5%的敏捷伤害。洛神套装之一，集齐后可获得强大效果。这件装备在属性方面可以说毫无亮点，但它的特效却让韦开垂涎不已。连环击的释放速度增加100%，就意味着原本需要 3.5 秒才能打完7下的连环击，现在只需要一半的时间，也就是 1.75 秒。这不仅意味着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打完伤害，还可以留出足够的时间用来躲避技能或者追加其他攻击。另外，它还可以让连环击的每一击都附带额外 5% 的敏捷伤害，相当于多了7次攻击频率。如果再配合其他特效装备，效果将会更加恐怖。综合来看，这件装备对于连环击的加成可谓是质变。最重要的是，它还是套装。韦开对于这件装备十分满意，但当他的目光看到标价时，嘴角不由得抽了下。1000万，这价格都可以买一套地面上的豪宅了。经理，这件装备。他抬起头，准备跟一旁的经理砍价。哪知道经理一听这话，顿时抢先一步道：您要是看上了，可以打95折，一口价950万，保证是整个幽宁市最便宜的。我还想打7折呢。韦开顿时无言以对，只好望向田小玲，向他求助。田小玲立刻开口：经理，这可是套装，不值这个价吧？不，就因为它是套装，所以才值钱。经理笑盈盈地解释道：套装的效果比散件厉害多了，一旦集齐，绝对堪比神话级。可交易行也没能集齐啊。田小玲笑着说道：无法集齐的套装，还不如散件呢。这……经理顿时无言以对。事实上，田小玲说的并没有错，越是高品级的套装，越难以凑齐一套，而大多数套装的亮点一般都在套装效果上，凑不齐一套就等于失去了70%的效果。
比如维开身上穿的野猪冲锋套装，在没凑齐之前，只有冲刺时增加5点力量这一个简单的效果，只有凑齐之后，才会多出获得冲锋技能以及冲锋时速度加倍、增加的力量翻倍这2个强大效果。眼前这件细缝手套是史诗级装备，这也让它的集齐难度比传奇级增加了数倍不止。就连官方交易行这样的庞然大物都无法将其集齐，只有孤零零的一件。要是换成个人，恐怕更加困难，一辈子都别想完成。当然，维开看中这件装备，并不是想要凑齐它的套装效果，而仅仅是看中它对连环击的加成罢了。至于能不能凑齐，其实无所谓，那就再降1折，8.5折如何？经理颇有些为难地问道。5折！田小玲毫不犹豫地开始了砍价，一刀见血，嘶嘶！经理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瞪眼看着田小玲道：“小玲，你这是要我的命啊！”经理说笑了，这件装备都已经在库存里放了3年多，要是一直卖不出去，那才叫血亏呢。田小玲直言道：“唉。”被他这么一说，经理顿时无奈地叹了口气。可这个价格也太低了，实在是没法跟上面交代啊。5.5折，最低只能8折了，不如各退一步，6折如何？维开也跟着开口道。这也太让人为难了。经理一脸为难道：“不如这样，你不是要换新装备吗？买够1套，我就给你打6折。那我再看看吧。”维开微微一笑，并不急着答应，而是继续浏览起手中的平板电脑。经理被他这一笑弄得有些摸不着头脑。你是要还是不要啊？不过他毕竟是交易行的经理，多少大风大浪都见识过，很快就恢复了平静。维开继续查看装备，但他很快便有些失望，装备库中剩余的装备再也没有细缝手套这样契合他的了。其实也有加成战士技能的装备，只不过加成的是嘲讽和战斗怒吼。嘲讽属于全肉战士的灵魂技能，战斗怒吼则是狂暴战士的核心，跟维开的转职分支剑客并没有太大关系。既然特效方面不行，那就只能从词条方面选择了。维开又重新浏览了一遍库存装备，很快选定了一件传奇级头盔和一件史诗级铠甲。选定这2件后，还差鞋子和裤子，这次就要从属性方面去选择了。只要求属性的话，其实还挺好选的，只用了2分钟，维开便选好了最后2件。5件装备中，他最满意的自然是细缝手套，其次是2件特效一流的头盔和铠甲，最后则是凑数的鞋子和裤子，只要属性够高即可，不在乎其他方面。选完之后，他把平板电脑还给经理，并笑道：“经理，这一下可以打6折了吧？”经理呵呵一笑：“没问题，这件手套给你打6折。”经理，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田小玲这个砍价高手又一次站了出来，随后双方又是一阵你来我往，最终折扣定在了全部8折上，一共1570万。第66章，天塌下来也有高个顶着。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拿到新装备后，维开便迫不及待地换上了。新装备一穿，各种属性蹭蹭的往上涨，相比起之前的野猪冲锋套，可谓是鸟枪换大炮，不可同日而语。当然，野猪冲锋套并不是一无是处，毕竟只是5级的新手装备，哪能跟20级的装备相比呢？装备换下来后，等候已久的梁公子早已迫不及待了，但他没想到自己还没来得及开口，便被经理抢先一步。小玲，你看这套装备的等级，可它是成套的套装啊。田小玲笑盈盈地说道：“它的属性，可它是成套的套装啊，不够灵活，不方便搭配。”成套？经理顿时无言以对，明明是他刚才说过话，从别人的嘴里说出来就显得那么讨厌。只能说，成套的套装就是高人一等。2人再次砍价还价，一番拉扯之后，价格最终定在了1600万。也就是说，维开换了一身新装备后，不仅没有花钱，反而赚了100万。这个结果让维开目瞪口呆，对田小玲越发佩服，不愧是砍价高手。不过经理也不亏，得到了野猪冲锋套装后，他立刻笑盈盈地看向梁公子，笑声中有磨刀霍霍的声音。不过这都跟维开无关了。把野猪冲锋套卖出去以后，维开便带着田小玲离开了3楼。回去的路上，维开还在夸赞：“玲姐，你这砍价的本事真的厉害，绝对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其实我们还是亏了。”田小玲假装叹了口气道：“啊，怎么亏了？”维开有些摸不着头脑。田小玲解释道：“那套装备要是放在我们店里售卖，效果肯定会更好。”你是说吸引人气？维开似乎听懂了些。对啊。田小玲点头道：“这可是传奇级的套装，整个雍宁市都没有几套，哪怕等级低一些，也有足够的噱头，让全市的人见识一下我们小店的厉害。这还不简单？”维开闻言一笑，拍着胸口道：“这是包在我身上，
半个月内再搞一套来。去哪里搞？这就不用担心了。维开自信满满道，林姐只要等着见证奇迹就行。好啊，那我等着。田小玲顿时笑靥如花。说笑间，两人下到了1楼。此时大厅里的顾客少了大半，只剩下一些还在纠结要不要买的人。看了眼时间，也快到断电休息的时候了。出门后，两人便各自道别，各回个家了。明天见，明天见。挥挥手送走了田小玲之后，维开看着逐渐安静下来的城市，莫名的感觉有一丝压抑。下一刻，他忽然抬起头看向漆黑的夜空，恍惚间似乎看到了一张大嘴正在撕咬着头顶的夜空。这一幕让他吓了一跳，慌忙倒退了好几步。等他回过神来，再抬头看时，一切异象皆已消失不见，一切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不会是那个玩意吧？想到那只怪物，维开仍然心有余悸。对方被激怒时的样子，仿佛要降下灭世的雷劫，彻底毁掉地面的一切。然而此时的夜空上一片宁静，什么都没有。算了，抬头看天3分钟后，维开揉了揉脖子，停止了这个有些傻里傻气的行为。天塌下来也有高个顶着，就算那只怪物真的来了，也有官方的高手去解决，再怎么也轮不到我这个20级的新手。说完，他便将此事抛之脑后。回到家中，时间刚好10点，距离断电休息还有半个小时。父母依旧在客厅里看电视，哪怕搬到了新家，他们的爱好也没有太多改变，依旧会在断电前享受难得的娱乐时间。阿开回来了。开门的声音惊动了两人，韦一彤和黄丽巧同时望了过来。爸妈，你们要早点睡，这里是不断电的哦。韦开先声夺人，率先开口道。还用你说？韦一彤没好气道，我们昨晚等了你一夜，结果你倒好。黄丽巧也趁机说道，快过来交代，昨晚到底去干嘛了？妈，这是八字还没一撇呢。韦开赶紧找了个借口，等差不多了再跟你们说。说完便溜进了房间里。害羞了呢？黄丽巧顿时哈哈一笑，大孩子了。韦一彤颇为欣慰，家里的猪终于长大了，知道拱白菜了。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韦开照例去吴毅的小店吃了顿早餐，随后直接前往警备局。昨晚他就已经想通了，所谓小隐隐于山，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只有融入大树，才能更好的隐藏自己，庇护家人。吴启亮也说过，加入以后就是自己人了。20分钟后，当韦开来到了警备局的门口时，却发现这里似乎弥漫着一股诡异的气氛。门口的几名守卫全都武器出鞘，如临大敌。站住！韦开还没靠近，就听到有人命令他停下。我是来找武队长的。他连忙开口解释。哪个武队长？一名守卫提刀上前，大声问道。韦开微微叹了口气，外勤团第1行动队队长吴启亮。外勤团的？守卫微微一愣，又问道，你找他有什么事？武队长招我入队。韦开笑道。守卫顿时闭上了嘴巴，一脸古怪地看着他。进去吧。守卫挥了挥手，不再理会。韦开虽然觉得有些奇怪，但也没有想太多，径直进入了警备局中。一进里面，他又感觉到了那股诡异的气氛，里面的每一个人仿佛都十分麻木。韦开找人问路的时候，对方也默然不语。幸好里面有不少路牌，他还是照着路牌找到了外勤团所在的一栋小楼。刚进楼里，一个熟悉的身影迎面走来。吴队长！韦开连忙喊了一声。是你！吴启亮顿时抬起头来，露出一副痛苦的神色。你小子，幸好你昨天没答应。第67章，负重前行的人。怎么了？韦开闻言心中一慌，有种不好的预感。进来说。吴启亮招了招手，将他带进一间亮着灯的办公室里。坐。吴启亮挥手示意，又去把窗户打开，让外面的阳光照进来。以前我总喜欢暗一点，现在光照不到的地方，我都不敢去。韦开越发觉得奇怪，莫非昨晚外勤团全体接到了特殊任务？吴启亮坐回自己的位子，深吸了一口气，才开口道，任务的目标和具体过程我就不多说了。那结果呢？韦开问道。惨胜。吴启亮苦笑道，但我们没有辜负自己的使命。一听这话，韦开忽然想到了昨晚看到的那一幕，难道不是幻觉？你是说昨晚有怪物攻击雍宁城？你怎么知道？吴启亮奇怪地看了对方一眼，他明明没有提到怪物，对方是怎么猜到的？我看到了。韦开同样深吸了一口气，道，我昨晚看到了一只巨大的嘴巴，正在撕咬雍宁城的夜空，那是雍宁城的防御法阵。吴启亮苦笑道，如果不是有防御法阵在，你恐怕就见不到我们了。那只怪物这么厉害？韦开有些惊讶道，难道雍宁城里就没人能击杀他吗？在他的印象中，那只大嘴固然很厉害，但那是相对于他这个20级的新人而言。
雍宁城不大，但也有79级的顶尖高手，怎么可能连一只怪物都解决不了？已经杀了。吴启亮点了点头，随即苦涩道：但那只深渊航母死亡后，自爆出大量的黑夜怪物，把雍宁城的防御法阵啃噬得千疮百孔。如果不是警备局全体出动，背靠着防御法阵，将那些黑夜怪物清理干净，今天天亮以后，野外的怪物们就要兵临城下了。防御法阵的作用就是保护范围里的城市，有法阵在，野外的怪物就不敢前来进攻，只能乖乖地留在野外。一旦法阵失效，那么城市就会面临100万怪物攻城的局面。要是让怪物攻进城里，雍宁城都将被夷为平地。就算攻城失败，恐怕也要元气大伤，死掉大量的战斗职业者和普通百姓。武队长辛苦了。韦开默默地叹了口气，倒也不算辛苦，毕竟是我们应该做的。吴启亮叹了口气道：你若是加入进来，这也将变成你的使命和责任。韦开沉默了片刻，又问道：具体伤亡如何？我们队的情况还好，没有安排太重的任务，只有2人牺牲，1人重伤，这也叫还好？韦开忍不住道：当然还好，你再看看这个。说完，他拿出一本文件夹递给了韦开。韦开接过一看，顿时愣住了。这份文件夹里面不仅有外勤团的资料，还有不少行动队出勤的任务记录，其中就有昨晚看到的那些，还有一份近些年外勤团的伤亡统计表，内容比田小玲弄到的那份更加详细，也更加震撼。看到韦开一脸震惊的模样，吴启亮又道：身为外勤团的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没有外勤团的守护，城里怎么能享受到如此安宁的环境？听到这话，韦开顿时想起了另一句话：你在岁月静好的时候，一定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外勤团便是那群负重前行的人。想到这里，韦开才终于明白吴启亮一见面时说的那句还好你昨天没有答应。昨天若是答应，他就是外勤团的人了，命令一下就必须奔赴城外与怪物大战，将生死都置之度外。若是运气不好，说不定就要成为牺牲者的一员。想到这里，他不由得看向对方：武队长，你跟我说这些，难道就不怕吓到我吗？你要是被吓到，其实也是好事。吴启亮微微一笑道：这样你就不用牺牲了。韦开。吴启亮继续道：若是没有被吓到，那么你将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一名合格的战士，首先需要的就是勇气。让韦开看这些资料，既是让他有知情权，让他知晓自己加入的是什么组织，具体在做些什么，也是在考验他的勇气。如果会被这些东西吓到，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战士。外勤团不需要这种人，我加入。韦开果断地回答道：你已经考虑清楚了？吴启亮问道。是的。韦开点了点头，他当然考虑清楚了。作为一名战斗职业者，他别无选择。就算现在不加入外勤团，将来雍宁城出了大事，也会召集全城的战斗职业者参与。身为雍宁城的一员，注定要保卫家园，为这座城市奉献自己的一切。更何况死亡无处不在，平时的练级刷怪、通关秘境、副本，甚至连走出城门进入野外都会有死亡的危险。身为战斗职业者，早已习惯了死亡，怎么能被轻易吓到？不后悔？吴启亮又问。不后悔。韦开坚定地回答。好。吴启亮欣慰地拍拍手，很快从抽屉里拿出一份表格递给了韦开。先填一下，等下我给你办入职手续。多谢队长。韦开笑着点了点头。片刻后，他填完了表格，重新递给吴启亮。吴启亮拿过来一看，顿时咦了一声：你竟然已经20级了？是，昨天升的。韦开没有隐瞒自己的等级，大大方方地亮了出来。我记得你是今年毕业的吧？吴启亮瞪大了眼睛，忍不住问道：那你岂不是有资格去报考大学？韦开点点头，等我完成了转职任务就去报名。你要转职什么？吴启亮好奇道。剑客。这要求？吴启亮惊讶道：队里正好有人跟你一样都要转职剑客。确实很巧。韦开挠了挠头。你的任务也是收集10枚铁甲恶灵吧？正好团里还有库存，等你入职以后。等一下。韦开忍不住打断了吴启亮的话：我的任务是收集白虎之心。第68章异变的任务。等等，你确定没看错？吴启亮一字一顿地问道。韦开顿时哭笑不得，任务栏里写着，怎么可能看错？你等着。吴启亮说完，一溜烟地跑了出去。没过多久，便带回了一名年轻男子，随后向韦开介绍道：小陆，跟你一样选择了剑客转职。你好。韦开连忙打了声招呼。小陆，把你的任务栏展示出来。吴启亮拍了拍对方的肩膀，后者默默地展示了任务栏，果然是收集10枚铁甲恶灵。我的是这个。韦开看完以后，也展示了自己的任务，赫然是搜集白虎之心、恐狼之牙、
孔雀之灵3件物品之一。看到这个任务，吴启亮和小鹿都瞪圆了眼睛。身为外勤团的一员，他们当然知道这3样物品代表着什么。每一件都是 BOSS 级怪物的特殊掉落，尤其是白虎之心和孔雀之灵更是区域顶级 BOSS 的专属掉落。想要得到这3样东西，简直比刷到1件神话装都难。毕竟大多数人在20级的时候根本打不过 BOSS， 只能找专门杀 BOSS 的团队帮忙，例如打虎团。但这些物品的爆率极低，跟神话装的爆率一个水平，就算让人带着刷几个月，都不一定能爆出来。你这任务不会是发生异变了吧？什么是异变？维开奇怪道。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提升难度。吴启亮苦笑道，从你的任务来看，这难度提升的不是一般大。恐怕……他欲言又止，不想说那些太打击人的话。在他看来，维开在半年之内恐怕都无法完成一转任务，不能在3个月内完成一转，就失去了报考大学的资格，无法进入大学深造，就等于失去了前途。要不你还是放弃吧。就在这时，小鹿忽然开口道，放弃了还可以重选，下次说不定就变容易了。吴启亮也劝道，是啊，这个任务太难，你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完成一转，去考大学，看看再说吧。维开淡淡一笑，既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在他看来，这个任务并不算太难，不就是杀 BOSS 吗？挑最弱的狼王就是了。再说了，任务的难度提升，也就意味着奖励提升。异变后的转职任务，说不定会有更好的奖励。那就随你的便吧。吴启亮也不想再劝，大家都是成年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不过，看在同事的面子上，他还是多说了一句，以后需要帮忙的话，可以跟我说。维开点点头，多谢队长。小插曲过后，吴启亮很快就帮他办好了入职手续，随后交给了维开一张身份卡，上面还有一个特殊的账号，这是你在官方网站上的账号，用它可以登录官方网站，查看权限内的所有资料。还有，别忘了回去绑定你的银行卡，以后的各种福利也是通过这个账号发放的。多谢。维开再次道了声谢。你今天刚入职，本来应该带你去跟其他队员认识一下的。吴启亮又说道，但昨晚的事情还没善后妥当，队员们也都在努力练级，所以就算了。等以后出勤，大家都在的时候再给你介绍吧。没问题。维开连忙点头。行了。吴启亮挥了挥手，正想打发他离开，但很快又想起了另一件要事。还有一件事。什么？你的奖励。吴启亮笑了笑道，你发现了一个新副本，官方发了奖励。是什么？维开好奇地问道。一张永久副本入场券。吴启亮说着，递过来一个红色小袋子，里面装着一张卡片。永久入场券。维开有些惊讶，没想到官方竟然这么大方。这个世界的所有副本入口都在野外，想要直接从入口进入其实并不容易，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亲自出城去找副本入口。入场券的作用就是让你可以借助城里的传送石直接传送到副本中。入场券的制作并不容易，需要一定的成本，所以入场券只能在官方的商城上购买。一张副本入场券定价在1万左右，有了永久卡就可以省下这笔门票钱。一次1万看起来不多，但长期以往绝对是一笔巨款。有了这个，你以后就可以更方便的练级了。吴启亮笑道。确实。维开点了点头。游戏降临现实已经18年，被人类发现的副本也超过了100个。这些副本中不乏像花果山秘境那样的经验副本，以后不想出城刷怪的话，就可以直接往副本里一钻，一练一整天。行了，你可以回去了。发完奖励，吴启亮便挥了挥手，有事手机联系。好的，队长。维开点点头，转身离去。走出警备局后，维开才长舒了一口气，没想到这次入职竟然如此顺利。从现在开始，我也是官方的一员了。他自言自语地笑道。接下来就该出城刷 BOSS， 完成一转任务了。外勤团的伤亡率那么高，要是没点真本事，说不定下次出勤就嗝屁了。尽快完成一转，提升自己的实力才是正事。不管在哪，实力才是硬道理。规划好之后，维开正准备坐车出城，兜里的手机忽然响起了铃声。喂，林姐，有什么事？多宝阁的消息发过来了。田小玲低声道。哦，说说看。副本青四山。啊？维开听得一愣，忙问道，难道那件东西在副本里面有掉落？多宝阁是这么说的。田小玲苦笑道，但青四山的情况很特别。有多特别？维开问道。你查一查就知道了。田小玲苦笑道，如今的副本足足有100多个，谁也不能每一个都了解。对于青四山副本，维开没有太多印象，但当他用手机查到这个副本的相关消息时，一下子就愣住了。竟然是这个坑爹副本。青四山副本
也号称是最坑爹的副本，没有之一。别的副本要么有大量的经验，要么有好装备掉落，唯独这个副本既没有经验值，也没有任何掉落，就连通关奖励也没有。唯一的作用就是进去看看剧情，顺便体验一下怪物如潮的压迫感。第69章副本青寺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副本里的剧情都是狗屁，恨不得直接一键跳过，谁也没那个闲心去一遍又一遍的看。大家来刷副本，不是为了装备，就是为了经验，谁会去专门看这玩意？有这兴趣，还不如去看一场电影呢。至于体验怪物如潮的压迫感，就更加扯淡了，因为在副本里也是会死人的，谁会冒着生命危险去体会被怪物虐的感觉呢？所以综合来看，这个青寺山副本就是纯纯的负收益，没有任何一点好处。也正因如此，他才荣获世上最坑爹副本的光荣称号。从发现至今，除了专门探索副本的团队，便再也没人进去过。为什么会是这个副本？维开一脸疑惑地问道：多宝阁不会是在骗我们吧？按照他们的说法，田小玲苦笑着解释道：青寺山副本里并不是没有掉落，而是因为存在某件特殊物品，才导致掉落物品消失，自动拾取。维开一下就想到了其中的关键。对，如何破解其中关键？多宝阁也不知道。田小玲苦笑道：他们要是知道怎么做，就不会卖线索了。这倒也是。多宝阁的消息就这么多。田小玲点头道：反正钱也花了，线索也得到了，接下来就看你的了。维开沉默了片刻，冷静道：不能退钱吗？不能。田小玲摇摇头，多宝阁就是这样，卖出去的东西从不退款。好吧，那我试试。维开无奈叹了口气，随后挂掉电话。片刻后，一辆公交车驶来，维开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登上了这辆车，前往副本中心。在雍宁城的市中心广场，有一个叫副本中心的地方。这里除了一块蓝色的大石头，没有别的建筑。这块石头就叫传送石，任何人只需要一张副本入场券，就可以通过传送石抵达想去的副本。10分钟后，维开站在传送石面前，掏出了兜里的永久入场券。下一刻，他的身影一闪而逝。在睁开眼时，眼前已经变成了一座花草繁茂、鸟语花香的青山。这就是青寺山。维开有些惊讶，传说中最坑爹的副本竟然有如此风景，不会是因为刷副本的玩家太少，导致风景变好了吧？这当然是个玩笑话。副本的场景是永恒不变的，无论进副本的人如何破坏，每次刷新都会变回之前的模样。这里风景好，自然是副本自身的原因。维开四处打量了一下，发现眼前正好有一条上山的山道。他没有犹豫，立刻沿着山道走了上去。刚走没几步，前方忽然传来了一段歌谣：大王叫我来巡山啊，121哟。维开闻言立刻精神一振，猛地想起了什么。啊，难道是巡山的小钻风？在前世，这首大王叫我来巡山也相当出名，就连唱歌的小妖也有一定的名气。只是小钻风不是狮驼岭的小妖吗？正想着，一只兽面人身的小妖怪迎面走来，看到维开的身影，那名小妖也是吓了一跳，当即喝问道：来者何人？维开顿时一愣，还没来得及回答，那小妖又惊呼：不好，是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来了！说完便一溜烟的跑掉了。维开再次无语，随后才忽然醒悟过来，难道是我手里这根金箍棒让他认错了？他看了看手里的幻化金箍棒，这玩意的外形跟金箍棒一模一样，认错也好像很正常。只不过他没想到，这个副本竟然也跟《西游记》有关，莫非那件法宝也是？正想着，眼前忽然出现了一对小妖，手持兵器，乌泱泱的杀了过来。维开见状，连忙打起精神，手中的金箍棒也抖擞起来。杀！他举棍横扫，一招旋风斩迎了上去。顷刻间，山道上便刮起了一道旋风，那些冲来的小妖一个个都被卷入其中，眨眼便葬身于此。只用了不到5秒钟，维开就解决了这一对小妖，甚至觉得有点过于轻松。不过让他无语的是，这里果然如资料上说的那样，既没有经验值，也没有任何掉落。那些小妖手上的兵器和身上的铠甲，在他们死后也跟着一起化为乌有。怪哉！维开有些摸不着头脑，但还是继续朝山道走去。虽然不知道山道具体通往何处，但他很清楚，只要走到了尽头，就能顺利通关。然而刚走没几步，又有一对小妖冲出来，身后还跟着刚才唱歌的那只小妖。他一手拿着大刀，另一手拿着一杆小旗，不停地在挥舞着。维开见状，连忙看向其他小妖，才发现每一只小妖身上都泛起了淡淡的红光，似乎是特殊 buff。 好家伙，还会给团队加 buff 呀！维开笑了笑，并不觉得有多奇怪，反正这些小妖都是一招秒，就算加了 buff 又如何？话刚说完，
他便又是一招旋风斩冲了过去。片刻后，所有小妖都被一扫而空，只有那灰旗的小妖狼狈逃走。这一次依旧没有任何收益。维开倒也见怪不怪了，于是继续前进。就这样，他一路前进，一路跟各种各样的小妖对战，杀得小妖们人仰马翻。只可惜没有半点收益，让他感觉颇为无趣。走了不知道多久，前方忽然一暗，维开定睛一看，原来已经到了山道的尽头。山道的尽头就是一道黑黢黢的洞门，里面似乎藏着无尽的妖物。维开没有犹豫，正准备闯入洞中。就在这时，一群又一群的小妖从洞府里冲了出来，将他团团围住。来得正好，维开本来还想冲进去杀怪呢，既然你们自己出来送，就别怪我了。大！下一刻，他手中的金箍棒猛然变大，化作了一根擎天巨柱，随后狠狠地砸了下来。吧唧！大量的小妖在这一砸之下化为了白光而去，妖怪的数量眨眼间就少了一半。第70章邪门了，上千名小妖被一招秒了一半。其他小妖一看这情况，顿时吓得屁滚尿流，直接撒丫子逃命。哪里逃？维开见状，手中铁棒飞舞，连声大喝，结果反而吓得小妖怪们逃得更快了。没过多久，所有的小妖怪都跑没了影，只剩下维开孤零零的留在原地。不是，我都还没打过瘾呢。他原以为遇到这么多妖怪，终于可以痛快的打一场，体验一下当初孙大圣大闹天宫独占10万天兵天将的畅快。哪知道这些小妖怪都是不吃打的怂货，一看情况不对，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小妖都跑光了，维开只好将目光看向那黑黢黢的洞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跑得了妖怪跑不了洞。我就不信里面没有别的妖怪。说完，他大踏步地踏入山洞里。下一刻，他只感觉眼前一黑，在睁开眼时，眼前忽然出现了一块蓝色的大石头。这是哪？我出来了！看着眼前的传送石以及周围的副本中心广场，维开一脸懵逼，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记得自己明明是走进了山洞里，还远没有通关呢，怎么突然就被传送出来了？难道副本出 bug 了？维开有些摸不着头脑。这青寺山果然不是一般的副本。他有些不信邪，索性双手按在传送石上，再次选择了青寺山副本。片刻后，当他再睁开眼时，眼前又变成了一座鸟语花香的青山，而他也站在了副本一开始的山道上。副本已经重置了。看到这一幕，维开的脑子里更加疑惑。一般情况下，副本只会在通关以后才重置，如果无法通关的话，里面的人是不可能出来的，所以才会有人被困在副本里好几年，直到有人前去救援为止。眼下青寺山副本已经重置，说明他刚才已经通关了。可我只是走进洞里啊！维开再次挠了挠头，难道进洞就意味着通关？话刚说完，前方又一次传来忽远忽近的歌谣：大王叫我来巡山，121要。不管了，再试一次。维开咬咬牙，沿着山道走了过去。片刻后，他再次遇到了那名巡山小妖，后者一见到他，立刻大声喝问：来者何人？刚说完，又忽然想起了什么，大惊失色道：不好，是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来了。说完，拔腿便跑。呆，哪里逃？维开也入了戏，大喝一声便追了上去。上一次让这家伙跑掉了，这一次他打算捉活的，或许能问出一些消息。然而这只巡山小妖的逃命速度远超他的想象，维开才蹬开腿，对方就已经跑出去老远，还留下了一队小妖挡在前方。你丫属兔子的是吧？维开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直接抽出兵器，一个横扫砸了上去。片刻后，当他收拾完挡路的小妖，那只巡山小妖已经跑没了影。见此情形，维开干脆沿着山路继续往前，一路过关斩将，横扫一切挡路的小妖，很快来到了那处山洞面前。随后又是一阵吵闹声，成百上千的小妖从洞里蜂拥而来，将他团团围住。眼前这一幕竟然如此熟悉，维开见状，立刻放弃了群攻技能，就用简单的平 A 一个一个的杀。不知道过了多久，连维开自己都忘记到底杀了多少小妖时，不远处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喊声：呼呼呼！随后其余小妖轰然而散，一个个很快就跑没了影。这下维开又愣住了，不是，我都一个一个的来了，你们怎么还跑啊？上次一下秒杀太多妖怪，导致其余妖怪一哄而散。维开觉得问题应该出在这些小妖怪身上，这一次索性杀慢点，别吓着他们。结果万万没想到，小妖怪们还是被吓到了。也不知道是哪个妖怪大喊了一声，随后其他妖怪一哄而散，眼前别的妖怪都跑没了影，眼前只剩下一个黑黢黢的洞口。维开只好无奈的苦笑了一声，我就不信这次还会被传出去。话说完，他又一次走进了洞里。片刻，当他睁开眼时，
眼前又变成了一块蓝色的大石头。我操！维开忍不住爆了粗口。小老弟，你怎么回事？就在这时，一个疑惑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副本失败了。维开随口敷衍了一句，不知道怎么打副本。一名中年男子走了过来，好心道：可以去网上找攻略啊，多花点钱而已，总比白白浪费一张入场券好吧？多谢。维开闻言一愣，连忙掏出手机，当场搜索起来，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网上根本没有关于青寺山副本的攻略，甚至都没有讨论这个鬼副本的人。或许这个最坑爹的副本早已被人们所遗忘了。我就不信还找不到线索。维开想了想，干脆登录了官网账号，随后在官方的网站上搜寻起来。10分钟后，他忽然坐直了身体，脸上也变得专注起来。找到了，这是一篇关于青寺山副本的报告，来源于青寺山副本的发现者，上面详细讲述了对方第一次通关的经过。看完之后，维开又傻眼了，对方的副本经历竟然跟他一模一样。最让他失望的是，那名巡山小妖的喊话也是一模一样的毛脸雷公嘴和尚。这也意味着巡山小妖并不认识他手里的金箍棒，而是对谁都这么喊的。除了第一次通关的报告，那名发现者还接连进了好几次副本，试图寻找副本坑爹的真相。然而每一次的经过和结果都大差不差，一走进山洞就被传送出副本，并且副本重置。几次之后，发现者也怀疑是不是跟击杀小妖怪有关，索性放慢了速度。结果还是一样，杀到一半的时候，那只巡山小妖总会出现，并且发出警告，然后所有的小妖逃得一干二净。邪门了！看完报告后，维开不由得吐槽了一句。第71章，破局的关键。整个青寺山副本处处都透着邪门，副本的收益和掉落邪门，副本的经过也十分邪门，副本的通关方式更是邪门。这鬼副本不会是天道用来逗人玩的吧？维开不免有些恼火。如果是以前，他大可置之不理，反正就一个破副本而已，他坑爹我就不玩。但现在情况不同，这可是花了钱的，100万就买了个消息，要是不把这个副本破解了，想想就睡不着。更何况多宝阁的消息里说了，这里面可能有带自动拾取功能的物品，虽然还不知道是什么，但这个功能对维开真的很重要。不行，我今天非得给他破解了。说完，他又一次手按蓝色传送时，很快进入了青寺山副本。大王叫我来巡山。不好，是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来了。当巡山小妖说完这句话时，维开立刻出言解释：不，我不是。不，你就是。话说完，巡山小妖再次一溜烟的跑掉了，只留下维开在风中凌乱。这回难道真的是武器问题？他看了看手里的金箍棒，不由得翻了个白眼。跑就跑吧，看看后面的流程再说，大不了下次把金箍棒藏耳朵里，反正他的幻化金箍棒也能随心所变。想通之后，维开继续沿着山道前行，一路过关斩将，将一切来犯之敌斩于棍下。不到10分钟，他便轻松来到了山洞面前。随后又是一场熟悉的大战，不管他杀得快还是杀得慢，只要妖怪的数量减少到一半，那只巡山小妖必定会跑出来警告，然后就是群妖大乱，四散奔逃。这一次维开没有白白看着，而是在群妖溃逃之时大发神威，又击杀了不少的妖怪，只可惜并没能杀完。片刻后，当小妖们跑完之后，维开面对的又只剩下了黑黢黢的山洞。我能不能不进去？他很清楚，一旦进去就等于通关，立马就要被传送出副本。但如果不进山洞呢？说完之后，维开四处打量了一下周围，发现自己正处于山腰处，脚下是一处平台。除了山洞的一面，其余3面都是悬崖峭壁，杂草丛生，无处可去。不是都是悬崖的话，那些小妖怪怎么逃走的？维开忍不住挠挠头，总觉得这个副本充满了诡异。虽然副本不一定要讲逻辑，但你也不能凭空刷怪又凭空消失吧。维开又研究了半天，结果还是一无所获。看来重点还是在那只巡山小妖上。他摸了摸下巴，想到下次进来要先把武器换了，换成跟小妖们一样的刀类武器，还有装备要不要也来个 cosplay。 如果能易容成妖怪的模样，跟巡山小妖套个近乎，说不定能套出些话来。想到这里，维开不再浪费时间，直接走进了山洞里。片刻后，眼前又变成了熟悉的蓝色传送石以及副本中心广场。嘿，小老弟，你还挺快的呀。维开还沉浸在副本的思考里，耳边忽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他扭头一看，发现还是之前指点过他的那名大叔。是啊，快点好啊，一天能刷10几次就是比较费门票。大叔感慨道。门票不算什么，入场券的俗称也叫门票，进一次副本就要消耗1张门票，
而11000张的价格也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得起的。只不过维开不需要，手里有永久入场券，就是这么自信。一边跟大叔聊天，维开一边用手机在网上查看低级装备的外观，看看能不能找到跟小妖们类似的 cos 服。至于刀类的武器就比较容易购买了。找了20多分钟后，还真让他找到了一套类似的装备，名叫风尘仆仆套装。找到之后，维开立刻坐车过去，从商店里直接购买了一套。再次进入青寺山副本时，维开已经换上了这套风尘仆仆套装以及一把开山大刀，这下应该很像了吧？他看了看自己的外观，颇为满意，于是便沿着山道往前走。没过多久，熟悉的歌谣再次传来：大王叫我来巡山。嘿，那边那个。没等巡山小妖开口，维开便抢先说道：你们的大王哪去了？你是哪个？巡山小妖愣了一下，随后吸了吸鼻子，忽然脸色大变：不对，你是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快跑啊！话说完，又是一溜烟的跑掉了。看到这一幕，维开顿时无言以对。妈的，真是个小机灵鬼，只换外观根本骗不了这只妖怪，看来只能来硬的了。15分钟后，维开再次出现在副本的初始山道，副本又一次重置了。大王，巡山小妖的歌谣刚一唱起，维开便立刻往前猛冲。片刻后，当双方照面时，他立刻开启冲锋技能，以极快的速度冲向巡山小妖。不好！巡山小妖吓了一跳，当即拔腿就跑，速度竟然超过了前几次。然后维开就傻眼了，他的冲锋速度竟然不及巡山小妖逃命的速度，无论怎么追都追不上。片刻后，他终于醒悟过来，靠，我的野猪冲锋套装没了，套装冲锋技能的速度又变回了正常速度，如此一来自然是追不上对方的。不行，我得再弄一套。维开愤愤不平道，之前那套已经卖出去了，自然不可能要回来，那就干脆再去刷一套。对他来说，重新刷一套野猪冲锋套装并不算难。说干就干，维开又是一路冲杀，很快就来到了山洞前。这一次他甚至懒得去理会那些小妖，提着刀就一头钻进了山洞里。嗡！就在他即将进入山洞的那一刻，手里忽然传来了一股拉扯距离，下一刻手里的大刀脱手而出，直接消失在山洞中。看到这一幕，维开当即愣住了，怎么回事？这山洞怎么把我的武器给吞了？话刚说完，他猛然醒悟，难道这才是破局的关键？第72章，让他吸个够。前几次进洞，维开都是打完了小妖，把武器收起来的状态。这一次没打小妖，而是拿着武器直冲进去，却没想到误打误撞，发现了异常。然而他还没来得及研究，外面的小妖就如同蚂蚁一般涌来，杀呀！哇哇哇！小妖们大喊大叫的杀来。本来想放你们一马，既然要来找死，那就别怪我了。维开不屑地撇了撇嘴，正准备拿出金箍棒大杀特杀，但就在这时，他忽然灵光一闪，不对，要是拿出来，会不会再被山洞吸走？这个想法刚冒出来，维开就换了个姿势，从背包里掏出一把大刀。是的，为了 cos 小妖，他特意买了好几把刀类兵器。之前那把已经被山洞吸收，但背包里还剩不少，还用不着拿出金箍棒。万一……哎呦！脑子里的念头刚冒出来，右手就传来了一股吸力，随后手中的大刀脱手而出，直接飞进了黑黢黢的山洞中。看到这一幕，维开连呼侥幸，幸好刚才够机灵，要是刚才拿出来的是金箍棒，恐怕也被吸进去了。但就在这时，跑得最快的巡山小妖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一刀砍过来，维开甚至来不及躲闪，只能硬生生的用肉体扛下来。-50，看着自己的血条一下少了一截，维开顿时额头冒汗。幸好这只小妖不是很厉害，如果是大妖，恐怕半条命都没了。反应过来后，维开立刻开启了冲锋技能。呵，冲锋技能是不需要武器的，可以仅凭肉身的力量强行撞出去。维开的等级已经到了20级，又是全力加点，就算不拿武器也有好几百的力量，一撞之下所向披靡，没有哪个小妖能挡得住的。就这样，维开凭借着强大的力量，在一群妖怪的包围中硬生生地撞开了一条血路，随后又转身往外跑。跑了好长一段距离之后，他才重新拿出一把大刀，这一次安然无恙。维开顿时松了口气，看来只要不是太近就没问题。说完，他便狞笑一声，转头面对冲过来的小妖。现在轮到我了。下一刻，狂风卷起，旋风斩再次大发神威。不到10分钟，小妖们便被一扫而空，剩下的也全都跑掉了。这一次，维开懒得去追，而是缓步来到山洞前。他想了想，还是拿出一把大刀，试探性的靠近了几步，结果嗖的一下，手中的大刀就被吸进去了。
嘿，你还来！维开连忙后退了2步，再次拿出大刀试探。这一次，山洞没了反应，看来这是安全距离。他目测了一下，大概是3步之遥，只要在3步之外，就不会被山洞所影响。可是，这好像跟通关没关系啊！得出结论后，维开不禁挠了挠头，随后脑洞大开：山洞会吸走兵器，难道我要弄一背包的兵器进来，让他吸个够？不可能吧！他很快又否定了这个想法。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得要多少件兵器啊？要不先试试，先出去一趟，如果被吸走的3把大刀回来了，就说明这个办法没用；如果没回来，那就有可能。说干就干，维开很快收起武器，一头钻进了山洞里。片刻之后，果然又回到了现实。他立刻打开背包，随后就愣住了，没了，那3把大刀没了。副本果然没有重置，我是被强行传送出来的。如果副本重置了，那么他在副本里做的所有事情都会被重置，那3把大刀也会重新回到背包里。然而3把刀没有回来，说明青寺山副本根本没有重置，一切都是假象。想到这里，维开顿时激动起来，他立刻联系到了田小玲。玲姐，店里的武器卖完了吗？差不多了，别卖了，剩下的全部留给我，有多少留多少。好，田小玲一口答应下来，随后又问，你要多少？不够我再帮你联系其他交易行。一共要1000件。维开忽然想到了一个数字，脱口出道：好，我帮你凑齐来。田小玲说完，很快挂断了电话。20分钟后，维开来到了店里，见到了田小玲。见面之后，田小玲二话不说，直接给了他一个新的背包，里面全是各式各样的武器。够了吗？够了。维开点点头，把那些武器全都放进自己的背包里，随后感激道：多谢玲姐。还没问你要来干嘛呢。田小玲也笑了笑道：青寺山副本。维开回答道：我感觉找到破局的思路了。真的吗？那太好了。田小玲由衷高兴道：看来那100万没有白花，小开比多宝阁的那些人还厉害。哈哈，玲姐你就等着好消息吧。维开说完，又离开了小店，重新回到副本中心广场。1分钟后，维开又一次站在了山道的初始位置。这一次，手里的武器变成了一根法杖。既然山洞会吞掉武器，那外面的山道会不会呢？他想了想，直接把法杖丢到地上。然而，等了许久都没有任何动静。难道不对？维开皱了皱眉。就在这时，远方又传来了熟悉的歌谣：大王叫我来巡山，那就去山洞外面丢。说完，维开立马捡起法杖，沿着山道走了过去。片刻后，他与巡山小妖再次碰面。来者何人？滚蛋！维开没好气地骂了一句。此话一出，那名巡山小妖竟然大怒：好你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竟然敢来爷爷这里撒野！说完，直接拔出了手里的大刀。咦？维开顿时一愣，完全没想到这只巡山小妖竟然没跑，反而要跟他干架。这难道终于找对方向了？话还没说完，巡山小妖就冲了过来，手中大刀手起刀落，直接朝维开砍来。哎呦！维开猝不及防，竟然被砍了一刀，头上还冒出了120的掉血数字。这家伙的伤害竟然变高了。维开之前也被他砍中过一次，那次才掉了50点血，这一次竟然翻倍都不止。副本里的怪物没有升级一说，能让他们变强的只有一种可能。第73章，打架你不行，逃跑第一名。武器，这把武器是我丢掉的。维开猛然醒悟过来，看着巡山小妖手上的武器，激动不已。对方手里的武器就是被山洞吸走的3把武器之一，没想到一转眼就出现在了巡山小妖的手上。看来思路是对的。维开坚定了自己的想法，随后拿起法杖跟巡山小妖打了起来。虽然有了武器，但巡山小妖的等级毕竟太低，只有区10级，很快就被维开打得屁滚尿流，一溜烟的跑掉了。巡山小妖一跑，维开便立刻追了上去，一路沿着山道杀向山洞处。很快，山洞前的大战再次上演。这一次，维开没有半点手下留情，直接拿出金箍棒横扫一切。短短3分钟后，所有的小妖都被一扫而空。随后，维开连忙收起金箍棒，换上一把长枪武器。嗖的一下，他才刚刚靠近洞口，手里的长枪就被一股巨大的吸力直接吸进了山洞中。维开毫不意外，反而笑了起来：喜欢吸是吧？让你吸个够。说完，他直接打开背包，将里面上千件武器一股脑的倒了出来。哗啦啦，他一边倒，山洞一边疯狂地吸，出来一件就吸走一件，丝毫没有停留。就这样，背包里的武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减少。不知道过了多久，当背包里的武器只剩下不到10件时，旁边的地面下忽
忽然传来了一声惊呼：“不要丢了，快停下！”苍老的声音从地下传来，韦开闻言一惊，连忙停止了手上的动作。“是谁？”他大声问道。“老朽是青四山土地。”话刚说完，旁边的地面上忽然冒出了一个矮小的身影。韦开定睛一看，顿时惊掉了下巴。眼前这个自称土地的家伙，不仅身材矮小，而且长得人头鸟身，满脸红斑，奇丑无比。他下意识地问道：“你是人还是鬼？”“不对，你说你是什么？”“老朽就是这的土地神。”矮小的身影扑棱着翅膀道。“土地神？”韦开先是一愣，随后才想起前世的《西游记》里，孙大圣每次遇到困难，都会有土地出来解答疑惑，顺便为他指路。眼前这个土地神，难道也是这样？那你刚才喊我停下，是什么意思？他连忙问道。土地定了定神，开始讲述道：“洞中有一宝物，乃天上掉下来的。他占据了此山，又夺走了老朽的洞府，还唤出无数小妖占山为王，祸害一方。他到底是什么东西？”韦开听得越发好奇。老朽也不清楚他的本体，只知道外面这些小妖都是他唤出来的。土地解释道：“只要找不到他的本体，这些小妖杀再多也没有用，很快就会恢复过来。”难怪呢。韦开恍然大悟，你丢的那些武器很快就会被他吸走，最后变成小妖手上的兵器。土地继续说道：“你丢的越多，那些小妖就越厉害啊。”无妨。韦开哈哈一笑道：“我就是要让他吸个够。可老朽刚才察觉，你要是继续丢下去，他恐怕很快就会醒来，到时候你就走不掉了。”土地唉声叹气道：“走掉？我又没想走。”韦开疑惑道：“难道我之前被传出去都是你搞的鬼？”土地反驳道：“老朽是在救人一命。”原来如此，妈的，总算是搞清楚怎么回事了。韦开在心里大喊，又恨不得把眼前这个土地打一顿。没事做把人传出去干嘛？人家是来通关副本的，好好的副本还没打通，就被你强行弄出去了，这还玩个屁啊！想到这里，韦开直接摆手道：“那你别管了，你难道有办法对付这只妖怪？”土地好奇地问了一句：“你就看着吧。”韦开一阵冷笑，随后又从背包里拿出最后几把武器，一股脑地丢进了山洞中。看到这一幕，土地顿时脸色大变。哎呀，年轻人不听劝，完了完了！话还没说完，眼前的山体忽然摇晃起来，随后整个青四山都发生了剧烈的震动，天旋地转。土地见状，吓得连声惊呼：“老朽不管了，你我各自逃命去吧！”说完便化作一阵青烟消失了。看到这一幕，韦开顿时气得笑了出来。打架你不行，逃跑第一名啊！这青四山的土地果然跟《西游记》里的土地一模一样，一遇到大事绝对第一个逃跑。然而他还没来得及高兴太久，眼前的山体忽然炸开，一个浑身长满了兵器的古怪身影轰然冲了出来。这是什么鬼？韦开被吓了一跳，连忙往旁边闪开，随后才发现眼前这只怪物的躯体竟然全都是各种兵器组成的，其中还有他之前用过的一根法杖，变成了怪物的一只獠牙。来得好！看清楚敌人的外形后，韦开反倒是兴奋了起来。不怕你厉害，就怕你不出来。再厉害的怪物，只要敢亮出血条，老子就能干死你！话说完，他便提起金箍棒，猛地冲了上去。怪物见状，也立刻发动了攻击。呵！韦开冲到一半，立刻发动了冲锋技能，跟怪物撞了个满怀。随后双方各自弹飞出去。韦开见状，顿时心中一惊，好家伙，力量竟然跟我差不多。他这一撞，就算是20级的 BOSS 都不一定能吃得消。然而眼前这只由兵器组成的怪物反倒像没事一样，既然撞不动，那就来硬碰硬吧。韦开丝毫不惧，再次提棒冲了上去。那只怪物也重整旗鼓，再次挥舞着武器杀了过来。吃我一棒！韦开一声大喝，手中金箍棒挥舞如风，砰的一下便狠狠地砸在怪物的头顶上，随后连环击接连不断，一棒又一棒，狠狠地砸在同一个位置。第3棒时，怪物的脑袋上终于冒出了内伤的提示。韦开顿时大喜，手中的铁棒更是一下快过一下，接连不断。3秒后，一整套连环击打完，怪物头顶的血条已经少了一大截。也不过如此嘛。第74章通关青四山副本。金箍棒下，兵器怪物显得格外弱小。韦开丝毫没有留手，一套连环击打完后，立刻后撤躲开对方的反击，随后再次欺身而上。大！在冲锋的过程中，韦开连喊3声，手中的铁棒也变大了3次，变成了水缸那么粗的巨棒。同时金箍棒的属性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幻化如意金箍棒，神化巨棒。等级20，物理攻击力500-740，力量加250，敏捷100，攻击速度负20%，
暴击率正 50%， 暴击伤害正 100%。装备后获得神话之祝福，所有小队成员增加10点全属性，攻击时造成碾压伤害，无视防御、格挡和护盾。特殊技能如意，装备后可以根据装备者的心意调整大小，并相应的调整装备属性。3次变大后，维开的力量瞬间暴涨了将近200点。随后他猛地朝兵器怪物撞了上去，轰！200点的力量差距让兵器怪兽变得不堪一击，直接被撞飞出10几米远，随后重重地摔在地上。看到这一幕，维开不由得会心一笑，小样，还想跟我比力量？能够随意变换大小的金箍棒实在是太好用了，每一次变换就相当于换了一把新的神话级武器，而且每一把都十分契合它的属性。眼下还只是变大3次，若是继续变大，增加的力量将会更多。那时候一个冲锋，别说20多级的 BOSS， 就算是30级的 BOSS 也不在话下。当然，前提是他能撞得到。正高兴着，兵器怪物晃动了几下后又站了起来。维开见状，顿时皱起了眉头。看对方的样子，这一撞对他来说似乎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毕竟他的躯体是由兵器组成的，跟一般的野兽不一样。不过他毕竟还是掉血了，只要血条还在，你就只是一盘菜。维开说完，再次提罐上，巨大的铁棍在他的手中高高举起，随后重重砸下。轰！兵器怪物的头顶上冒出了一个巨大的血红数字，-4396，碾压伤害。兵器怪物在这一棒之下，浑身散架，无数兵器碎片乱飞，头顶上的血条更是直接少了一半。这一棍就要了他半条命。好！兵器怪物顿时陷入了愤怒状态，仰天长啸，随后从嘴里吐出了一样东西。那是一个巴掌大的圆环，看起来像是手镯，但又十分残破。这枚手镯一出现，维开的心中顿时感觉不妙。下一刻，手中忽然传来一股巨大的吸扯力，维开心中大惊，慌忙倒退了好几步。不好，是那个鬼东西！小！他一边倒退一边大喊，眨眼间金箍棒便恢复了正常，同时也被收回背包中。兵器一消失，那股奇怪的吸扯力便没了。好险！他松了口气，但心中仍有余悸。原来一切都是那枚手镯在搞鬼，吸走兵器也罢，变成怪物也罢，全都是他在作怪。可是现在要怎么打？维开顿时有些左右为难。怪物使出手镯后，他便只能空手对敌，否则一旦拿出兵器就会被收走。没有兵器，维开也少了大半的战斗力。这只兵器怪物虽然不强，但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不知道符箓行不行？他灵光一闪，随后从背包里掏出了3张符咒。哪知道还没来得及使用，手中就传来了一股熟悉的吸力，嗖的一下，3张符咒便被吸走了。这样也行？维开顿时目瞪口呆，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吐槽。这破手镯真有这么厉害？就在他惊讶不已的时候，兵器怪物也在慢慢恢复，浑身上下的兵器正在飞快重组，用不了多久就能向他杀过来。维开见状，顿时一咬牙，一跺脚：“徒弟，给我出来！”下一刻，一个矮小的身影从他的脚边冒了出来。都说让你跑，你为何不跑？土地一出来便开始抱怨：“跑个屁！”维开没好气道：“我要干死他！可是没办法使用兵器，你有什么办法？”办法倒是有，可是土地欲言又止。别可是，说！维开大声命令道。土地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道：“大圣曾有一门大神通，唤作法天象地。”我知道了。维开顿时醒悟过来。对哦，没有兵器又怎么样？法天象地开启之后，光凭肉身的强大就足以碾压一切。可是我不会啊。他虽然短暂体验过法天象地的神通，但崩将军也说过，只有在花果山才能体验到。那些黑泥在外界根本没用啊。不对，不对。念头刚起，维开便连连摇头。黑泥在外界没用，可这里不是外界啊，这里是青寺山，有土地，有巡山小妖，还有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这里也是西游世界。想通之后，维开直接打开背包，掏出一把黑泥，直接塞进了嘴里。下一刻，他的身体猛然膨胀了起来，瞬间变成了一名10丈高的巨人。与此同时，他的状态栏里也出现了一个熟悉的 buff： 法天象地，化身天地，身形暴涨，力大无穷。哈哈，对了，虽然这次法天象地的变身效果没有之前在花果山秘境那么强大，持续时间也只有30秒，但这已经足够了。妖孽，受死！维开一声大喝，双手同时往身前一捞，直接抓住了刚刚恢复过来的兵器怪物。随后他轻轻一撕，整个怪物顿时4分5裂，化作无数散乱的兵器。而那枚手镯也顺利落到了维开的大手中。他用力一捏，上面的光芒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恭喜通关青四山副本！眼前忽然出现了一道贺喜的横幅，韦开顿时咧嘴一笑，原来这才是真正的通关啊！话音刚落，手中的手镯忽然冒出了一阵金光，把他吓了一跳。这是通关奖励，神话装备。韦开猛然醒悟过来，连忙将其拾取起来，随后看了一眼属性：残破的金刚镯，神话手镯，等级1，佩戴后可以自动拾取身边的物品。第75章自动拾取功能，这也叫神话装备。看到金刚镯的属性后，韦开一下子瞪大了眼睛，这玩意竟然一丁点的属性都没有，唯一的功能就是自动拾取，这也太坑了吧！最重要的是，它还要占据一个手镯的装备栏呢。首饰装备本来就很重要，要是装了这个，就等于平白少了一件首饰，这也太亏了。看完了金刚镯的属性后，韦开顿时有些哭笑不得。就在这时，土地忽然凑了过来，扑腾着翅膀道：“恭喜上仙，顺利收服此物。你认识这玩意？”韦开好奇地看了他一眼，不认识。土地连忙摇头，此物乃天上坠落，想来应该是天上的宝贝，能够得到它也算是一番大机缘。锤子机缘？韦开没好气道：“就是个破烂，除了能自动拾取之外，一点用都没有。”怎么可能？土地惊呼道：“此物明明已经化身为妖灵，不仅能幻化出妖物，还能占山修行。你的意思是？”韦开忽然想到了什么，挠头道：“他是被我打死了。”土地愣了一下，默默点头。这下韦开傻眼了，那怎么办？或许上仙可以试着修复它。土地小声提议道：“修复？对哦。”韦开恍然大悟，连忙请教道：“如何修复？你可有办法？”土地想了想道：“我看上仙吞服的那些丹丸，便蕴含了一丝混沌之气。你说这个？”韦开一听对方的话，便立刻从背包里取出一把黑泥。当初在秘境大门外与黑夜怪物大战了2场，这样的黑泥足足捡了上千克，在秘境里用了一些，又送了一些给八将军，如今只剩下了一半，但也有500-600克。对，就是他！土地略微激动道：“那我试试。”韦开说着，试探性的将黑泥放到手镯上。下一刻，手镯上爆发出一阵金光，随后黑泥一闪而逝，被吞了。韦开微微一惊，连忙去查看金刚镯的属性，发现上面多了一条说明：可修复，修复进度36100000，竟然真的可以修复！韦开顿时大喜，连声道：“好，这玩意不愧是好东西啊！”他也没想到区区黑泥作用竟然这么大，不仅可以在西游世界里获得法天象地的大神通，还能用来修复破损的神话装备。早知道就不送出去了，不过送都送了，大不了再去刷一些，反正黑夜怪物毙掉这个，想要刷10000颗也不是什么难事。上仙，效果如何？就在这时，土地笑呵呵问道：“很好，多谢你的提醒。”韦开同样笑呵呵的回应，随后又好奇的问道：“此处的妖物已经被我收走，这里是否会发生变化呢？”这是自然。土地点了点头道：“没了妖物，老朽也能重新回到洞府了。从此以后，这里将不再有妖物为患。”啊！韦开顿时一愣，心道：“意思是这里以后就不是副本了？”不过转念一想，好像也没什么问题，怪物都没了，当然也不算是副本了。那它会变成什么？那我以后还能不能进来？韦开好奇地问道。上仙若是想来，老朽自然十分欢迎。土地扑棱着翅膀道：“只是此处1枚奇珍，2枚灵气，只有少许风景还能入眼。上仙若是进来，便只有风景可看了。只能看风景啊！”韦开顿时有些失望，他还以为这里能变成什么洞天福地呢。但仔细一想，如果是洞天福地的话，又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那就算了。韦开摆摆手道：“我在外界还有些事，就先行离开了。恭送上仙。”土地连忙行了一礼。片刻后，韦开的身影彻底消失不见，只剩下了满脸笑意的土地神。与此同时，副本中心广场上，韦开的身影逐渐显现出来，而他的手上已经戴上了那枚手镯。哎，小老弟！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正是之前那位大叔。你还在刷副本呢？是啊。韦开睁开眼，笑着点头道：“大叔也在刷呢？”没刷。大叔哈哈一笑：“我刚去钓鱼回来。”钓鱼？韦开听得一愣，在副本里钓鱼？对啊。大叔笑呵呵道：“有一个叫林长河的副本，你知道不？那里的鱼可多了，好多人都在里面钓鱼。可是副本不是没通关不让出来吗？”不是啊，那个副本想走就走。大叔摇头道：“这样啊，长见识了。”韦开不免感慨了一句，没想到还有这种奇葩的副本。当然，更奇葩的还是钓鱼佬，在副本里钓鱼这种事都能给他们想到，
实在是不得不佩服。不过他可没这个闲情逸致，也没有这个时间。大叔，我还有事，我先走哈。维开摆了摆手，很快离开了副本中心广场。回去的路上，他开始思考接下来的行程。此时已经是下午的4点半，距离天黑还有2个小时。青寺山副本虽然折腾了将近1天，但结果还是很值得的。如今的金刚镯虽然很烂，但有了修复的希望后，维开对它充满了信心。这玩意要是能修复，肯定是个货真价实的神话装备。另外，它的自动拾取功能也十分有意思。戴上手镯之后，维开发现它竟然可以设置自动拾取的一些功能，比如全部拾取和部分拾取。全部拾取自不必多说，部分拾取才是关键功能。设置了部分拾取后，它竟然可以选择只拾取某种物品或者某一品级的物品。比如维开如今将它设置成只拾取传奇级以上的物品，如此一来，它对于那些掉在地上的蓝、白、紫装将会不闻不问，而专门拾取传奇级以上的装备。目前还不知道它的自动拾取功能是不是能够做到悄无声息。若是真的可以，说不定以后就不用担心在他人面前暴露了。想到这里，维开不免激动起来。现在就出城试试。第76章随心所欲。20分钟后，维开再次来到野猪林。此时已经是下午5点，距离天黑还有1个半小时。许多人都在忙碌地刷怪练级，想要尽可能的利用这最后的一点时间。维开看了一眼四周，默默地往森林深处走去。这时候想要找到一片清静之地，恐怕不太容易。但好在野猪林足够大，密林深处的怪物也颇为强大，一般人可不敢轻易来此。维开自然不是一般人，他已经20级了。野猪林的普通怪物最高等级也只有12级，还是喜欢独处的猛虎。这个等级的怪物已经对他造不成威胁，就算是精英怪物，乃至于一般的 BOSS 也不过是小菜一碟。唯一能让他严阵以待的，恐怕就只有25级的区域 BOSS 白虎了。前进的过程中，维开一直强忍着出手的冲动，愣是一只怪都没杀。直到10分钟后，来到一处没有外人的清静之地，他才终于放下心来。吼！挑衅技能模仿的虎吼声震惊了半片森林，无数飞鸟纷纷惊起。下一刻，数道吼声传来，3只猛虎突然从各个方向冲了出来。维开见状不禁反喜，大笑道：“来得正好！之前一直在野猪林刷怪练级，杀了那么多的野猪、野狼，也见过猴子打架，唯独没怎么遇到猛虎的身影。唯一的一次就是那只区域 BOSS 白虎。只可惜在打虎团的围攻之下，那只威风凛凛的白虎也显得弱小可怜又无助，根本不是一群人的对手。相比之下，眼前这3只围攻他的猛虎反倒更有王者风范。不过这股王者风范只维持了不到3秒。维开的话还没说完，金箍棒就已经出手，一击旋风斩横扫而去。下一秒，3只猛虎全都被一击爆头，齐刷刷的倒在地上，随后化作3道白光消失不见。咦，怎么只有蓝天白云？有全物品掉落的天赋在，3只猛虎同样爆了一地的装备和材料，但奇怪的是，竟然只有蓝白色的物品，别说粉装，就连紫装都没有。不会是在背包里吧？维开忽然想到，随后连忙打开背包一看，顿时欣喜不已，果然在里面。此时的背包里赫然多出了一件粉色的装备，猛虎全套，传奇级，全套，等级15，物理攻击力130-201，力量加20，敏捷加30，攻击时有概率造成撕裂效果，使敌人进入流血状态，持续5秒。装备的属性一般，效果也不是很厉害，甚至连职业都不对，但并不妨碍维开心里高兴。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刚才并没有看到粉色的光芒爆出来，也就是说，金刚镯真的做到了悄无声息的自动拾取。只要是设置了自动拾取的东西，它都可以直接吸走，甚至连爆装备的光芒都没有，外人更是毫无察觉，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了这个，维开以后就可以在外人面前光明正大地刷怪了。只要做好设置，在外人面前，他的爆率将会再正常不过，甚至还可以故意弄得飞一点，完全可以随心所欲，想怎么调就怎么调。不愧是神话级装备，光这一个功能就值了。维开一时间感慨不已。不过这玩意要是落到心术不正的人手里，恐怕也是个大问题。毕竟这玩意用来组队黑装备，简直不要太好用。想到这里，维开又庆幸听青寺山土地的口气，这玩意似乎只有一个。青寺山副本被他通关之后，里面的妖物已经彻底消失，变成了一个只有风景的小副本，想要再去刷一个已经是不可能了。这倒是个好事。维开心情大好，直接将金刚镯的自动拾取功能设置为全部拾取，随后便开始了疯狂刷怪的流程。先是用挑衅技能模仿猛虎的吼叫，吸引好几头猛虎一起围攻，
随后掏出金箍棒，一招旋风斩便能将其秒杀。接着金刚镯大发神威，将所有掉落物品一扫而空。整个过程流畅无比，甚至都不需要停下来。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维开彻底刷了个爽。然而他的这个行为在外人看来却像是发了疯。不远处的丛林里，一支3人小队已经看了将近半个小时，结果全都看傻眼了。我靠，这家伙已经刷了30多只猛虎吧，竟然连根毛都不掉。一名光头壮汉摸了摸自己的脑袋，满脸惊讶，这也太黑了，我骚。旁边的另一名红发队员也连连点头同意。五星天皇麦克笑川表示，如果让我去跟他比不要脸，那一定是我赢，但如果比脸黑，我会输得很惨。一身皮衣皮裤的团长悠悠地说道。噗呲，光头顿时忍不住一乐，又道，这家伙一直在猛猛刷，一次都没停过，怕不是已经被逆天的暴绿气疯了。团长，要不我们去劝一下？别多事。皮衣团长摇了摇头，我们是来蹲白虎的，他杀的越多，越能引起白虎的注意。说不定。来了。团长的话还没说完，身边的光头便大声喊道。另一边，维开还沉浸在刷怪和爆装备的畅快之中，哪知道一股浓烈的腥风忽然传来。随后他的心中警铃大作，连忙抬头看向前方。吼！一声震天怒吼响起，一只毛发黑白相间，足足有3米之高的巨兽朝他走来。区域 BOSS 白虎。维开顿时大喜，没想到这么幸运，刚好碰到白虎在这里刷新，这可是好机会啊。他的一转任务正好需要白虎的特殊掉落物白虎之心，只要把这只白虎杀掉，一切就有了，甚至还有神话装备。想到这里，维开看向白虎的目光立刻变得炽热起来。小老弟别怕，我们来了。就在这时，不远处的丛林里忽然传来一声大喊，维开顿时愣了一下，随后扭头一看，才发现那里竟然钻出了3个人，而且其中1人正在发出信号联系其他人。你们是打虎团？第77章再见打虎团。怎么又是你们？听到打虎团的名字，维开顿时想要骂出声来。这只白虎明明是他先发现的，结果打虎团的人竟然也在蹲守，看他们的样子似乎对这只 BOSS 势在必得，已经把它当成自家养的了。我没怕。维开忍不住回了一句。那就好。领头的皮衣团长笑道，那就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吧，等我们杀完了 BOSS 你再出来。什么意思啊？这是要跟我抢 BOSS 啊？维开顿时眉头一皱，这个 BOSS 是我发现的。老弟，你别开玩笑。大光头摸了摸自己的光头，一脸不屑道，这只白虎就算让给你，你也打不过，还要白白送了性命。对啊，我们又不是在抢你的 BOSS， 这是在救你。另一名红发男子也附和道。呵。维开微微一笑，忽然问道，那让我加入你们怎么样？你要跟我们组队？皮衣团长问道。是啊，组队总没问题吧？维开继续问道。不行。光头男率先反对，我们的队伍都有固定位置，贸然加人进来，除了添乱还有什么用？红发男子也跟着说道，就算组队爆出来的东西也没有你的份。听了这2人的话，维开顿时心中不悦。就在这时，皮衣团长却点了点头，组队可以，得加钱。身为一支专门杀 BOSS 的战团，打虎团也曾给人当过打手，就是老板出钱，其余团员出力，陪老板打 BOSS 玩。给人当打手并不丢人，甚至许多团员还乐得这么做，毕竟老板是真的有钱，只要玩开心了，随随便便就能撒出去几10万。现在维开说要组队，按理说他不应该答应，但如果是给钱，那就不一样了。维开闻言一愣，但很快便问道，多少？50万。团长一口说道，如果想要爆出来的装备，还得另外出钱拍卖。也就是说，我花了50万，只是跟你们组队。维开差点气笑了。你可以分到 BOSS 的经验，还能体验亲手打 BOSS 的乐趣。光头壮汉插嘴道。那好，我再加1件传奇级装备，你们要让我来杀 BOSS。维开立刻讨价还价道。皮衣团长摇了摇头，1件传奇装备也不过10万而已，不够。那就换成史诗级装备，我只要 BOSS 的最后击杀。维开继续加码，只要能让他来做最后一击，别说史诗级装备，就算是神话装备也不在话下。只不过他不想便宜了这些人。好。一听有史诗级装备，皮衣团长的眼睛顿时亮了。对他们来说，一般的传奇装备自然看不上，但更高品级的史诗装备就不一样了。战团里的大部分人都还缺少好用的史诗装备，就算谁也用不上，拿回城里拍卖也能卖出一笔好价钱。50万的钱再加1件史诗级装备，就算这次打 BOSS 什么都没爆，也能有的赚。要是对方的运气好，说不定还能爆神话装备呢，那就是血赚。那就组队吧。维开催促道。先付50万定金。好。交易完成后，皮
皮衣团长立刻发来了组队邀请。维开选择了确认。进入队伍后，维开还没来得及查看众人的信息，便听到身后传来了一声愤怒的虎吼。吼吼！白虎愤怒的吼声传来，似乎在为众人无视他而感觉到十分恼火。明明是4个蝼蚁，竟然敢在他的面前讨价还价，当他不存在一样。敢无视我，你们要付出代价！吼完，他便朝4人冲了过去，行动迅猛异常。但就在这时，一道金光从天而降，叮！一名道士打扮的年轻男子从外面赶了过来，身后还有更多的人员。这一刻，打虎团的成员终于赶到了。看到队员赶到，皮衣团长也振奋了起来，大声笑道：“抓紧时间，打完收工。”是，团长。赶来的团员纷纷笑着回应。对于他们来说，眼前这只白虎就是一个大号的猫咪，想怎么杀就怎么杀，根本不带害怕的。唯一要注意的就是谁来做最后的击杀，因为这有可能影响到爆率。虽然有点玄学，但大伙都信这一套。随着团长的一声令下，打虎团的成员立刻行动起来，所有人都有条不紊地执行指挥的命令。很快便组成了一个阵型，将白虎团团围住，同时开始了攻击。维开见状，直接收起了武器，双手抱胸，准备观看这场好戏。团长，这人是谁啊？维开的举动有些嚣张，很快就有团员发现了他的存在。一个杀 BOSS 的老板。皮衣团长连忙解释道。杀 BOSS 的老板？众团员面面相觑。就是等下击杀 BOSS 的最后一击交给他。团长继续解释，其他流程照旧。行不行啊？最后一击也是要看时机的。有人质疑道。团长摆了摆手，没事，他都20级了，输出应该不差，只要别提前靠近，别被 BOSS 弄死就行了。人家是老板。光头壮汉也跟着笑道，50万块钱加一件史诗装备，就为了这最后一击呢？当然要让老板满意，你说是吧？说完，他看向了正在看戏的维开。对此，维开笑而不语。其余团员一听这个条件，顿时也不说话了。没办法，给的实在是太多了。这么大的手笔，就为了最后击杀的耍帅，有钱人果然玩得花。可是，万一他很黑怎么办？就在这时，一个弱弱的声音问道：“再黑能黑得过你？”光头壮汉闻言大怒：“上次你打的最后一击就爆了一件保底粉装，你说还有谁能比你更黑？”我那是一时的。那人不满地反驳道：“上次你也没好到哪里去。”光头继续回怼：“别吵！”就在这时，团长一锤定音：“我已经答应了这事，就要说到做到。”此话一出，团员们顿时安静下来，开始专心杀怪。第78章，你人还怪好的练。打虎团的成员基本上都在25级以上，少数精锐甚至已经到了35级。他们装备精良，配合默契，对于打 BOSS 的一套流程更是纯熟无比。数十人一起围攻 BOSS， 就算是白虎也得变成小猫咪。不到10分钟，白虎就进入了狂暴状态，浑身冒出阵阵黑白之气。团队中的指挥见状，立刻大声下令：“全力战士，冲锋！所有人打断技能准备，辅助上 buff！1、2、3，撞！”话音刚落，白虎就打了个踉跄，随后各种打断技能像下雨一般落到他的头上，很快就把黑白之气消耗一空。随后，白虎进入了虚弱状态，开始全力输出。指挥大声下令。就在这时，团长却忽然插话：“看着点，别打死了，最后一击要留给老板的。老板，你也看着点，准备补刀哈。”“没问题。”维开笑盈盈的点头。对于补刀这事，他可谓是胸有成竹。他的等级虽然不如打虎队成员，但装备却比他们强太多，而且属性方面也是遥遥领先。刚才观战的过程中，他心算了一下队员们的输出，发现许多人都不如自己。绝大多数输出队员的秒伤都在1000左右，也就是1秒能打出1000点伤害，而他全力输出的话，至少能打2000点秒伤。如果运气好，触发了金箍棒的内伤效果，更是直逼3000秒伤。团长打了个招呼之后，团员们的输出并没有降下来，反而更加卖力了。很快，白虎的血量就掉到了5%。许多人见状，连忙停了下来，让维开前去补刀。但也有2人不仅没有停下，反而加大了输出。团长见状，连忙大声喝止：“光头，你这么开狂暴干嘛？”“团长，我按错了，我停不下来，真的停不下来啊！”光头壮汉大声狡辩。团长顿时一愣，随后又看向另一人：“小黑子，你特么刚才不出力，现在抢输出是吧？”“团长，我真不是小黑子。”另一个没停手的家伙也趁机说道。“你们！”团长顿时气得不行，连忙看向维开。然而维开却一点都没有生气，反而笑了：“想跟我抢最后一击是吧？故意恶心我是吧？要是最后一击被抢了，这些人自然有借口推脱，
但他的50万块钱，还有一件史诗级装备，肯定是打水漂了。维开一看他们的表演，就知道这些人心里想些什么。不过他一点都不担心，比输出谁怕谁啊！连环计，他一声大喝，直接冲了上去，随后手握金箍棒，运转如风，棒影连绵不绝地朝白虎身上砸去。负506，负716，负1003，内伤，负2391。短短3秒不到，白虎的头上接连冒出7个数字，仅剩的5%血量瞬间消失一空，当场给所有人表演了一次血条消失术。这一幕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呆了，尤其是想要抢最后一击的大光头和小黑子，更是目瞪口呆。相比起维开刚才的那些输出，他们那点输出简直是少得可怜。别说抢最后一击，就连技能都没来得及放，就眼睁睁地看着白虎被秒了。你，团长同样目瞪口呆，没想到一个出钱买体验的老板，竟然有如此实力。这输出就算放在打虎团里，也是顶尖水平。爆装备了！就在这时，一名队员忽然大喊：“砰！”众人闻言望去，只见好几道粉色光芒冲天起，随后是上百道白、蓝、紫色的光芒。白虎大爆特爆，一下竟然爆出了上百件物品，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傻眼了。有人忍不住当场爆粗：“好多粉装！我骚，这是什么狗运？你妈，竟然一下爆这么多！老子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爆装备的。”皮衣团长本人也彻底傻眼了。他原以为这最后一击让给别人后，肯定没什么收获了，没想到这人的运气如此逆天，这一爆比他们前半个月刷到的装备都要多。老板厉害！他不由得朝维开竖起了大拇指。一般般。维开微微一笑，谦虚了。团长哈哈一笑，调侃道：“至少比小黑子厉害。”哈哈哈，我也觉得。大光头跟着打趣道：“就是。”其他团员也跟着取笑道：“要是让小黑子来击杀，说不定又是保底呢。”老板，你人还怪好的咧。老板，要不你加入我们团吧，以后专门负责击杀 BOSS 就行了。是啊，是啊，以后分你一件呗。众人七嘴八舌的说了一通，但维开却不为所动。团长见状，连忙挥手道：“快，把东西全部拾取了，回城后再说。另外，光头和小黑子不听命令，不能参与此次分红，以儆效尤。”大光头和小黑子闻言，脸色顿时难看起来，但团里的其他成员却毫不在意，反而大声纷纷起哄：“好，好耶！”片刻后，当他们看到那些粉装的属性后，更是一个比一个高兴。这些传奇级装备足足有6件之多，而且全都是30级的，大多数团员都可以用得上。不仅如此，其他的掉落物品里竟然还有石谱和虎骨、虎鞭等珍贵材料，这一下可真是捡到宝了呀！维开其实比他们更高兴，因为他的背包中多出了5件物品，分别是1件神话装备、3件史诗级装备，以及他最想要的白虎之心。这些东西早在爆出来之前就已经被金刚镯悄无声息地捡走了。不得不说，金刚镯的自动拾取功能就是牛逼。他看了一眼3件史诗级装备的属性，顿时微微一惊。碧月史诗级头盔，等级20，魔力加40，体质加20，异常状态命中加20，异常状态抗性加20。装备时获得碧月状态，每次攻击都有概率令敌人陷入恐惧，对陷入恐惧的敌人伤害增加20%。洛神套装之一，集齐后可获得强大效果，竟然是洛神套装的部件。第79章，小黑子道歉。维开心中大喜，直接把这件碧月头盔给换上了，同时也把原本穿在身上的史诗级头盔拿了下来。团长，这是之前说好的。哎呀，老板太客气了。团长笑容满面，直接伸手来拿。哎，等一下。维开却忽然收了回去，随即冷笑道：“某些人抢击杀的事，不会就这样结束了吧？”道歉。团长脸色一变，忽然大声道：“大光头，小黑子，你俩过来给老板道歉。”此话一出，众人纷纷望来，随后看见了维开手中的红色史诗级装备。这下所有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道歉道歉，快点给老板道歉。于是有人大声起哄，其余人也纷纷开口：“就是，快去给老板道歉，别惹老板不高兴了。小黑子，就属你不听话，快去！”对不起。大光头率先走了过来，朝维开鞠了一躬。维开淡淡的点头，算是表达了态度。然而那个小黑子却一直不为所动，不管旁人怎么起哄都不动一下。这下团长的脸面挂不住了。小黑子，不想混了是吧？他厉声道。团长，我不是故意的，就是想开个玩笑。小黑子弱弱的反驳道。团长的脸色顿时也变得难看起来，再次喝道：“听不懂人话就滚！”
此话一出，众人立刻感受到了他的怒意。我道歉。团长的话刚说完，小黑子立马圆润地跑到维开面前，朝他鞠躬道歉，没有一点拖泥带水的意思。看到这一幕，维开欣慰地笑了。果然，有些人就是贱。笑过后，他再次将那件史诗级头盔拿了出来。团长，这是之前说好的。好说，托你的福，一下爆了这么多粉妆，大家都感谢你呢。团长的脸色立刻转阴为晴，笑呵呵地接过那件史诗级头盔，随后收入囊中。不用客气。维开淡淡一笑道，大家开心就好。哈哈，开心就好。团长也跟着傻乐。小插曲过后，众人又各自忙碌起来。BOSS 杀了，装备爆了，任务也完成了。于是打虎团的众人纷纷收拾东西，准备回城。维开看了一眼手机，发现时间已经来到6点05分，距离天黑还剩25分钟。他想了想，最终还是决定跟着打虎团一起回城。夜晚的野外不是一般的危险，那些黑夜怪物固然可以爆出黑泥这种好东西，但谁知道他们的背后会不会藏着大 BOSS。 上次那只大嘴怪物他还记忆犹新，要不是警备局的高手出面解决，恐怕整个雍宁市都会因此而遭殃。还是等有实力再来刷黑泥吧。他现在连一转的任务都还没完成，实力远没有达到巅峰。正想着，跟他并排走的皮衣团长忽然凑了过来。老板，怎么称呼？维开。我叫梁虎。皮衣团长自我介绍道。维开点了点头。梁团长好，有什么事吗？梁团长顿了下，道，刚才组队的时候我看你已经20级了，但还是战士职业。那你的一转任务肯定还没完成吧？正在做，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联系我们。梁团长拍着胸口道，保证能让你轻轻松松完成任务。如果是收集任务的话，那就更好了。打虎团别的东西不多，各种珍贵材料绝对充足，就算现在没有，我们也可以帮你刷到，只要你在我们这里预定。真的？维开好奇地问道。真的。梁团长十分肯定道，我跟你说，以前有个家伙，他的转职任务需要收集孔雀之灵、恐狼之牙和巨鳄之灵，你知道的，这3样东西全都是 BOSS 才能爆出来的特殊材料。确实。维开有些愕然地点点头。梁团长对他的反应十分满意，继续道，这种珍贵的材料一般人肯定刷不到，但他找到了我们，虽然多花了一点点钱，但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后来呢？维开连忙问道。什么后来？那个做任务的人。他呀。梁团长挠挠头，听说因为任务太难，在第2步的时候失败了。啊？维开有些意外，没想到转职任务竟然还会失败，这个任务的难度也太高了吧。不过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人的任务竟然是要3样物品。维开的任务要求虽然跟那人差不多，但只要求其中之一。难道可以3样一起上交？他忽然灵光一闪，脑海中有了一些思路。是不是因为3件物品一起上交，才提升了任务难度？任务难度提升，相应的奖励自然也会增加。难道完成这个难度的转职任务后，会转职为更加强大的稀有职业？说不定还真有这种可能。只可惜那人在第2步就失败了。或许我也可以试试。维开的心中一下子有了想法。如果我找梁团长帮忙，是不是也跟刚才一样？他忽然开口问道。不行不行。梁团长摇了摇头，如果需要指定材料的话，还得加钱。为什么？维开皱眉。特殊材料可没有那么容易爆出来。梁团长解释道，一次不行就得刷第2次，要是运气太差，10次都不一定能爆出来。上次给那个家伙刷材料的时候，他们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接连刷了5次铁甲巨鳄，才把巨鳄之灵给刷出来。为此花费了无数精力和半个月的时间。这种事想想就血亏，一次就罢了，再来一次，团里的其他人恐怕都不会干。那就算了。维开果断摇头，请他们杀白虎这事本来就已经让打虎团赚得够多了，不仅得到6件30级的传奇级装备，还有他给的50万现金以及1件史诗级装备，另外还有些食谱、珍稀材料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玩意零零总总加起来价值至少200多万，这笔钱足够请动雍宁市最厉害的战团了。他之所以愿意给，是看在打虎团上一次救过他的份上，如今交易完成，这份因果也算是还上了。第80章白虎神剑无敌。听到算了2个字，梁虎顿时愣了一下，随后又有些不爽。你凭什么敢拒绝我？明明刚才说的好好的，结果突然不要了，肯定是嫌贵。你嫌贵，我还嫌贵呢。那就算了。梁虎当即摆摆手，头也不回地走掉了。周围的其他团员看到这个情况，也纷纷远离，生怕沾上什么。维开见状，顿时一阵冷笑。不过
他也没有太在意。雍宁城虽小，但能带刷 BOSS 的战团有的是，有那200万，直接去请雍宁市第1的战团不好吗？而且他也不想继续跟打虎团合作了。一次爆率高可能是运气好，如果次次爆率都这么高，那就肯定有问题了。就算可以用金刚镯的自动拾取功能来掩盖，也有一定的麻烦，不如直接换人合作。正想着，他忽然发现打虎团的团员都加快了速度，已经把他甩在了队伍后面。维开正想赶上，忽然听到侧面传来一个声音：滋滋。他循声望去，发现竟然是一只猴子，模样还有些熟悉，是那只老猴？不对，是崩将军。维开很快想起来了，这不就是之前跟大蟒蛇还有狼王争夺红果子的那只老猴吗？而他的真实身份应该是从花果山秘境里逃出来的崩将军。崩将军的身手比之前灵活了许多，手中却没有棍子，而是一边叫喊一边向他招手，似乎在呼唤着什么。你在叫我？维开愣了一下，下意识地问道。滋滋。崩将军兴奋地点点头。看到对方的反应，维开再次一愣，更加好奇。你要干什么？然而崩将军却不答，只是一个劲的招手，似乎想让他停下来。不行。维开连连摇头，甚至加快了脚步。马上就要天黑了，我得回去。上次因为看崩将军和大蟒蛇还有狼王打架，导致忘了时间。这一次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再犯傻了。滋滋。崩将军看他加快了脚步，顿时急了，甚至一度想要冲过来。然而还没等他下定决心，维开便已经走出了密林，来到野猪林的外围。这里全都是准备回城的人员。看到这么多人，崩将军顿时慌了，连连大叫了几声后，很快就退回了密林中。这家伙不是疯了吧？维开看得有些疑惑，但考虑到快天黑了，还是没有停下来。几分钟后，他终于走进了城门内，而此时正好是6点27分。片刻后，夜幕降临，黑夜随之而来，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将最后一丝光芒吞噬。就在这时，一道暗淡的光照也随之亮起。看着身后亮起的光照，维开不由得肃然起敬。这就是武队长说的防御法阵吧？是防御法阵保护了雍宁城以及城里的百万百姓。要是没有它，恐怕大多数人类都已经灭绝了。只可惜，已经过了18年，人类都还没有走出防御法阵的范围。每到夜晚，都只能躲在防御法阵中。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还要多久。轰！当东城门的大门轰然关闭，维开的思绪也被重新拉回现实。是了，还是先做好自己吧。他自嘲一笑，随后坐上了开往西乡区的公交车。车上无聊，维开顺便查看了一下刚到手的那件神话装备——白虎神戒神话级戒指，等级20，力量加50，敏捷加50，攻击速度正20%。装备后获得神话之祝福，所有小队成员增加10点全属性。攻击时有概率造成撕裂效果，使敌人进入流血状态，持续30秒，可叠加。装备时连击次数达到7，将会进入专注状态，提升10%暴击率和20%暴击伤害。连击次数达到14，将会进入迅猛状态，提升20%攻击速度。连击次数达到21，将会进入武神状态，获得霸体效果，免疫一切伤害和控制效果，持续5秒。3种状态可叠加。我靠，好猛！维开忍不住惊呼。这白虎神戒不仅属性强大，而且词条也相当完美，简直不要太猛！连击次数达到7次以后，立刻就能提升暴击率和暴击伤害。最关键的是，这个条件一点都不难达成，一个连环击就够了。连击次数达到14次后，还能进一步提升攻速。如果连击次数能够达到21次，效果更是炸裂，免疫一切控制和伤害的霸体状态。2个字：无敌！他刚把戒指戴上，就看到前方的座位上忽然冒出一个光头。什么好猛！维开被吓了一跳，随后才看清是打虎团的那个大光头。没想到对方还会主动跟他搭话。没什么，维开连忙摆手道，我只是想起了刚才打 BOSS 的场面。你在说我是吧？大光头乐呵呵地说道，不过你也挺猛的，最后补刀那一下，直接打了好几千的输出，跟我已经不相上下了。维开顿时无言以对，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不会真以为有人在夸你吧？他很想当面吐槽，但碍于面子又忍了回去。没想到大光头没有半点逼数，反而自夸自擂起来。我跟你说，白虎那种级别的 BOSS 根本不算什么，对我们打虎团来说，那就是一只小猫咪，一刷新就能打掉的那种。真正厉害的 BOSS 还得看里昂古城的区域 BOSS， 足足有40级，一般人连碰都不敢碰，也只有我们打虎团才敢去挑战。你打过了？维开忍不住问道。没打过。大光头摸了摸光溜溜的脑袋，不好意思道，但团里的前辈高手打过了，
据说爆出了不少好东西，有战士40级的大招，还有一件40级的神话装备。神话装备是什么属性？维开又问。就是，反正肯定很牛逼。大光头道。呵，维开一听他的口气，就知道对方肯定没见过神话装备，连神话装备特有的神话之祝福词条都不知道。既然是吹牛，那就没什么好搭理的了。第81章，我还年轻。15分钟后，公交车在西乡市场站停下，维开也顺利下了车，随后直奔市场里的自家小店。由于前2天没有刷到什么好东西，小店的货物基本都卖得差不多了，只剩下田小玲一人守在店里。看到维开进店，他顿时喜笑颜开，连忙迎了上来。阿开，你回来了。维开也笑着点点头，随后拿出一个背包。玲姐，这是今天的货。咦，你今天不是去研究副本了吗？田小玲有些诧异，原以为维开今天一直在研究那个破副本，不可能有什么收获了，没想到竟然还能刷到装备。副本已经通关了。维开道。真的？田小玲满脸惊喜，连忙凑过来，小声问道：得到那个了吗？让我看看。话说完，他又觉得有些不当，连忙找补。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拿到想要的东西？咱们的100万有没有白花？你要是觉得不妥的话，点个头就行，不用说出来。无妨。维开微微一笑，抬起手腕道：就是这个镯子。这是手镯？田小玲看着他手上有些破烂的手镯，一下子愣住了。100万买的消息，就是为了刷出这个破烂的镯子？对。维开点点头，解释道：别看它外表破烂，其实品级很高，而且功能十分强大。什么品级？难道是史诗级？田小玲下意识地问道。维开微微一笑，低了。啊？田小玲猛然抬头看了眼维开的表情，发现他不像是在开玩笑。片刻后，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连忙捂住了嘴巴。算了，我不猜了。说完这话，他又想到了另一方，忙问：多宝阁那边怎么办？我这里还有不少破烂玩意。维开哈哈一笑：到时候他们问起，你随便说一个就行。青寺山副本已经被他通关，多宝阁的人只要有心去查，很快就能查到。只不过他们也不知道通关的奖励是什么。只要维开一口咬定奖励是一件破烂，多宝阁也拿他没什么办法。那就这件武器吧。田小玲很快就在背包里找到了一把紫色的稀有武器。只要我们统一口径就行了。维开点了点头。说完了这事，田小玲继续翻看背包，结果看着看着，突然脸色一红。你今天去哪了？怎么刷到这么多不正经的东西？什么不正经？维开闻言一愣，随后才忽然想起，对方说的应该是猛虎掉落的虎鞭酒配方，还有虎骨、虎鞭这些玩意吧？就是猛虎掉落的啊，都是好东西呢。既然是好东西，你怎么不自己留着？田小玲直勾勾地看着他。维开顿时一阵心神荡漾，忽然笑道：我还年轻，用不着这些。呸！田小玲轻啐了一口。随便。他又把这些东西分拣出来，并解释道：这些好东西都留着，我给你专门找卖家。咦，我还以为是留给我的呢。维开开了个玩笑。你不是说不需要吗？田小玲白了他一眼。可以拿去送礼啊。维开笑道：我觉得我们队长就挺需要的。此话一出，刚刚下班回到住所的吴启亮猛地打了个喷嚏。阿 T， 谁又在背后说我坏话了？也对哦。田小玲想了想，干脆我们自己把它做出来，留着以后不管是送礼还是卖出去，都比直接卖材料好得多。你是会做生意的。维开竖起大拇指。切！田小玲再次白了他一眼。身为商人之女，她从小到大就都在各种商铺、交易行里打转，毕业以后又直接进入官方交易行，现在还开了一家小店，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怎么可能不懂这些？不过这玩意要怎么做呀？维开看着那份虎鞭酒的配方，有些不知道如何下手。厨师就能做。田小玲答道：这个跟食谱一样，都是厨子的技能书。这样啊。维开顿时了然，既然厨师就能做，那岂不是可以给阿义？那就交给我吧，我去找人。行。田小玲一口答应下来。说完了正事，背包里的物品也分拣完毕，随后田小玲将它们全部打包上架，放进了柜台里。做完这些，她才松了口气。玲姐辛苦了。维开见状，连忙打了声辛苦。这算什么？田小玲笑了笑，忽然想起了什么，连忙道：对了，我给你些好东西。什么？维开连忙看过来。附魔符。田小玲说着，从背包里掏出一叠符纸，乍看之下跟道观那些符咒颇为相似。附魔？维开愣了一下，随后才想起玲姐好像是个附魔师，这应该是她自己做的。我亲手做的。田小玲嘿嘿一笑，满脸期待道：
你快试试有没有用。怎么用啊？维开懵懵懂懂的接过来，按照对应的装备部位直接使用就行。田小玲提醒了一句。哦，经他这么一说，维开才发现自己手上这张附魔符对应的是手套部位，于是直接对着身上的手套拍了上去。下一刻，手套的属性栏底下便多出了一条属性：细缝史诗级手套，等级20，力量加20，敏捷加20，攻击速度正10%。装备时，连环击的释放速度增加100%，每一击额外附带5%的敏捷伤害。洛神套装之一，集齐后可获得强大效果。附魔效果：力量加2，敏捷加2。看到这个效果，维开有些哭笑不得，这也太拉胯了。只有区4点属性，还不如多吃几顿食谱美食呢。效果怎么样？田小玲迫不及待地问道。不怎么样。维开本想直说，但当他抬起头看到田小玲希冀的目光时，不由得心中一软。还行。他点了点头，笑道：玲姐多练练，以后肯定有大用。哦，我懂了。田小玲本就是聪明人，一听这话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不过他还是很高兴的，毕竟这是他第一次亲手制作附魔符，能有效果就已经很好了。第82章，不拖后腿就行。对了，玲姐，维开也想起了一件事，忙问道：你听说过一转任务变难的事吗？任务变难？田小玲想了想，点头道：似乎有这种事，具体是怎么样的？维开连忙问道。我也是听说的。田小玲挠了挠头，回忆了好一阵才回答道：好像是领取转职任务的时候，任务突然变难。原本只需要收集一些普通物品，结果任务要求收集 BOSS 的特殊材料。然后呢？维开追问道。然后后续的任务也会变得极难，有人在第2步就失败了。田小玲继续努力回忆，据说非常难，差点连命都没了。后来放弃任务，又重新领取了一次，才变回正常。第2步就失败了。维开听得眉头紧皱，这不是跟梁虎说的那个家伙一样吗？难道是同一个人？那你认识打虎团的团长吗？维开忽然问道。你说梁虎？他是梁家的人。田小玲快速回答道，就是那个跟你买了神话装备的梁玉宇家，他是梁玉宇的堂兄。原来如此。维开一下子明白过来，看来梁虎果然不简单啊。不过想想也是，能在雍宁市建立战团，并且发展成前5战团的人，怎么可能没有身份背景呢？你问这个干嘛？田小玲奇怪地问了一句。没什么。维开连忙摇头，又问：那你还认识别的战团团长吗？比如雍宁第1的红日团。要说认识的话，其实前10都认识。田小玲淡淡一笑道：不过真正能说得上话的，只有排名第3的赤火团。赤火团？维开想了想，听说团长是个女子。对啊，正是李姐姐。田小玲点点头，又问道：你问这个，难道有什么事吗？确实有点事。维开微微点头。自从听了梁虎的那些话以后，他就决定要把转职所需的3件物品全部收集齐。如今白虎之心已有，恐狼之牙不难刷到，唯一的难处就是孔雀之灵。孔雀之灵是百鸟林的区域 BOSS 孔雀王的特殊掉落。孔雀王虽然只有28级，但实力比白虎要强不少，而且还会飞天。这对于没有对空技能的维开来说，实在是不好对付。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请打手代刷。如果能找到靠谱的打手，他宁愿多出点钱。反正杀掉 BOSS 以后，爆出来的装备绝对能回本。你要是想找李姐姐的话，我可以帮你联系，但李姐姐不一定会答应，她很忙的。田小玲提前打了个预防针。忙什么？维开随口了一句。采药，种田呀。啊？维开听得一愣。采药，他还能理解。种田是怎么回事？一个排名第3的战团，竟然去种田？是在野外种田。田小玲解释道，城里的土地不够用，野外的土地却没人敢用，所以李姐姐就带人去野外种田。当然，他们种的不是普通的粮食，而是药材和特殊的植物。去野外种田，难道不会被野外的怪物毁掉吗？维开愈发好奇起来。要知道，野外处处是怪物。曾几何时，人类建立在野外的一切工厂、田地、道路，还有房屋都被怪物们毁掉了，总有幸存下来的。田小玲苦笑道，只要种的够多，就有可能存活下来。好吧。听到这个理由，维开顿时无话可说。不过转念一想，好像也很有道理。反正野外的土地已经废弃，与其留着白白荒废，不如随便种点什么。万一能存活下来，也是一笔收获。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人类走出防御法阵的一小步。只要能成功，意义重大。那就帮我联系一下吧，成不成都没关系。维开道。好。田小玲一口答应。
说完了正事，韦开便告辞离开了。回家之前，他又去了一趟吴毅的美食店。吴毅最近一直在忙，自从店铺开业以后，就没有哪天不忙的。不过他也乐得如此，毕竟真的赚到了钱。开业不到1个星期，他就攒够了可以在地面买房子的钱。只不过他的野心更大，想要买一套更好的。阿义，韦开悄悄把吴毅叫了过来，随后拿出那张虎鞭酒的配方，帮我弄几坛。哦哟，好东西啊！看到配方，吴毅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随后一脸坏笑的看向韦开。没想到啊，开哥竟然能搞到这种好东西。嘘嘘，懂就行了，千万不要说出去。韦开小声吩咐道。没问题。吴毅满口答应，随后当场把配方学掉了。学完配方，韦开又给了他一些虎鞭、虎骨等原材料，随后才心满意足的离开小店。回到家中，母亲黄丽巧刚刚做好晚饭，看到他回来，连忙招呼过去一起吃饭。我还以为你又要很晚才回来呢。一家人一边吃饭一边闲聊。今天没什么事，就早点回来了。韦开扒拉了一口饭，低声回应道。以后早点回来，妈给你做饭吃。黄丽巧看着他说道。你看你才转职几天，人都消瘦了，有吗？韦开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身体，发现根本没有变瘦，反而更加强壮了。属性点的增加不仅反映在数据面板上，还会影响现实中的身体。韦开是全力加点，增大的只有力量和肌肉。如果是立体双加点的话，现在说不定已经变成肌肉猛男了。反正以后早点回来就是了。黄丽乔也不跟他争论，直接下达了命令。韦开顿时无言以对，只能点头称是。好，以后要是没事的话就早点回来，有事也要打个电话回来。吃完晚饭，韦开便去洗漱，准备休息了。客厅里只剩下韦一彤和黄丽巧，看着儿子进屋的背影，两人不禁同时叹了口气。老韦，你刚才怎么不说句话啊？黄丽巧略带不满地问道。说什么？韦一彤两手一摊，无奈道。儿子现在比我们厉害，说多了只会让他厌烦。他有自己的路，就让他自己走吧，我们不拖后腿就行了。第83章，打不过就是你菜。当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上一代的经验往往会变成保守和顽固的代表词，不仅不适合现在，甚至还会害了下一代。比如最近很火16岁读博士的神童新闻，儿子10岁上大学，13岁上研究生，16岁考上博士，明明已经走出了一条光明的康庄大道，结果父母非要控制儿子，让他按照自己设定的路子走。明明有3次逆天改命的机会，结果都被父母硬生生的毁掉。祖坟都冒青烟了，还能被父母亲手扑灭，还是3次，你说气不气人？愚昧无知的父母不仅毁了儿子的人生，还试图用为了你好来掩盖自己的短视和无知。10几年后，儿子终于放弃了挣扎，选择了躺平摆烂，成为了芸芸众生的一员。此时的龙国也经历了一场亘古未有的巨变。游戏降临现实后，整个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韦一彤和黄丽巧既不是战斗在一线的战斗职业者，也不是能够决定龙国命运或者改变雍宁格局的大人物，他们只是2个普通人，转职的职业也是普通的工人和农夫。他们甚至不知道这场巨变带来了多少改变，产生了什么影响，会有什么后果。因此他们的上一代经验几乎没有任何用处，既给不了帮助，也无法指引未来。过多的说教和指点只会害了孩子。更何况此时的韦开已经是一名高级战士，已经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不拖后腿而已。韦一彤早已看清现实，因此果断选择了放手。黄丽乔本来还想说些什么，但听完了丈夫的解释，最终还是默认了。好吧，那我以后专门给他做饭，照顾他的生活，总强了吧？没必要。韦一彤笑着摆手道，小姨做的菜比你做的好吃多了，还能增加属性呢。你有本事你别吃。黄丽巧顿时气得双手叉腰。韦一彤见状连忙赔笑道歉，我就是说说嘛，别生气别生气，阿开在看着呢。此话一出，黄丽巧的气一下子消了大半。洗漱完毕后，韦开回到了房间里，一边躺在床上休息，一边用手机登录官方网页查找资料。关于一转任务的变化，他虽然听了梁虎和田小玲2人的说辞，但还是想知道更多，尤其是更难的第2步到底有多难，具体内容是什么，有没有相应的报告或者具体流程。他找了许久，最终在一个叫新手进阶的栏目里找到了一篇介绍一转任务的文章。按照文章里的说法，一转任务的流程是固定的。一般情况下，第1步都是收集物品，物品大多为20级左右普通怪物的掉落，比如铁甲恶灵、雷鸟尾羽、石怪碎片等等。第2步是参加怪物试炼，类似于生存试炼的模式，要在怪物大潮中活下来，并且尽可能的击杀更多怪物。第3步则是参加擂台赛，
并且得到3枚胜者徽章。完成3个任务后，便可以顺利一转。3个任务中，第一步自然是最简单的，只要能升到20级的战斗职业，刷20级左右的怪物都没什么难度，就是爆率可能会坑一点。第二步看似很难，但可以主动停下试炼。一旦你发现自己不行了，就可以立马停止试炼，并且以当前的击杀数量作为成绩。只要不作死，就不会死。最难的其实是第3步，因为擂台赛的对手并不是怪物，而是人，是同等级的其他转职者。同为人类，对手可能比你更加聪明，更加擅长战斗，更加诡计多端，甚至连对手的职业也有无限可能。你要在不知道对手职业和技能的情况下，快速找到对方的弱点，并且战胜对手。只有获胜3次，拿到3枚胜利徽章后，才能完成第3步任务。为了防止私下派交易，擂台赛的匹配机制是随机的。在没有正式开打之前，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有可能是一路代练上来的菜鸟，也有可能是身经百战的老鸟，更有可能是代练升级但却一身顶尖装备、技能齐全的副歌。擂台赛没有公平可言，打不过就是你菜。因此，擂台赛不仅考验能力，也考验运气。运气不好的人能被卡住好几年，甚至输到心崩溃。看完了这份流程说明，维开对于一转任务有了清晰的了解。按照梁虎和田小玲的说法，那位一转任务变难的人失败在第2步，也就是怪物试炼。难道一上来就是打 BOSS？ 不过一般的 BOSS 也不在话下吧，能够让他差点没命，甚至不敢继续尝试的怪物试炼，恐怕会相当恐怖。管他呢，反正总要试一试。维开淡淡一笑，对自己充满信心。既然是试炼，那就拿出自己最强的战斗力去挑战一切不可能。如果连直面挑战都不敢，还当什么战士？不如回家养猪。除了正常的流程，一转任务还会有概率突然变难，具体概率官方也不得而知，不过猜测跟转职者的属性有关，属性越高，难度也越高。文章里还介绍了好几种突然变难的情况。任务变难的征兆往往都是从第1步开始的，要收集的物品从普通掉落物变成稀有物品，甚至是史诗级物品。所以转职者往往只看第1步就能知道任务的难度了。那我的岂不是最高难度？维开看得有些愣住了。白虎之心是白虎的特殊掉落，品级为史诗级，其他2件物品同样也是史诗级，光收集1件难度就已经是顶尖了，要是3件齐全，恐怕难度将会直接爆表。看来得好好准备一下了。维开并不怕难度提升，也不怕第2步的怪物试炼，只怕自己粗心大意，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挑战，导致最终的失败。如果是实力不够而导致的失败，他可以虚心接受，大不了从头再来。但如果是因为别的原因导致的失败，他绝不能接受。第84章，喝了我的酒就得跟我走。第2天一早，维开刚起床便收到了来自田小玲的消息。问过李姐姐了，她说没空，不好意思啊。好吧，看来确实是个大忙人。维开倒也没什么好生气的，毕竟人家有自己的事做，没空就是没空，又不是谁都愿意为了钱去给别人当打手。这么看来，打虎团还是挺缺钱的。维开忽然想到，只不过他是不可能再去找打虎团了，那就自己来吧。孔雀王虽然麻烦一点，但不是一点都打不过，磨一磨还是有机会的。不过在这之前，还得先把狼王搞定，这也是先易后难。确定了今天的目标，维开很快洗漱完毕，出门去了。趁着天还没亮，照例去无意的小店吃了早餐。路上又跟田小玲聊了一会儿关于赤火团的事，才得知赤火团今天竟然要出城种地，而且就在百鸟林的外围。那里原本是一处农场，有着大片的农田和果园，后来被各种鸟类怪物给占领了。那些鸟类怪物只吃果园里的果子，对于农田并没有太大的破坏，因此可以尝试去种植。他们是不是要守在那里啊？维开听得好奇，忍不住问了一句。白天守着，晚上还得回城里，那也挺辛苦的。对啊，不过这是李姐姐的事业，她一点都不觉得辛苦，佩服。嘿嘿。正聊着，手里忽然又收到了一条消息，打开一看，才发现是队长吴启亮发来的。今天有出勤任务，难度等级1星，没有额外要求，想去的可以找我报名，名额只有5个。看到这条消息，维开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原来这就是外勤团的出勤方式啊！只要报名并且参加，就算完成1次出勤任务了吧？任务难度只有1星，也没有别的要求，看来相当轻松，是个划水摸鱼的好机会。只可惜维开今天早有规划，不然他都想报名参加了。队长，可以问一下是什么任务吗？维开好奇地回了条消息。片刻后，吴启亮的回复很快就来了。百鸟林外围保护种田的科研小组，那里的怪物等级都在10级以下，没什么难度，
最适合新人参加。你想去的话，我可以帮你报名。竟然也是百鸟灵！维开看完消息后颇有些惊讶。从队长的回复来看，外勤团的这个任务说不定就是保护赤火团种田，这也太巧了吧！不过巧合归巧合，他还是没空。不好意思，我最近有点忙，还是算了吧。维开很快发了个消息过去，谢绝了队长的好意。消息发完以后，公交车也停了下来。东城门站到了。下车后，维开便直奔野猪林而去。此时刚刚天亮，太阳升起，光照大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第一批进入野猪林的人并不少，经过1个星期的练级，大多数转职者都升到了10级左右，也开始尝试挑战精英怪和 BOSS 了。野猪林里不仅有3到12级的普通怪物，还有6到15级的精英怪，依旧是最好的练级地点。人数一多就容易人多怪少，根本不够刷。幸好维开的目标并不是那些普通怪和精英怪。进入野猪林后，他便一路深入，很快就进入了密林中。滋滋，刚进入密林，便听到了熟悉的吼声。维开扭头一看，才发现又是崩将军。昨晚崩将军叫他留下，他并没有理会。没想到一晚上过去，崩将军竟然又在这里等他了。你在这里等着我？滋滋，崩将军连连点头，随后又朝他招手，示意他过去。维开犹豫了一下，到底有什么事？滋滋，崩将军说着，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个小葫芦，随后丢了过来。维开先是一愣，随后才看到小葫芦竟然冒着紫光，变成了一个掉落物。他捡起一看，发现竟然是一壶酒。猴儿酒，稀有，猴子酿造的果酒，饮用后可增加移动速度和跳跃能力。滋滋，崩将军叫了一声，又掏出一个小葫芦，随后揭开盖子，仰头痛饮。干杯！好吧，那就喝一杯。维开看得有些好笑，但还是跟对方喝了一杯。他倒是不担心对方搞什么鬼，毕竟这是得到了天道认可的东西。天道说他是猴儿酒，那他就是猴儿酒。滋滋，嘶嘶，崩将军一饮而尽，然后将葫芦一扔，不知道从哪来掏出一根棍棒，做龇牙咧嘴的凶恶状。随后他拿起棍子就往前一劈，把身前的一根小树直接劈断了。维开一开始还被吓了一跳，以为崩将军发酒疯要攻击他，甚至已经掏出了金箍棒准备反击。哪知道崩将军的意思似乎并不是这样，而是喝了我的酒就得跟我去打架。你要我跟你去打谁？维开试探性地问道。嗷呜！崩将军四肢伏地，做狼吼状。狼王！你要我跟你去杀狼王？吱吱吱！崩将军连连点头，反应颇为强烈，似乎在说啊，对对对。嘿，竟然是杀狼王！维开一看他的反应，顿时笑了。他今天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杀狼王，取得恐狼之牙。没想到跟崩将军的意图竟然不谋而合。既然这样，那还犹豫什么？同去同去！维开连忙直接挥了挥酒葫芦，当场跟了上去。没过多久，在崩将军的带领下，一人一猴来到了一处山坡。这里四面空旷，居高临下，一眼就能看到四周的情况。维开还没来得及感慨，就发现前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正是狼王。嗷呜！狼王也发现了他们的身影，立刻一声低吼，似乎在呼唤自己的手下。崩将军见状，直接提起棍子就冲了上去。对他来说，狼王的实力并不算强，最多是5-5开。如今他有了新帮手，狼王必死无疑。维开也没想到崩将军会这么莽，不过既然莽都莽了，那就一起上吧。不就是一只狼王吗？第85章，猴飘零半生，未逢明主。呵，维开还是熟悉的冲锋技能起手，用来拉近距离，顺便试探狼王的实力。不过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撞的速度竟然奇快无比，一点都不比之前穿野猪冲锋套的时候慢。这就是猴儿酒的威力吗？他猛然想到。下一刻，双方轰然撞上，狼王直接失去平衡，一个踉跄倒在地上。20级以后，有了强力装备的加持，维开的力量已经达到了350多点。这一撞之下，直接把狼王给撞倒了。崩将军先是一愣，随后立刻抓紧机会跳起来一棍劈下，趁他病要他命。维开也毫不迟疑，手中铁棒挥舞，连环击接连打出。负785，内伤，负1034。第一击就打出了内伤，维开顿时一喜。不过让他更加惊喜的是，接下来崩将军打出的伤害竟然也变成了真实伤害。对哦，崩将军用的也是棍子，同样属于钝器。这么说，只要打出了内伤，队友也可以享受到收益，这效果也太猛了吧！一套连环击打完，狼王的血条已经减少了1/10，头上更是冒出一长串的 debuff， 有内伤、流血、恐惧、减抗、减少伤害等等。有些是维开打出来的，有些则是崩将军打出来的。顶着这么多的 debuff，
狼王的状态可想而知，哪怕他很快就起身开始反击，也无法对维开造太大的威胁。至于崩将军，更是不用说了，凭借着灵活的身法，他在狼王四周辗转腾挪，把狼王耍得团团转，却摸都摸不到敌人。啊！维开与崩将军联手之下，短短3分钟就把狼王打得哭爹喊娘，接连发出呼唤。然而那些听从呼唤而来的普通野狼根本不是维开的一合之敌，轻轻一扫就能扫死好几个，甚至连稍微阻挡一下他俩的攻击节奏都做不到。19、20、21，维开数着自己的连击次数，当数到21时，他的身上忽然冒出了一阵黑白之气，把身边的崩将军和狼王都吓了一跳。崩将军还好，看清是维开之后连忙让开了一下，狼王却着实被吓到了，当场夹着尾巴就要逃跑。只可惜维开不会给他任何逃命的机会。吃我一棒！维开学着崩将军之前的姿势高高跃起，随后重重砸下。负6468，一个巨大的数字冒出来，当场把狼王给砸晕了。维开也有些惊讶，没想到这一招竟然这么狠，看来跳跃攻击也是有额外加成的。一击得手，他继续乘胜追击，各种技能轮番上阵。3秒后，狼王的血条已经降到了1/3。这时连还击也冷却完毕，直接接上技能。有霸体状态在，谁也阻止不了维开的爆发。第二个连环击打出，狼王的头上立刻冒出密密麻麻的数字，原本还有1/3的血条当场被清空。呜！狼王一声哀嚎，当场倒地不起。片刻后，狼王的尸体化为了一道白光，同时数道粉色光芒爆出。爆装备了！崩将军见到这一幕，顿时欣喜地跳了过去，似乎想要寻找什么，但他很快就愣住了。他的目光在一地的掉落物中搜寻，结果却一无所获，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滋滋，吱吱滋，怎么了？维开刚刚收起武器，就听到崩将军急躁的叫声，连忙问了一句：滋滋。崩将军手舞足蹈地比划了一阵，双手比出了一个果子的模样。你是说那个红果子？维开立刻想了起来，连忙打开背包查看，果然在这。看着背包里的红果子，他不由得笑了出来。金刚镯的自动拾取设置一直是史诗级以上物品，没想到这一次竟然把崩将军要的东西也一并捡回来了。这枚红果子也是史诗级物品，成熟的朱果，100年开花，100年结果，10只可以增长功力。吱吱滋！维开刚看完朱果的介绍，崩将军就迫不及待地大叫起来，似乎想要让维开还给他。算了，给你吧。看在刚才一起合作，还有手中的金箍棒面子上，维开最终还是把朱果递了过去。崩将军接过之后，顿时喜得一蹦三丈，龇牙咧嘴，甚至还给维开做了3个揖，感谢他的帮助。不用客气。维开笑着摆摆手，随后感慨道：你以后要是能不攻击人类就好了。虽然他跟崩将军一起合作干掉了狼王，但此时的崩将军头顶上还是亮着血条的，这也意味着他们还是敌对阵营，随时可以互相攻击，哪怕是杀死对方。滋滋！崩将军似乎听懂了他的话，但却摇了摇头，似乎并不同意这个说法。在他看来，明明是人类率先攻击他的，猴群都是迫不得已才进行反击，要是光挨打不还手，猴群还怎么生存？吱吱滋！不过你是个好人。崩将军手舞足蹈地说了一通，随后又朝维开拜了拜。就在这时，维开惊讶地发现崩将军头顶上的血条竟然变成绿的了，这是什么情况？他大吃一惊，一下子瞪大了眼睛。血条由红转绿，意味着双方从敌对变成了和平关系。难道崩将军将他当成了义父？你个猴也飘零半生，未逢民主是吧？想到这里，维开顿时哭笑不得，连连摆手。滋滋！就在这时，崩将军又不知道从哪掏出了一个小葫芦，随后递了过来。我这里还有。维开立马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于是拿出自己没喝完的猴酒。随后双方碰了一下，干了。维开笑了笑，随后仰头一饮而尽。崩将军也有样学样，一口闷了。喝完之后，崩将军咧嘴一笑，随后朝他挥了挥手，示意自己要离开了。好吧，那就再见。维开没想太多，也跟着挥了挥手，目送着崩将军离开。对他来说，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背包里的恐狼之牙和一件神话装备就是这次的收获。接下来就是百鸟林的孔雀王了。第86章百鸟林。百鸟林在城市的另一边，想要去百鸟林得先回城，然后坐车穿过幽冥城去到西城门才行。赶路的途中，维开顺便查看了一下击杀狼王的战利品，没想到却迎来了意料之外的惊喜。致残打击，一本传奇级的技能书静静地躺在背包里，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确认没错后，维开当场就把它给学了。
学完后，看着技能栏里多出来的新技能，维开又多了几分信心。听说孔雀很能飞，倘若我打出致残打击，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如果说致残打击的技能书是意外之喜，那么另外一件神话装备就是意料之中了。这是一件25级的狼牙刀，虽然属性很不错，但可惜是25级的，而且同样是武器，跟手上的金箍棒冲突。以金箍棒的强大，在30级之前都没有必要去更换武器，所以这把25级的神话级武器也只能留着卖钱了。不过这些都无所谓，对维开来说，神话装备并不稀罕，大不了多刷几次，总能刷到适合自己用的。除了神话武器和技能书，剩下的一件史诗级装备也相当普通，还不如他手上的细缝手套。倒是那一堆蓝天白云的战利品中，有件让他眼前一亮的好东西——狼毫针暗器，抛出后将会射出漫天狼毫，命中后可以造成10点真实伤害以及短暂的封印效果。这件暗器的最大亮点无疑是它造成的封印效果，虽然只有短短的半秒，但却是一个相当好用的打断技能，用来对付需要读条放技能的 BOSS 相当好用。另外，封印效果还有一个霸道的地方，它不仅可以打断读条技能，还能封印被动技能和 buff。虽然时间不长，但只要使用得当也会有奇效。一路转车折腾了20分钟后，维开终于抵达了西城门。一出城，外面便是一片广袤的农场，左边是一片良田，右边是一片果园树林，合起来便是整个百鸟林了。此时，左边的良田里正聚集着一批全副武装的战斗职业者，他们分成了2群，一群在种地，一群则是提着武器在附近巡逻守卫，一旦发现怪物刷新，立刻就一刀了结掉。这里的怪物都是些普通小怪，比如3级的硕鼠、5级的猎狗。由于等级相差太多，杀怪已经没有任何经验了，唯一的收获可能就是时不时会爆出来的装备和肉块了。不过这种老鼠肉和狗肉并不受市民的欢迎，就算打到了，放在市场上也很难卖出去，只能低价卖给某些黑心商贩，用来制作对肉的品种没要求的某些食谱美食。也正因如此，很少有人愿意来这里刷怪。新手练级往往更愿意去野猪林那边，毕竟野猪一身是宝，不管掉落什么食材都能卖出高价，比这边赚钱多了。维开朝这边瞄了几下，一眼便认出了人群中的队长吴启亮，在他的身边还有几名行动队的队员，只可惜维开一个都不认识。另外一批人里，他同样不认识，倒是为首的那位大美女一眼就能认出来，她就是田小玲口中的李姐姐，赤火团的团长李如黛了。不过她跟对方不熟，倒也不好贸然上去打扰。至于队长那边，他们目前是出勤上班状态，也不好随便打扰。看了几眼后，维开便转头往果园那边去了。同为百鸟林的外围，果园这边的怪物种类就丰富了不少，各种各样的鸟类，五颜六色的外观让人看得目不暇接。只可惜这些鸟类并没有它们的外表那么可爱，反倒是十分凶悍。维开刚靠近，便听到了叽叽喳喳的吵闹声，随后又看到一群鸟朝他飞来，一边飞一边拉。我骚！维开顿时大惊，连忙往旁边闪躲，躲开这些空中飞翔。来之前他已经做过详细的功课，别看这些鸟屎似乎没什么杀伤力，实际上它不仅能造成精神打击，还能造成物理上的伤害。只要被鸟屎击中，就会染上疾病，减少所有属性，同时缓慢掉血。一颗鸟屎的作用或许不大，但如果是成百上千颗鸟屎，就算是80级的绝顶高手，一旦被屎到临头，都得狼狈逃走。当然，如果真的是80级的绝顶高手，人家随手一挥就能秒杀这些鸟类，根本轮不到他们在头顶拉屎。维开没有80级高手的实力，但他却有专门对付这些鸟类的东西——暴雨梨花针。他直接从背包里掏出2件暗器，随后往天上一扔，下一刻，无数看不见的细针从针筒中激射而出。-30、-30、-50，密密麻麻的伤害数字从鸟群的头顶上冒出，那些嚣张的鸟儿纷纷毙命，如同下雨一般掉落下来。看到这一幕，维开顿时嘴角微微上扬，看你们还敢嚣张不？这些鸟儿的个体十分弱小，血量只有20左右，只要被暗器命中，基本都是必死无疑。只不过它们都会飞，而且身手比较灵活，再加上成群结队挤在一起，所以才有一定的威慑力。但可惜的是，它们的这些特性恰好被暗器完克。炼金师做出来的暗器虽然伤害不高，但数量庞大，打击面广阔，正好克制这些鸟群。不过这些暗器的制作成本不低，售价也不便宜，不是每个人都能用得起的。如果用来刷这些鸟群，更是一点都不划算。毕竟它们的掉落实在是少得可怜。2枚暗器清空鸟群后，维开看了一眼它们的掉落，顿时有些哭笑不得。有个毛！是的，一个鸟群
只掉了一根鸟毛，看起来十分寒酸。最坑的是，这根鸟毛还没什么用。维开看了一眼，捡也不是，不捡也不是。片刻后，他终于忍不住叹了口气：算了，蚊子再小也是肉，一根鸟毛就一根鸟毛吧，反正背包足够大，就当做捡垃圾了。第87章，太残暴了。解决了一个鸟群后，维开继续往里走。没走几步，前方又出现了叽叽喳喳的吵闹声，又来了。他正打算去背包里掏暗器，结果却听到了一声响亮的我骚。你们不要过来啊！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让维开忍不住想到了某些悲惨的画面，差点笑出声来。这是有谁被石到临头了呀？他带着一丝好奇，连忙小跑过去，随后才看到一个浑身斑斑点点、全是鸟屎的男子。老哥，要帮忙不？他好心地问了一句。听到这话，男子吓得连忙转过头来，看到只有维开一人后，才终于松了口气。不用，我要亲手弄死他们！男子咬牙切齿，含恨挥舞手中的法杖。下一刻，一颗拳头大的火球忽然出现在他的法杖顶端，随后猛地往鸟群砸去。轰！鸟群四散飞逃，掉下了几具焦黑的鸟尸。然而，这点伤害对于有上百只鸟的鸟群来说，简直微不足道。鸟群散了又聚，很快便重新聚成一群，朝男子的头顶上飞来。吧唧吧唧，鸟屎就像是轰炸机投下的炸弹，不停地砸在男子身上，变成一个个黑白斑点，同时对男子的心理造成成吨的伤害。这画面维开都有些不忍心看，太残暴了。这一轮轰炸过后，男子的头顶上开始冒出各种异常状态，其中最显眼的自然是疾病。出现疾病后，男子的血条开始缓缓下降，虽然每次掉血不多，但也够喝一壶了。我不玩了！男子被弄得当场崩溃，痛哭流涕。明明是学校里的天之骄子，走到哪里都受人尊敬的法爷，结果却被一群臭鸟给欺负了。这一身的鸟屎，要是让同学看见，脸都要丢光了。小心，又来了！就在这时，他忽然听到了有人大喊，他连忙抬头一看，发现那群天杀的臭鸟竟然又冲过来了。啊！我要回家！他一声大喊，直接朝树林外狂奔去。不远处，维开看着心里崩溃的法师男，有些好笑又好气。对方狼狈不堪的模样确实有意思，但把鸟群往我的头上带，就有些过分了吧？去！维开也不犹豫，直接掏出暗器就丢。下一刻，大量的鸟儿纷纷中招，当场下起了鸟语。啊！正在狂奔的法师男看到这一幕后，当场瞪大了眼睛。你用了什么法术？不是法术，是暗器。维开叹了口气道：这家伙不会是学法术学傻了吧？又不是人人都是法师，哪来的法术啊？暗器？法师男愣了一下，满脸疑惑道：还能用暗器来杀怪？当然可以。维开点点头，语重心长道：杀怪的方法多的是，没必要非得用法术吧？世上的职业千千万，就连专门使用暗器的职业都有两个，分别是刺客的一转分支暗器大师和弓箭手的一转分支狩猎之王，两者都精通暗器，而且还有特殊的加成。维开虽然不是这两个职业，但正常人也可以使用暗器，并且效果不俗，只是这个法师男不懂而已。我还以为不一样呢。法师男愣了一下，如聂道：我是法师，就应该用法术来战斗才对。呵呵，那你就继续用法术吧。维开耸了耸肩，随后猛地抬头惊呼道：又来了一群！啊，不要啊！法师男一听这话，当场拔腿就跑，连抬头看一眼都不敢。他的法术虽然强大，但对付这种鸟群根本不够看，除非能搓出一个澡盆大的火球，直接把这个鸟群给炸了。但显然他做不到，所以只能逃跑。看到这一幕，维开差点笑得肚子疼。他也没想到随便炸一下就能把对方吓成这样，不过这样也好，让对方长长记性，顺便赶出去。既没本事又不做好准备，就别来这里送死了。就这样，法师男被吓得屁滚尿流，连哭带喊的跑出了树林。维开也没有再停留，继续往里走。又接连解决了几个鸟群后，维开终于在树林里见到了另一种鸟怪，一种人身鸟首，类生双翅，嘴巴上长着尖尖长喙的怪物。这是雷鸟。因为来时做过功课，维开一眼就认出了这种怪物。不同于一般的鸟，这种雷鸟的个体十分强悍，不仅有猛禽的灵活与凶悍，还会法术。之所以叫雷鸟，就是因为它可以呼唤雷电，从空中攻击地面的人。一般人要是遇见了它，就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只有同为法师或者弓箭手才能对它进行远程攻击。维开发现雷鸟的时候，对方也发现了他的身影。猎！雷鸟一声尖啸，身躯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直接朝维开俯冲下来。来得好！
维开原本还担心对方不敢靠近呢，没想到这只雷鸟竟然如此凶悍，那就等死吧！他一声大喝，手中的金箍棒瞬间变大，随后就像是击打棒球一样，狠狠地挥击出去。砰！雷鸟的身躯与金箍棒狠狠地撞在一起，发出一声轻响。-5342，一个巨大的伤害数字冒出，雷鸟当场化作一盆血雾，一招秒了。15级的雷鸟被维开一棒就秒掉了。这一幕如果被外人看见，恐怕下巴都要惊掉下来。这雷鸟可是百鸟林里出了名的难缠对手，一般人遇到了心里都会有些不爽，甚至宁愿跑路也不想跟他缠斗。结果在维开的棒下，连一击都没能挡住。雷鸟一死，数道掉落物的光芒便从天上降下，有蓝有白，唯独没有紫色。看到这一幕，维开顿时苦笑起来，这玩意也太抠了吧！若不是有全物品掉落的天赋，他还以为是自己的脸太黑，爆率太低呢。事实上，这种雷鸟的掉落就是这么坑。所有的掉落物中，唯一值钱的就是蓝色的雷鸟尾羽，属于一转的任务物品，又穷又难缠，这才是一般人都不想刷它的真实原因。第88章捅了鸟窝。干掉雷鸟后，维开继续往里走，没走几步，拐过一道弯后，眼前忽然出现了一棵参天大树。大树的树干有将近20米高，树冠如同一柄巨伞，遮天蔽日。树冠之下，枝叶繁茂，硕果累累。在树冠中间还生活着大量的鸟类，包括之前遇到过的鸟群和雷鸟，它们叽叽喳喳，上下雀跃，好不惬意。看到这棵树，维开顿时一惊，连忙倒退了好几步，但可惜已经晚了。鸟怪很快发现了他，大量的鸟群蜂拥而来，朝他的头顶飞去。10几只雷鸟也高高飞起，双翅闪烁着雷电的紫芒，还有战鹰、风喙鸟、毒怪鸟等一堆乱七八糟的鸟类，全都一窝蜂的飞来。这架势仿佛是捅了马蜂窝。事实上，这里确实是鸟怪们的巢穴，也是百鸟林的中心地区。闯入这里就等于捅了鸟窝。维开被这架势吓了一跳，连忙掏出金箍棒，做出防守的姿势，同时开始慢慢往后退。然而，这些鸟怪显然不打算放过他。鸟群最先发起了攻击，从高空飞过维开的头顶，投下一颗颗屎弹。幸好维开的移动速度不低，同时反应也足够迅速，一个侧闪，再接一个冲锋，直接躲开了。但这还没完，他的双脚刚刚落地，头顶上就劈下一道紫色的闪电，正中维开的身躯。-100，巨大的数字让维开都愣了一下。他如今20级，除了铠甲加了些体质之外，全身上下都没有加血的装备，最大血量刚刚过1000，只有1050。一道闪电直接干掉了1/10，这伤害谁吃得消啊？而且这还没完呢，趁着他愣神的时候，高空上的雷鸟再次挥舞翅膀，接连降下数道闪电。猝不及防之下，维开又硬抗了2道，最后才勉强躲过了剩余的5道。这下他的血量又掉了2/10，只剩下750点了。靠！这些家伙才是最大危险。维开抬头看了眼高空中的雷鸟，不禁咬牙切齿。鸟群的屎弹虽然侮辱性极强，但造成的伤害并不高，就算被命中几下也不打紧。但雷鸟的召唤闪电就完全不同了，要是再被劈几下，恐怕就得夹着尾巴赶紧跑了。那就先弄死他们。维开咬着牙，直接从背包里掏出10枚暗器，随后朝天空一甩，咻咻咻！狼嚎针发出强烈的破空声，朝着那群雷鸟击射而去。与此同时，维开双脚微微下蹲，随后猛地一跳，整个人都蹦飞起来。在猴儿酒的加持下，他足足跳了将近10米高，同时手中的金箍棒也瞬间变大变长。看到这一幕，天空上的雷鸟都被吓坏了，纷纷想要逃离，但可惜已经晚了。狼嚎针划破天空，笔直地扎进每一只雷鸟体内。-10，封印。10点伤害虽然不高，但封印的效果却要了雷鸟的命。它们扑腾着翅膀，却发现翅膀好像失灵了一样，立刻身形不稳，笔直地掉落下来。这一刻，维开已经等了很久。他挥舞铁棒，直接一个横扫，在空中转了个圈。砰砰砰！凡是被金箍棒命中的雷鸟，全都化为了血雾，弥漫在天空中。一击过后，天空都变成了淡淡的粉红色。砰！维开落回地面，正准备乘胜追击，将剩下的鸟怪全部解决，但没想到另一群鸟怪已经飞了过来。为首的一只战鹰张开锋利的尖爪，狠狠地朝他的眼睛抓来。身后的铁喙鸟嘴如刀锋，同样盯紧了维开的一处弱点——脖子。还有毒怪鸟的有毒唾液，以及更多的鸟屎和羽毛暗器。面对如此来势汹汹的反击，维开躲闪不及，只好用力挥舞手中的铁棒，同时尽量避开鸟怪的致命攻击。-50、12、40，
一连串的数字冒出，维开的血条一下子又少了一半，只剩下了320点血量。危险！这点血量已经进入了危险线，如果继续被围攻下去，他恐怕也撑不了多久。那就冲出去！维开猛地一咬牙，放弃了反击，转而朝一个方向猛地冲了出去。冲锋！又快又猛的冲锋，直接将身边的所有鸟怪都撞飞了出去。实力较弱的鸟怪甚至被当场撞死，维开则借助这一撞，顺利逃出包围圈。不过他也付出了代价，不仅血量掉了140，状态栏上也接连冒出2个致命 debuff： 疾病、迟缓。疾病 buff 自不必多说，迟缓的效果也相当致命，同样可以减少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虽然程度不及致残打击，但也算是一种十分恶心的 debuff。 看着血条上仅剩的180点血量，维开彻底没了顾忌。他很清楚，今天不弄死这些鸟怪，自己就要交代在这里了。于是他再次向背包伸手，暴雨梨花针，10枚暗器同时被抛向空中，数以万计的细针在天空中激射而出，覆盖了方圆30米的范围。那些朝他追击而来的鸟怪全都躲闪不及，瞬间中了招，头顶上不停地冒出伤害数字。个体较弱的鸟怪当场就化作了一道白光，个体较强的鸟怪还在负隅顽抗，试图躲开。然而暴雨梨花针又岂是那么容易躲开的？哪怕是最强大的战鹰，接连吃了数十根细针后，头顶上的血条也消失一空，身体化为了白光。片刻之后，整个天空为之一静。前一秒还气势汹汹、不死不休的鸟怪们，此刻全都变成了白光。无数白、蓝、紫色的掉落物将整个地面都铺满了。金刚镯自动拾取，维开直接吩咐了一声。话音刚落，原本一地的掉落物被一扫而空，直接进入了他的背包里。妈的，终于解决了！维开长长的舒了口气，他也没想到区区一群鸟怪竟然能把他逼到如此地步。要不是来之前做足了功课，身上准备的暗器足够多，恐怕就要交代在这里了。可是接下来怎么办？还要不要去找孔雀王？他自言自语了一声。话音刚落，耳边忽然传来了一声愤怒的鸟鸣声。猎！第89章，来骗，来偷袭！不好！听到这个声音，维开的心里顿时咯噔一下，脑海中警铃大作。他直接一个翻滚，往右侧的石头附近躲去。下一刻，数十枚锋利的羽毛打在了他之前站的地方，将旁边的小树变成了鸟毛掸子。还好我躲得快，维开连呼侥幸，随后才抬头望去，只见一只浑身湛蓝、有着七彩羽毛的大鸟正从西边飞来。孔雀王！维开一眼就认出了对方的身份，不由得苦笑起来。说曹操，曹操就到。他也没想到孔雀王竟然会在这时候刷新。无耻 BOSS 竟然趁我刚刚清空鸟群，状态都还没恢复，来骗，来偷袭！看着状态栏上的迟缓和疾病 buff， 还有只剩下180的血量，维开的脑袋开始飞速运转起来。逃还是战？逃的话，以现在的状态，在迟缓 buff 的影响下，肯定是跑不快的。以孔雀王的飞行速度，想要追上他，简直是轻而易举。而且逃跑时需要用屁股对敌，等于白白被打，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最重要的是，他只有180点血量，以孔雀王的等级和攻击力，只要随便碰到一下，他就得死翘翘。简单来说，逃跑死路一条，那就只有战了。维开深吸了一口气，整个人都冷静了下来。龙国战神李昌元说过，战士只有站着死，而不是死于逃跑的路上。只有正面对敌的时候，才能躲开敌人的攻击。只要干死敌人，你就能活下来。一念至此，维开感觉浑身开始变热，肾上腺素也跟着飙升，不管是感官还是心境以及战意都达到了巅峰。一人一棍，傲然挺立。但孔雀王并不理会这些，一击不中，他顿时恼羞成怒，身上的七彩羽毛轻轻摇动，放出7道颜色不一的光芒。七色光！维开一见这招，连忙往旁边冲锋躲开。下一刻，七色光轰击在石头上，当场将石块轰得粉碎。看到这一幕，维开不仅没有害怕，反而越发战意昂扬。闹够了吧？该轮到我了！他一声轻喝，手中的狼毫针直接抛向空中，随后右手紧握金箍棒，双脚一蹦，稳稳踩在棒上，左手微微伸出，努力保持着身体平衡，同时口中念念有词：长长长。棒随心意拔地而起，带着维开的身躯迅速升入高空。下一刻，数道狼毫针同时命中孔雀王的身躯，封印效果立即生效。孔雀王瞬间身形不稳，有摇摇欲坠之势。好机会！维开见状，当即双脚一蹬，往前高高跃起，右手将金箍棒抡圆，随后狠狠砸下。猎！孔雀王一声轻鸣，
只用不到0.5秒就解除了封印，随后稳住身形，振翅欲飞。就在这时，一根铁棒当头打来，轰！铁棒狠狠地砸在孔雀王的脑袋上，直接将他的关羽都打碎了。负4397，一个恐怖的伤害数字冒出，随后还有一连串的 debuff、内伤、流血、恐惧、击落。孔雀王如同一架被导弹击中的飞机，笔直地坠落下来，随后狠狠地砸在地上，溅起一地烟尘。砰！另一边，维开也从天上稳稳落地，手中的金箍棒恢复了正常形态。落地之后，他一刻也没有停下，直接一个冲锋就冲到了孔雀王的身前，随后手起棒落，接连7下连环击砸到孔雀王的脑袋上。孔雀王刚刚从地上爬起，脑袋还是嗡嗡的，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又迎来了接连不断的打击，一连7下，次次都是真实伤害，最后2下甚至打出了连续的暴击，巨大的伤害数字让维开都眼皮一跳。负1965、2856。这还没完，连环击过后，维开又接上了一招致残打击，直接把还想挣扎爬起来的孔雀王再次打趴下。一击过后，残废的 buff 出现在孔雀王的头上，在残废状态下，他的一切挣扎都显得那么徒劳，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这么好的输出机会，维开当然不会放过。他再次打出了一连串的连招，各种技能衔接平 A， 流畅又丝滑。就这样流畅输出了10秒后，孔雀王终于摆脱了坠落和残废的 debuff， 挣扎着站了起来。而这时，维开早已进入了霸体状态，同时连环击的冷却也好了。他不管不顾，迎着孔雀王的反击，在七色光的洗礼下，高高举起手中的金箍棒，砰砰砰，一连7下，次次暴击。在各种 buff 的加持之下，维开的暴击率和暴击伤害都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7个巨大的伤害数字再次冒出，负1034、1793、2321、4864。B。随着第7下命中，孔雀王高高昂起脖子，在一声悲鸣之中轰然倒地。死！正在高举金箍棒准备继续连招的维开当场一愣，这么不经打，这就死了？他万万没想到，原本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孔雀王，被击落之后，竟然让他一套连招给打死了。这血量未免也太低了些吧？不过转念一想，这好像也很合理。飞禽的个体强度本来就比不过走兽，相比起白虎，孔雀王的优势就是攻高能飞，劣势自然就是防低血少。只是他恐怕也没想到会遇到这么变态的敌人，不仅攻击强悍，而且连招丝滑，技能更是招招致命。一招连招下来，直接把他好几万的血量都清空了。愣神间，孔雀王的尸体化作了一道白光，随之而来的是无事发生，没有光芒，没有爆装备的效果。维开先是一愣，随后才突然笑了出来。自动拾取。孔雀王的掉落还没爆出来，就已经被金刚镯给捡走了，难怪一点反应都没有呢。不过当维开的目光看向背包，那一连串的金光、红光、粉光，还是让他激动了好一会儿。最让他激动的，当然还是那件史诗级任务物品——孔雀之灵，终于拿到了。有了这个，一转任务的第一步终于圆满完成了。第90章捆绑。孔雀之灵到手，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维开看了一眼被七色光打碎的石头，准备坐下来休息片刻，然后再回城交任务。哪知道屁股刚刚碰到石头，便感觉到了一阵强烈的震动。不好！他顿觉不妙，连忙往前扑倒。下一刻，只听见轰的一声，一根巨大的藤蔓从石头底下猛地刺出。死！维开当场菊花一紧，整个人都傻眼了。刚才要不是躲得够快，恐怕已经被爆掉了。不过这玩意是从哪来的？带着满腔疑惑，他猛地抬头望去，随后看到了让他震惊不已的一幕。只见不远处的那棵参天大树忽然伸出无数藤蔓，仿佛一个个巨大的触手远远地朝他抽来。又是一个 boss。维开一下子瞪大了眼睛，没完没了了是吧？从一开始的鸟怪到孔雀王，再到如今的树妖王，怎么感觉杀不完一样？他一边躲开从地下刺出的藤蔓，一边飞快后退，同时也在思考着如何应对。树妖王不比孔雀王，不仅不会飞行，甚至都没办法行走。他的攻击范围虽广，但只要逃出去就能没事了。一念至此，维开当即做出决定：风景扯呼，没有意义的 boss 战他才懒得去拼命。更何况他的血量并没有恢复多少，只有区240点。就算树妖王的等级只有21级，一样可以一招秒了他。为了自己的小命，维开还是决定走为上计。就在维开夺路狂奔之时，百鸟林的外围，吴启亮和李如带同时察觉到了果园里的异样，两人同时抬头望去，随后有人大喊：团长，是树妖！知道。李如带眉头一皱，
轻咬朱唇道：“武队长，能不能帮忙解决掉他？”树妖王是百鸟林里的特殊 BOSS， 他往往伴随着区域 BOSS 孔雀王而生，一旦出现便能迅速培育出一大群的鸟怪。同时，因为树妖的存在，整个百鸟林的植物都将会停止生长，严重的甚至还会枯死。赤火团想要在这里安心种田，就必须先除掉树妖，否则一切都是徒劳的。这玩意可不好对付。吴启亮苦笑道：“我会跟你们一起去的。”李如黛说着，从背包中掏出一把长弓，直接进入战斗状态。那好吧。吴启亮想了想，点头答应下来。第一行动队此次出勤的任务就是保护种地的科研团队。如今树妖刷新在附近，他们有义务去清理掉，避免伤及无辜。只不过行动队此次带来的人不多，超过30级的更是只有他一人。光靠行动队的队员想要搞定这只树妖将会相当麻烦，但如果有李如黛帮忙，那就不一样了。身为赤火团的团长，李如黛的等级早已达到35级，在雍宁城的年轻一辈中也属于遥遥领先的天才。有他在，清理一只树妖还是很简单的。商量好后，吴启亮便带着5名队员以及李如黛一同往果园里走去。结果刚刚进入果园，一个身影迎面撞来，小心！吴启亮连忙大喊了一声，小心！韦开也跟着大喊了一声，随后一个错身躲开了差点撞上来的李如黛。下一刻，一根巨大的藤蔓突然从他之前的位置刺了出来，李如黛瞬间瞳孔一缩，随后被藤蔓捆了个结实。看到这一幕，在场的所有人都呆住了。这捆绑的姿势，李如黛的脸色一下子全黑了。嗨，快救人！吴启亮很快清醒过来，又连忙叫醒了众人，随后一马当先冲向李如黛。火焰刀！他一声大喝，手中的长刀凭空冒出一团烈焰，随后狠狠地朝藤蔓劈了下去。这一刀直接把藤蔓劈成了2半，而李如黛也终于得以逃脱。啊！我要杀了他！刚从捆绑中脱身，李如黛便发出一声尖叫，同时拉动手中的长弓，弓弦如满月，箭矢如流星，一道带着火光如同流星一般的箭矢直接朝树妖的方向飞了过去。赤红的光芒照亮了大半个天空。轰！哪怕隔着半个果园，韦开都能感受到这颗流星坠地时爆发出的巨大能量。片刻后，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升起，剧烈的爆炸之下，树妖的半个身躯都被炸没了。原本如同触手一般的藤蔓更是没剩下几根，整个树干都变得光秃秃的，就像是掉光了毛的秃头。树干的表面更是附着了一层火焰，在不停地灼烧着树妖的生命。这也太恐怖了吧！隔着老远，韦开都能看到树妖的惨状。他也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撞上李如黛和队长吴启亮等人，更没想到李如黛的战力如此恐怖，一箭就差点把树妖给秒了。你们去清理吧，我不去了。一箭射完，李如黛深吸了一口气，很快恢复了冷清的面容。他淡淡的说了一句，随后转身便离开了。啊！韦开顿时挠了挠头，看李如黛刚才的样子，他们一行人应该是来击杀树妖的，怎么才射一箭就走了？行动队的其他成员也跟他一样奇怪，明明说好了一起来杀树妖，怎么还没照面就回去了？不用奇怪。就在这时，吴启亮终于开口了：“这只树妖已经死了，咱们过去给他收尸就行，李团长就不用去了。”死了！死了！众人同时瞪大了眼睛。等靠近你们就知道了。吴启亮苦笑道：“李团长的这招流星坠可不是一般的攻击技能，对付一只树妖还是绰绰有余的。这招很厉害吗？”韦开好奇地问了一句。当然。吴启亮点了点头，看着他解释道：“李团长的职业是朱雀魔羽，属于弓箭手里的稀有进阶分支。这招正是朱雀魔羽的终极大招，不仅杀伤力惊人，而且冷却时间也长达1天。厉害！”韦开听完后不禁竖起了大拇指。一般情况下，技能的冷却时间越长，就代表着技能的威力越大。这招的冷却时间长达1天，足以说明它的强大。对了，你小子怎么跑到这里来的？说了半天，吴启亮终于回过神来，好奇地打量着韦开。第91章进入转职试炼。我是来拉屎的。韦开随口瞎编了一句。吴启亮顿时无语，身体里的怒气开始快速积攒。其他几个队员纷纷捂嘴，强行憋笑，差点就绷不住了。说人话！吴启亮一脸无奈地他一眼。韦开耸了耸肩：“队长，我今天没上班。”没上班就代表这是私事，既然是私事，就没必要汇报，也不需要告知任何人。那算了。吴启亮吐了口气，又问：“那你走吧，我们还得去给树妖收尸。”那我走了哈。韦开也不客气，朝其他队员挥了挥手：“哥几个，我先回去了哈。”说完便转身离开了。等韦开走远后，其中一名队员才站了出来：“队长，他就是那个新加入的队员。”
他叫韦开，以后出勤了再给你们介绍吧。吴启亮简单的说了几句，还挺有意思的。那名队员笑道：有个屁！吴启亮扶着额头，一脸头疼道：又是个刺头。哈哈，咱们谁不是呢？其他几名队员顿时大笑起来。有实力的人到哪里都会有傲气，更何况对方看起来年纪轻轻，恐怕是今年刚毕业的，刚转职不到10天就有如此等级和实力，肯定有他骄傲的资本。正说笑着，远处忽然传来了一道撕裂的声音，咔嚓！众人闻声望去，只见那只树妖已经被烧掉大半个身躯，剩下的部分不堪重负，当场撕裂掉落下来，眼看着就要被烧光了。走吧，去给他收尸。吴启亮挥了挥手，带头走在最前面，队员们也纷纷跟上。另一边，韦开刚走出果园，还没走几步，就看到一人挡在前方。此人手持长弓，身穿火红色紧身皮甲，一副战斗姿态，正是李入代。刚才的事不准说出去。还没等他开口，对方就率先说了一句：哦，好。韦开先是一愣，随后才点了点头。听到这个回答，后者满意的离开了。韦开却再次愣在原地，啥意思啊？莫非是刚才的事太过出糗？好像也是哦。一想到刚才的画面，他便忍不住笑出声来。身为雍宁城第3大战团的团长，这种糗事确实不能随便说出去。可是你也没给我封口费啊，就算是跟官方签保密协议，都还有象征性的保密费呢。算了，就当我大发慈悲好了。韦开笑了笑，也跟着离开了。半个小时后，终于回到了战士工会。进入大厅后，韦开一刻也没有停留，直奔大厅深处的房间。站在转职时的面前，他手捧着3件任务物品，确认了完成任务。下一刻，转职时再次放出一道红光，随后3件物品消失不见。任务栏里也出现了新的任务：第2步，完成转职试炼，并且综合评分达到 S 级。看到这个任务，韦开的心里顿时紧张起来。果然变难了。如果是一般的转职任务，这一步只要求评分达到 B 级就够了，但他的任务要求却提升到了 S 级。如果是一般人，这时候就可以果断放弃，再去重新接任务了。但韦开却没有任何放弃的想法。不就是 S 级吗？他微微一笑，胸中的斗志一下子被点燃了。S 级并不是转职试炼的最高评分，上面还有 SS 级和 SSS 级。如果连 S 级都做不到，还有什么资格去跟其他的天才较量，去争夺最稀缺的大学名额呢？完成一转，只不过是大学报名的门槛，报名之后的大考才是真正的考验。那时候难度恐怕会比现在难上10倍都不止。如果连这点小困难都过不去，还有什么资格去跟别人竞争？进入试炼。韦开站在转职时面前，坚定地说出这句话。下一刻，眼前弹出了一片光幕，上面写着转职试炼注意事项几个字。注意1，进入试炼后，天道将会根据你的表现给出3项评分，分别是操作评分、生存评分、击杀评分。3项评分的综合计算后，便是你的综合评分。注意2，试炼有危险，如果死亡将会真正死亡，不可挽回。注意3，试炼可以随时退出，将会以最后一刻的评分作为最终成绩。注意4，试炼可以使用任何道具，但每使用1次都将会扣除相应的操作评分。注意5，试炼可以重复挑战，以最优成绩为准。看完了几个注意事项，韦开深吸了一口气，随后再次说出那句话：进入试炼。下一刻，他的身形一阵模糊，很快便消失不见了。不知道过了多久，韦开从一片漆黑中睁开了眼睛，连忙扫视了一圈周围，随后整个人都愣住了。这不是在黑夜中吗？眼前的天空一片漆黑，周围伸手不见五指，一股难闻的腥风不停地从4面8方吹来。眼前的景象跟他上次被困黑夜时何其相似。最重要的是，他的状态栏里出现了10几个 debuff， 不仅减了大量的4维属性，还有体力、血量上限、抗性等等，全都被削弱了一遍。我骚！看到这一连串的 debuff， 韦开当场就想骂人。他原以为试炼模式并不难，就算评分要求高一点，也有操作空间。没想到这狗屁试炼一上来就是地狱开局。这一连串的 debuff， 就算是白虎中了，也得变成病猫啊！嘶嘶！他的话音刚落，耳边就传来了细微的响动声，随后一个黑影猛地扑了过来。找死！韦开虽然震惊，但并没有放弃的打算。就算是夜黑，也可以找到一丝光明，因为他记得自己曾经获得过一个称号——冲破黑夜的勇士。来吧，看看是黑夜怪物厉害，还是我厉害！他一声大喝，猛地抽出金箍棒，随后当头一棍，砰！黑影还在半空中，便被一棍砸中了脑袋，当场击落。同时头顶上也冒出了一个伤害数字：-8。我骚！
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维开还以为自己眼花了，这是什么鬼伤害？只有个位数。第92章黑夜鏖战。如此低的伤害让维开差点想要立刻退出去重开，这怎么打的死怪物啊？正犹豫间，那只怪物又跳了起来，维开连忙拿起棍子，又是一棍敲下去，直接把怪物拍到地上。咦，看到这一幕，他顿时眼前一亮，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这只怪物好像很容易吃控制，刚才只不过是随手一棍就能将它拍到地上，说明它的重量很轻，力量也很小。这种怪物最适合连招了。有戏！维开灵光一闪，立刻想到了对付这种怪物的办法。既然这么容易控制，那就控到死，连到死。话音刚落，他便一手持棍猛地上挑，嗖的一下，黑影怪物果然应声而起，直接飞到了半空中。维开见状，毫不客气地伸出金箍棒，开始了花式颠球模式。砰砰砰，左一下，右一下，轻一下，重一下，在一次次的连招和控制下，他的操作评分也飞速上涨，很快就达到了 B 级。不知道颠了多少下，半空中的黑影怪物终于被一棍子打爆了，而维开也感觉到了一股暖流从身体里散发出来，黑夜带来的 debuff 减轻了。他看了一眼状态栏，顿时欣喜万分。这里果然是黑夜，就连击杀怪物恢复状态的规则都是一模一样的。可惜的是，这里的怪物不会爆东西。维开期待已久的黑泥并没有爆出来，不过这也无所谓，有评分就行了。正想着，黑暗中又一次传来悉悉索索的声音，一道黑影猛地扑过来。维开立刻拿起金箍棒，一棍子敲了下去。砰！黑影被顺利击落。但这还没完，又有两只黑影从两个方向扑来。维开微微一愣，但手中却没有停下，接连两棍再次击落了这两只黑影。只可惜伤害还是不高，只有区10点。无所谓，我会连招。维开淡淡一笑，手中的棍子再也没有停下来过。三只黑影怪物被他像抛球杂技一样接连打飞到空中，起起落落，此起彼伏。一次颠3个怪的难度比一个大多了，时不时还得控制一下力度，衔接其他技能，因此他的操作评分再次上涨，一下子来到了 A 级。砰砰砰，过了好一会儿，三只怪物终于被接连颠爆了。3道暖流进入维开的身体，各种状态顿时恢复了不少，就连生命值上限都恢复了100点。接下来难道要变成5只了？维开颇为乐观地想到。下一秒，一座小山出现在他的面前。啊！他当场一愣，猛地倒退了好几步。就在这时，小山动了，他猛地张开大嘴，随后噗的一下喷出一道黑色的水箭。维开本能的想要躲开，但可惜他的属性被削弱的太厉害，脑子已经想好了如何躲避，但身体却不听使唤。噗！水箭击中了他的肩膀，当场打掉了100点血量。我骚！维开大惊失色，差点就要退出试炼了。被黑夜减少了大量属性后，他的生命值上限只有210点，其中有100点还是刚刚恢复的，也就是说他的真实血量只有110点。这一剑差点就要了他的命。这下他终于明白之前田小玲和梁虎说的那位过第2步任务时差点丢了小命是怎么回事了。现在他也差不多了。跑！维开的脑海里很快浮现出一个字，随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出。呼！再次睁开眼时，他已经回到了转职时的前面。3次深呼吸后，他看了一眼光幕给出的试炼评分，顿时有些哭笑不得。D 级，竟然只有 D 级，难道是因为我退出之前的血量太低，被拉低了评分？他记得自己退出之前操作评分已经达到了 A 级，同时击杀评分也有 C 级，除非被生存评分严重拉低了评价，否则不可能是这么低的评分。看来退出的时机也很重要啊。维开顿时苦笑不已，如果是被击中之前就退出，他的生存评分应该挺高的，毕竟之前从未受过伤。但被水箭击中后，血量只剩下10点，就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已经处于濒死状态，生存评分恐怕已经差不多清零了。想明白之后，维开休息了片刻，让血量慢慢恢复过来。10分钟后，他再次站在转职石面前。再来！话音落下，他的身体再次消失不见。嘶嘶！还没睁开眼睛，一道熟悉的声音就从不远处传来。维开下意识地掏出金箍棒，随后对着声音的方向一棍子敲下去。咚！清脆的击打声响起，一只黑影怪物当场被击落。随后维开才睁开眼睛，眼前依旧是黑夜环境，状态栏上还是那么多 debuff， 就连第1只怪物都是容易控制的黑影怪物，一切都没有变，那就重新来过。维开说完，立刻发动了上挑，成功将黑影击飞到半空中。接下来就是熟悉的颠球流程。
砰砰砰，接连颠爆了4只黑影怪物后，维开没有停在原地，而是一个冲锋往前撞了过去。下一刻，一个小山般的身影刷新在他的面前，随后维开狠狠地撞了上去，砰，一动不动。被削弱属性后，维开的力量已经低到只有27点，根本撞不动眼前的这座小山。但没关系，他的目的并不是撞飞小山，而是靠近罢了。大大大大，手中的金箍棒陡然变大了数倍，同样化为一座小山，随后倾倒下去。轰，如同天崩地裂、陨石坠落之势，那只小山般的怪物直接被金箍棒给压扁了，变成了怪物饼。片刻后，维开再次感觉到一股暖流传遍全身，他的实力又回来一些了。但试炼还远没有结束，黑暗中又有一座小山出现，然后是第2座、第3座、第10座，接连刷新的10只怪物让维开一下子瞪大了眼睛。不是吧，这么狠？他原以为试炼的难度会循序渐进，哪知道天道根本不讲道理，这是想要他的命啊！第93章，不装了，我摊牌了。既然天道不讲道理，那不装了，我有如意金箍棒，我摊牌了。维开双手抱胸，口中念念有词。大大大，咒语一出，原本已经大得如同小山一般的金箍棒再次变大了好几次，化为擎天巨柱，仿佛要把黑夜都捅出一个窟窿来。下一刻，擎天巨柱轰然倒塌，10只小山般的怪物还没来得及吐出水箭，就被金箍棒狠狠地砸进了地面，变成了10张怪物饼。比大，谁不会啊？维开面带笑容，感受着来自身体的暖流。击杀了这10只怪物后，他身上的 debuff 再次被削弱，4维属性也从 20% 恢复到了 40%， 其他属性同样有所恢复。呼呵，维开挥舞了一下金箍棒，感受着力量逐渐回来的畅快。这下终于可以好好的战一场了。之前属性被削弱的太厉害，攻击伤害只有个位数，逼得他不得不使出各种手段。但现在属性回来了不少，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一战了。天道，还有吗？站在黑夜中，维开等了许久都没见新的怪物刷新，顿时有些奇怪起来。话音刚落，一个低沉的吼声响起，仿佛来自远古的呼唤。维开顿时汗毛倒竖，整个人都紧绷起来。很快，一个巨大的嘴巴从夜幕中显现出来。阿珍，你来真的？维开一下瞪大了眼睛，眼前的怪物他早就熟的不能再熟了，这不就是那只大嘴怪物吗？这可是50级以上的怪物，出现在雍宁城的时候差点把防御法阵都弄穿了。当初怪物发怒时的那一招，他至今都印象深刻。这一刻，维开已经做好了随时退出去的准备。就在这时，大嘴怪物忽然张开嘴巴，噗的一下吐出了大量的黑影。夜惊风！维开先是一愣，随即大笑，哈哈，我以为你是来弄死我的，没想到是来送温暖的。下一刻，大量的夜惊风迎面扑来，维开凛然不惧，手中的金箍棒舞出一片棍影。来战！下一秒，铺天盖地的夜惊风将他团团围住，而处于中心的维开手中也刮起一阵旋风。旋风斩！鬼影重重，棍影阵阵，双方的每一次碰撞都能爆发出成片的伤害数据。维开手中的金箍棒就像是一堵无法逾越的铜墙铁壁，所有撞上的夜惊风全都被搅成了碎片。与此同时，击杀评分也在飞速上涨，眨眼间就来到了 B 级。自从实力恢复之后，维开已经可以做到一棍一支夜惊风。对他来说，再多的夜惊风都等于是送温暖的。杀得越多，他的实力反而恢复得越快。天道，谢谢啊！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维开再次感觉到实力的回归，于是看了一眼状态栏，只有 40% 了。继续！维开一刻不停，手中的金箍棒舞成了花。就这样 40%、20%、0%。当身上的 debuff 彻底消失的那一刻，天空中的夜惊风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夜空似乎都变亮了一些。还得是你啊！维开哈哈一笑，胸中充满了自信。此时的他实力已经彻底恢复，同时各项评分也超过了 S 级，其中击杀评分更是达到了 SS 级。以他现在的评分，就是立刻退出去也可以顺利完成任务了。但他却没有一丁点退出的意思。大嘴怪，让我看看你真正的实力！维开傲然挺立，手中的金箍棒直指天空中的大嘴怪物。吼！大嘴怪物似乎感受到了他的挑衅，一声怒吼响彻云霄。下一刻，一道乌云从远处飘来，夜空中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疯狂汇聚，整个世界都变得风起云涌。吃了！一道道闪电在乌云中闪烁，散发出灭世的威猛。又是这招！维开面容坚毅，凛然不惧。之前这一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让他再见大嘴怪时下意识的觉得害怕。如今这份恐惧并没有完全消失，所以他要直面这份恐惧，战胜这份恐惧。轰轰轰！大嘴怪物也不墨迹，数道水桶粗的闪电径直劈向维开，是要将他一击灭杀。面对威势滔天的闪电，维开不躲不避，而是把金箍棒插进地面。长长长！随着他的话语，金箍棒猛地伸长了数十丈，很快就接近了天空。下一刻，闪电轰然劈中金箍棒的棒身，把它变成了一根大号的荧光棒。随后，闪电直接被传导到了地下。嘿嘿，没想到吧？维开见状，顿时大笑不已。你有闪电风暴，我有科学技术。大嘴怪物确实没有料到这个结果，眼见释放的闪电风暴失效，顿时大怒，猛地张大了大嘴。还敢用这招？维开又笑了。难道你忘了上次是怎么被捅穿的？哦，你不是上次那只啊？那就让你也尝尝。话音刚落，怪物的大嘴已经一口咬了下来，与此同时还有那如同铁鞭的巨大舌头。维开没有犹豫，直接拿起金箍棒狠狠捅了上去。噗！怪物的大嘴当场被捅穿，无数漆黑的血雨倾盆而下。猝不及防下，维开被淋了一身，然后他就傻眼了。卧槽，有毒！不仅有毒，而且还有极强的腐蚀性，就叫金箍棒都顶不住，发出滋滋的声响。身上的传奇级裤子更是直接被腐蚀出一个大洞。不行，跑！眼见形势不对，维开果断选择了退出。眼前顿时一黑，在睁眼时已经站在的转职时的面前，身后的屁股凉飕飕的。会不会失败了？维开下意识地想到。话音刚落，耳边忽然传来一声惊呼：卧槽，小开，你怎么光着？维开瞬间警觉，连显示出来的评分都没空去看，一扭头就看见了两个熟悉的面孔，秦天宇和李青霞。秦天宇是他的同班同学，也是二中有名的富二代，跟他一样转职成了战士。而他身边的李青霞则是二中的天之娇女，不折不扣的大美女。她的职业更是厉害，是法师中的稀有职业灵验法师。你们怎么会在这里？第94章，也就比废物强一点。我还没问你呢。秦天宇略带不悦道：我们是来转职的，你难道也……哈哈哈！说着，他忽然大笑起来。看对方这架势，肯定是进行转职试炼的时候被打惨了，不仅浑身上下狼狈不堪，就连裤子都漏了个洞。这也太搞笑了。维开虽然心中不爽，但并不想搭理对方。秦天宇是班级唯一的富二代，对同学颐指气使惯了，说话从来都是口无遮拦，不过脑子。以前维开都是把他当傻叉，从不理会。这一次当然也一样。他看了一眼跳出来的综合评分，不爽地撇了撇嘴，随后转身就走。哎，我让你走了吗？秦天宇忽然拦在他的面前，笑呵呵地说道：你也是来进行转职试炼的吧？评分怎么样啊？到 B 级没有？关你什么事？维开一脸厌恶道。他很清楚对方把他拦住的目的，无非是想让他在美女面前出丑而已，但他不在乎，也不觉得有什么丢人的。虽然屁股有点凉，但看一眼又不会掉块肉，何况人家美女也没有大惊小怪的，说不定还很欣赏呢。反倒是秦天宇一惊一乍，像个傻叉。秦天宇的怒意一闪而过，随即冷笑：作为同学，关心一下都不行？说完，不等维开回答，又抢先道：看你的样子，肯定是没通过吧？真可惜啊。转职试炼的评分只要求 B 级，如果连这都过不了，那也太废物了。你通过了？维开反问道。当然，我是 A 级。秦天宇一脸自豪道。也就比废物强一点。维开淡淡一笑道。你……秦天宇顿时气炸了，就连一旁看戏的李青霞都猛地看了过来，似乎对于这句话十分敏感。让开！维开呼的一声大喝，声音中带着一丝与黑夜怪物搏杀的气势。秦天宇顿时一激灵，下意识地退开了。随后维开便大摇大摆地离开了。等他远去之后，秦天宇才忽然醒悟过来。我怕他干嘛？对啊，我怕他干嘛？你给我……算了。就在这时，一直没有开口的李青霞终于发话了。我们的试炼任务都完成了，回去准备擂台赛吧。也是，一个小丑而已，不值得。秦天宇点点头，随后忽然想到了什么，于是笑道：说不定在擂台赛上能遇到他，到时候一定要把他好好打一顿。李青霞沉默不语，心里却回忆起维开刚才说的那番话。A 级评分也不过是比废物强一点，能说出这种话的人，是你这个评分只有 B 级的人能打得过的。正想着，秦天宇似乎也想到了这点。对了，那小子口气那么大，到底是什么评分？不会是唬人的吧？同为战士，他很清楚战士的转职试炼难度到底有多大。他靠着一身传奇级装备，再加上齐全的技能，
费尽千辛万苦才好不容易打到了 B 级。刚才为了不丢面子，他又夸大了一分，把自己的评分说成 A 级。结果那小子竟然不屑一顾，说什么 A 级只不过是比废物强一点。照这么说的话，他的 B 级评分岂不正好是废物？我有办法查到他的评分。李青霞忽然开口道。身为被嘴炮建设到的吃瓜群众，李青霞也想知道维开的试炼评分，看看他到底是大言不惭，还是真有实力。因为他的试炼评分正好是比废物强一点的 A 级，能够在转职试炼中达到 A 级评分，李青霞一直是十分骄傲的。因为他的一转职是稀有职业，因此难度比擎天宇高了好几个档次。虽然 A 级只是任务要求的最低档次，但整个雍宁城的毕业生中又有几个人能够达到呢？如果对方是真有实力，能够打出更高的评分，他当然会佩服万分。但如果只是大言不惭，那么以后再遇到的时候，他就要不客气了。怎么查？快说说！擎天宇迫不及待地问道。找人帮忙就行。李青霞直言道，不过可能要付出点小小的代价。没关系，我来出。擎天宇拍着胸口道。好。李青霞点点头，很快带着擎天宇来到了大厅外的一处柜台，找到了身穿制服的女子。金姐，我想打听一个消息。她直截了当地开口道。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秦姐微笑道，不过若是涉及隐私的话，那就免了。这不是废话吗？李青霞很想白对方一眼，要不是打听隐私问题，谁要来找你啊？就在这时，秦天宇很凑趣地走了过来，递出一张购物卡。秦姐，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说吧，查谁？秦姐也不客气，直接不动声色地将购物卡收入囊中。维开。秦天宇开口道，西乡二中1514班的维开。职业战士，查他的一转试炼评分。秦天宇补充道。秦姐闻言眉头一皱，随后又看了李青霞一眼，似乎用眼神在询问什么。然而李青霞却不为所动。片刻后，秦姐在身前的电脑里捣鼓了几下，随后摇了摇头，没完成。什么？李青霞和秦天宇都张大了嘴巴，他的试炼任务还没完成。噗呲！片刻后，秦天宇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我就说他是个小丑，连 B 级都达不到，竟然还有脸说 A 级只比废物强一点，他连废物都不如。李青霞一脸无语，已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听到消息的那一刻，秦天宇的心情是惊讶和果然如此，而他的心情却是疑惑和难以置信。那人说那句话的时候是如此的自信和淡定，怎么可能连 B 级评分都打不出来？这其中肯定另有隐情，会不会是他没有提交任务？李青霞忽然开口道。什么？秦天宇顿时一愣，随后断然道，不可能。有可能。秦姐当场反驳，转职试炼是可以重复挑战的，有些人如果不满意当前的评分，可以暂时不提交任务，等有了更好的成绩再提交。第95章，我在擂台赛等他，这有意义吗？秦天宇忍不住开口吐槽道。此话一出，秦姐和李青霞同时看向他，仿佛在看傻子一样。这话由秦天宇说出来，就像是一个只能考及格的学渣去质问考了满分的学霸。考那么高分有意义吗？当然有意义。身为能够查看转职任务的工作人员，秦姐很清楚试炼评分的意义，评分越高，完成任务的奖励就越好。要是能达到传说中的 SSS 级，更是可以得到一个特殊的奖励。多少天才做梦都梦不到这么高的评分呢？对于李青霞来说，试炼评分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挑战自己。身为战斗职业者，就是要不断的挑战敌人，挑战自己。如果仅仅满足于及格，那跟废物有什么区别？有意义。就在这时，又一个声音忽然出现。三人闻言连忙扭头去看，才发现来人竟然是一名高大帅气的年轻男子。看到来人，秦姐和李青霞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但秦天宇却十分不爽。还没等他说话，那名男子便走了过来，看着他道，但你这种人是不可能明白的。你……秦天宇一下子气炸了，竟然又有人看不起他。陆少！秦姐见状连忙抢先开口道，陆少是来完成一转的吧？是。年轻男子点了点头。听到这个名号，秦天宇先是一愣，随后才满脸惶恐地醒悟过来。这一下他终于知道对方是谁了。陆家的小少爷陆侃，雍宁一中15届的第一天才，也是整个雍宁市的第一天才，职业为极其稀有的刺客进阶职业梦魇，号称可以千里追踪，杀人于无形，一旦盯上敌人，敌人就将陷入永恒的梦魇。一想到对方的名号，秦天宇就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他虽然是个富二代，但跟陆侃比起来什么都不是，不管是家世还是成绩，又或者实力，都是被碾压的存在。身为一名小小的战士，他可不敢惹上对方。不过陆侃显然也没把他放在心上。
对他来说，秦天宇这种人就像是下水道跑出来的蟑螂，踩一脚都觉得恶心。只有同为天才的李青霞才能勉强入他的眼。不知道陆少拿了多少胜利徽章？秦姐调笑着问道。不多。陆侃笑了笑道，也就100枚。嘶嘶！三人当场倒吸了一口凉气。这还是人吗？李青霞和秦天宇的反应尤为激烈。当他们还在苦苦通关第2步试炼的时候，最厉害的天才已经把擂台赛打穿了。这时候的陆侃打擂台赛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完成试炼任务，更像是满足自己的收集癖。100枚胜利徽章，也就意味着有100名同级别的转职者被他轻松完虐。不愧是雍宁市第1天才。其实我也好奇。就在众人震惊不已的时候，陆侃再次开口道，那人的口气不小，他的评分到底是多少？没站出来之前，他其实已经在一旁听了不少话，知道有一个叫维开的同年级战士似乎在转职试炼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而且口气很大，连 A 级评分都不放在眼里。陆侃虽然也这么认为，但他从不会主动说出来，更不会到处跟人说自己的试炼评分是 S 级，是家里人私下偷偷去查，后来不小心泄露了出来的。这是个人的隐私，在下没有资格去查。秦姐苦笑道，不过陆少若是真的想知道，可以找副会长帮忙。他的话还没说完，陆侃就拿出了手机，拨通一个号码。二叔，来大厅帮我个忙好不好？谢谢二叔。2句话的功夫就搞定了一般人没资格知道的事情。这下秦姐和李青霞的目光更亮了，只有秦天宇满脸苦涩，心里更加不是滋味。他想要查个任务状况，还要给柜员送礼送钱，人家想查别人的隐私，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行了。他跟对方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几分钟后，一名中年男子来到众人面前，正是陆侃的二叔陆成。当陆侃说出想要查一个人的试炼评分时，陆成顿时露出了宠溺的微笑。行行行，你们跟我来好了。片刻后，众人一起来到了转职室的前面，随后陆成拿出一块红色的玉佩，轻轻放在转职室的上面。很快，一列列数据出现在众人的面前。维开，秦天宇一下就看到了维开的名字，就在数据的最后一行，而且还有2份成绩。第1份试炼的评分竟然是D级！噗呲！秦天宇当场笑出声来，然后其他人就齐刷刷的朝他看来，仿佛像是看傻子。被所有人盯着看，秦天宇的心里一下子炸毛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了吗？你再看下一行。李青霞悠悠的提醒道。下一行。秦天宇顺着往下看，随后眼睛一下子瞪圆了。S 级，这怎么可能？他满脸不可思议，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一幕。那个维开只不过是个没天赋又没家世背景的穷小子，怎么可能打出这样的成绩？而且对方也只是个普通的战士，甚至可能连战士的技能都配不齐，怎么可能过得了转职试炼，还能得到这么高的评分？所以你在怀疑我了？陆成冷冷地看着他，一脸不屑。不，我不是那个意思。秦天宇连忙矢口否认。这要是认下来，他不仅要得罪陆家，还要得罪工会的高层，简直是在找死。好在陆成也懒得理会这种蟑螂，所以干脆的摆摆手。行了，评分你们已经看过了，我走了。说完，他就真的走掉了。陆侃没有去送三叔，反而对着转职时若有所思。维开，战士，有意思。他是不是没有提交任务？是，目前是。秦姐连忙点头回答。那我也不提交了。陆侃忽然笑了起来，略带兴奋地说道，我在擂台赛等他。第96章，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听到陆侃的话，李青霞、秦姐还有秦天宇都愣住了。陆侃的实力有目共睹的，那百战百胜的胜利徽章就是最好的证明。谁也没想到陆少竟然如此看重对方，甚至不惜暂停自己的一转任务，只为了在擂台赛遇到对方。陆少，您在擂台赛已经停了5天。秦姐小声道，再停下去恐怕不好吧。是啊，陆少，你可是我们这一届的第1天才，之后的百城争霸赛还得靠你呢。李青霞也忍不住出言劝说，第1天才的名号又不是我自己封的，是别人强加给我的。陆侃面无表情道，至于百城争霸赛，我就算不参加，丢脸的也不是我。想要荣誉，你们就自己去争取，别总想着靠别人。百城争霸赛其实就是高考的正式名称，名为争霸，其实是争取各个城市的大学录取名额。之后的大学录取也会按照争霸赛中的成绩进行排名，然后择优录取。雍宁城好不容易出了个绝世天才，同一届的学子自然希望陆侃能为雍宁城拿到好成绩，争取更多的大学名额。但陆侃却毫不在乎，不仅不去练级刷装备，还在擂台赛玩了好几天，如今还想要停止转职任务，专门等别人打架。这也意味着他将会远远落后于其他城市的同届天才。到时候参加百城争霸赛，
雍宁城恐怕又要倒数了。李青霞本来带着好意劝说，却没想到直接背对了回来，顿时气得波涛起伏，汹涌澎湃。好，我这就去自己争取。同为天才，他虽然自认不如对方，但也有属于自己的骄傲。既然陆侃不在乎，那就由我来为雍宁城争光。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房间，前往大厅的另一侧。那边正是擂台赛报名的地方。眼看李青霞被气走，秦天宇本想追上去，但考虑到对方最后那句话略有嘲讽陆少的意思，最终还是没敢跟上。但他又忍不住开口：陆少，您又何必跟一个穷小子计较呢？完成一转后能获得更加强力的技能，到时候那小子拍马都赶不上您，根本不是您的对手。闭嘴！陆侃眉头一皱，冷冷道：你有什么资格评价他？在他的心中，维开连 S 级的试炼评分都不满意，说明还有更高的追求。如果不是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都想回去刷试炼评分，跟对方一较高下。可惜已经错过，现在只能在擂台赛等对方了。正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他的心思一般人不懂，也没必要跟人解释，所以他很快也转身离开了。秦姐见状，连忙跟了上去，只留下一脸愤怒又无处发泄的秦天宇。骚！妈的！他一边骂一边跺脚，想要砸东西，但又不敢。这里毕竟是转职时所在之地，要是破坏了转职时，把他全家搭进去都赔不起。此时的维开并不知晓后来发生的事情，他已经回到了家里，换好了衣服，看着衣架上破烂不堪的裤子，他顿时有些哭笑不得。之前跟大嘴怪物的一战，眼看就要赢了，结果却因为怪物的毒血不得不跑路。这一跑，不仅损失了生存评分和击杀评分，还损失了一条裤子。如果在最后关头他没有被毒血淋到，而是顺利干掉大嘴怪物，说不定综合评分能达到 SS 级。因此对于最后的 S 级评分，维开是心有不甘的。只要稍微注意一点，他就可以干掉大嘴怪物，拿到 SS 级评分，甚至还有冲击最高 SSS 级评分的可能。所以他出来之后并没有急着去提交任务，而是想要再来一次。不过在这之前还得先给自己弄一条裤子，要不干脆把洛神套装刷齐得了。维开右手撑着下巴想到，前2次进入试炼都算是试探，所以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第3次既然想挑战最高评分，当然要先做好准备，将状态调整到最佳。以他的天赋，想要刷齐套装并不难，只不过这些传奇级套装的掉落信息，一般人根本查不到，只有官方的网站上才会有。说做就做，维开很快登录了自己的官方账号，随后开始搜索洛神套装的信息。几分钟后，一篇文章出现在他的眼中，正是介绍洛神套装的报告。他快速扫了一眼，很快就确定了掉落信息。除了他已经获得的细缝手套和闭月头盔之外，其他3件套装的掉落，分别是乾隆蟒掉落游龙鞋、孔雀王掉落金红铠甲，还有冰雪人偶掉落回血裤子。咦，孔雀王？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维开一下子愣住了。我不是刚杀了一只孔雀王吗？莫非？话没说完，他便迫不及待地看向背包，随后果然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件红色的史诗级铠甲，正是金红铠甲。原来已经得到了呀！维开挠了挠头，顿时有些好笑。之前击杀孔雀王之后，他还没来得及查看收获，就被束腰的藤蔓偷袭，接着又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让他没空去理会这个。后来回城的路上，他的心思都放在了孔雀之灵和接下来的一转任务上面，根本没注意到角落里的金红铠甲。如今突然发现，竟然有一种意外之喜，这一下倒是省了不少功夫，只要再刷2件就行了。不过乾隆蟒和冰雪人偶都不是什么容易对付的家伙。乾隆蟒是乾隆坛的区域 BOSS， 平时都幽居深潭之下，必须要先想办法将其引出来才能击杀。冰雪人偶则是在一个名叫冰雪迷窟的副本中，必须要闯过副本的雪窟迷宫才能见到它。对于维开来说，乾隆蟒容易对付，但冰雪人偶就有点难度了，因为他并不擅长走迷宫，万一被困在里面就完蛋了。要不去问问多宝阁？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于是连忙拿起电话打给了田小玲。喂，玲姐，能不能帮我找多宝阁买一件装备？名叫回血，一条传奇级的套装裤子。第97章乾隆坛。10分钟后，田小玲打来电话回复，多宝阁说不卖。他的声音有些苦涩，似乎遇到了什么麻烦。维开一听这话就火了，怎么回事？难道嫌钱不够？一个专门做生意的商会竟然主动拒绝客人，不是没有，而是不卖，这不合理啊！多宝阁的入城计划失败了。田小玲苦笑道，他们想要借壳在雍宁上市，但被本地的商会察觉，现在双方正在大战呢。难道多宝阁怀疑是我们泄密？维开疑惑道。不，田小玲摇摇头，其实这事早就传遍了，多宝阁就是气不过而已。
多宝阁的计划，其实雍宁城的上层早就清楚，只是一直没有动手阻拦罢了。如今双方已经撕破脸皮，正式进入白刃战，所以多宝阁才会气不过。那就算了。维开一听这话，顿时也有些气不过。一个商会而已，在这种重要关头，竟然不想着拉拢更多的朋友，反而到处树敌，简直是失了智。你要是想买，我可以帮你查查别家的交易行。田小玲找补道。那就查一查吧。维开苦笑一声，不过估计也找不到。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上次买的史诗级套装的部件啊。维开直言道，雍宁城的商会要是也有，肯定早就凑成一套了吧。套装之所以值钱，就是因为成套，如果拆开来卖，能卖出一半的价钱就不错了。如果雍宁城里还能找到其他洛神套装的部件，官方交易行的人肯定会想办法买回来，凑齐一套再卖，怎么可能让维开轻易捡漏呢？我尽量吧。田小玲点头道，有些老家伙就喜欢藏着掖着，说不定真有呢。也行，不用勉强。维开笑了笑道，大不了我自己去刷。好。挂断电话后，维开便开始着手准备起来。既然多宝阁明确拒绝，那就只能自食其力了。首要目标自然是乾隆蟒。乾隆蟒与白虎一样，同为区域 BOSS， 也同样是25级。只不过它的生活环境是在乾隆潭底下，深达数十丈，没点手段是没办法将它杀死的。最容易的办法就是将它引出水面，然后伺机击杀。但这么做需要一个诱饵才能将它钓出来。想到这里，维开再次登录官方网站，查询关于乾隆蟒的资料。片刻后，他很快找到了一个有用的帖子，上面详细介绍了乾隆蟒的各项数值和技能，甚至包括钓乾隆蟒的诱饵配方。只不过这配方需要的材料多达数十种，大部分都需要去野外采摘。一看到这个，维开就觉得头大无比。最过分的是，做完了饵料，还需要有一个大师级的渔夫才能将其钓上来。上哪去找大师级的钓鱼佬啊？维开拍了拍额头，一脸无奈。难道就没有简单一点的办法？话刚说完，他便看到了引出乾隆蟒的第二个办法——炸鱼。只要往乾隆潭里连续不断的扔炼金炸弹，就有概率将其炸出来。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乾隆蟒越躲越深。具体能不能炸出来，就要看运气了。要是炸不出来，其他的办法也会变得不好使，毕竟乾隆蟒也不是傻子，太看运气了。对于第二个办法，维开同样不想采用。先不说需要多少炼金炸掉，就算炸了也不一定有用，也有可能什么都没发生，白白浪费炸弹，浪费时间。没有更简单直接的吗？维开忍不住小声嘀咕。片刻后，他忽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位炸鱼高手哪吒，随后自言自语道：话说当年哪吒闹海是怎么把龙宫搅得天翻地覆的？是混天绫吧？可惜我没有，不过我有金箍棒啊。对。维开一拍双手，顿时喜上眉梢，有办法了。他虽然没有哪吒的混天绫，但有幻化如意金箍棒，可以变大变小，变短变长。就算乾隆潭有数十丈深，一样可以变长筒进去，保证能把乾隆潭搅得天翻地覆，让乾隆蟒无处可躲。就是嘛，就该这样。有了办法之后，维开顿时笑容满面，随后收拾了一下东西，直接出门去了。乾隆潭同样位于西城门外，紧挨着百鸟林。那里原本是一处大水潭，从水潭里流出来的水，经过一条水渠引流到百鸟林的农田和果园里。也就是说，乾隆潭的水本来是用于农业灌溉的，只是游戏降临现实后，那里被怪物所占领，成了一条蟒蛇 BOSS 的巢穴，周围也出现了各种潜水怪物，比如铁甲鳄、巨鳌虾和五毒蛇等等。那里的怪物等级都在20级左右，而且十分难缠，打不过还会躲进水里。所以除了要刷任务物品的人，其他人基本不会去那里。半个小时后，当维开来到乾隆潭附近，这里除了怪物，连个鬼影都没有。不过这也正合他的心意，没有人最好，正好可以放开手脚来杀怪。他休息了片刻之后，开始清剿乾隆潭外围的小怪。这些小怪都是20级左右，等级虽然跟他差不多，但属性还是差远了。就算是最弱的铁甲鳄，也只能承受他的3下攻击。至于巨鳌虾和五毒蛇这些小怪，基本都是一棍秒。前后用了将近10分钟，维开终于把乾隆潭的周围清理干净，同时背包里也捡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玩意。幸好他的背包足够大，再多的东西也不在话下。收拾干净战场后，维开来到了乾隆潭的水边。这里的潭水十分清澈，几乎可以一眼望到底，潭水中还有不少鱿鱼和小虾米，皆若空游无所依。但在潭底下却并没有乾隆蟒的身影，只有一层厚厚的细沙。维开见状，直接掏出金箍棒，随后念起咒语：长长长。如意金箍棒在他的手中开始疯长，很快就长到了数丈。随后
他直接将一头捅进了乾隆坛中，长，长，长，一边念叨，一边奋力搅动。第98章，游龙。这一搅，搅得乾隆坛波涛横生，浪涌翻飞，原本清澈的水潭变得浑浊无比。片刻后，维开忽然感觉手中一紧，金箍棒似乎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下动弹不得。他顿时心中一凛，连忙念动咒语，将其变回正常模样。下一刻，一道黄浊的水柱冲天起，在水柱的顶端赫然盘着一条长达10丈、足足有水缸粗的黑色巨蟒。巨蟒双目血红，头上长着一对稚嫩的双角，腹部处还有2个凸起，隐隐有化龙之象，正是乾隆蟒。看到维开的身影后，乾隆蟒轻摇尾巴，顿时一道水箭向他射去。维开早有准备，面对飞来的水箭，直接一个冲锋来到水柱前，随后一跃而起，手中的金箍棒直接抡圆，紧接着狠狠地砸下。嗷！乾隆蟒被当头一棒，原本高昂的头颅直接被打进了水柱中，庞大的身躯连同金箍棒一起破开水柱，轰然掉落回水潭里。哗啦！被一棍子打回水潭里以后，乾隆蟒一下子懵逼了。虽然脑瓜子还是嗡嗡的，但第一反应就是立刻躲回水底，狗命要紧。然而他的反应还是慢了一步。一棍子把乾隆蟒敲下来后，维开手中的金箍棒再次变长了数倍，随后直接伸进乾隆坛里，照着乾隆蟒的7寸处用力扎进去。噗！乾隆蟒巨大的身躯被金箍棒穿心而过。-20532，致命！巨大的痛苦让他死命地缠绕在铁棒上，试图用巨力绞断这根铁棒。只可惜他还是太年轻了，不知道金箍棒的真正威力。他越是缠绕，身上的伤口就越是撕裂，同时还在不停地流失血量。头顶的血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失。维开见状，直接将金箍棒提了起来。离水后，乾隆蟒又挣扎了几下，随后便一动不动。死了。偌大的巨蟒最后变成了一条肉串。要是尸体能保留，维开都想在旁边点起篝火，当场把它给烤了。只可惜乾隆蟒的尸体很快便化为了白光。与此同时，爆出来的数十件物品也都被金刚镯自动拾取，进入了他的背包中。维开看了一眼，便从数件史诗级装备之中找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件。游龙史诗级鞋子，等级20，敏捷加50，体质加10，移动速度加20，闪避几率正20%。装备时获得游龙状态，移动状态下闪避概率增加50%。每次成功闪避后，闪避几率再加10%，可叠加3层。洛神套装之一，集齐后可获得强大效果，这岂不是无敌了？看完了游龙鞋的属性，维开一下子瞪大了眼睛。没想到这玩意增加的闪避几率竟然这么高，在移动状态下，如果能叠满3层 buff， 闪避几率将会直接到达100%。这也意味着，只要不是锁定技能，几乎不可能再打中它。只要它动起来，就约等于无敌。不愧是史诗级的套装，效果果然一个比一个强悍。维开不禁感慨，现在洛神套装的5件已经得到了4件，就差最后的回血裤子了。他很期待集齐之后洛神套装的最终效果。感慨之后，他又看了一眼别的掉落物，随后眼前一亮。除了这件游龙鞋子之外，乾隆蟒竟然还掉落了一件神话级的项链。只不过这个项链的属性跟他有些不对付，竟然是加魔力和施法速度的，属于法师的神装。战士的一转分支虽然也有主加魔力的魔武士和力魔双加的魔导战士，但可惜维开都不是。他的一转分支是力敏双加，走物理输出的剑客。算了，还是拿去卖钱吧。这玩意他留着自己戴就是浪费，还不如拿去卖钱或者跟别人换装备。要是能换回一件加力量和敏捷的物理系项链，那就起飞了。话刚说完，维开兜里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喂，林姐有事吗？你要的装备找到了。电话那头，田小玲颇有些兴奋地说道。真的？维开顿时大喜，没想到玲姐这一次的效率如此之高，只用了不到1个小时就帮忙找到了她需要的装备。是。田小玲点头道，回血裤子，洛神套装的部件之一，没错吧？对对对。维开连连点头，又迫不及待地问道，装备在哪？怎么交易？在。田小玲犹豫了一下，小声道，在我爸手上。啊？维开一下子愣住了，在玲姐的父亲手里？难怪能这么快就找到呢。之前玲姐还说，有些老家伙就喜欢藏着掖着，或许说的就是他的父亲。想到这里，维开顿时有些哭笑不得。看来玲姐对他的父亲还是挺了解的嘛。不过既然在他父亲的手上，玲姐为何不直接买过来，反而要特意跟他说这件事？难道玲姐是不是还有别的条件？田小玲犹豫了片刻，
随后小声的说道：“我爸想见你一面。”行，维开答应的很干脆，一秒都没有犹豫。不就是见个长辈吗？还能怎么的？就算对方是大名鼎鼎的田氏商会的话事人，他也没什么好怕的，又不是没有见过大人物。你答应了？田小玲有些错愕，本来他都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没想到对方却答应的如此干脆，似乎想都没想。他是不懂，还是太懂？田小玲的少女心思一下子纠结起来。答应了。维开点点头，又问道：“具体什么时候，在哪？还有，见面后伯父就答应卖装备给我是吧？”田小玲闻言，先是一喜，随后又有些失落。原来他的心里只有那件装备。应该是吧，具体时间和地点，我还要跟我爸商量一下，等下再打电话给你。说完，他便直接挂断了。维开倒也没有多想，收起电话后便转身往城里走去。既然要见面，当然得先回城里，更何况现在已经天色将晚，还有不到1个小时就天黑了，是该回去了。第99章集齐洛神套装。半个小时后，维开回到城里，又来到了西乡市场。见面的地点就选在田家交易行的2楼贵宾接待室。在田小玲的带领下，维开又一次来到这里，随后见到了他的父亲田氏商行的总经理田明志。见面的第一印象就是威严，不管是穿衣的风格，还是外貌或者气质，田明志都是典型的中年富豪形象，这倒是很符合他的身份。伯父好，是小维吧？坐。田明志同样在打量着他，随后轻轻挥手。维开微微一笑，径直找了个位置坐下。听说你跟小玲合伙开了家杂货店？坐下后，田明志开门见山，当场询问起来。是。维开点点头。田明志笑了笑，又问：听说小店的人气还不错，就是老缺货，顾客也经常抱怨，是不是？店铺的经营一直是玲姐负责，我不太清楚。那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们合作？怎么合作？由我们负责供货，你们负责卖货。不要。还没等他说完，田小玲就抢先拒绝了。维开听到以后也醒悟过来，这不就是跟多宝阁的条件一样吗？之前多宝阁说要跟他们合作，提出的条件也是这样，借小店的壳卖他们的货，久而久之，这家店就变成他们的了。小玲，没你说话的份！田明志面带不悦，低声斥喝道。一听这话，维开当即开口：伯父，我也不想合作。此话一出，田小玲和田明志同时望了过来。田小玲有些诧异，但嘴角却露出了笑意。田明志则有些恼火，一下子皱起了眉头。你就不怕惹恼了我？田明志直勾勾地看着他。我们的店铺只是个小店，对于伯父来说，可有可无，不值得大动干戈。维开笑着说道。更何况我们之前也拒绝了多宝阁，算是跟伯父站在同一边的。那就算了。田明志淡淡的挥了挥手，好像对这件事并不是很在意。对他来说，一家小店确实可有可无，真正的目的还在后面呢。听说你想要这个？他说着，从背包里掏出了一件装备，正是洛神套装的部件之一——回血。是。维开点点头，但却没有表现得太过热切。这是套装的部件。田明志笑了笑，道：我听说你之前也买了一件洛神套装的部件，莫非就差这一件了？维开再次点头，随后直接亮出了身上的4件装备的属性，分别是细缝、手套、碧月、头盔、惊鸿、铠甲和游龙、鞋子。看到这4件装备，田明志的脸色先是震惊，随后变成欣赏，最后忽然大笑起来。好好，这件就送给你了。他抚掌大笑，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说完，直接将最后一件回血裤子递到维开的面前。维开二话不说，当场换上，随后又看了一眼装备的属性：回血史诗级裤子，等级20，精神加30，体质加20，生命值上限加500。装备时获得回血状态，生命值低于 25% 时，将会在接下来的10秒内恢复 50% 的生命值。洛神套装之一，集齐后可获得强大效果，是个保命的装备。维开有些意外，但又觉得是情理之中。洛神套装的5件套里，其他部件都是输出装，到了这一件就该有一个保命装了。按照百分比恢复的保命效果，意味着生命值越高，恢复效果越好。可惜维开不是全肉战士，否则效果绝对可观。还有套装效果呢，单个部件的效果不强，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万一套装效果很炸裂呢？他的目光继续往下看，很快看到了显现出来的套装效果。洛神套装效果，获得简易状态时，简易效果削弱 50%， 在简易状态下受到的伤害减少 20%。看到简易效果几个字，维开心中一跳，
一下就想到了黑夜中的 debuff。那些 debuff 就是减益效果，如果能把所有的黑夜 debuff 削弱 50%， 那岂不是直接封神？有了这个，他进入转职试炼，再也不用慢慢颠怪开局了，而是直接大杀四方。另外，减益状态下的减伤也相当于一个保命技能，可以防止被怪物秒杀。套装的减伤再加上裤子的回血以及鞋子的闪避效果，3重保命之下，他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暴毙问题了。好，不愧是史诗级的套装。维开还在想着事，对面的田明志已经忍不住开口夸赞了。这个套装效果，就算是他这个40多级的高手都忍不住心动。这套装备就算是穿到40级也不会过时。雍宁城的许多40级老手都未必有这么好的装备呢。这要是放在交易行里拍卖，恐怕立刻要被疯抢。维开被这一声声叫好给唤醒过来，连忙拱手道谢，多谢伯父成全。哈哈，当然成全。田明志再次大笑道，不过伯父还有一个愿望。请说。维开道，等你哪天用不到这套装备了，能否卖给伯父？田明志小心翼翼道，这种史诗级的套装，整个雍宁城都找不到几套。一旦田氏商行得到，只要放出风声，稍微炒作一下，立刻就能获得巨大的关注和声望。到时候，田氏商行在雍宁城的地位也将会水涨船高。要是能卖给一个好主顾，未来说不定还能更上一个台阶。当然可以。维开想了想，点头道，不过恐怕要等一段时间。无妨，等多久都值得。田明志毫不在意，别说等3-5年，就算等上10年都值得。毕竟这可是史诗级套装，就算再过10年也不会过时。那我就告辞了。装备到手，维开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进入转职试炼了。等一下，但话刚出口就被田明志叫住了。你现在已经20级了吧？他直接问道。是。一转任务做到哪了？第2步，转职试炼。很好，那就去吧。听到是转职试炼，田明志一下子明白了他的心情。拿到新装备后，谁不想去找几个怪物试试手呢？第100章。大嘴，你又来送温暖了。下午6点20，维开再次来到战士公会的大厅。接近天黑，外出奋战了一天的战士们此时都已经回城。有人回来交任务，也有人来学技能，还有人在外面摆起了地摊，卖一些自己用不上的装备。整个大厅人流如织，摩肩接踵。不过大厅还不是公会里最热闹的地方。最热闹的地方当属大厅西侧的比武擂台，那里早已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里3层，外3层，旁边的窗台和树上都还能站一层。围观打架斗殴一直都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尤其是美少女打架更是让人赏心悦目。此时的擂台上不仅有美少女，而且还有2个。双方还没有正式开打，台下的加油声已经喊得震天响。曲妹妹加油，干掉她！李青霞加油！听到这个加油声，维开一下子停了下来。是他？他好奇地朝那边看了一眼，发现只能看到一大片的屁股，顿时哑然失笑。看来他是在打擂台赛啊。看来今天早上遇到李青霞和秦天宇的时候，他们应该也是在参加转职试炼，就是不知道李青霞的试炼评分是多少，估计有 S 级吧。李青霞是西乡2中的天之娇女，又是特殊职业灵验法师，拥有不俗的输出能力，实力自然也不容小觑。一转任务的第3步是获取3枚胜利徽章，这对他来说应该十分轻松。想到这里，维开顿时没了围观的兴趣。算了，还是转职试炼要紧。反正等他参加擂台赛的时候，李青霞应该早就完成任务，成功一转了。注定遇不到的对手，没必要浪费时间去研究。片刻后，当他走进转职室时，才发现这里也有不少人。来转职室的人基本上都是来进行转职任务的。转职时不仅可以进行1转，后面的2转、3转也是在转职时上完成。不过房间里的大多数人年纪都跟维开差不多大，只有一名头发花白的中年男子看起来颇为威严，恐怕是进行2转的。2转需要等级达到50级，整个雍宁城能达到这个等级的人绝对不超过2位数，而且这些人基本上都身居要职，属于雍宁城的中流砥柱。眼前这人看起来有些眼熟，维开感觉似乎在哪里见过，但他又实在想不起来。正纳闷呢，对方的身影忽然一阵模糊，很快就消失不见了。进试炼了，他微微有些错愕，但很快又恢复了心态。没想到2转竟然还要参加试炼。维开小声调侃了一句，随后也伸手按住转职石，进入了转职试炼。片刻后，当他睁开眼，眼前依旧是一片漆黑的黑夜环境，前方很快传来了丝丝的动静。维开头也不抬，看都不看，便使出金箍棒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狠狠地敲下去。从始至终，他的目光都放在自己的状态栏上。洛神套装的效果真的起效了。
看着只有一半效果的各种黑夜 debuff， 维开笑的嘴都要裂开了。原本能削弱 84% 维和各种属性的黑夜 debuff， 如今只有生效了 40%， 这也就意味着他的实力直接翻了3倍。在 60% 的状态下，击杀一只弱鸡的黑影怪物，简直不要太简单。啪！一棍下去，黑影怪物的头上爆出了一个369的伤害数字。数字虽然不高，但相比之前的个位数，已经是天壤之别。伤害数字冒出来的时候，黑影怪物也化为了一团烟雾，直接被秒杀了。如此轻松的击杀了第一只怪物，维开顿时兴奋起来。看来这一次有望突破之前的成绩。一旦能击杀大嘴怪物且不受伤的话，他的击杀评分就能来到 SS 级。要是再谨慎一点，保证好生存评分，说不定还能冲击更好的成绩。想到这里，维开顿时充满了豪气与自信。SSS 级评分，我来了！呵，砰！在强大的实力下，维开轻易的击杀了第2轮的3只黑影怪物，同时各项评分都来到了 B 级。这一次没有颠怪，导致操作评分略低了些，不过影响不大，后面还有机会找不回来。第3波怪是一只小山斑的怪物，这一次维开没有像之前那样耍赖，用金箍棒去砸死对方，而是一个冲锋撞了上去，随后靠着强大的实力和流畅的连招，活活打死了。击杀这只怪物后，又有10只同时刷新出来。这一次维开依旧没有选择让金箍棒变大，还是用正常的方式将他们全都击杀。战斗中他故意让水箭射了几次，结果全都被闪避了。移动状态下高达 70% 的基础闪避几率，让他毫发无伤，真正做到了水箭身边过，滴水不沾身。看到这个结果，他顿时放下心来。现在的他再也不怕被围攻了。10只小山斑的怪物死掉后，终于迎来了第5波黑夜怪物，也就是大嘴怪物。哦对了，它的官方名字应该叫深渊航母，意思是它像航母一样，可以放出许多小飞机，也就是夜惊风。看到老朋友，维开颇为欣慰，甚至想要跟对方打个招呼。大嘴，你又来送温暖了。深渊航母照例吐出大量夜惊风，一股脑的朝维开杀来。维开咧嘴一笑，当场化为一阵旋风，将他们全部笑纳了。噗噗噗，无数夜惊风被旋风斩卷起，化为一道道黑雾。随后这些黑雾又变成暖流，进入维开的身体里。杀了一阵后，维开忽然感觉到身体一轻，连忙看了一眼状态栏，随后惊喜的发现黑夜 debuff 消失了。在黑夜中，每击杀一只黑夜怪物就能削弱1000分号 debuff 的效果。之前黑夜 debuff 的效果是削弱 80% 的属性，所以需要击杀800只黑夜怪物才能完全恢复。但穿上洛神套装后，如今 debuff 的效果只有 40%， 因此他只需击杀400只怪物就能彻底清除黑夜的影响。如此一来，他不仅提前恢复了实力，甚至还能继续累积击杀数，冲破黑夜的勇士。当维开又击杀了一只夜惊风后，状态栏上立刻就出现了一个新的 buff。 对于这个 buff， 维开一点都不陌生。有了这个 buff， 黑夜将不再是他的束缚，而是绝佳的猎场。杀戮时刻开始了。